白天当保安拦外卖员，晚上送外卖骂保安，引得直播间20万观众围观，成为真人秀节目里的顶流人气王。只因你参加了一档名叫《百元求生》的真人秀节目，规则是挑战用100元生活2个月，别的嘉宾都是精打细算，而你拿上钱直接点了2份外卖炸鸡。你的摄影师看着你一脸懵逼，因为在比赛期间，嘉宾必须负责摄影师的衣食住行，可看你的样子，他都不知道下一顿在哪，而你则是告诉他你有工作，让他不要担心。随后便带他来到别墅区，一栋栋别墅映入眼帘，里面住的都是各界大佬和精英翘楚。摄影师望着眼前的高档小区，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哥，你别跟我说你住这里啊！你平淡无比的点了点头，随后就在摄影师震惊的目光中走向保安室。大爷，我来接班了。看着大爷颤颤巍巍地走出保安室，摄影师扛着摄像机，眼珠子都快要瞪了出来。合着你说的工作就是保安？只见你慢悠悠地拿出保安制服换上，老气横秋道：“这你就不懂了吧？别人60岁干保安，我20岁就干保安，比别人直接少走40年弯路，你懂不懂啊？”年轻人，直播间内网友们看见你的发言，顿时一片沉寂。没想到真的有年轻人会当保安，这种没有前途的工作他也干了。不过保安好歹也算是工作，也有工资。直播间的观众们顿时为摄影师松了一口气，跟着这么喜欢摆烂的选手，摄影师今天恐怕会露宿街头。而你这时坐在保安室内，惬意享受着午后温暖的阳光，熟练的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枕头，光明正大开始午睡。直播间内观众们顿时被你这波操作给震撼的说不出话。我尼玛，保安还能带薪睡觉吗？我有点羡慕。一旁扛着摄像机的大哥听到传出的呼噜声，嘴角泛起苦涩。同样是工作，自己扛着摄影机，而你在睡觉，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与此同时，百元求生13号嘉宾直播间，一名年轻人正穿着某团的黄色衣服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背后跟着的是满头大汗的摄影师。哥，慢点，我跟不上你了。大哥你快点，我这几单要超时了。罗成此刻的表情有些着急，我还没吃饭，有些没力气了。从早上8点，他就一直陪着罗成找工作，别说是午饭，就连水都没喝过一口。罗成无奈的叹了一口气，等我送完这一单，就先带你去吃点东西。随后就拿着外卖站在小区门口。保安，你身边的摄影师见到罗成，脸上表情变得怪异起来，因为他发现这个某团小哥的背后还跟着一个扛着摄影机的人。他急忙将趴在桌子上的你摇醒，大哥别睡了，来人了。你撑着懒腰从桌子上爬起来，看到穿着外卖衣服的罗成后，只留下一句话：外卖不让进啊。说完你便飞快趴倒在桌子上继续睡觉。听到这话的罗成则是不乐意，自己跑了这么大老远来送外卖，结果被你一句轻飘飘的不让进就给拦住。刚想开口大骂，看到黑洞洞的摄影机对着自己，顿时把到嘴边的脏话给咽了回去。走进保安室，试探性的朝着你身旁的摄影师问：兄弟，你们2个该不会也是参加节目的吧？这样啊，我是13号参赛嘉宾，兄弟，你看能不能让我进去送个外卖？毕竟我们现在都是底层劳动人民，相互理解一下。罗成笑眯眯的给摄影师递上一根华子，摄影师望着眼前递来的华子有些为难，朝着趴在桌子上的你望去。你抬起头望着罗成，这你就不懂了吧？我现在当保安拦外卖员，晚上当外卖员走保安内部通道。罗成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双眸瞪得老大，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直播间内的观众听到你这话后，也是被你这话给震惊的不轻，合着他在这里搞垄断来的。你身边的摄影师听到你的话后，内心也是被震撼的不轻。哥，你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只见你靠在椅子上，一副看待白痴的表情望着摄影师，当然是假的了，谁大半夜的不睡觉去送外卖？而一旁的罗成眼见订单快要超时，已经有些坐不住，你不让我进去，订单超时你就不怕业主投诉？听到罗成的话后，你脸色明显有些不太好看。糟了，我怎么忘了这茬？你急忙开始翻箱倒柜的找了什么？罗成见到你这副慌乱的样子，内心有些得意，毕竟住在这里的人那都是非富即贵，可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保安能够得罪得起。知道会被投诉的话，就快点让我进去，不然的话，等下业主来投诉你，这工作可要丢了。不过出乎罗成意料的是，你拿出了一个厚重的本子，记下了外卖上的地址，边记录还边愤愤不平，武装这小子又偷点外卖，这个月已经第3次了。正当罗成被你操作震惊的说不出话时，一个少年急忙闯入保安室苦苦哀求：陆哥手下留情啊，要是再被我妈知道我点外卖，会被打死的。你眼睛也没抬一下，根本没去看面前的少年，现在知道后悔早干嘛去了？一天天的，就你老来打扰我午睡。少年的脸色变成苦瓜，一把抢过罗成手中的外卖。陆哥，这不是看您这么辛苦来孝敬您的吗？算你懂事。看了看里面的外卖，又望了一眼面前的少年，微微点头，随后从外卖袋子里拿出一份精致的寿司放到摄影师面前。你中午不是没吃饱吗？再多吃点。真的吗？谢谢哥。摄影师立马大块吃了起来，之前的炸鸡他就吃了一个鸡屁股，基本跟没吃一样。而罗成身后的13号摄影师见到这一幕，不争气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一道清晰咕噜声从摄影师的肚子当中传出，让罗成脸上有些挂不住。自己拼死拼活送外卖，今天的工资估计也就够买这种半份寿司，但还是打肿脸充胖子，对摄影师说道：等忙活完手里的事情，今晚哥带你吃更好的大餐。真的？13号摄影师有些不敢置信的转过头来，你也一起吃点吧，反正这还多。你望着可怜巴巴的13号摄影师大方道。过了好一会，2个摄影师吃得心满意足，罗成望着盒子里仅存的一块寿司咽了咽口水，刚想要伸手，就听到你的声音传来：你们吃饱了吗？哥，饱了饱了，你要来点吗？你们吃吧，我随便对付一点就行了。你挥了挥手，好像十分看不上这块寿司，直接将寿司喂给了周围的流浪狗，随后从外卖盒中拿出了一整只烤鸭，还有一份麻辣小龙虾。这下直播间彻底炸锅，你管这叫随便对付一下？最惨的是13号罗成吧，你宁愿喂狗都不喂他。你回过头来望着差点要扑上去和狗抢食的罗成，又看了下桌子上放着的美食，这位兄弟晚上要去吃大餐，想来这种东西他应该也看不上吧。直播间内，观众们看着生无可恋的罗成，顿时都笑出了猪叫。此时，摄影师镜头对准了点外卖的少年，只见少年握着你双手，眼神深情的恳切道：陆哥算小弟我求求你，真的别把这件事告诉我吗？说完
完，少年还恭敬地递上了一包华子。放心吧，咱俩谁跟谁，你就是我拜过把子的兄弟，就算你妈拿刀架在哥哥脖子上，哥哥也绝对不会出卖你。你不动声色地收起华子，搂住少年，信誓旦旦道：“少年得到你的保证，也是顿时放心下来。那就麻烦你了。”可就在少年刚走出保安厅后，你掏出手机，熟练地拨打了一个电话：“王姐，是我呀，小五这次又偷偷点外卖被我抓住，这么大的孩子还在长身体，天天吃外卖，万一吃坏了身体怎么办？怎么教育他？这次您听我的，拿鞭子沾点辣椒水抽他，让他尝尝记性。”一旁的摄影师听完，满脸震惊地看着你：“哥，你刚刚不是和他说你们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吗？”“是啊，拜过把子发过誓，他妈揍他没我事。”直播间众人听完纷纷大笑，我开始心疼那个孩子，哈哈哈！这主播有点良心，但是绝对不多呀。不行，这货太逗了，我必须得关注一下。不同于直播间内欢快的氛围，保安室内气氛有些尴尬，众人面面相觑，目光呆滞地望着你。他们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雷人的解释，饶是你这般厚的脸皮，也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尴尬地挠了挠头。对面的13号摄影师微微叹了一口气，望着自己刚刚吃完的寿司盒子。13号摄影师颇为感慨地拍了拍你身旁的摄影师肩膀：“兄弟，你运气真不错，跟了个好的参赛者呀。”13号摄影师的声音不大，但却清晰地传入了罗成的耳中。罗成脸上表情一僵，顿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望了一眼重新趴在桌子上睡觉的你，不屑道：“他也就这几天混得好吧，不过是个保安，难不成还能混得比我好吗？虽然自己现在只是一个骑手，但自己之前好歹也是网络工程师，等自己攒够钱买台电脑，就算是接一些单子，收入绝对会翻上许多倍。”想到这里，罗成的手机忽然传出了一道冰冷的提示声：“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超时。”罗成听到提示，脸色顿时一变，着急忙慌地拿着外卖跑出了保安室。13号摄影师也是扛着机器在后面狂追：“哥，等等我呀，我吃撑了，跑不动。”不远处的罗成听到这句话，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此时保安室内，摄影师走到你身旁，认真劝诫道：“陆哥，你这么年纪轻轻的，为什么就这样子当保安摆烂呢？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哪怕进厂都比你现在挣得多吧？”望着面前的摄影师反问道：“那你觉得进厂一个月赚多少？最起码进厂一个月有个4、5千吧？我现在一个月4500，还有5险1金。”摄影师听完有些不可置信，随即想了想又说：“即便这工资是真的，可保安也没有什么前途啊。”听到摄影师这话，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纷纷点头同意，保安没前途，这基本上是所有人公认的事实了。就在这时，一辆漆黑色的商务车缓缓出现在镜头前，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从商务车内走下：“小陆啊，怎么今天没见你睡觉呢？上次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要不要到我的公司去？你这到哪都是睡觉，不如去我公司睡，事又少又清闲，而且我工资给你涨1倍。”一旁的摄影师满脸黑线：“您没说错吧？他这到哪都睡，您还把他招进公司？”面前西装革履的男人一愣：“我那不缺干活的人，缺的是像小陆这种人才。抱歉呐，李叔，我还是喜欢在这里睡。”被称作李叔的中年人有些惋惜，随即递给你一张名片：“要是你想通了的话，来找我。天宇生物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一旁的摄影师只觉得天旋地转，脑袋有些发懵。只要是江南市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天宇生物，这可是世界顶尖的生物科技公司啊！这么好的工作，你居然拒绝了。而看到天宇生物几个大字后，直播间里顿时也炸开了锅。卧槽，这人是宇天生物的董事长，那可是9州500强企业啊！董事长亲自邀请他都给拒绝，保安有这么好吗？顿时，举着摄影机的摄影师也反应了过来，能在这里住的可都不是一般人啊！平日里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大佬，很有可能都住在这个小区。你感受到摄影师震惊的目光，提溜着之前的外卖盒子继续道：“我每天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累了就趴桌子上睡会儿，睡不着就躺沙发上打打游戏，上1休1，每个月还有额外的假期。”摄影师望了一眼自己扛着接近20公斤的摄影机，想到自己基本上是24小时工作，而且还没有假期，心态顿时就绷不住了。哥，别说了哥，我真的知道错了。再让陆晨这么说下去，自己心态可能就要彻底的崩了。而听到陆晨的话后，直播间的观众们也同样破了大防。我一个月才3000，干得比他累，风吹雨打，还天天被老板喊去加班。我今天35，刚刚被大厂优化，车贷房贷不堪重负。早知道保安这么好，我直接去干保安了。我天天被老板骂，工作是一刻也不敢停歇，也才8000左右，而且一天上还10个小时的班。这么一比，好像保安更轻松一点。楼上的知足吧，我上班连厕所都不敢上，天天晚上还被留下来加班，工资也只和他一样多。观众们看着陆晨上班睡觉，还能没收业主的高档外卖，时不时的还有外快，一时间纷纷羡慕这个他们曾经瞧不起的职业来。演播室内，导演看到这一幕，肺都快要被气炸了。自己明明是想要拍当代年轻人拼搏向上的精神来展现给观众们，结果却遇到了陆晨这个纯白子。最重要的，陆晨这个纯白子还是他亲自挑选进入节目组的。陆晨的投票应该还是垫底吧？导演有些心虚，试探地朝着身边的助理问道：“是的，不过陆晨现在一下子多了2000多票了。”助理望着面前的导演，面色有些难堪。2000多票虽然不足以改变陆晨的名次，但也使得陆晨和其他选手缩短了不小的距离。一下子2000多票，导演眼睛瞬间瞪得老大，不敢置信地转过头来望着自己身旁的助理。今天早上他不是还1票都没有吗？怎么一下子多了2000多票？一个摆烂的家伙，观众居然想过他的生活？不可能，一定是有人想要他的颜值才这么做。导演不停碎碎念道，自我催眠道，毕竟陆晨的颜值
比之当红明星也丝毫不差。要是陆晨去混娱乐圈的话，现在应该早已经大红大紫了。第七，这钱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吧？另一边，保安室内，摄影师心态已经崩溃了，直接石化在原地。虽然陆晨是保安，没社会地位，工资低，但是架不住轻松呀。每天上班就是睡觉，没收业主外卖，一个月就比自己低了2000。这样的工作，别说是其他人，就算是自己也羡慕的不行。过了好一会儿，摄影师才缓缓回过神来，叹了一口气，无奈道：“现在就算是有工作，但哥你的钱不是被节目组给没收了吗？我们也需要钱吃饭，总不能指望着钱从天上掉下来吧？”话音刚落，只见一张红彤彤的毛爷爷跟随着微风飘到了陆晨桌子上。摄影师，要不你给老天爷磕一个？陆晨捡起桌子上的毛爷爷，试探地问道。摄影师，此时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笑得前仰后合，合不拢嘴了。哈哈，摄影师这毒奶，我真是服了。说啥来啥，说陆晨工作不行，没前途，结果天宇生物的董事长来了，说没钱，结果钱直接就飘到他们面前了。摄影师，快祝我考研必失败！笑哭，这两人凑一起，怎么这么搞笑啊？陆晨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自己的强运 buff， 还约莫10几分钟时间，飞快地将面前的100块塞进兜中，转头对着摄影师道：“我们去买彩票吧。”哎 ，Sigma！ 摄影师看了一眼陆晨手中的100块，忍不住提醒道：“哥，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业主掉的呢？”啊，是吗？只见陆晨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沉思许久，随后一脸认真道：“你说有没有可能？这钱是别人不要扔在这里的。摄影师，你看我像煞笔吗？”陆晨认真的点头下头。是。摄影师，我是问你像不像？我说是。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摄影师被气的胸口不断起伏，用手捂住胸口平静了好一会儿，重新对着陆晨认真道：“这好歹也是钱，虽然不多，但你也应该找找吧。”摄影师脸色阴沉，宛如一座沉寂许久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般。陆晨也不敢再触他眉头，生怕这座火山爆发开来，只得从保安室内伸出脑袋，环顾了一下四周，在确认没人后，小声道：“谁掉了100块啊？如果掉了的话，3秒钟之内请到保安室领取，要是没有人来领取的话，就当做无人认领了。”陆晨心中默念1、2、3，数完后，立马转过头，装作一副无奈的样子，摊了摊手道：“你看，果然没有人丢钱吧？”摄影师额头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紧咬着牙齿道：“你能再小声一点吗？”自己就站在他旁边，不竖起耳朵仔细听都听不到陆晨的喊声，要是真的失主，就更不可能听得到了。这不是刚刚被你说的话点醒了，在思考人生吗？保安确实是没啥前途，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发愤图强，努力拼搏，这就是改变我命运的100块。陆晨手中拿着100块，目光灼灼，坚定地朝摄影师望去。摄影师还没有想明白，陆晨声音这么小和自己的话点醒了他有什么关系，就被陆晨拖着走出了保安室，带到了小区门口不远处的彩票店内。老板，来100块的刮刮乐。陆晨十分豪气地掏出100块，扔在老板的桌子上。直到摄影师看到彩票店内的装饰时，这才反应过来，原来陆晨拉他出来，不是找失主，而是来销赃的。摄影师望了望陆晨，又望了望彩票店柜台上的100元大钞，不由地质问道：“哥，这就是你跟我说你要开始发愤图强，改变命运吗？这来买彩票，算哪门子的改变命运？被失主抓到后，揍得更重点。是啊，这不是改变命运最快的方法吗？你想啊，首先我们捡到钱，说明我们运气好吧？我们现在不趁着运气好，买点刮刮乐吗？”陆晨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面前的虚拟面板，自己的强运 buff 还剩下10分钟，完全来得及。直播间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改变命运最快的方法。滑稽，哈哈！之前陆晨拉着摄影师跑，我还以为真的是去找失主了呢。我与赌毒不共戴天。破音，楼上的黄你是只字不提啊！卧槽！出现了继戴鑫睡觉之后的戴鑫买刮刮乐，还莫等摄影师拒绝，5张刮刮乐放到了柜台上，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眼前。放心吧，你忘了我之前外快还有100了，实在不行，我再用那100还给他。听到陆晨这般说辞，摄影师才想到陆晨之前还挣了100块，微微点头放下心来，不过还是告诫了陆晨一句：
10赌9输，你这本来挣钱就不容易，吃了上顿都没下顿了，还非要把钱浪费在这上面吗？在他眼中，陆晨不仅仅当保安摆烂，而且还好赌。摄影师不由得有些怀疑，这样的人是怎么混进节目组的？不过他还是扛起摄像机继续对准陆晨。而镜头前的陆晨听到摄影师的话后，顿时放心下来不少。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毕竟摄影师这毒奶多少带点玄学在里面。陆晨轻轻将刮刮乐的涂层刮开，比对起中奖号码来。第1张没中，陆晨丝毫不灰心，直接开始刮第2张，又没中，第3张还是没中。此时的陆晨有些慌了，颇为纳闷的又看了一眼自己面板上的强运 buff， 还剩下3分钟，按理说自己怎么都应该中1张了才对啊。陆晨继续拿起第4张刮刮乐，结果依旧如此。他有些不信邪，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拿着刮刮乐和中奖号码对比了半天，依旧没中，将希望寄托在最后1张上来。摄影师对此表现的倒是十分平静，仿佛早就预料到结局一般。还剩下最后1张，刮吧。第8他一个保安，怎么过得那么好的？陆晨望着眼前的刮刮乐，不由得吞咽了一口口水，小心翼翼的拿起最后1张刮刮乐，将涂层给刮开，还是没中。老板，你这不会是假的吧？陆晨有些愤怒的从椅子上站起，大声地质问道。按理说自己幸运值都翻了10倍了，那应该很高才对，怎么连刮刮乐都中不了？忽然，陆晨似乎想到了什么，身体猛然一滞，愣在了原地。要是幸运值是0的话，那么翻10倍，不也还是0吗？想到这里，陆晨回想起来，自己玩游戏抽老婆也都是靠保底才出，不由得捂住胸口，有些心痛。100元，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了。自己居然就这么打了个水漂，连响也没听见。摄影师则是一副早已预料到的样子，明知故问道：哥，你不是要改变命运吗？咋样？改变了吗？陆晨也只是短暂的失落了几秒钟，立马就调整好了心态，拍了拍一旁的摄影师，语重心长道：哥努力过了，可能这就是命吧，哥认命了。随后，陆晨只给摄影师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便走出了彩票店，而摄影师则是直接石化在了原地，脑海中不停回荡着陆晨的话语：可能这就是命吧。直播间内，哈哈，这算哪门子的努力拼搏？这陆晨笑死我了！我每天就和陆晨一样，先是发愤图强，然后认命滑稽。有的人在看段子，有的人在照镜子笑。你说他摆吧，人家真的有想着中奖改变人生；你说他不摆吧，他又直接放弃了。这时，直播间一条弹幕引起了观众们的注意，大家快去13号的直播间看看！笑死我了，这剧本都演不出来这种效果吧？此时，13号直播间，罗成刚刚送完外卖，休息下来，一早上没吃东西，再加上之前保安室里看到陆晨吃的山珍海味，肚子也是早就咕咕咕的叫了起来。带着自己的摄影师走进一家小饭馆当中，打算奢侈一把。老板，你们这儿有什么好菜？罗成根本没有看菜单，十分的豪气道。参加节目组之前，他根本没来过几次这种小饭馆，在他的印象中，这种苍蝇馆子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而一旁的摄影师虽然在保安室里吃了不少，但依旧还惦记着罗成给自己说的大餐。看到罗成这般豪横，顿时幻想起接下来的美味佳肴来。罗成见到摄影师这副样子，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咳嗽了一声，对着服务员使了个眼色道：鲍鱼有没有？有。服务员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罗成的眼色，点了点头道。罗成顿时有些慌了，转过头去看到摄影师肩上扛着的摄影机，又立马转了回来。那给我来2只极品2头鲍。罗成强咬着牙，坚持道：这种鲍鱼即便是在国内某些轮胎1星2星的高档餐厅都不会有，更别说这种苍蝇小馆了。不出意料的，服务员摇了摇头：抱歉，先生，我们这没有极品2头鲍，只有普通的。是吗？那就算了。罗成装做一副有些失落的样子，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自己身旁的摄影师。没事哥，我吃普通的也一样。摄影师露出一个憨厚老实的笑容，虽然根本听不懂罗成说的什么2头鲍，但也知道鲍鱼可是好玩意儿。听到摄影师说的话，罗成脸上顿时露出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弟呀，你不知道，这鲍鱼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就是因为平时我都吃的太多了，所以才来参加节目的。这一顿就体验下普通的食物吧。还莫等摄影师反应过来，罗成急忙对着服务员大喊道：服务员，来2碗鸡蛋炒饭。摄影师脸上期待的神情顿时变得失落起来。哥，你说的大餐
就是这个啊，亏自己之前还期待会有什么好东西来着，当然不是了。想吃什么，你自己点吧。罗成见到摄影师这副样子，也是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只要摄影师不点那些山珍海味，自己应该还是能负担得起的。那就来个油焖大虾吧。摄影师瞄了一眼菜单，也知道他们目前的处境，没有点太贵的东西，只是点了一个香辣大虾。罗成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油焖大虾的价格，彻底放下心来。一个香辣大虾价格在78，加上之前的2碗炒饭，一共价格是98，自己兜里的100块刚好能够付得起。没过一会儿，菜就端了上来，两人望着眼前的油焖大虾，开始大快朵颐起来。而罗成身旁的摄影师则是没什么食欲，只是吃了几口后便停了下来。罗成有些疑惑地朝着摄影师望去，摄影师望着面前的香辣大虾，有些忧郁。哥，我之前吃了好多寿司，已经差不多饱了。这种苍蝇馆子的油焖大虾味道也算得上是不错，不过和他之前在保安室里吃的高级寿司比起来，那味道确实差的不知是一星半点。吃了那个再吃这个形同嚼蜡。摄影师顿时提不起什么食欲来了，一想到陆晨身边的摄影师时不时就能吃到那种高档的东西，他就不由得有些羡慕。罗成见到摄影师这副样子，手中忙活的筷子也是戛然停止，心中开始烦闷起来。他自然清楚摄影师心中所想，而且这老板似乎为了压低成本，用的大虾吃起来一股腥臭味，和高档寿司比起来，差的根本不是一星半点。原本欢快的气氛，顿时因为摄影师的一句话变得沉闷起来，两人眼神涣散，失去了色彩，宛如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一般。过了良久，罗成才悠悠从口中说出一句话来，他一个保安，究竟是怎么能过得这么好的？紧接着，两人一同陷入了沉思。原本就在13号直播间的观众们也同样思考了起来，他们也见识到了陆晨。不同于一早就在忙活的罗成，陆晨的生活简直过得不要太安逸，上班睡觉摸鱼，不加班，不用被领导push up，每个月还有4500的工资，这甚至要比直播间内大部分的观众都要过得好了。过了良久，直播间里同样问出了和罗成心中一样的疑惑：喵的，为什么陆晨一个保安能过得这么好？第9，悲催的13号二人组。最终面对78块的油焖大虾，罗成和摄影师根本就没有什么胃口，根本没用动几筷子，罗成就觉得有些饱了。这一顿本想好好犒劳下自己的高达100元的大餐，也就此作罢。您好，这边一共消费98元，这是小票。服务员笑眯眯地走到罗成面前，将小票递给罗成。罗成只是点了点头，下意识地往兜里摸去。下一刻，罗成脸色骤变，兜里空空的，自己原本找老板预支的工资竟然不见了。罗成顿时站起，面色有些惊恐，又翻了一下另外的一个衣兜，另外一个衣兜也没有，心中更加慌乱了起来。服务员见到罗成这副样子，脸色有些不好看，对着罗成阴沉道：那个先生，你不会没钱吧？一旁的摄影师也是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罗成，结结巴巴道：哥，你该不会没钱吧？13号直播间内，闻讯赶来的观众们已经忍不住笑出声来。哈哈，13号你的钱掉在保安室了，晚了，现在已经变成5张没有中奖的刮刮乐了，怎么会有人这倒霉啊？这看得我都想哭了。哈哈，如果是13号的话，一切都很合理。摄影师也看到了直播间里的弹幕，一下子反应了过来。哥，你的钱掉在之前的保安室了，那还不快点去拿？罗成带着摄影师刚要踏出大门，却被一脸杀气的服务员给拦了下来。走，你们要走到哪里去？服务员阴沉着脸，手中还拿着一根木棍。逃单的他见多了，还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拉起同伙，啥也不说就要往外面跑的。罗成望着眼前凶神恶煞的小姑娘，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商量道：我们之前的钱掉了，我们拿了再回来付账，你看可以吗？听到罗成的话后，面前的服务员脸色更加阴沉下去，嘴角更是不断抽搐。你说呢？想也是不可能吧。罗成望了一眼桌子上还没有吃完的油焖大虾，顿时又觉得有了胃口。服务员也是没有给摄影师和罗成客气，直接将两人拉进后厨，使唤道：给我留在这里刷盘子，什么时候把盘子刷完了，什么时候再走。看到面前堆积成山的盘子，摄影师和罗成相互对望眼，眼中满是苦涩。哥，这油焖大虾哦，我可没吃多少。摄影师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要早知道吃完饭还要刷盘子，那油焖大虾他都不会吃。而罗成也是同样如此，早知道自己的钱没了的话，他也不会点那道最贵的油焖大虾了。
不同于后厨内两人的悲愤，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早就被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哈哈，这节目效果直接拉满了，这么多盘子估计要刷到明天早上吧。最惨的是摄影师吧，没吃几口还要打2份工，13份。别忘了摄影师早上还跟着13号送外卖来的。一时间，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纷纷开始心疼起13号摄影师来。保安室的陆晨忽然冷不丁的打了个喷嚏。阿秋，这天气怎么了？是不是突然变天了？陆晨从桌子上起身，将窗户给关了起来，脑海中不断传来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罗成情绪值变化，获得情绪值加100。检测到罗成情绪值变化，获得情绪值加200。检测到。陆晨望着堪堪到达2万的情绪值，正有些犹豫要不要抽，突然就被门外的敲玻璃声给打断了。陆晨抬头望去，一位裹得十分厚重、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在轻轻敲打着保安室的玻璃。陆晨急忙探出头去，认出了面前的老年人，是小区的业主刘奶奶。因为其儿子女儿不在国内，孙女也在外省读书，老年人常年身边无人，腿脚不便。陆晨帮了几次忙后，也熟络了起来。刘奶奶，您有什么事情吗？刘奶奶杵着拐杖，戴着口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咳嗽了一声，虚弱道：“那个小陆啊，你保安室里有感冒药吗？”“有啊。”陆晨点了点头，先将刘奶奶扶进了保安室，随后转头翻找了起来。由于是高档小区，所以保安室里配备很是齐全。不一会儿，陆晨就在床底下找到了一个大型的医药箱，里面的药品很是齐全。陆晨将感冒药递给了刘奶奶，有些疑惑道：“刘奶奶，这种您直接在药店买就给送家里去了，何必要出来拿呢？”一旁的摄影师也是有些疑惑，将镜头对准了刘奶奶。这么一位老人身边居然没有个什么照顾的人。刘奶奶咳嗽了一声，摇了摇头，叹气道：“唉，你不懂，现在换季流感频发，附近的药店感冒药都卖光了，药店的药被卖光了。”陆晨听到刘奶奶的话有些诧异，立马打开手机上的某团，开始搜索起附近的药店来。果不其然，感冒药全都是处于售罄的状态。一旁的摄影师也是一脸纳闷，而直播间里的一条弹幕则是引发了他们的注意。什么卖光了？是全被药贩子买了？原本5块的感冒药居然敢卖200多。是啊，我母亲前阵子也感冒了，这些药贩子漫天要价，实在是可恶。就是啊，为了家人的身体健康，又不得不买。一时间，直播间内议论纷纷。陆晨也耳边系统的提示音不断传出，检测到王德发情绪值变化，获得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李飞燕情绪值变化，获得情绪值加100。检测到。从耳边不断传出的系统提示，也能够明白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究竟有多么愤怒。陆晨掏出手机，打开闲鱼，开始搜索起感冒药来。果不其然，和网友们说的一致，原本一瓶只要5块的感冒药，在这上面居然要200多。陆晨点开那人头像，一条消息发了过去：第10陆晨要倒卖药品，我需要大量的感冒药，你那有吗？消息刚刚发过去就已经显示已读，但过了好一会儿，对方才发来消息，似乎在忌惮着什么。你要多少？陆晨望着手机屏幕上的几个大字，微微咧嘴一笑，他知道对方已经上钩了。一旁的摄影师则是有些不解，不知道陆晨要这么多感冒药，而且还笑得这么诡异做什么？难不成也相当药贩子？摄影师吞咽了一口口水，试探地问道：哥，你要这么多感冒药做什么？我们节目可是直播，这种违法不道德的事情会被封的。什么违法不道德？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陆晨白了一眼摄影师，没有过多解释，而是转头联系药贩子，给他发送了一个定位。紧接着，陆晨走出保安室，故意远离摄影机，打了一个电话，还时不时地望向摄影师，模样有些鬼鬼祟祟。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可把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给吓坏了。卧槽，陆晨这是要做什么？他该不会想去当药贩子吧？你小子找到门路了是吧？你们还真别说，如果是陆晨的话，还真的有可能。楼上的带什么节奏？没看见之前天宇生物的董事长还亲自来请陆晨吗？陆晨都拒绝了，他要真想当药贩子，直接从天宇生物旗下的制药厂拿药不就行了？虽然主播良心是不多，但是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来吧。摄影师见到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吵成一片，心中也有些不安起来。另一边，演播室内，一旁的助理看到了直播间的弹幕，面色有些难看，站在导演身边询问道：导演，要不要把22号的直播先掐了？毕竟要是参加节目的嘉宾做出这种倒卖药物、哄抬价格的事情来，恐怕节目组
也会跟着遭殃。慌什么？你把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当成什么人了？这可是我亲自找来的嘉宾。导演语气十分轻松自在，看上去丝毫没有慌乱，但手中陆晨的简历已经被他的手汗给浸湿，被握成了一团，显然心中也是有些不那么自信。摄影师还想走出去提醒一下陆晨，可陆晨刚见到摄影师走出保安室，就立马挂断了电话。你怎么来了？不去里面坐着吗？陆晨将手机重新揣到兜里，表情有些慌乱。看到陆晨这副模样，摄影师心中咯噔一下，凉掉半截。紧接着陆晨环顾四周，见到没人凑到摄影师耳边小声道，等下可能不方便拍摄，实在不行你关一下摄影机。摄影师听到这话，心再度凉掉半截，回想起刚刚看到的弹幕，脸上肉眼可见的流露出失望神情。哥，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哪种人？陆晨有些不明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摄影师好好的就变成这样子了。一些刚刚进来直播间的观众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弹幕给带偏了，纷纷痛骂起陆晨来。这个嘉宾怎么还想着倒卖药品？节目组招的什么人啊？就是啊，22号怎么回事？正事不做就想着捞偏门发家是吧？弟兄们，快点举报！这也太没良心了，还把我们当傻子耍，在直播居然还敢打这种心思。是啊，本来之前还觉得22号这直播挺有节目效果的，没想到他居然想着倒卖药品。他在直播都敢这么干，这22号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啊！之前还在为陆晨说话的观众们，虽然他们也在为陆晨解释，但是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弹幕刚发出来，就立马被不明真相的大军给淹没。摄影师用手机看着直播间内的弹幕，脸上更多了几分沉重。另一边，江南市一个地下仓库内，一个獐头鼠目的小青年望着眼前堆积成山的药品，脸上流露出一抹猥琐笑容。多亏了换季流感啊，这5块钱的药劲赚200多，这么来上1个月，恐怕能潇洒好久。小青年正幻想着暴富，结果却被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给打断，迫不及待地接起电话。三舅，我跟你说，这次我找了个大买家，你再给我来点那种感冒药，这次我们一定狠狠地宰他一笔。过了良久，电话那头才缓缓出声，是一道有些沙哑的中年男人的声音。靠谱吗？靠谱，绝对靠谱。那人住的可是天府锦绣，那可是咱们江南市最高档的几个小区，而且那人要500万的货，说不定接下来还能再宰他一笔。小青年有些兴奋，他还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么大的单子。电话那头听见500万的巨款，似乎也有些心动，沉默了许久，最终才同意下来。你去看看，不过小心一点，最近条子在找我们。放心吧，三舅，我办事肯定靠谱。小青年丝毫不在意，拍了拍胸脯，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地离开仓库。同时，江南警局一场秘密的抓捕行动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正播放着犯罪嫌疑人的详细资料。一位身穿警察制服的中年男人站在大屏幕前，一脸严肃地为大家介绍着抓捕目标。本次的抓捕目标名叫黄海天，男性，年龄36，身体1.74米，原本是瑞阳药企的经销商，后面落户江南市，借助渠道优势开了几家药店。最近流感频发，开始打起了感冒药的注意，倒卖药品，哄抬药价、物资。我们已经接到了多起举报，不过这个人很是小心谨慎，倒卖药品都是由他的侄子黄大力完成的。这个侄子身上也是背了许多刑事案件，主要罪行有吸食毒品、参与组织10次大型斗殴案件，均造成被害人2级重伤，涉嫌故意伤害、猥亵强奸妇女。只不过黄海天一直在帮他擦屁股，痕迹处理得很干净。要不是这次掌握了确凿证据，恐怕我们还拿他没办法。所以请抓捕组的同志务必小心。虽然黄大力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角色，但其身上的案件都是重大刑事案件，我们必须要双管齐下，务必将其2人缉拿归案。负责本次抓捕行动的民警名叫林宇，黄大力的案子他跟了许久，也是最了解这个他的警察。随着林宇的解释，下面的同事脸上也带了一抹严肃神情。吸毒、多次斗殴、猥亵强奸，甚至之前被黄大力伤害过的人，都受到过黄大力和黄海天的恐吓，连报警都不敢，最后只能拿钱息事宁人。要不是有林宇一直在盯着，多次走访受害人，恐怕这样的人渣真的就让他逍遥法外了。第11，你一保安要500万的货。在诉说完黄大力的罪行后，林宇喝了一茶口水，润了润嗓子，顿了顿，看向身旁更为年轻一些的警察说道：接下来请小赵把抓捕的注意事项给各位说一下。身旁更为年轻的女警官站起身来，
对着面前的几位领导敬礼，开始补充起来。黄大力的盯梢工作主要是由我负责。这个人年纪不大，但却有极为丰富的反侦查意识，行事老练狠辣，不管去哪都会随身携带凶器。前面多次的交易也都是选在视野开拓、容易逃跑的闹市。这次我们是根据线人举报，借由线人拖住他，使其放松警惕，然后我们这边快速抓捕黄海天，切断其二人的联络。届时兵分两路 ，A 组先抓捕黄海天 ，B 组去天府锦绣支援。被林宇称为小赵的警花尽可能详细的给各位介绍着抓捕行动的计划以及嫌疑人的性格特点。这样的罪犯已经是由多个派出所联合抓捕，已经算得上是一级通缉犯了，所以抓捕前的所有工作必须要详尽。紧接着，小赵警官按下手中遥控器，大屏幕上的画面一转，一张帅气的面庞出现在大屏幕上。这是陆晨的直播间，这位是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举报人。等会儿请各位同志以保护线人为第二行动目标开展行动。小赵警官说完后，林宇便将每个小组的任务安排了下去。原本坐满人的会议室瞬间空了下去。小赵警官站在大屏幕前，瞥了一眼直播间上满屏的谩骂，黛眉微蹙，有些不理解道：真是搞不懂，明明人家是举报人，还承担生命危险把黄大力给调出来，这些人却在这里骂他，他们根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林宇也盯着面前的弹幕，有些实在太过于难听的话，也让他不由得皱了下眉头。要是这次抓捕行动顺利的话，给他申请一个2等功，也算是帮他洗清冤屈了。就这样，抓捕行动迅速开展起来。随着天色逐渐暗淡下去，夕阳的余晖洒满天际，一道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陆晨的视野当中。本来这个时候他已经下班吃饭了，但因为要贩子一直没有来，他只能这样一直等下去。一旁的摄影师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哥，你不去吃饭吗？经过这么久的相处，摄影师也大致摸清楚了一点陆晨的性格，上班睡觉摆烂，勤奋努力这一类的形容词基本上不会出现在他的身上。如今到了下班时间，陆晨居然还不打算走，反而是主动留在保安室内，这让摄影师不由得闻到了几分阴谋的味道。你要是饿了的话，就去吃吧，从这直走左转就是员工食堂，报我的名字不用钱的，实在不行，要不我把钱转给你，你去外面吃。陆晨掏出了手机，露出了卡上仅剩的100余额。不了，哥，我还是等你一起吧。摄影师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拒绝道。陆晨这么反常，绝对是有什么事瞒着自己，自己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掉入火坑。直播间里的不明真相的观众们也是越来越多，陆晨直播间的节奏越带越大。一些原本坚定陆晨不会想着倒卖药品的观众，此刻见到陆晨这副样子，也忍不住怀疑起来。陆晨这样子好反常啊，该不会真的打算倒卖药品吧？应该是吧，不然一直让摄影师去吃饭干嘛？摆明了是想把摄影师给调开。好样的摄影师，就是让大家看看这要贩子的嘴脸。晚上给你加鸡腿，摄影师今晚鸡腿里找饭。摄影师不要怕，直接对脸拍他，我倒要看看陆晨有没有这么厚的脸皮。演播室里，导演从刚刚一开始就在看着陆晨的直播，身旁的小助理脸色十分着急。导演，这陆晨摆明了是不对劲了，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这还不掐断他的直播吗？万一他真的倒卖药物，那岂不是成了播出事故？搞不好我们这档子节目才上线第一天就没了。这样子，你转告22号摄影师，要是真的出现了什么意外，他有权关闭摄影机，直接中断直播。最终，导演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将掐断直播的权利交给了摄影师。摄影师接到导演突如其来的指令，一时间也是有些猛，刚想开口劝一下陆晨，却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给打断了。你好，请问这里是天府锦绣吗？一个包裹的十分厚重，只能看得到眼睛的人出现在摄影师面前。是，总算是等到你了。陆晨听到黄大力的声音，立马明白了这是之前和自己联系的要贩子，脸上立马流露出欣喜之色，急忙招呼着黄大力坐下，给黄大力倒了一杯热水。黄大力见到陆晨身上的保安制服，眼神一下子呆滞起来，忍不住怀疑道：就是你要500万的货？他有些崩溃，你一个保安要500万的货，这个世道是怎么了？一个保安能拿出500万来？陆晨也看出了黄大力眼中的疑惑，朝天花板上指了指，故作神秘道：不是我，是我们老板，毕竟自己现在都比脸都干净，怎么可能有500万？况且即便是真的有这么多钱，陆晨也不会真的买这种原价5块的感冒药，毕竟这玩意儿又不能当饭吃。黄大力听到陆晨的话后，顿时放心下来，毕竟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一个保安怎么可能吃得下500万的货？不过
当他转头看向陆晨身边的人时，刚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黄大力指着摄影师扛在身上，黑乎乎的摄影机质问道：“那他是干什么的？”“这个呀，拍给老板看的。”陆晨挠了挠脑袋，解释道。他也没想到黄大力会直接进来保安室里，还没来得及把摄影师给忽悠走，他就来了。现在直播间里的好几千观众都在看直播，要是不小心走漏了风声，估计不仅抓不到这个要贩子，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黄大力沉思了一阵，只是吐出了一句话：“你们这有钱人的癖好还真奇怪。这里又是江南市最高档的几个小区之一，能拿出500万的人数不胜数。第25块把被子拿来，别让销冠着凉了。”“你不要。”乔安雅美目瞪大，流露出一丝不解。这一套房子的提成怎么都有个几万块钱了，即便是放在之前也是自己1个月的工资了，更何况现在参加节目，导演组都把节目嘉宾身上的财产给没收了，别说几万块，几百块对于现在的嘉宾来说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现在陆晨居然说让把这到手的钱让给他。与此同时，售楼大厅，林姐看完乔安雅发来的信息，脸都绿了。好家伙，这是哪个地产公司派来的卧底？上班在样板房里睡觉，而且怎么什么话都敢跟客户说？他把这些房地产销售话说后面的套路全都给说出来，就不怕被全江南市的地产公司一起抵制他吗？说到底，一个客户成交与否，林姐并不在意，她在意的是陆晨什么实话都往外面说，败坏他们楼盘的名誉。这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楼盘挨着墓地，交通不便，谁还敢来买这里的房子？像陆晨这样的行业明灯，是绝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你们几个跟我走，不能让那个新人继续在这里干下去了。话毕，林姐气冲冲的带着一大帮房产销售朝着样板房走去。此时，样板房内，乔安雅还没有反应过来，双眸呆滞，望着躺在床上晒太阳的陆晨。陆晨眉眼微抬，望了乔安雅和身边的中年妇女一眼，语气中流露出一丝不耐烦，有些嫌弃道：“你们怎么还在这里？你挡着我晒太阳了。”乔安雅下意识的往一旁挪动了一下脚步，让阳光完全照在了陆晨的身上。陆晨感受着下午和煦的阳光，慵懒的伸了个懒腰，翻了个身，继续眯起眼睛来。这好像是样板房，不能继续睡觉的。乔安雅小声的提醒，陆晨却没有半分动静。看着陆晨悠闲的样子，乔安雅顿时回想起了自己昨天都快累成狗了。虽然这个楼盘确实如同陆晨所说，成交率很低，但架不住看的人多呀。光是昨天自己就带了10几位客人逛小区，腿都快要累断了，都没能坐一下，这才卖出去一套房子。如今陆晨一下午啥事也没干，就光在样板房里睡觉了，而且睡觉也就算了，居然还把房子给卖出去了。虽然陆晨把提成让给了自己，但乔安雅总感觉为什么这比自己没挣到钱还难受。直播间内观众们见到这一幕，已经快笑疯了。哈哈，你们看乔安雅都快被陆晨弄得怀疑人生了。昨天乔安雅那么忙，结果也就卖出去一套房子，陆晨就在这里睡大觉都卖出去一套。乔安雅看见陆晨摆烂居然还卖出去房子，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啊！滑稽，就是陆晨这么业界良心，不会被整个江南市的楼盘给封杀吗？此时也有一些观众纷纷担心起陆晨来，要是陆晨真的被房地产行业给封杀，他们可能就再也遇不到这么良心摆烂的房产销售了。担心什么？陆晨估计被封杀了还更开心呢，回去当保安接着摆烂。是啊，陆晨就是过来蹭睡的，真看房子还得看2号介绍。我严重怀疑陆晨把提成让给2号嘉宾，就是他自己觉得手续太麻烦，懒得去办。一旁的中年妇女眼神朝着面色为难的乔安雅望去，又看了一眼低头熟睡的陆晨，微微开口道：“要不我都给买了，提成你们1人1半。”虽然乔安雅没有说实话，但是中年妇女似乎也不在意，毕竟这年头房产中介都不可能说实话。乔安雅也算是房产销售当中良心的了，中年妇女对她也并不反感，所以才提出了提成1人1半的提议。乔安雅都买是什么意思啊？饶是在魔都这样的繁华大都市打拼了小半辈子的乔安雅，一时间也无法理解中年妇女所说的话，大脑陷入了宕机状态。就是我把这栋楼都给买了。中年妇女耸耸肩，语气十分平淡，似乎对她来说，买一栋楼和买菜一样稀疏平常。原本她只想买一套房子，但听陆晨这么一说，对比其中的厉害，似乎又觉得物超所值。直接买一栋也不是不行，买不买房的无所谓，重要的是这年头像这样不怕行业封杀，肯说真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中年妇女说完，脸上流露出一丝欣慰，
伸手就往手中提着的驴牌包包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样板间外，林姐刚好带着一群销售小姐姐赶到，看见躺在样板间奢华大床上酣睡的陆晨，气顿时不打一处来。合着你来这里是来睡觉的啊？林姐大步朝着走去，抬手就要扇出一巴掌。让你卖房子，你给我来睡觉？就在手掌刚要落在熟睡的陆晨脸上，乔安雅被林姐这一巴掌吓得花容失色，急忙开口阻止。林姐，她刚刚迈出去一栋楼。林姐，只见林姐抬起的手臂一僵，面色扭曲的用尽全身力气将这快要到陆晨脸上的巴掌给停住，转过身子一脸不敢置信的望着乔安雅。多少？一栋，就最外面的2栋，和太太全都要了。陆晨刚眯一会儿，一下子又被屋内的喧嚣给吵醒，眯着眼睛语气颇为不满道：我说你们到底有完没完？要买房子赶紧去办手续啊，都来这儿打扰我睡觉干嘛？这时林姐眼中的陆晨哪还是什么行业毒瘤，这不妥妥的财神爷吗？林姐脸上挂起一个标志性的微笑，用自己最甜的声音在陆晨耳边温柔道：那个陆哥，温度还合适吗？要不给您加床被子？那个你们快去我车里把被子拿来，给陆哥盖上，别让我们的销官着凉了。说完话，林姐还颇为幽怨地瞪了乔安雅一眼。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早说？什么行业毒瘤？其他公司派来的卧底，这明明是上天送给他们的财神爷。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已经笑疯了。乔安雅，昨天你还叫我小宝贝，今天小宝贝就变成陆晨了，所以爱会消失是吗？我听到了什么？一栋楼？富婆姐姐看看我好不好？卧槽，为什么陆晨一直能遇到这么有钱的土豪啊？什么土豪？那是我的小宝贝，笑死我了。之前销售经理还在那里怒气冲冲，下一秒陆晨就升级成陆哥了。在销售行业，这真不过分。陆晨要是在我们这里，我们销售经理都能跪下来叫他爸。第28，你就请我吃个土豆丝盖饭。方从元愣神之际，面前的大荧幕上立马浮现出这次江南市的销售排名，硕大的陆晨2字位列榜首。陆晨卖出去了32套房子。方从元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自己昨天才看见陆晨抓完要贩子就把钱用完了，继续摆烂。就算是今天来当房产销售了，那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卖出这么多房子。方从元立马掏出手机，点进了陆晨的直播间。此时的陆晨还不知道自己抢了某人的销冠，听着耳边不断传来的系统提示音，眉头微皱。叮，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方从元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方从元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不到半分钟，方从元就贡献了高达5000多的情绪值，这让陆晨不由得有些疑惑，这个方从元是谁？咕！一旁的禽兽肚子忽然发出一声怪叫，禽兽挠了挠头，看向陆晨，有些不好意思。早上他就只吃了一个儿童套餐，早就已经饿了。禽兽先是环顾了一下周围，随后指着路边的一家苍蝇小馆，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哥，我看那家挺不错的，要不我们去吃那家吧？他已经知道陆晨拿到了提成，但之前他在睡觉，也不清楚陆晨提成具体的数额，自然也不敢去什么太贵的地方，毕竟这些钱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陆晨抬眼望了面前的苍蝇小馆，点了点头，没有拒绝，拿到了90万巨款。陆晨也十分豪气，看都不看，直接将菜单递给禽兽。想吃什么？随便点。禽兽接过菜单，望着菜单上的什么地三鲜、油焖大虾，情不自禁地吞了一口口水，刚想开口，又急忙把话收了回去，猛地摇头，不行，陆哥留着这提成钱肯定有用。禽兽眼神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能被百元求生栏目组看上，说明陆晨肯定不是一般人。现阶段大家都是在积累财富，等到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开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大展拳脚，最终赢得最后的大奖。要是自己因为一时的口舌之欲毁掉陆晨接下来计划的话，可就糟了。禽兽强忍着口水，将菜单递给还给陆晨，指着菜单上售价8元的土豆丝盖饭道：哥，我来个最便宜的土豆丝盖饭就行。陆晨面色古怪，不动声色地望了禽兽一眼，这家伙又挠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怎么自己发财了请他吃个饭，点的还这么寒酸？陆晨盯着禽兽沉思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结果。禽兽感受到陆晨的目光，如坐针毡，额头上流出一滴冷汗。自己点的还是太贵了吗？禽兽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声细如蚊道：哥，要是还是贵的话，我讹一顿也是可以的。毕竟这些天陆晨对自己都算不错，
禽兽可不想因为自己破坏了陆晨接下来的计划。不过，陆晨坐在禽兽的正对面，这么小的声音自然不可能听得到。陆晨望着菜单，点了点头，指着菜单对着一旁服务员道：“这个白菜汤、白米饭，哥，其实不用那么节省，我这里还有几块。”禽兽望着陆晨，眼含热泪，一定是自己非要吃土豆丝盖饭，才让他这般窘迫。现在居然只吃白菜汤加白米饭，这两个不要，其他的都给我来一份。哎，Sigma！ 禽兽瞪大双眼，一脸不敢置信地朝着陆晨望去。哥，你不是要把钱留着办正事吗？陆晨一脸疑惑，哈？什么正事？我怎么不知道？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见这一幕，顿时笑翻了。可怜的摄影师还不知道陆晨提成拿了90万吧？我赌5毛，他刚刚绝对想着给陆晨省钱了。陆晨挣了钱，有点良心，还知道请摄影师吃个饭，但这个良心绝对不多。哈哈哈！陆晨，没见识了吧？哥请你吃虾仁猪心，笑哭，笑死我了！这摄影师咋还想着给陆晨省钱啊？摄影师，你赚了那么多钱，就请兄弟吃土豆丝盖饭？强烈建议节目组再安排一个摄影师拍摄影师，我想看看他现在到底有多懵逼。禽兽望着自己面前的土豆丝盖饭，陷入了沉默。过了良久，禽兽才从打击中回过神来，缓缓道：“哥，你实话实说，你提成拿了多少？好像90万，我也没看。不过乔安雅是这么说的。”陆晨思索了一阵，如实回答道：“砰！”禽兽额头上顿时流露出愤怒的井字符号，右手握成拳头，用力捶桌。你都挣了90万，就请我吃这个？这个不是你自己点的吗？陆晨歪了歪脑袋，有些不解。禽兽如同被一支利箭穿心，扑倒在桌子上。陆晨望着禽兽这副备受打击的样子，嘴角不由得流露出一丝微笑。快点吃吧，明天还要上班呢。听到上班2字，趴在桌子上的禽兽猛然抬起头来，他实在是有些受不了陆晨这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哥，你都有90万了，不出去创业还当保安摆烂，抓住机会，乘胜追击，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日子不好吗？陆晨脸上笑容一僵，抿了口茶水，慢悠悠地开口道：“我一个25岁的青年，有正经工作，按时上下班，遵纪守法，履行国家纳税义务，这怎么看都是国家的良好青年，怎么你们把这个叫做摆烂？”话音刚落，禽兽就如同被定海神针定住一般，愣在原地。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来。再说，什么叫更好的生活？以前我觉得，每天能和正常的小朋友一样上学，这既是更好的生活。再长大一点，我觉得每天能够吃饱，顿顿吃上肉，就是更好的生活。现在我已经每顿都能吃饱，吃上肉了，我已经在觉得我的生活很好了。禽兽在听完这句话后，心中顿时浮现出一股淡淡的哀伤。目睹全程的观众们也纷纷在屏幕前愣了下来。是啊，什么叫做更好的生活？第29来2瓶阔乐，超大声。有的人觉得1日3餐就是更好的生活，有的人觉得月入100万是更好的生活。每个人和每个人对于更好的生活定义是不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从小就受到卷文化的影响，从小就生活在比较当中。小时候家长比学习，学习不好就是不行，长大一点比谁赚得多，谁要是脱离了内卷大军，谁就是摆烂。他们一直都是被这种观念给影响着。如今陆晨的一番话让他们幡然醒悟。是啊，一个正常的青年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不良嗜好，养活自己，不给国家和社会添麻烦，这怎么能叫摆烂呢？难道非要把大家都卷得只剩下一口气才行吗？是啊，我现在不是忙着见客户，就是在公司加班，基本上都是2点1线，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因为赚得少，所以就是摆烂吗？我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想那么累也能叫做摆烂吗？一时间，一旦激起千层，陆晨的一番话语说到了观众们的心坎上，顿时让不少感同身受的人站了出来。他们为什么看陆晨直播？不就是羡慕陆晨这种摆烂的勇气吗？他们在意社会家人的眼光，所以只能如同一个齿轮似的卡在机器上，想要跳出去，却又没有这个勇气。本来生活已经够累的了，结果打开直播，看见的嘉宾们不是在卷，就是在卷的路上，本就压抑了一天的心情更加疲惫。陆晨的摆烂式上班和摄影师搞笑的节目效果，就仿佛心灵温暖的港湾，治愈着他们一天的疲倦。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羡慕的平静生活。陆晨上班睡觉不用担心上司训斥，同事背后的风言风语，也无需应对客户的刁难与挖苦。陆晨就如同刚入春时和煦的阳光与慵懒的春风，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喜好做事，
不用为了生活而奔波，不用为了孩子明天的各种费用烦恼，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没有勾心斗角。试问，能有多少人做到这几点呢？现在陆晨过着的生活，不就是他们所羡慕渴求的吗？说实话，我真的有点羡慕了。别说了，我陆晨现在就是我努力的终点，光是想想我都觉得自己做不到。我要是只拿陆晨这点工资，连房贷都还不起。你是不是忘了，陆晨刚刚才拿了90万的提成？直播间内，随着最后一条弹幕发出，顿时陷入了一片沉寂。陆晨听着脑海中不断传来的系统提示音，眼皮微微一跳。今天是怎么了？怎么直播间的观众开始集体破防了？禽兽眼神深邃，凝视着面前的陆晨。陆晨刚刚的话语令人振聋发聩。鬼使神差间，禽兽又想起了陆晨第一次见面时和自己说的话。有的人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禽兽眼含热泪，有些哽咽，刚想开口，却被陆晨的话语给打断。快点吃吧，不就是一下子挣了90万吗？多大点事？陆晨将一次性筷子递给面前的禽兽，语气颇为嫌弃。禽兽刚刚的感动立马化作飞灰，禽兽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陆晨一个睡觉都挣90万的人，为什么自己会觉得他可怜？禽兽接过筷子，默默扒起了自己面前的土豆丝盖饭。等待上菜期间，又有几位客人走进了店里。老板，2份小炒肉盖饭。熟悉的声音从陆晨背后传来。陆晨转过头去，一件熟悉的亮黄色马甲出现在眼前，这是某团的衣服。罗成。陆晨有些诧异，没想到这么大个江南市居然会在这里遇到罗成。罗成见到陆晨脸上神色也是十分古怪。陆晨，你怎么会在这里？罗成脸上神情有些不自然，差一点自己又叫成陆哥了。今天早上离开之后，罗成就一直在琢磨陆晨入赘豪门这个事情，思来想去，只觉得还是有些还过于魔幻。毕竟陆晨一个纯摆烂的保安，豪门凭什么能看上他？想来应该也只是老太太的一时糊涂，当不得真。罗成低头看了一眼陆晨面前的桌子，嘴角流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桌子上只有禽兽面前有吃的，还是最便宜的土豆丝盖饭。果然，陆晨就算是捡到了自己的100块，也远远被自己甩在身后。想到这里，罗成觉得自己身体都轻松了不少，仿佛一天的疲倦都消失了。大手一挥，豪气干云道：老板，再来2瓶阔乐，要大瓶的。曾经的我你毫不在意，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一嗓子吼出，罗成只感觉神清气爽，之前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要不是自己今天送外卖的时候用手机偷偷看了下陆晨之前的录播，恐怕自己现在都被陆晨蒙在鼓里，觉得陆晨身无分文，还不起自己的100块。谁曾想，陆晨因为抓捕要贩子，居然被奖励了1万元，还给自己绰绰有余。不过至于陆晨为什么不还，罗成现在也不想追究这些。反正陆晨已经把钱充进游戏里，赔得血本无归了。想到陆晨这么惨，罗成脸上笑容都快要溢出来，翘起2郎腿，一副教训晚辈的口吻道：哎，你说你拿到了奖金，非要去玩那些纸片人游戏，也不知道省着点花。现在好了吧，连饭都吃不起了，要不我再给你点1份。罗成眼珠一转，朝着陆晨试探道，胸膛挺得笔直，如同一只骄傲的公鸡，似乎觉得这般还不过瘾，改了下坐姿，翘起另一只腿，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做人要像我这样吃苦耐劳，你懂得伐？这样美好的生活才等着我们。就比如说我今天就赚了300多。罗成心情十分不错，侃侃而谈。服务员却打断了他的话：先生，不好意思，本店的食材都没有了，要不请您去看看别处。罗成有些不解，怎么回事？你们一个馆子现在和我说没有食材了，这也才8点钟啊，就卖完了？是这样的，这位先生把我们的菜单上的基本都点了一遍，所以食材已经不够了。罗成面色惊恐地看向陆晨，头上缓缓打出一个第30。做人要像我这样吃苦耐劳。陆晨微微一笑，现在是我的回合。只见陆晨摆出了和罗成之前同样的姿势，翘着2郎腿，叼着牙签，一副教训晚辈口吻道：没事没事，小罗都是自己人，多双筷子的事情，刚好我也点多了，一起吃吧。罗成面色尴尬，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桌子上的菜单。你一个人点这么多，虽然这家馆子不大，但这也不是如今他们可以随便点的程度。陆晨居然把菜都给点没了，这让罗成有些好奇。听到罗成的问题，陆晨脸上笑容更深，怎么这人还往火坑里跳啊？高兴吗？今天
陆晨脸上强忍着笑意，语气平淡到了。罗成心中咯噔一下，这陆晨不会是真的入赘豪门了吧？赶忙试探道：“什么事？这么高兴？”他身后的摄影师已经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微微后退一步，远离罗成。陆晨一脸轻松写意的叼着牙签道：“没啥，就挣了点小钱，也没多少，90多万。”罗成的头上再次打出一个“什么？多少？”罗成激动的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不敢置信的望着陆晨，大声道：“90万，都小钱。”陆晨拍了拍罗成的肩膀，微微笑道：“做人要像我这样吃苦耐劳，你懂得伐？这样美好的生活才等着我们。就比如说我，今天就赚了90万，是多少个300来着？”罗成总觉得这句话有些耳熟，下意识的挠了挠头道：“这句话我好像在哪听过。”随后他才意识到，现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急忙掏出手机，点开陆晨的直播间，查看起了录播。此时直播间内，观众们早就笑得合不拢嘴了。随着罗成的出现，刚刚悲伤的氛围顿时被冲散。我真是服了，这罗成怎么回回都往枪口上撞啊！我快不行了，我建议节目组真的应该给罗成发点工资，这节目效果属实是太好了，现在都笑得我肚子痛。陆晨实在是血中之血，等罗成说完了才开始打击他。其实今天陆晨也就赚了3000个300而已了，摊手。罗成趴在桌子上，整个人都失去了颜色，眼神暗淡无光。就在短短10几个小时内，他就受到了2次来自陆晨的暴击。自己一天累死累活挣那么300块，陆晨就去睡了个觉就挣了90万。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陆晨听着脑海中不断传来的系统提示音，咧嘴一笑，还是从罗成身上赚情绪值有成就感。没过半小时，陆晨点好的菜已经全部上齐了。吃啊！你们怎么不吃？陆晨嘴里塞着一根炸鸡腿，朝着面前的3人道。禽兽和罗成纷纷放下筷子，面对这一桌大餐，他们实在是没什么胃口。我差不多吃饱了。禽兽放下筷子，又看了一眼自己盘子里剩的不多的土豆丝盖饭，嘴里一阵苦涩。比他更难过的是罗成，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佳肴，他更是没有半点胃口。2人同时叹了一口气，同时陷入了沉思。只听得到陆晨和罗成的摄影师狼吞虎咽的声音。捂嘴哭突然开始心疼罗成和禽兽了，是怎么回事？他们2个看上去好惨呀！我要是罗成，我心态也崩了。陆晨睡个觉就挣了自己10年的工资，可谁不崩溃？他们2个是怎么把饭吃得这么香的？岂可休！你们也要考虑下周围的人啊！滑稽！裘罗成的心里隐隐面见。另一边，演播室内，导演看着后台的数据，脸都快绿了。什么？陆晨怎么一下子加了3万票？一下子从倒数变成了正数？小助理唯唯诺诺地站在导演身旁，小声地提醒道：“自从陆晨说了那些话后，直播间里的投票就一路疯涨。陆晨的话也说进了他的心里，自己现在只是一个实习助理，每天累死累活，到手工资不过3000，他又何尝不想好好的静下来休息一番呢？就算这是摆烂，那又如何？他实在是卷不到了。”导演望着还在不断暴涨的数据，无奈扶额：“算了，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看陆晨摆烂吧，再过几天等嘉宾们提高生活品质，可能他们就没那么羡慕陆晨的生活了。”导演无奈地摇了摇头，这种事情他也没有办法操控，只能随波逐流。毕竟对于自己找来的这些嘉宾，他还是信任的，这都是各个行业当中的卷王，就算是现在过得最惨的罗成，那也算得上是行业翘楚。陆晨当保安的话，是肯定比不过他的。就算今天卖出去一栋楼，赚到了90万，那又如何？又不可能天天都赚这么多。月亮逐渐东升，高悬空中，酒足饭饱离开苍蝇小馆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本来陆晨是想要去公园散步消化消化的，但却被禽兽给拦了下来。哥，我们今晚住哪？再回样板房。陆晨挠了挠头，脸色有些不自然道：“他之前拿到90万，只想着出来吃顿好的，根本就没有想到现在即便是有钱了，他们2个也没有地方住。售楼大厅早关门了。”禽兽白了陆晨一眼，要不是陆晨一个劲的在饭桌上调侃罗成，他们也不至于这么晚才吃完出来。那我给你介绍一个睡觉的地方，你拿着钱买点开塞露。陆晨从兜里掏出20递给禽兽。禽兽有些不解，怎么睡觉还要买开塞露？你介绍的什么地方？就是男性同胞友好交流的俱乐部，第2天你睡醒了可能会屁股痛。禽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2人又走了将近100步，
就撞上了一群肌肉猛男，7、8个人，为首的人比陆晨都要高出半个头，身材壮硕无比，如同一头大公牛似的，胳膊粗的能和陆晨的小腿有的一拼，尤其是胳膊上那一头猛虎纹身，看上去十分骇人。一群人的中心忽然爆发出一道娇喝声：“救命啊！”第31，我不是，我没有。一位小姑娘被一群大汉围在其中，小姑娘看上去大概20来岁，穿着淡蓝色的运动衫和短裤，紧身的运动衫完美勾勒出曼妙线条，一袭黑发及腰。看见陆晨二人，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流露出一抹惊喜。陆晨看见眼前的妹子，觉得有些眼熟，似乎见过，但又有些想不起来了。陆晨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想起来，索性就不想了，先把人给救下来再说。往前跨出一步，大声制止道：“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看见陆晨这副作死的样子，禽兽顿时觉得有些不妙，额头浮现几滴冷汗，下意识的后退一步，和陆晨拉开距离。虽然天黑看不清对方究竟有几个人，但他们那体型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陆晨突如其来的暴喝，一下子就让这群肌肉男愣住。被围在中间的女孩也趁着这个机会从人群中钻出：“我男朋友可是格斗冠军，你们要是再跟着我，就别怪他不客气了。”陆晨，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陆晨还没来得及感受手臂上传来的触感，立马就被小姑娘的话给吓得浑身一颤，不动声色地瞄了面前的这群大汉一眼。估计最瘦的一个都有自己和禽兽2个人加起来那么重，这样的猛人，我一拳10个，你当我是体育老师吗？不过陆晨依旧配合着怀中的妹子，将腰板挺直了几分，面色丝毫不惧，朝着为首的光头大汉望去，甚至将怀中的妹子搂得更紧了几分。他将嘴巴凑近妹子的耳朵旁，嘴角流露出一丝苦涩：“妹子，你这吹牛能不带上我吗？现在自己也就只能是虚张声势，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不然要是真和这群壮汉动起手来，估计要用开塞露的就是自己了。”妹子听到陆晨的无奈，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陆晨，脸上有些失望，凑在陆晨耳边轻声说道：“放心，我就吓唬吓唬他们，他们肯定不敢动手的。”旁边扛着摄影机的禽兽见到陆晨和怀中的妹子这副亲昵的模样，完全不像是刚刚认识，一下子反应了过来，猛然拍腿道：“我就说嘛，我哥肯定是身怀绝技，没想到居然是及格斗冠军。这群小喽啰还不够他塞牙缝的。”看到他们2人亲昵的样子，禽兽根本没有丝毫怀疑妹子说的话，扛着摄影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大步向前，就差把嚣张2字刻在脸上，拽着一口蹩脚的粤语，整个人身上的气质如同上世纪70、80年代的黑道大佬。我们今日就是要带嗨走，编个赞成，编个反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带他走，谁赞成谁反对？陆晨，合着你们都来背刺我是吧？陆晨不动神色地望了一眼面前的光头大汉，眼皮狂跳不住，怎么自己就摊上了这么2位祖宗？你们这么嚣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见到禽兽和妹子这副嚣张的样子，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一时间也被唬住了。卧槽，合着陆晨和这妹子认识？我看多半是认识吧，你看他们脸都快贴一起了，这不认识的人会这样？你们是不是忘了，陆晨好像和之前那位天宇生物的大佬关系挺好的，怎么可能没点真本事？是及格斗大赛冠军不出去打全国大赛扬名立万，缩在这里当保安？你是不是叫杰克拉武？结合之前的几次情况来看，现在就算告诉我说陆晨是什么上市公司的老板，我也不奇怪了。有没有可能是摄影师太单纯，直接信了妹子说的话？直播间里各式各样的猜测满天飞，而陆晨背后流起了冷汗。他已经想到了几分钟后自己满身大汗的样子了。开塞露用什么牌子好？在线等。急！对面的光头大汉听到2人如此嚣张，往前踏出一步，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陆晨，眉头紧皱，有些不敢置信道：“你就是她男朋友？他也是练拳击的，自然懂一些其中门道。像陆晨这种要肌肉没肌肉的身材，不可能拿不到格斗冠军才对。”陆晨抬眼望了面前的壮汉一眼，腹中还在酝酿说辞，却被一旁的小姑娘抢先道：“废什么话，他不是我男朋友，是你男朋友啊！识相点就快点滚，不然有你好果子吃。”扛着摄影机的禽兽同样不甘示弱，既然不想走，那就都别走了。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叫格斗冠军。陆晨没有说话，只是捂住胸口，没想到自己聪明一世，结果现在被这2个老六给被刺麻了。他望着面前的彪形壮汉青筋隆起的拳头，不由得吞咽了一口口水。要是这是游戏的话，自己头上已经出现一个猩红的 V 字了。不过
陆晨何许人也？只见陆晨神色淡然，望着面前的大汉，嘴角流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呵，随后看向怀中的妹子，将自己的手臂从妹子的怀中抽出，后退半步，随后又看向面前的光头大汉，神色认真道：“兄弟，你误会了，我不认识他们。”光头大汉、妹子、禽兽。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笑抽了过去。陆晨好像有点勇气，但确实不多。这就是格斗冠军的计谋吗？滑稽！陆哥千万别怂，死了我们直播间几万人都是目击证人，我们还众筹给你买墓地。陆宝放心飞，阿玉、陆勇相随，什么这次凶多吉少？那打扰了，打扰了。此时此刻，在场的每个人脸上都涌现出迷茫，表情的复杂程度就像是明明是数学课，但黑板上写满了英文，而你的桌子上放的却是语文书。被陆晨推到一旁的妹子，小脸更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目光呆滞地望向陆晨，愣在原地许久，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不是，陆哥你，陆哥什么陆哥？在下姓夏单名一个撤字。那个哥几个你们继续，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陆晨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反应时间，朝着几人摆摆手，便拽着禽兽一溜烟地跑了。第32，队友祭天，法力无边。哥，你不是格斗冠军吗？这事你不管吗？禽兽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陆晨拉出去好远，极为不解。管？怎么管？你没见那光头有多壮吗？就那胳膊就顶你一个大腿了。你现在去，明天腿上绝对写满正字。陆晨没好气地白了禽兽一眼，就他们这武力，要是去了原本的鸟，绝对就变成难上加难。可是那妹子好像认识你啊。禽兽有些于心不忍，朝着陆晨望去，原本看到两人那般亲密的样子，他就觉得妹子好像认识陆晨，结果听到妹子叫陆晨陆哥后，禽兽这才敢肯定下来，走前面前的陆晨听到禽兽的话后，脚步忽然一滞，自己只是觉得那妹子有些眼熟，至于认不认识，他也想不起来了。不过在听到妹子叫自己陆哥后，陆晨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妹子是认识自己的。正当陆晨在去不去的边缘徘徊时，禽兽急忙用力拍了一下陆晨的肩膀：“哥，快看！”那光头要开始动手了。陆晨回头望去，几个大汉已经将妹子逼至墙角。光头大汉脸上笑容流露出一丝猥琐，伸出手就要朝着妹子脸上摸去。妹子水灵灵的大眼睛望向自己，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哀求：“干！我这该死的正义感！”陆晨咬着牙下定决心，从一旁的角落里捡起2块板砖，将其中一块递给禽兽，将禽兽肩膀上的摄影机给取了下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就去吸引他们注意力，你到时候就给我从后面拍他，一旦下手，千万不要手软，不然今天恐怕非得交代在这儿。禽兽望了一眼陆晨，又看了看远处的光头大汉，有些不自信道：“哥，万一我失手了？”还没说完，陆晨便打断了禽兽的话：“要是你失手了的话，那你估计明天就得去肛肠科看看了。”禽兽望了一眼远处的大汉，身体不由得打了个激灵。现在我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你要相信你的队友。禽兽，他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还想说些什么，却见到陆晨已经发起冲锋：“放开那个妹子，让我来！”冷酷的话语如同平地惊雷一般炸开，黑色的风衣猎猎作响，面色严峻，手中握着的板砖犹如骑士手中的长枪。握住武器，是为了守护那些手无寸铁之人。骑士恪守的正义之道，此刻被完美诠释。不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而是深知自身渺小，亦能奋不顾身前行，纵使前方是万丈深渊。妹子看见面前黑发俊朗的少年，嘴角挂着一抹微笑，露出脸上2个甜甜的酒窝。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救我。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陆晨身上，直接扑到了陆晨怀中。光头大汉再次被陆晨打脚，眉头紧皱，颇为不耐烦地啧了一声：“你怎么又回来了？还真把自己当格斗冠军了啊！”光头大汉左右手握拳，关节被捏得嘎吱作响，显然这次不打算放过陆晨。与此同时，手握板砖悄悄绕到一群大汉身后的禽兽也准备就绪，刚把头探出草丛，就听到了光头大汉的声音：“小子，你之前那个扛着摄影机的人呢？不是就他叫的最凶吗？现在跑了？”陆晨冷哼一声：“瞎了你的狗眼！我大哥当年一路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整个红星谁不给我大哥几分面子？刚刚不过就是找武器去了。如今我只能说，当他拿起板砖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已经是个死人了。”禽兽听到陆晨的话，停在原地一愣，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是不是把自己吹得太过了？铜锣湾砍到尖沙咀，听起来好像挺带感的。陆晨望着禽兽愣在原地，
眼皮顿时一跳，立马再度开口吸引光头大汉的注意。要不是当年有人从背后偷袭我大哥身受重伤，看透了江湖的打打杀杀归隐山林，就凭你们几个，也不过就是一板砖的事。陆晨把背后偷袭几个字咬得格外重，想要提醒禽兽，但禽兽似乎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拔。都市龙王归来的人设对他似乎格外有吸引力。陆晨眼皮狂眺望着不断朝自己逼来的几个壮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如此情况只能献祭队友了。大哥，陆晨恭敬地朝着光头大汉背后的禽兽一拜，今日恩情没齿难忘，以后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小弟刚才吃错东西闹肚子了，待我归来必定为大哥摇旗助威。说完，陆晨便带着妹子头也不回地跑了。禽兽，哎 Sigma， 你这就把我卖了？献祭队友你玩得这么溜？光头大汉回头朝着自己背后一望，只见一个扛着摄影机拿着板砖的青年站在自己身后，微微挑眉道：你就是他那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的大哥？摄影师顿时一愣，觉得手里的板砖格外烫手，似乎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也不太好哈。禽兽立马将自己手中的板砖一扔，从怀中掏出一副黑色墨镜戴了上去，俨然一副黑帮大佬的样子。光头大汉感受到禽兽身上大佬的气质，额头流出一丝冷汗，站在原地与禽兽对峙。过了良久，禽兽才缓缓开口道：可以不打脸吗？哥。光头大汉直播间，笑哭，这摄影师是不是被陆晨传染了？笑死我了。不是，你们两个跟谁学的啊？这么惨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你们两个身上就这么好笑啊？本来陆晨跑了，我是应该心疼摄影师的，但这个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哈哈，摄影师，你陆晨泡妞，那我当祭品。陆晨，队友祭天，法力无边。摄影师你糊涂啊，陆晨叫你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你也敢答应？忘了之前那个点外卖小伙的惨状了吗？陆晨发动了技能，献祭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获得漂亮美眉星号1。本完第33。陆晨，我要打10个破音。陆晨拉着妹子一路狂飙，身后的妹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道：等等一下，陆哥你朋友我们不管他了吗？听到这话，陆晨顿时朝着四周张望起来。朋友，在下唯一好友已经在数年前驾鹤西去，如今哪来的什么朋友？妹子嘴角微微抽搐，确实，这么用朋友的话，几年前挂了都算是命长的。妹子指了指禽兽的那个方向，朝着陆晨问道：那你不打算去救一下他吗？哦，你不懂，他可能还乐在其中呢。实在不行，明天我给他买最好的开塞露。妹子，陆晨虽然嘴上无所谓，但眼睛还是下意识地朝着禽兽的方向瞥去。只见禽兽捂住脑袋蹲在原地，3、4个壮汉围在他周围，拳影如同狂风骤雨般落下。陆晨瞥过头去，似乎看见这一幕，有些于心不忍，从怀中掏出手机，熟练地打开了手机上的软件。陆哥，你在干什么？妹子有些好奇，凑过头去看陆晨究竟在做什么。只见手机屏幕上出现一个木鱼，陆晨每点一下屏幕，手机便发出敲击木鱼的声音。刚刚献祭了队友，可能扣了不少功德，我再弥补回来。妹子，你有这时间，你还不如去救他。陆晨又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的禽兽，不是自己不想管，是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只能敲些电子功德，希望今晚禽兽的腿上少几个被写几个正字。望着远处躺在地上的禽兽，手机传来的木鱼声有些烦躁，思索良久，陆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将摄影机和自己的手机托付给面前的妹子，打电话报警，然后给我找最好的肛肠科医院。肛肠科医院？妹子还没有反应过来，陆晨便从路边重新捡起一块板砖，朝着光头大汉的方向飞奔，神色坚毅，大吼道：禽兽，放开那个男人！哥，我是被打的那个。禽兽躺在地上，望着去而复返的陆晨，热泪快要盈满眼眶。光头大汉第3次听见熟悉的话语，再也忍不了，怒不可遏道：你个小子，3番5次的让你跑了不追究你，你还非要回来送死！叮，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光头情绪值加100。听到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音，陆晨顿时愣了一下，乔豆麻袋，自己今天中午才用10万情绪值兑换了技能，就理所当然的把系统给遗忘了。但今天自己好像睡觉的时候一直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应该是获得了挺多情绪值的，就算不够一个技能，那应该也能抽几次奖。陆晨飞速的点开了系统面板，看着系统面板上高达12万的情绪值，不由得笑咧开了嘴。另一边，妹子看见光头大汉发怒，还以为陆晨被光头大汉给吓傻了，
急忙拨打110。喂，警察叔叔，我要报警，有人想要对我耍流氓，地址在南湖花园，你们快点来，我朋友快要被他们给打死了。直播间内，不少观众们也纷纷被陆晨这波举动给圈粉。虽然陆晨平时挺不靠谱的，而且还喜欢摆烂，但谁不想有这么一个挨揍都愿意跟你一起得到好兄弟呢？是啊，陆晨真男人啊，都杀回去3次了，这才是男人之间的羁绊啊！看他们挨揍，我都感觉燃起来了。看到12万的情绪值，陆晨彻底放心下来，挡在满是伤痕的禽兽身前，面对这个体型是他数倍的光头大汉，眼神丝毫不惧，负手而立，神色淡然道：如果你现在道歉认错，我还可以放你一马。你是不是被吓傻了？就你们2个这种，再来10个都不会是我的对手。光头大汉丝毫没有悔意，别说自己这边还有5个人，就算陆晨和禽兽这样的，再来10个，他们也一样可以对付。光头大汉沙包大的拳头如同炮弹一般狠狠朝着陆晨面门砸来。陆晨望着面前的光头大面，露失望神色，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既然如此，那看来是没得谈了。手指轻点在虚空中浮现的系统面板上，叮！恭喜宿主陆晨花费10万点情绪值，获得技能格斗专精 LV1。一时间，无数的格斗知识涌入陆晨的脑海，陆晨只感觉四肢忽然涌现出无穷无尽的力量，血液不断在自己体内沸腾，朝着自己挥来的拳头，在自己眼中顿时慢了下来，轻轻推出一掌，轻而易举地接下来光头大汉的拳头。光头大汉看见自己的拳头被陆晨接下，第一反应是陆晨炸胡，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刚想抽离拳头再来一拳，却发现自己的拳头如同被钳子钳住，任凭他如何用力，却不能动弹半分。陆晨轻轻一掌拍出，直接将光头大汉拍出数米之远，负手而立，挡在禽兽身前，神色倨傲：你们几个一起上吧，我要打10个。没过2分钟，之前不可一世的光头大汉已经鼻青脸肿的躺在地上装死了，心中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早说你这么能打，不就没后面这些事了吗？禽兽望着颇具宗师风范的陆晨，眼睛亮得发光。哥，你到底是谁？这么2下就把他们都给解决了？陆晨凝视远方，嘴角流出一丝轻松微笑，一个路过的假面骑士罢了。直播间内彻底炸开了锅。卧槽，我刚刚看到了什么？陆晨，你还说你不会武功？合着陆晨真的是格斗大赛冠军？这个男人明明很强，却过分谨慎，你都直接给他们秒了，还玩献祭队友这一套。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心态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与此同时，2位穿着便衣在附近执行任务的警察赶到了现场。快点，那小姑娘说她朋友都快要被流氓给打死了。本完第34。陆晨，我狠起来，连警察都揍。2个便衣警察神色匆忙，快速赶到现场，看到倒在地上7横8竖的大汉们，齐齐倒吸一口凉气。死！这些都是那人打倒的。2位便衣面色艰难，如临大敌的朝着场上站在的黑衣男子望去。就算是经过正规格斗训练的他们，也没有把握能放倒这么多人。眼前的这个黑衣男子放倒这么多人后，竟然看不出丝毫的倦怠，这绝对是高手。2位便衣彼此对望一眼，互相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陆晨望着躺倒在地的大汉们，无奈摇了摇头，高处不胜寒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是你们逼我的。为首的光头大汉鼻青脸肿的抬起头来，似乎仍旧不服气。你有本事等我叫人来。话音刚落，一旁的草丛中忽然就摸出2个身穿棕色风衣的人，动作无比整齐，朝着陆晨左右两边肩膀按去。陆晨眉头一挑，微微侧身就躲过了2人的袭击。没想到这么快帮手就来了，不过他也丝毫不放在心上，双手插兜，轻轻从兜里掏出一根华子点上，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想当年我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还没见过你们这么不怕死的，自己都打了那么多人，凭他们2个根本不可能是自己对手。听到陆晨这番话语，一旁的禽兽也是玩心大起，帮腔道：是啊，是啊。整个红星上上下下，谁不给我大哥几分薄面？甚至还十分贴心的把自己的墨镜给陆晨戴上，俨然一副黑道大佬的模样。如今一群光头大汉都已经被陆晨打倒在地，他彻底放心下来，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就靠面前这2个体型和自己差不多的帮手，还不够陆晨一拳打的。2个便衣听到这话，眉头顿时一挑，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下来。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没想到一桩小小的斗殴案
居然引出了这么大的案子。一时间，两位便衣都有些愣神，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禽兽的拳头已经招呼到了他们脸上。远处的妹子看见这幕，脸上不由流露出一丝疑惑，怎么又多出来了2个人？不过她也并没有怎么在意，因为这2个人已经被陆晨揍得鼻青脸肿了。飞龙起脸，这怎么说？当2位鼻青脸肿的便衣从怀中掏出手枪那一刻，这场战斗便没有了任何意义。警察，举起手来，不许动！陆晨、禽兽、星号、妹子，Sigma， 怎么事情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妹子看见2个便衣掏枪，一下子反应过来，吓得花容失色，急忙朝着陆晨和2个警察和的方向跑去。陆晨望着黑黝黝对准自己的枪管，心中同样也是大为震撼，目光立马朝着躺倒在地晕厥过去的光头大汉望去。合着你的帮手就是警察？好家伙，这不该是我的帮手吗？一旁的禽兽开口为自己辩解：警察叔叔，我们是好人，大大的好人。他被手枪指着，话都已经说不太利索了。没想到摄影师这个工作居然还有生命危险。陆晨急忙点头，有些委屈的哀嚎道：警察叔叔，我是真不知道你们是警察呀，我还以为你们是他们同伙呢。其中一位警察擦了擦鼻血，指着面前的禽兽和陆晨怒道：有没有常识？同伙是指你们2个这种，还好人有脸叫自己好人？谁家好人他喵的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陆晨一阵语塞，和禽兽彼此对望一眼，有苦说不出。显然面前的这位警察叔叔把他们2个一时的口嗨当真了。突如其来的反转不仅让陆晨有些措手不及，直播间内也是一片寂静，然后立马爆发出欢声笑语。捂嘴哭，陆宝你为什么每次都能这么倒霉啊？超大声，想当年我陆哥和摄影师从铜锣湾一路砍到尖沙咀。哈哈，陆晨真的好倒霉，但我也真的是好想笑啊，怎么会有人能这么倒霉啊？妹子呢？不是妹子报警的吗？妹子你快说话呀，不然陆晨要进去蹲局子了。陆晨，谢邀，接下来3年时间给大家直播监狱风云，全网第一，只玩真实。陆晨和禽兽2人刚被警察叔叔铐住，妹子便赶到了现场，急忙为陆晨2人辩解道：警察叔叔，是我报的警，他们不是坏人，误会了。陆晨、禽兽，超用力点头。误会？2个便衣有些懵，他们2个刚刚可是亲耳听见这2个人自述犯罪过程的，这下子证据都有了，这还能有啥误会？他们2个是我的朋友，是来帮我的，躺倒地上的才是流氓。2个便衣头上缓缓地打出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接线员不是和自己说那小姑娘的朋友快要被人给打死了，所以才派距离案发地最近的他们赶往现场吗？他们回头望了一眼陆晨，黑色的风衣甚至连一丝褶皱都没有，根本就不想像打过一样。你管这叫快被打死了？反而躺在地上的壮汉们个个鼻青脸肿，七横八竖躺倒在地，这莫非另有隐情？此时他们脑海中浮现出了无数种可能。小姑娘，是不是他们威胁你了？你别怕，有我们在呢。一位便衣神色严肃，拍了拍妹子的肩膀，认真道：他们脑海中已经脑补出了陆晨和禽兽威胁妹子的画面了。真的没有？右边那个叫陆晨，我认识他。妹子指着被铐住的陆晨，准确无误地说出了陆晨的名字。陆晨抬眼朝着妹子望去，脸上神色有些迷茫。身旁的便衣开口问道：那个陆晨，你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吗？这个那个。陆晨支支吾吾，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眼前的妹子是谁来。反观一旁的妹子，眼神从期待到失望再到冷漠，妹子身上不断涌动出黑色怨气。那个警察叔叔，我认错了，我不认识他，你们还是把他带走吧。陆晨 Sigma， 本完第35，我是一名保安，喜欢业主小丹。见到陆晨这副迷茫模样，2位便衣摇了摇头，唏嘘不已。看来这又是一位妹子爱上了渣男的故事。一位警察蹲在禽兽旁边，开始询问起他来：你叫什么名字？身份证我看看。此时2个便衣的神情放松了不少，既然报警人给陆晨作证，那这场事多半就是误会。至于遇行不轨的流氓，应该也就是躺在地上的那些了。禽兽望着面前的警察，无比认真道：我叫禽兽。2位便衣：叫什么？禽兽？我跟你说小伙子，我可是学过正儿八经的格斗术的，你可不要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挑衅我。 Sigma 星号。一旁的警察被禽兽的名字吓得不轻，只来了一招白鹤亮翅。陆晨看见这似曾相识的一幕，嘴角微微抽动，
好家伙，阿 Sir， 你姓谭是吧？另外一位警察也是面色古怪，小声的低头，朝着妹子望去。他们真的没问题吗？妹子看了一眼禽兽，又看了看躺倒在地的光头大汉，口中有些不确定道：应该吧。警察叔叔，他真叫这个名字，姓秦单名一个寿字。陆晨此时站了出来，为禽兽说话。要是再不出来，恐怕自己真的要被禽兽给牵连了。禽兽也是立马反应了过来，急忙点头道：是啊，是啊，警察叔叔，这个名字真是我父母给我起的。我是百元求生节目组的摄影师，您不信的话，直播间的观众们都能给我们作证的。我没说不信，名字这东西都是父母取的，代表不了什么。两位警察面色古怪的点了点头，一副十分理解的模样，好像也有和禽兽相同的经历。陆晨望着面前的警官，有些好奇的问道：那个警官冒昧的问一下，你们怎么称呼？我叫不如，我叫一官。陆晨，禽兽，感情他做我摄影师屈才了，这不应该直接当警察和你们成立个组合？笑死我了，这两个警察叔叔怎么和摄影师是个组合啊？不是，这怎么都这么有节目效果呀？禽兽不如，还有一官禽兽，快说你们是不是和禽兽一个村的？名字都是村长给取的。直播间内的观众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节目效果给笑得直不起腰来。这时，一条弹幕飘过直播间，话说，你们就不好奇妹子吗？她居然认识陆晨。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纷纷开始了吃瓜模式，期待着妹子的身份揭晓。公园内，陆晨和禽兽的手铐已经被解开，两位便衣坐在椅子上，拿着一本小本子记录着什么。说说吧，事情的经过。不如警官对着面前的陆晨和禽兽开口，脸上的伤口还隐隐作痛。陆晨虽然皮，但面对警察叔叔也不敢瞎搞，老老实实的将整件事情的缘由给讲述了一遍。等等，你是说你一个人打翻了这么多人？一官警官打断了陆晨的话，看了眼躺倒在地的壮汉们，有些不敢置信。毕竟这些人的体格看上去就是健身打拳击的，就算是他们恐怕也难以对付这么多。这个，陆晨挠了挠头，一时间想不到什么好的说辞。毕竟自己也不可能将系统给暴露出来，要是真暴露出来的话，自己估计就要被切片了。见到陆晨有些不好意思，禽兽立马站了出来，挺起胸膛，颇为自豪道：我哥当年话还没说话，嘴巴就被陆晨给捂住了。 Sigma， 住嘴！陆晨听到禽兽想要作死，急忙捂住禽兽的嘴巴。哥你干嘛啊？你不是什么是鸡格斗大赛冠军吗？哦，你说的是这个呀，那没事了。陆晨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朝着面前的两位警察望去。两位脸上还挂彩的警察嘴角齐齐抽搐一下，要不是知道眼前的两人是见义勇为的好人，他们还真以为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是真的。毕竟以陆晨的武力值来说，还真的有这个可能。你们等下跟我们去局子里做个笔录。不如简单的记了一下事情的大概，随后将倒在地上的壮汉们铐起，也没有为难陆晨和禽兽。从某方面而言，他们也算是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了。虽然结果是把他们两个给胖揍了一通，但能当他们也自然不会计较这些，全当自己学艺不精罢了。重要的是女孩没有被坏人玷污，这就够了。想到这里，不如也有些好奇，朝着一旁的陆晨望去，吃瓜道：话说，你真不记得这小姑娘是谁吗？陆晨无辜的摇了摇头，自己真的想不起来，眼下只能期待妹子主动告知身份了。陆晨目光朝着一旁的妹子望去，妹子白了陆晨一眼，深呼吸了一口气，随后轻声道：我叫徐小丹，之前你在保安室还给我写过情书，你忘了？陆晨眉头紧锁，望着眼前的少女低头沉思下来。听到徐小丹三个字的时候，陆晨已经想起来了眼前的妹子是谁，她就是之前罗奶奶想要给自己介绍的孙女。之前读大学的时候好像来过几次这里，因为老是迷路，一来二去就和自己混熟了。至于情书，她是根本没有任何印象。小丹妹子面色羞红，从怀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陆晨，之前在你保安室桌子上找到的。陆晨打开这泛黄的纸，里面的字迹确实是自己的，上面只有十分简短且直白的一句话：我是一名保安，喜欢业主小丹，本完第36给你100，去网吧通宵。不是，你听我说，这就是一个网络梗。陆晨看见这行字，脑袋冷汗直冒，急忙开口辩解。虽然是平行世界，但这个世界和蓝星也大差不差，就连一些网络段子也一模一样，但那都是自己之前的原神写的，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啊。禽兽也猛地反应过来，眼前的妹子就是罗奶奶要介绍给陆晨的富婆。哥，
你还骗我罗奶奶孙女是丑八怪，人家长得这么漂亮，你还有哪点不满足？你懂什么？长这么漂亮还没男朋友，更危险，说不定钢丝球蹲坏了不知道多少个了。众人眼见这小丹有黑化的风险，一旁的不如和一关两位警察赶忙站了出来打圆场。这个也有个例吗？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就是，刚好车来了，我们先回去录个笔录，完事了你们再继续。2辆警车抵达现场，将刚刚从晕厥中苏醒过来的大汉们给带上警车。陆晨又再次讲述了一次事情的经过，这次无比详细，一个笔录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警察同志，你是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当时他的拳头就离我只有 0.001 公分，幸亏我打小就骨骼惊奇，3岁就能识字，5岁就不尿炕。给陆晨做笔录的警察脸上直接戴上痛苦面具。够了哥，别说了，这些笔录够了。那警察如同送瘟神一般，将陆晨推出了值班室。禽兽和小丹都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一关和不如也刚询问完那些壮汉，从审问室里走出。陆晨有些意犹未尽，朝着面前2人问道：那什么，我兄弟被打伤了，能要求那帮人赔点医药费吧？说完，陆晨就疯狂对着禽兽使眼色。禽兽瞬间心领神会，捂住胸口开始哀嚎起来。哎呦，哥，我这骨头好痛啊，好像断了，这头也嗡嗡的疼，该不是脑震荡吧？是啊，我现在也感觉身体开始疼，没个千八百的，是好不了的。面前的2位警官一头黑线，实在是看不下去2人的拙劣演技。行了，禽兽的这个要求，到时候我们会和他们家属反馈的。不如制止了2人的拙劣表演，算是答应了下来。毕竟禽兽属于是伤者，提出赔偿是合理要求，而且摄影机把那群大汉的打人过程全都给录了下来，更是铁证如山。那我呢？陆晨指了指自己也受伤了。见到这些块头比自己2个还要大的壮汉，自己弱小的心灵受到的伤害可绝对不比禽兽受到的肉体伤害小。听到陆晨的话后，面前的不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还好意思说？你直接把人家全都给干趴下了，要不是因为见义勇为，现在我们就能把你给关起来。陆晨揍自己的时候都生龙活虎的，还有脸说自己受伤了？他打伤那么多人，现在没被关起来就已经算是好的了，结果现在居然还有脸问自己要医药费，真需要医药费的应该是自己才对。想到这里，不如就是一顿怨念输出。陆晨脑海中也响起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不如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不如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不如情绪值加300。没过一会儿，那群大汉们的家人都陆陆续续的赶到派出所，在警察叔叔的调解下，这件事情也算是有了个结尾。陆晨拿到了奖金和赔偿，一共7000块，而光头大汉全程基本没有碰到小丹就被陆晨给 KO， 自然也判不了什么，只能进行口头批评教育。不过他的父母倒是直接在调解室里上演了一波全武行，估计这次没2-3个月是下不来床的。派出所大门口，小丹深深朝着陆晨鞠了一躬，表示感谢。陆哥，这次就谢谢你了。陆晨望着手中厚厚一摞钞票，顿时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美好。没事儿，下次遇到这种事记得叫我。禽兽望着陆晨手中的钞票，眼巴巴地问道：哥，这里面是不是有5000块是我的医药费，是不是该分我点儿？分钱？陆晨顿时被禽兽这番冒昧的话语吓了一跳，这都是我拼死拼活打来的，你怎么好意思开这个口？咱们俩这关系，谈钱是不是就太伤感情了？禽兽脸上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这明明是我挨揍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啊！哥，好歹分我一点。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还没等陆晨开始忽悠，面前的徐小丹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们这可真逗呀！从陆晨开播第1天，他就在观看陆晨的直播了，没想到陆晨遇到摄影师居然会有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你们不是还没有住的地方吗？要不要去我家？小丹水灵的大眼含情脉脉，嘴角略带笑意，朝着陆晨望去。不得不说，徐小丹简直就是校园女神这个词的诠释。高挑的马尾配合上姣好的面容，显得十分清纯，甜腻动人的嗓音直接俘获了直播间观众们的心。陆哥，你在犹豫什么？这不去，你是不是男人啊？小丹妹妹这颜，我真的爱了。本人已满18，建议开个 VIP 通道。楼上的你不对劲，不过我也想开 VIP。望着面前的清纯可人的少女，陆晨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刹那，自己的道心乱了。陆晨抬眼望着那一轮皎洁明月，脸色微红，咳嗽了一声，缓解尴尬道：事先说明啊，我可不接受钢丝球，
要不是自己没地方去，才不会跟着他回家呢。哥，那我呢？禽兽指了指自己，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路边的野狗，被人踹了一脚。陆晨看了一眼禽兽，十分豪气的从厚厚的现金中抽出一张，给你100，今晚去网吧通宵。禽兽！就在这时，一道倩丽身影从派出所内走出，听完了他们的交谈，冷哼了一声，无耻。陆晨听见有些熟悉的声音，转过头去，望着面前的两人，有些诧异道：林警官还有赵警官，你们怎么在这儿？这正是因为之前要贩子事件有过几面之缘的林宇和赵小棠。林宇和陆晨打了个招呼，解释道：我们过来查一起儿童失踪案，据说有个专门绑架孩子的犯罪团伙流窜到我们这边了，你们记得让有孩子的亲戚朋友最近都看好孩子。徐小丹望着面前冷艳如冰山的赵小棠，眉头微皱，女人天生的警觉让她感到一丝危机。林宇望了自己旁边的赵小棠一眼，本来觉得自己这徒弟和陆晨还挺合适的，现在看来有些晚了。陆晨身边已经有人了。本丸第37禽兽，你是孤儿？兴奋。江南市某个高档小区内，3个儿，我就剩一张牌了，4条 A， 管上。禽兽望着自己手里面的3条 A， 眉头微挑，心态有些崩溃道：哥，我这手里还有1条，你这4条 A 哪来的？再说我们不是队友吗？陆晨望着自己手上的1把 A， 脸色不禁一红，这个嘛还真是奇了怪了，怎么你那里多出一张 A？ 禽兽额头上立马浮现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第一把我们俩是队友，你追着我打，你说你不会玩，我原谅你。第二把你给我弄出2对大小王来，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一把你又给我弄出5条 A， 还是他喵的打我，你打斗地主帮地主啊。禽兽的心态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一旁的徐小丹望着搞怪的两人，捂嘴浅笑，你懂啥？斗地主斗不帮地主帮谁啊？时代变了，懂不懂？你别逼我。陆晨把我逼急了，啥事都做得出来。真的吗？我不信。我现在饿了，想吃佛跳墙了，你给我做一个。禽兽，哈哈，我早晚要笑死在他们2个手里。笑哭，2333，你们打牌就好好打。我的天，陆晨手里怎么1把 A 啊？你搁着拍赌王呢？楼上的别乱说，你家赌王打斗地主帮地主啊？你们看陆晨不会打牌，其实他打的是人情世故，滑稽。不说了， VIP 我还是开得起的，佛跳墙是不可能，倒不是说食材原因，主要是没有点什么厨艺技能的禽兽根本不会，只能煮一碗鸡蛋面给陆晨和徐小丹垫吧垫吧。望着吃鸡蛋面也吃得如此幸福的陆晨，禽兽眼中忽然流露出一丝羡慕。哥，没想到你吃鸡蛋面也能吃得这么香。陆晨白了一眼禽兽，喝了口汤缓缓道：你懂啥？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3拣4啥？不是，我是说你之前吃了那么多，现在居然还吃得下，而且还吃得这么香，这要是让不知道的人看见，估计还以为你3天没吃饭了。陆晨，徐小丹美目中流露出一丝追忆，嘴角流露出一丝好看的笑容。对啊，我第一次见陆哥也吓了一跳，他一个人吃了3盆大米饭，差点让小区的物业经理给撵了出去，后面食堂就不让我进去了。陆晨言语间有些悲愤，似乎比丢了100万还难受。徐小丹拍了拍陆晨的肩膀，安慰道：没事，陆哥，我让我爸把那物业经理给换了，你现在不是能去了吗？禽兽听着2人的谈话，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难怪陆晨能在那么高档的小区当保安，天天睡觉摆烂，合着背后是有位大小姐在撑腰啊。常威还说你不会武功，还说啥宁死不从富婆，搞不好都已经变成富婆的形状了，都说不定。陆晨听到徐小丹的话，下意识一愣，旋即立马反应了过来。什么？那物业是你们家开的？徐小丹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是啊，不止天府锦绣，江南市基本上好点的小区，物业公司都是我们家的。万恶的资本主义！陆晨化悲愤为食量，恶狠狠地将口中面条吞下。再来一碗，今天他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吃穷面前这个可恶的资本家。禽兽起身又给陆晨弄了一碗鸡蛋面，望着墙上的时钟提醒道：哥，你快点吃，这么晚了该休息了，不然明天上班赶不上了。徐小丹虽然收留他们一晚，但这个小区基本上就和陆晨上班的方向是2个方向，就算是地铁也需要1-2个小时的时间。禽兽有些担心明天陆晨会迟到。陆晨喝了口面汤，丝毫不在意道：放心，过几个星期老李结婚，他和我换班了。禽兽露出一丝不解：老李是谁？今天早上接班那老头，你见过的呀？禽兽，Sigma，
他脑海中立马浮现出早上那位颤颤巍巍的大爷，那大爷估计有80多了吧，82了。要不，咱问问大爷平时咋保养的？陆晨认真严肃地点了下头，自己平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徐小丹望着沉默下去的两人，无奈扶额，望着面前的两人道：“你们明天有什么打算吗？”陆晨沉默了一下，摸了一下兜里还没捂热乎的银行卡，眼眸流露出一丝凝重道：“明天我准备去孤儿院看看。”禽兽听到这话，立马反应了过来：“对啊，陆哥，你是孤儿来着？陆晨，你礼貌吗？”禽兽挠了挠头，似乎也察觉到自己话语的冒犯，急忙解释：“陆哥，你不是孤儿院长大的吗？要不带我去看看你从小长大的孤儿院？”徐小丹听到这里，也顿时来了兴趣，直接把明天约好和闺蜜一起逛街的事情抛之脑后。对啊，我刚好也没什么事情，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陆晨望着两人期待的神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忍不住泼了一盆冷水。先说好，我在孤儿院可不怎么受待见，你们要去的话，最好做好被扫地出门的准备。哦，星号哦。徐小丹和禽兽用力点了点头，两人就差把我很好奇写在脸上了。直播间内也是纷纷涌现出不少弹幕。卧槽，陆哥还有这种过往，不会是什么黑道大佬回忆录吧？楼上的净瞎说，孤儿院的生活很惨的，甚至连肉都吃不起，还会被的小孩子欺负。你又知道了，你是陆晨肚子里的蛔虫是吧？不是，但我是孤儿。直播间内顿时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众人似乎听到了玻璃破碎的声音，某人的良心碎了。过了好一会儿，直播间才有一条弹幕飘出。我突然好奇，陆晨这么摆，又没啥良心，该不会和孤儿院有关系吧？本完。第38师傅，你做什么工作的？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渗透过窗户，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陆晨坐在床上，睁开眼睛，就被面前凑近的人脸吓了一跳。卧槽，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站在这里的？陆晨望着面前两个人，如同好奇宝宝一般站在自己床前，不由得裹紧了被子。好奇宝宝1号徐小丹瞪着两个水灵灵的大眼，朝着陆晨望去。陆哥，我们什么时候走？我准备好了，毕竟那可是陆晨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他怎能不好奇？好奇宝宝2号扛着摄影机，元气满满道：“我也准备好了。”禽兽有预感，要是这次去孤儿院，搞不好能知道陆晨为什么这么不求上进的真相。两人，陆晨、星号，这副表情，自己好像在刷视频的时候见到过。二哈拆家前，好像就是这种表情。陆晨额头上流出一丝冷汗，摸了摸兜里的银行卡，他们应该不会把孤儿院拆了吧？吃完早点后，三人一同启程前往孤儿院。孤儿院距离徐小丹的住处并不算远，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刚到孤儿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幢破破烂烂的房子。在庭院里嬉戏玩闹的孩子们见到陆晨走来，纷纷躲了起来，似乎有些惧怕陆晨。禽兽也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开口疑惑道：“哥，他们怎么那么怕你？”陆晨不动声色地朝着藏在树后的小男孩望去，撇了撇嘴：“这我哪知道，可能是我太久没来，这些小鬼不认识我了吧？似乎是出于天性。”徐小丹倒是格外的有耐心，摇了摇头，轻声劝道：“这不行啊，你要和孩子们尝试着交流，这他们才会喜欢你。这样，下次你来的时候，说不定就是夹道欢迎了。”陆晨听到徐小丹的话，脚步一滞，有些心动道：“是吗？那我试试。”随后，陆晨拦下了一个准备逃跑的小男孩：“小鬼，你叫什么名字？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小男孩怯懦道：“呜呜潇潇。”他是才从其他孤儿院转来不久，也听到身边同伴讲过孤儿院的传说，没想到今天传说居然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小男孩双腿有些发软，站都快站不稳了。陆晨望着面前的小男孩，又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徐小丹和禽兽，在得到二人鼓励的眼神后，心中为自己加油打气，继续问道：“是吗？你那个吃了吗？”小男孩点点头：“吃了。”似乎觉得好像传说中的大魔王也没有那么恐怖。不过接下来的话却让小男孩脸色大变：“我也吃了，不过我饿得快，现在好像又有点饿了。孤儿院也并不是什么和平之地，这么小的孩子没有父母庇护，懂事比同龄人要早上不少，时不时的会有院外的孩子或者是年长的孩子说着和陆晨一样的话来收保护费。像他这样的，只能把老院长给零花钱交给他们，毕竟像他这样的小体格根本对那些人构成不了什么威胁。而眼前高大的陆晨无疑是游戏官邸最终 BOSS 那样的存在，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小男孩就把自己身上仅剩的1块钱交给了陆晨。给你，这怎么好意思呢？星号星号。陆晨二话不说，接过了小男孩递过来的1元钱。虽然根本不是什么大钱，但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陆晨转过头去，得意地挥了挥自己手中的1块钱。陆晨，我拿到信任的证明了。哦，两人好耶好耶，恭喜你啊！看到这一幕，二人颇为欣慰，望着远处的陆晨。由于怕吓到小朋友，所以他们站在远处，根本听不到陆晨和小男孩的交谈，只能从结果上判断，这次交谈应该是无比的顺利。我就说嘛，陆哥只要想，肯定就能做到。徐小丹，是啊，因为陆晨本来就不是什么坏人嘛。直播间听到一切的观众们直接笑出声来，捂嘴哭。你们要不要看看他到底干嘛了？嘴上不要身体，我很诚实。不愧是我陆哥，小孩子的钱都抢啊！想当年，我陆哥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收你1块钱怎么了？滑稽！明明好好的交涉，怎么变成了陆晨在收保护费啊？两人快步走到陆晨身边，这时才听清楚陆晨说的话。话说，你父母做什么的？两人不知道，这不巧了吗？我也不知道我父母做什么的。小男孩没有父母，被陆晨提到伤心处，此时眼睛已经噙着泪水了。你一个人出来玩，要注意安全。这样，你爸妈电话多少？我打个电话问问你家住哪，给你送回去。小男孩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捂着通红的双眼不断往回跑去。陆晨最终望着自己手中的1块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我这不是聊得挺好的吗？两人，禽兽望着小男孩逃离的背影，拍了拍陆晨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哥啊，你以后还是不要和这些孩子说话了吧。徐小丹也是面带怜悯地看向陆晨。陆哥，看来你被扫地出门，还有他们都躲着你，还是有一定原因的。感受到两人悲悯的目光，陆晨丝毫不知自己所作所为。哎，我怎么了？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不由得为这个孤儿院默哀起来。这个孤儿院有陆晨，真是飞来横祸呀！人不能，至少不应该。陆晨，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人家都在孤儿院里了，你去问人家父母电话号码多少？小男孩，这个阴影我需要用1辈子去治愈。陆晨这天聊的，像不像过年你相亲拼命找话题的样子？滑稽，能把陆哥培养出来，这个孤儿院院长也是个人物啊！本完。第39助人为乐，陆老六。三人继续朝着孤儿院深入。不过，原本信心十足想要探究陆晨生活地方的禽兽和徐小丹，现在已经开始担心起了自己的人身安全。照陆晨这么个疗法，只拿扫把被扫地出门，都已经算是孤儿院的人仁慈了。陆晨脸上虽然不慌，但身体却十分诚实，鬼鬼祟祟的不断张望着四周，生怕被别人给发现。突然，一声暴喝将三人都吓得一激灵。陆晨，你他喵的还敢来！一位白发苍苍、戴着老花镜的老人出现在三人的眼前，身上深灰色的衣服神4季宫中的乞丐服。最重要的是，老人手中还拿着一把扫把，看上去精气神十足，抬起扫把就朝着陆晨头上打去。陆晨望着朝自己面门呼来的扫把，急忙躲闪，开口道：老爷子，别打我呀，我这有朋友在呢，给我留点面子啊。老爷子手上动作一僵，定睛朝着陆晨身后望去。徐小丹和禽兽面色有些尴尬，朝着老人点头打招呼：您好，我们是陆晨的朋友。老爷子表情十分古怪，就好像看到太阳打西边出来。朋友？这小子能有朋友？陆晨见到老爷子脸上这副诧异神情，不由得挺起胸膛，得意道：是啊，这些可都是我的挚爱亲朋，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两人 Sigma。 徐小丹和禽兽两人脸上神情大变，急忙摇头，他们可没忘记陆晨所谓异父异母亲兄弟的下场。不敢，就是刚认识。我也是。徐小丹俏脸通红，脑海中只有陆晨那句挚爱亲朋。看见两人急忙否定的样子，陆晨不由得耷拉着脑袋，似乎有些失望。老爷子十分淡定地点了根烟，望着陆晨沉默良久，才出声道：既然是他的朋友，那就进来喝口茶吧。老爷子肩膀上扛着扫把，将陆晨一行人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内。屋子很小，光线也十分昏暗，唯一显眼的恐怕就堆满了资料的办公桌。那个，我站着就行。陆晨站在门口，似乎对面前的老爷子有些惧怕。禽兽和徐小丹看着陆晨这副拘谨模样，露出一副见了鬼的神情。没想到陆晨居然还会有害怕的人。老爷子白了一眼站在门口的陆晨，叹了口气，无奈道：
进来坐吧。听到这话，陆晨才乖乖的走进办公室，一屁股坐在了破旧的沙发上。禽兽扛着摄影机，对如此模样的陆晨十分好奇。要是说平日嚣张没良心的陆晨才是常态的话，现在的这副模样的陆晨那就跟大熊满一样稀有，这可是 SSR 级别的稀有程度。禽兽咳嗽了一声，朝着面前叼着烟的老爷子问道：老爷子，陆哥他怎么了吗？怎么您这么生气？老爷子听到这话，额头上顿时又浮现出一个井字符号，指着陆晨愤怒道：你问问他做了什么？抢小孩子钱我都不说什么了，那些人可都是和你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你怎么好意思下得去手？老爷子说完，狠狠地看了陆晨一眼，似乎看见陆晨这副模样就心烦，直接叼着烟站在窗子前往外看风景。徐小丹和禽兽齐朝着陆晨望去，期待着陆晨接下来的话。陆晨挠了挠头，讪讪道：不就是之前你让我给小盛找工作，那我也按照他的要求找给他了呀。禽兽和徐小丹又继续转头望向站在窗前的老爷子。老爷子听到陆晨的话后，脸上怒意更甚，一锤差点将面前的桌子给锤散架了。你给他找的什么工作？陆晨扒拉着手指，十分委屈。养宠物，轻松又来钱快。养的什么？阿拉斯加。徐小丹和禽兽微皱了皱眉头，觉得面前的老爷子有些过分了，这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对。老爷子听到这话后，似乎更加生气了，指着陆晨狂怒：那他喵的是阿拉斯加吗？你他喵的管阿拉斯加巨蟒叫阿拉斯加是吗？小盛现在别说蛇了，看见树枝都会被吓得尿裤子。坐在沙发上的禽兽、徐小丹Sigma 面色惊恐地朝着陆晨望去。这个工作好像是去当宠物粮吧？陆晨十分委屈，有些不服气反驳道：这我哪知道，反正前面都是阿拉斯加，这个工作我还是托人给他找的呢。那小龙和小虎那两兄弟，你看看给人家找的啥工作？陆晨仍旧不服气，嘟囔着嘴道：不挺好的吗？又没有啥生命危险，又轻松。好个屁！哥哥当保安，弟弟送外卖，哥哥拦着弟弟不让弟弟进，这不是制度问题吗？后来不是给他们换了吗？你他喵的给哥哥找贴小广告的，弟弟撕小广告，两个人干了1个月，最后1分钱没拿到，兄弟俩因此打了起来，到现在他们两个关系都没和好。陆晨低下了头，有些找不到什么好的借口了。老爷子似乎越说越来气，头发都快气得竖起来了。还有那小强，人家流浪狗跟了他10年，本来狗都要死了，他让你找个要狗的大户人家，让那狗安度晚年享享福。你倒好，找了什么？陆晨头埋得更低了，声细如蚊道：那确实是大户人家，而且也确实要狗。是，他喵的确实大户人家，人家开狗肉店的，能不要狗吗？陆晨里不直气也壮，终于找到了一丝反击的机会。那我也是后面才知道的，而且那狗活得不挺好的吗？每天还有肉吃。闭嘴！我说的是狗吗？我说的是小强，他都不敢养狗，直接改卖鱼了。陆晨听到老爷子的话后，低头若有所思起来。鱼啊？那他需要我帮忙找个鱼肉店吗？禽兽和徐小丹面色惊恐地望着陆晨，似乎在看什么恶魔一般，不由得挪动了一下屁股，离陆晨更远了几分。禽兽吞咽了一口口水，艰难道：哥呀，他们该不会也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吧？陆晨找了半天，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只能梗着脖子，理直气壮道：最起码我助人为乐。直播间内听到老爷子的诉苦，观众们直接笑喷了，笑哭。陆哥这工作找的，我确实是没话说。老爷子，院士上没有老六，陆哥这人吧，其实挺好的，就是有点废兄弟。陆哥说的没毛病啊。阿拉斯加巨蟒不叫阿拉斯加，那难不成叫什么滑稽？别说了，老爷子还是太仁慈了。是我的话，我觉得立个牌子：陆晨与狗不得入内。本完第40。陆晨，给我来一场90万的灾难。两人听完陆晨的事迹，不自觉的后背有些发凉，同时也为陆晨还活在这个世界表示深深遗憾。禽兽望着伫立在窗边的老爷子，喉咙耸动，过了良久才缓缓叹出一口气：老爷子，你真是太仁慈了。陆晨脸上有些发懵，朝着禽兽望去：乔豆麻袋，你到底是站那边的？听完故事，他们对陆晨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徐小丹无奈扶额，难怪昨天晚上陆晨和他们说要做好被扫地出门的准备，这何止是扫地出门啊，要换其他人，估计已经把陆晨给刀了。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无奈，朝着陆晨试探道：陆哥，实在不行
咱要不还是不祸害孤儿院了。陆晨遭遇到自己带来的人背刺，陆晨有些坐不住了。你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那这些年，我不也帮过孤儿院不少啊？上次火灾，我可把我攒的1年工资都拿出来了。陆晨有些幽怨地望着面前两人，急忙补救。禽兽一听，有些诧异：哥，你还做过这种好事啊？徐小丹也是点了点头，俏脸上带着一丝疑惑。齐齐望向窗前的老爷子，似乎有些不信。老爷子感受到两人的目光，站在窗子前转了个身，正对着陆晨几人，点了点头。是不止上次火灾，这小子从工作基本上挣到的工资，基本上都补贴孤儿院了。从这一点来说，他还算是有点良心的。老爷子长叹一口气，一个劲儿的吸烟，沉默下来，似乎在聊一个比之前还要沉重的话题。禽兽和徐小丹两人也是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因为陆晨得到老爷子的夸赞后，却没有丝毫的得意，反而把头埋得更低下去了。老爷子沉默良久，继续道：从他大学毕业开始，孤儿院每次遭难所需要的花费，基本上都是他出钱。禽兽和徐小丹点了点头，有些不解，这不是好事吗？但是每一次只要他一来，孤儿院就会遭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如果他不来，孤儿院根本就没事儿。陆晨脸色涨红，咳嗽了一声，讪讪道：嗨，老爷子，你要相信科学。听到陆晨这话，老爷子额头上青筋暴露，直接对着陆晨竖了个中指：相信你妹！你他喵的外面工作3年，一共来了这里7次，每次走以后，孤儿院不是被水淹，就是遭遇火灾。还有他喵的上次，我好好坐在食堂里吃着饭，一辆大卡车直接冲了进来，这荒郊野岭的连路都没有。你要不下次让他从天上掉下来？禽兽、徐小丹，禽兽和徐小丹眼皮狂跳不止，默默地挪动了一下位置，尽量远离陆晨。对于老爷子说的话，禽兽和徐小丹都没有丝毫怀疑，反而眼中流露出一丝明悟，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终于有些明白陆晨上班睡觉摆烂不求上进的理由了。陆晨挠了挠脑袋，望着背后破旧的沙发，有些尴尬道：那不是一直都没有人员伤亡吗？这些事故都只是把孤儿院的家具换一下，也挺好的。这件事情陆晨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原本自己大学毕业后就在当地找了个还算不错的工作，每个月也基本上能攒下5000块钱贴补孤儿院，但最后就因为一场大火又全都搭了进去。后面陆晨又回到江南，工资降了不少，每个月攒个3000块。没过半年自己回去孤儿院时，孤儿院又遭遇水灾，攒下的钱都用来置办家电了。每一次遭难基本上都和自己攒下的钱相差不多。最后陆晨索性就当了保安，他至今都没搞懂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什么玄学因素。禽兽和徐小丹齐齐抬头望着破败的墙壁，陷入了沉思。禽兽有些害怕，阴沉着脸色对陆晨说道：哥，要不我们还是快走吧。如果真的按照老爷子所说，孤儿院每次遭难后续修补之类的工作都能花光陆晨身上钱的话，禽兽实在是想不到什么样的灾难才能一口气花90万。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纷纷害怕起来。卧槽，这么玄学，陆晨有毒啊！你们有没有想过，陆晨去当保安，该不会是想要孤儿院少受到点伤害吧？乔豆麻袋，你们记得现在陆哥身上有多少钱吗？死，不会吧？这要泥石流还是地震才能把90万都给花出去啊？陆哥，为了祖国的花朵们，还是快走吧。一时间，整个直播间沉默了下来。老爷子也是无奈，叹了一口气。从情理上来讲，陆晨出去这么久，还能记得孤儿院不断给孤儿院捐款，老爷子十分感激。但因为陆晨每次来，孤儿院都会遭遇劫难，老爷子打从心里还是希望陆晨不要这么有情有义。虽然一直都没有人员伤亡，但谁又说得准下一次有没有呢？老爷子十分惆怅地望着陆晨，点了根烟，继续道：你这次回来身上装了多少钱？每次陆晨回孤儿院都会装个10万8万的回来，遇到的也基本上是一些小火灾和水灾，抛去修补费用，剩下的钱也就够给孤儿院的孩子们置办点新衣服，所以陆晨才会一直攒够了钱就回来，为的也是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条件。老爷子想到这些，又点了一根烟，望着陆晨，欣慰的点了点头。这次姑且就算是你有良心吧。陆晨走到老爷子面前，将自己兜里的银行卡递到老爷子手上，卡里有90万，我看他们也差不多到上学的时候了，您记得给他们买点书。陆晨把自己卖房的奖金都交给了老爷子。对于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他爱得深沉。对于眼前这位从小将自己带大的老爷子，
陆晨也十分感激。老爷子接过陆晨的银行卡，缓缓点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抽烟的姿势顿时僵住了。多少 ？Sigma。本完。第41当小说家的梦想。陆晨还以为老爷子没有听清，再重复了一遍。90万啊！老爷子眼皮狂跳不止，感觉自己头上冒出了一个红色的 V 字，一个暴力就砸在了陆晨头上。你他喵的！90万是想把我孤儿院拆了吗？之前的10万8万水灾火灾他还能忍，你这90万，老爷子已经想不到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需要花90万来修补了。陆晨委屈的捂住脑袋，朝着面前的老爷子望去。都说了前面几次都是巧合，你不要那么迷信嘛。这时门外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一个温和的女声从外面响起。老爷子，不好了，月月她好像不见了。几人目光齐齐朝着陆晨望去。3人，星号，陆晨，哎 ，Sigma， 这肯定是巧合吧？直播间内，观众们已经被陆晨这番操作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哈哈，你们这孤儿院怎么这么有节目效果呀？不愧是培育出了陆哥的孤儿院。刚说完就来节目效果了，事情很倒霉，但发生在陆晨身上，我竟然觉得意外的合理。陆哥，我知道你很委屈，但你先别委屈，法随言出，这就是陆哥的境界吗？陆哥，麻烦你说一声我的貂蝉在腰上。老爷子望了一眼陆晨，随后又对着门外的人喊道：你让院里的人都先找找，如果午饭前还没找到，那到时候我们就去报警。虽然陆晨每次来孤儿院都会被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故，但也从来没有人员受伤。如今有孩子不见了，老爷子下意识地将孩子失踪和陆晨撇开了关系。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而且这些孩子都因为某些原因找不到父母，或者被父母遗弃，心智都比一般的小孩子成熟懂事不少，即便是有什么事情也会在午饭前回来，所以老爷子也没有太放在心上。陆晨感受到老爷子嫌弃的目光，试探着问道：会不会太贪玩跑丢了？他也是从小孩子时期过来的，贪玩是小孩子的天性，玩得开心忘了时间是很正常的事情。老爷子没好气的白了陆晨一眼：你以为是你啊？3天2头的不知道到哪也去。陆晨讪讪的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道：那不是小时候不懂事吗？一旁的徐小丹听到陆晨小时候的事情，眼睛都快亮的发出光来。老爷子，陆哥小时候有好玩的什么事情吗？禽兽也是神色期待的朝着老爷子望去，将摄影机对准了老爷子。老爷子颔首沉思了一会儿，似乎想到了什么，立马弯下腰去，开始在办公桌底下翻找着什么。有了，他有没有给你们说过他小时候写的？禽兽和徐小丹齐齐摇头，眼神中流露出兴奋的光芒。没有。陆晨听到这话也坐不住了，伸手就要朝着笔记本抓去。老爷子，我严重抗议，你这人怎么竟拿别人小时候的黑历史说事啊？ Sigma 星号。不过陆晨的抗议似乎没有什么效果，老爷子身法极其灵活，轻而易举的就扭掉了陆晨朝着笔记本抓去的右手，随后就将笔记本递给了禽兽和徐小丹。陆晨望着自己的双手，随后抬起头来，不动声色的望了一眼老爷子，有些不敢置信。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自己的格斗技能是 LV1 吧？一般的正常人10个都打不过自己。老爷子轻而易举的就躲了过去。就在陆晨望着老爷子愣神之际，禽兽和徐小丹已经将老爷子递过来的笔记本给翻开，面色古怪的看向陆晨，倒不是有多么惊天动地，而是陆晨的字迹实在是太过潦草，他们看不懂这如果鬼画符一般的字迹。陆晨将笔记本从禽兽手中接过，咳嗽了一声，看见2人这般期待模样，他也不忍心拒绝。事先说好，我觉得我还写得挺好的，虽然可能有点不合理，但毕竟那时候只有10多岁。旋即陆晨开始将笔记本上的内容给朗读出来。失去双臂的男主在深夜抱头痛哭，2人。这时禽兽和徐小丹头上缓缓打出一个，还莫等2人反应过来，陆晨继续往下读道：他身边的哑巴大吼一声：为什么我是残疾人？这时天空中飘起了小雪，瞎子望着自己缺失的双腿，起身牵起了导盲犬，走进了雪中。2人没过半分钟，陆晨读完，缓缓将笔记本合上。怎么样，我这是不是除了有点不合理外还挺不错的？由于陆晨的太过震撼，2人实在是有些说不出话来。过了良久，禽兽十分沉重地拍了拍陆晨的肩膀：哥呀，你以后还是死了当家这条心吧，家这个职业可能不太适合你。陆哥，2人目光中饱含悲悯。
同时也暗暗庆幸陆晨没有去当家，否则非要饿死。饶是陆晨这般厚的脸皮，此刻也不禁红了起来。我都说了，刨除掉不合理的部分，写的还是挺好的。老爷子嘴角微微抽动，重重的点了下头。这本书除了不合理，那还是挺合理的。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被笑得瘫在地上了。哈哈，陆哥确实让我见到了行业的地板啊！这何止是地板，他简直就是洼地啊！要素过多，他是怎么把这些词完美的串联到一起的？其实，这除了写的不好，那还是挺好的。滑稽，感谢陆哥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参差，原来真的有人能写成这样啊！本完第42。失踪的孩子和陆晨三人闲聊了一阵，眼见到了中午，老爷子站起身来，开始送别陆晨几人。这我也就不留你们吃午饭了，能来看看我这老头子，也算你有点良心了。陆晨一愣，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你在说什么？这饭都没吃呢。老爷子额头上立马流露出一个愤怒的符号，你听不懂吗？你吃这么多，孤儿院都要被你给吃垮了。少来，每次我来不给伙食费。望着拌嘴的老爷子和陆晨，一旁的禽兽和徐小丹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看来陆哥好像还是有亲人的吧。最终老爷子还是只能无奈的带了陆晨去食堂。食堂也是十分破旧，不过其中一面墙壁看上去倒是无比干净整洁，似乎是又重新装修了一下。禽兽和徐小丹默默对视一眼，看来这就是当年遭受重创的墙壁。不过好在，虽然食堂十分破旧，但孤儿院里的伙食还是很不错的，2荤2素，4菜1汤。酒足饭饱后，陆晨刚想起身活动活动，这时一位中年妇女神色慌张地来到老爷子面前。老爷子，我们找了很久，月月还是没有回来，而且月月特别听话，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失踪一上午。老爷子脸色有些阴沉下来，有没有到平时孩子们玩的那些地方去找过？找了，我们都找过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时陆晨建议道，实在不行，试试祖传的办法。三人齐齐陆晨望去，不由得有些疑惑，祖传的办法就是叫魂啊。三人下划线，暴躁的老爷子直接一个暴力敲在了陆晨头撒上。你咋不说托梦呢？陆晨抱着脑袋十分委屈道，哎呦，你这老爷子下手怎么这么狠？我这不想着缓和一下气氛吗？老爷子白了陆晨一眼道，少说屁话，吃完了就快点给我出去找人去。陆晨目光朝着老爷子身旁的中年妇女望去，有没有照片？我让直播间的兄弟们找找。虽然陆晨倒没想着靠他们，但自己这直播间好歹也有4、5万的人，说不定就有人看见了。有的。中年妇女立马摸了一下身上，从怀中掏出一张照片来。照片中是一位约莫4、5岁的小女孩，乌黑的头发散披着，双眼灵动，模样煞是可爱。就连一向不怎么喜欢和小孩相处的陆晨，脑海中也突然有了以后女儿的模样。直播间内接近4万多的观众立马就沸腾了起来。卧槽，这么好看的小女孩居然被送到孤儿院了，这谁这么不开眼啊？陆哥，帮你找可以，但咱能不是兄弟吗？你这是恩将仇报啊！天哪，陆哥居然在做好事，这是不是我没睡醒？陆哥，本人其实我有个3岁的儿子，您看要不结个亲家？滑稽，我也想领养这孩子。我儿子说他可以离家出走，滑稽。陆晨望了一眼直播间的弹幕，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直到这一条弹幕吸引到了陆晨的注意力。我儿子说他好像见过这小女孩，今天早上在老酒厂街最北边卖衣服的那里。老酒厂街是孤儿院最近的闹市区，距离孤儿院也有10几分钟的路程。陆晨面色诧异，没想到这小孩子居然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陆晨看了面前的老爷子一眼，又转头朝着禽兽和徐小丹望去，最终匆匆留下一句话便走了出去。老爷子，我们去老酒厂街找找看看，要是月月回来了就给我打电话。与生俱来的直觉让陆晨隐约察觉到了一丝不妙，他小时候也经常跑到那边去玩，但根据中年妇女的描述，月月应该是一个很乖的小孩，理应不会跑那么远，除非是被什么人给带到那里去的。这一下陆晨顿时想起了昨天夜里自己见到林玉时他说的话，江南市最近流窜进不少人贩子，让自己转告身边人看好自己的小孩。孤儿院里的这些孩子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失去父母或者是被遗弃的，遇到不负责的工作人员最多也就是报个警就完事儿，根本不会像其他家庭孩子的父母一样动用一切关系去找，所以孤儿院的孩子们就是人贩子最好的目标。陆晨开着徐小丹的高级轿车一路疾驰，原本10多分钟的路程他就只用了3分钟就赶到了。一旁的禽兽被吓得脸色惨白，
捂住嘴不让自己吐出来，朝着陆晨问道：“哥，我们要不先报警？”陆晨却摇了摇头，报警了也没用，没到24小时，警察立不了案，而且我们现在都不确定是他贪玩，还是彻底的失踪了。陆晨拒绝了禽兽的提议，凭借着自己之前的记忆，找到酒厂街北边卖衣服的那个店，急忙闯了进去。几位要买衣服吗？看看要什么衣服。我们这……店主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陆晨给打断了。老板，你有见过这孩子吗？店主接过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小女孩。这不月月吗？她时不时的会来我这儿看衣服，今早还来过呢。今早什么时候来的？陆晨神色严肃，继续追问。但店主大叔则是颇为戒备的看了陆晨一眼，对陆晨有些不放心道：“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过来打听月月？”陆晨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还有人来打听过。店主沉默下来，戒备的望着陆晨，没有再言语。陆晨也只得解释：“我是附近那个北山孤儿院的，月月是我们这里的孩子，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店主大叔看了一眼陆晨背后的摄影机，沉思下来，既然带着摄影机，那应该不会是坏人，毕竟哪个坏人拿摄影机来拍自己的犯罪证据？有个瘦高的男的，看上去差不多30-40岁，带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过来打听过月月，不过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你今天不说，我都想不起来。老板补充道。陆晨点了点头，只留下一句谢谢就离开了。从刚刚的对话中，他已经捕捉到了不少的可用信息。首先，他已经能确定下来，这两个人是人贩子，月月已经被他们带走了，而且他们的据点应该就在附近，这里住的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居民，也知道附近有个孤儿院，还有人来打听孩子。这孩子说明他们并不知道这附近有个孤儿院，应该就是林宇口中说的从外省流窜过来的人贩子。既然不是专门来绑架小孩子的，那就是门采购生活物资或者其他用品，这种情况距离住所并不会太远。想到这里，陆晨顿时有了搜查目标。本完。第43烂尾楼，亡命徒，女警，奇怪的组合增加了。去后面那片烂尾楼，陆晨转过身来，对着身后的禽兽和徐小丹道：“那片烂尾楼是20多年前政府想要改造酒厂街而留下的，后面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改造工程停期，这里自然也就变成了烂尾楼。不过由于事发多年，道路也年久失修，长满了杂草，车子已经开不进去了，只能够徒步前行。那群人贩子估计也多半是看中了这一点，才选择在这边逗留下来。10多分钟的路程，对于陆晨来说倒是格外的轻松，只是苦了扛着20多公斤摄影机器的禽兽，还有从小没有吃过什么苦头的徐大小姐。陆哥，这路好难走啊 ，QAQ。徐小丹嘟囔着嘴巴，可怜兮兮地望向陆晨。禽兽也是满头大汗，望向陆晨，这里泥泞的道路让他想起了他老家农村的土路，人生的道路可比这个难走多了。陆晨望着破败的道路，下意识地点上了根华子，脑海中浮现出之前的记忆。这里虽说也隶属于江南市的管辖范围，但却格外的荒凉，周围往来的住户也大都是些刚刚刑满释放人员，因为喝酒殴打妻子的男人，使用暴力恐吓勒索商贩的黑社会，还有衣着清凉站在街上拉客的妇女，这些人在这个地方随处可见。他自己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而现在孤儿院的孩子们依旧是如此。陆晨抬头望了一眼湛蓝天空，这次装着90万回来，他是真的希望之前那种离谱的灾难再发生一次，人员平安的将孤儿院化作一片废墟，这样子他或许也就有理由能劝劝老爷子搬迁了。希望那些钱能重新建个孤儿院吧。徐小丹和禽兽听到陆晨的话，脸上表情有些疑惑，相互对望一眼。哥呀，你怎么说话突然这么有哲理了？陆晨没有丝毫自觉，反问道：我不一直都是这样吗？徐小丹没有作何言语，只是面色古怪地看向陆晨，缓缓道：哥，我家里在江南，20多套别墅。陆晨、禽兽、Sigma 平淡无奇的话语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1万点暴击伤害。二人头顶仿佛飘出几个猩红的数字，1万。我爸妈有2个上市公司，钱多的我这辈子都花不完。你和我说人生的道路艰难。陆晨和禽兽纷纷低下头来，沉默不语。陆晨现在想扇自己2个大耳巴子的心都有了，我怎么就是管不住这嘴呢？见到二人沉默不语，低下头去，徐小丹美目流转出一丝恬淡笑意，话锋一转：所以陆哥，你真的不考虑和我试一下吗？一旁的禽兽捂住胸口，差点吐出一口老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哪有这样富婆突然表白的？我真是受不了。有句话咋说来着？那人就像一条狗。禽兽觉得他比那条狗，哦不，那个人还要惨。
他就像是路边的野狗，被人踹了2脚后，还来了2个大逼斗。不过，最惨的可不是禽兽，而是直播间的观众们。徐小丹突如其来的炫富和告白，直接让直播间的观众们彻底破防。你们在干什么啊？给我推主线救人啊！下划线下划线下划线星号命井号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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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饱了，我真的饱了。陆哥，算我求求你，真的别喂我吃狗粮了！无耻路贼，还我小丹！有的人在看段子，有的人在照镜子，还有的人在看自己的歪歪都不敢想的现实。滑稽！楼上的，你够了！怎么看个直播还人身攻击我？陆晨脑海中乍然浮现出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曹阿满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听到系统的提示音，陆晨眼睛顿时一亮，转过头朝着徐小丹望去，顿时被眼前这幕给惊到了。微风轻轻吹拂起乌黑的发髻，白嫩的俏脸微红，目光不断躲闪，宛如雨后夏天的青梅一般酸涩，但却又令人上头。陆晨老脸一红，挠头讪讪道：其实钢丝球也不是不行哦，星号斜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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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 Q。 不过随之而来略带有一丝戏谑的声音，顿时将陆晨心中的悸动给破灭。啊啦，陆哥，原来你喜欢这种清纯系的啊！徐小丹捂住嘴巴，眼中带着一丝戏谑，甚至陆晨还能听到远处传来扑哧的调笑声。陆晨，星号。陆晨瞥了弯腰捂住嘴大笑的徐小丹一眼，急忙转过身去，头也不回道：休息好了就快点赶路。性格恶劣，可是当不成女主的。与此同时，一位靓丽的倩影出现在废弃的大楼内。赵小棠身着休闲服装，手握对讲机。师傅，酒厂街废旧大楼内，我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对讲机内传来林雨有些无奈的话语：小棠，你今天休息就别掺和其他的了，同事们都在处理之前的案子，你要真出了事儿，支援都没办法支援你，你还是听我话，回家休息吧。这地方留个1天2天的也行。赵小棠听到对讲机内的话，身体一僵，停住了脚步。据他了解，这些人贩子手上都带有足以致命的利器，现在自己休息，手上连枪都没有，而且光凭自己一个人肯定是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拐卖儿童团伙的。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心中退意萌生，刚转过身去准备原路返回，却又听到了小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赵小棠脚步顿时一僵，或许是出于职业带来的天性，或者是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不行，我不能这么放弃。他紧咬着牙齿，脚步坚定地朝着楼上走去。另一边，烂尾楼的嘴顶层，一个面色凶悍的男子正在用皮带抽打一个小男孩。哭，老子让你哭，你再哭大声点试试。一旁的中年妇女瞥了一眼齐齐蹲在墙边面露恐惧神色的孩子们，开口道：看到了吧，你们只要好好乖乖的听话，不会有什么事情的，我们也会给你们找个好人家，反正也总比在孤儿院强不是。本完第44。遭遇人贩子。由于这老城区地价便宜，附近有不少孤儿院，这些孩子都是来自附近孤儿院的孩子，大多都渴望着自己被领养出去。一听到这话，不少孩子脸上害怕的神情顿时就消散了不少。女人看到孩子们脸上恐惧消散，嘴角流露出一抹笑意，继续道：我们也就挣个辛苦钱，你们过去衣食无忧，也不用待在孤儿院这种地方，都老实配合点儿，我们也不会难为你们的。其实之前经他们手的孩子大都卖到了城市中，不过只有极少数的孩子能够过上他们口中描述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更多是被更没良心的人贩子掌控，弄成残疾，出去讨饭要钱。女孩子长得清秀的就卖到山区给人当童养媳，反正只要出手拿到钱，孩子被送到哪里去她其实并不关心。见到孩子们情绪逐渐安稳下来，女人转过头去朝着身后的男人望去，男人停止住了手上的动作，隐晦地看了这些孩子们一眼，转头叮嘱身边的手下：你看好他们，我们出去一趟。随后便跟在女人身旁走下楼去。赵小棠还在一层楼一层楼地搜索着孩子们的踪迹，却听到突如其来的脚步声，立马躲在围墙后隐藏起自己的身形，探出脑袋窥探。女人一边走下楼梯，一边叹了口气，无奈道：我说那个月月你要怎么处理？似乎这件事情让他十分头疼。男人听到此话，脸上流露出一丝不耐烦神色。还能怎么办？好好的卖了不就好了？这个话题短短几个小时他们已经讨论过许多次了，只不过结果都并不理想。女人听到男人这话，
脸上的神色顿时阴沉下去，近乎咆哮道：“好好卖掉！你知道这些天警察到处都在找我们吗？这种好看的小姑娘走失了，能不会有人发现？能不会有人找吗？”男人见到女人发怒，脸上神色也阴沉下来。这么好的货色，你就卖一个萝卜价？那我们这么铤而走险还有什么意思？非要给他卖到那些穷鬼家当童养媳，还是给他卖给那丐帮，弄残了去要饭？那些人能给多少钱？找个有钱人买个几十万，我们那些钱远走高飞不好吗？藏在围墙后的赵小棠听着两人的话，脸上神色冷得好似冰山。虽然他已经在不少的法制栏目，或者是听身边人说过这些孩童的遭遇，但如今亲耳听到这人贩子这么说，还是忍不住有些心惊，还想继续听下去。那两个人贩子已经下楼远离，他已经只能够听见模糊的怒吼声。赵小棠也趁着这个机会快步上楼，暗暗下定决心，即便是拼上性命，他绝对不会让这些孩子被人贩子给带走卖掉。废弃大楼的楼下，陆晨一行人已经走到了门口。禽兽望着废弃大楼，不由得吞咽了一下口水，神色有些艰难道：“哥，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这废弃大楼恐怕有些不好走，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装修，清一色的毛坯房，楼道年久失修，已经有不少水泥混杂着砖块脱落，再加上没有扶梯护栏，只要稍稍踩空一步，就有可能直接跌落失去生命。”陆晨同样是有些艰难地望着面前破旧的楼道，转过身朝着身后的禽兽和徐小丹道：“不行，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吧。”他顾虑的倒不是什么不小心从楼道上摔下去，而是怕万一真的和人贩子起冲突，人贩子用孩子当作人质，或者直接鱼死网破，这样就得不偿失了。而且要知道，无论是没有防护的狭窄楼道，还是一群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对于一个扛着20公斤机器的摄影师和涉世未深的大小姐都是无比危险的。所以这次陆晨打算自己去。正当陆晨打算独自前往时，一男一女两人嘶吼着从楼梯处走下。两人见到眼前的陆晨三人，脸上神情有些发懵。同样陆晨几人脸上表情也是十分懵逼。Sigma， 他们也没有料到事情进展居然会这顺利，人贩子直接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不过陆晨并没有急于动手，现在他还没有找到被拐跑的孩子们，而且也并不知道敌方的人数，要是轻举妄动的话，极有可能会打草惊蛇，再找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容易了。陆晨低头沉思间，对面的男人率先反应了过来，急忙开口问道：“你们是谁？怎么在这里？”男人右手已经摸在了别在背后的匕首上，要是陆晨几人稍有异动，他就会拔出匕首将几人灭口。陆晨急忙咳嗽了一声，大脑飞速运转：“嗨，我是探险主播，这是我的摄影师和助理，我们听说这里有的烂尾楼晚上闹鬼，所以来探险。”禽兽和徐小丹微微点头，对着面前的男人打了个招呼。男人神色紧张地看向摄影机的镜头，对着摄影机露出了个十分僵硬的笑容，似乎对于摄影机黑黝黝的镜头十分畏惧，立马后退一步，侧过身去：“别拍我，我不好看。”显然已经对陆晨的说辞相信了大半，毕竟这烂尾楼连居住在附近的人都不愿意来，正常人根本就不会到这里来，也就只有主播图个猎奇才会到这里来了。陆晨望着一眼男人身后的女人，有些好奇道：“话说大叔，你们是谁？怎么会在烂尾楼里？我刚刚好像听见你们在吵架。”男人面色有些尴尬，咳嗽了一声回答道：“我是附近工地的项目经理，我们老板好像想要重新启动这个烂尾楼的施工，所以我过来看看。现在这个烂尾楼归我们工地管，所以你们还是不要进去了。”男人脑子也十分灵光，三言两语间就阻止了陆晨几人想要上楼的动作。陆晨也并不着急，反而看了一眼男人身后的女人，拍了拍面前男人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大叔，对你老婆多点耐心，我大老远的就听到你们在吵架了。男人，你再叫我做事。”男人面对比自己小不知多少岁的陆晨这般指点，男人额头上顿时涌现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下意识的想要将自己的别在背后的匕首给抽出。女人见状，急忙拍了一下男人肩膀，制止了男人的动作，白了男人一眼道：“就是，人家小弟比你活得透彻多了。本丸第45拱火大师陆老六。”女人手搭在男人肩膀上，男人才反应冷静下来，脸上急忙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挠着脑袋点头道：“对，还是小弟教育的好。”禽兽和徐小丹有些不解地望向陆晨，怎么陆晨还帮人贩子调解起家事来了？直播间内的观众也是十分不解，这两人看着就有问题，怎么陆晨还给他们调解起来了？是啊，陆哥，你来这儿不是找人贩子的吗？楼上的你们新来的吧？
陆晨哪会做这种好事啊？陆晨眼见中年男人心情平和下来，立马调整策略。你看这姐姐都愿意跟着你来这种地方了，这说明什么？男人有些疑惑，说明什么？说明这是真爱啊！这地方鸟不拉屎的，又脏又乱，不是真爱愿意跟着你来这种地方吗？女人每天做饭带孩子的，还愿意跟着你出来跑，你还凶她，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男人面色为难，转过身朝着身后女人望去。这虽然平时吃饭好像确实是女人在做，但自己平时也负责体力活呀。女人听到陆晨的话后，神色有些感动。这么多年来跟着这个男人东躲西藏，任劳任怨的，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为自己说话，防备心顿时消散了大半。而一想到如今他们被警察通缉，生活在这么个破地方，想要之前拐的烫手山芋解决掉，男人还死活不让，不知好歹的把自己臭骂一顿。女人心中的委屈顿时涌上心头。就是啊，我这么做不还是为了他好？他倒好，非但不领情，还把我臭骂一顿。陆晨听到女人委屈大的话语，顿时点点头，倒吸一口凉气，添油加醋的夸张道：死，这也就是姐姐你脾气好了，这要给我女朋友，我今晚非得跪搓衣板不成？男人听见女人的话，自己也是十分委屈，每天累死累活，干的都是刀尖舔血的事，那还不是因为女人老是抱怨生活不好，自己没本事。我做这么多，那还不是为了能多挣点，省得你一天省吃俭用，还嫌弃我没别人赚得多。这时陆晨又改换阵营，站在了男人的这边。是啊是啊，咱们男人每天陪老婆的时候，他们又嫌弃我们没本事，挣不了大钱，真出去挣大钱了，他们又嫌弃我们没时间陪他们，在那里无理取闹。男人听到陆晨的话后，无比赞同的点点头，防备心顿时消散了大半，对陆晨道：就是啊，这娘们一天到晚就无理取闹。女人听到男人这话，脸顿时也阴沉下来。我呸，没有我你就不努力了吗？说到底，没有我你不也一样要生活？陆晨，姐姐说的对，这都是大猪蹄子的借口。那我这么上进，不就是为了给你想要的生活吗？陆晨，大叔说的对，这事儿也就是你脾气好了，可我肯定忍不了，直接换人了。两人愈吵愈烈，回想起之前生活点点滴滴的委屈，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开始动起手来。陆晨在一旁装模作样的拉架，继续拱火道：别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大哥你可千万不要用你脚边的板砖和大姐打架呀。大姐你还愣着做什么？这也就是你了，要是我肯定直接拿起背后的钢管跟他干了。经过陆晨善意的提醒，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两人都十分默契的拿起了陆晨提醒的武器。禽兽和徐小丹望见事情逐渐离谱起来的这一幕，目瞪口呆。哎 Sigma，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这两人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打起来了。直播间内观众们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哈哈，我就说陆晨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他这乃是劝架，明明是拱火呀。陆晨这话怎么听着茶里茶气的？你不会是啥茶艺大师吧？妖兽了，我女朋友和我一起看直播，结果被陆晨说动了要和我分手。不行，听了陆晨的话，我也越想越气。他喵的凭啥我们男的就要受这种委屈？我现在就去找女朋友分手。哎呀，楼上的哥哥们，你们就是脾气太好了，这也就是你们了，这事儿搁我身上，我可忍不了。滑稽，一下子直播间涌现出不少茶里茶气的弹幕来。陆晨一边在劝架，一边给了禽兽和徐小丹一个计划通的表情，刚想偷摸溜上楼去，男人兜里突然响起一道手机铃声。你终于做了别人的小三。男人放下手中的板砖，接起了电话。喂，电话那头传来一道粗犷的男声：老大，不好了，我们的位置被条子发现了，有个条子刚刚来救人，被我发现了。电话的声音十分洪亮，就算是站在远处的禽兽和徐小丹也听得一清二楚。男人和女人听到这话，也是顿时清醒了过来，脸色大变。女人急忙对着男人大吼：别放过他们！男人抄起板砖就朝着陆晨砸去，女人则是拎着钢管，想要阻挠禽兽和徐小丹支援陆晨。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两人就好像没听到一般，根本就没打算支援陆晨。禽兽扛着摄影机，十分硬气道：别看了，我们不会过去的。想当年，我大哥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你老公那小体格子还不够他热身的呢。徐小丹也是立马点头应和：就是，陆哥可是江南市格斗大赛冠军，来10个都不够他打的。陆晨听到这两个猪队友疯狂奶自己，眼皮狂跳不止，
做事就要走。那啥，大哥大姐，我不认识这两人，你们要杀要剐随便，我先走了。禽兽、徐小丹、Sigma， 不奶了，哥我们不奶了。本完第4620年的祖传面条。听到这话，陆晨才彻底放心下来，转过头去，朝着身后的中年男人望去。虽然被禽兽两人毒奶了好几口，但也不会真的抛下队友离开。中年男人手放在背后别着的匕首上，脸色阴沉的可怕。小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一旁的女人则是彻底失去了耐心，对着男人不耐烦道：你废什么话，快点把他们都处理了。男人有些犹豫的望了禽兽扛着的摄影机一眼，思量了一番，最终还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从腰间将匕首给掏出来，锐利的锋刃闪过一丝寒芒，笔直朝着陆晨胸口刺去。陆晨目光微凝，面对刺来的寒芒，脸上没有丝毫慌乱，缓缓点上一根华子，微微侧身，轻描淡写的将匕首给躲过。拥有系统技能的他，对付这群亡命徒简直不要太轻松。同样的动作在陆晨眼中慢上了数倍。电光火石间，陆晨就将男人手中的匕首夺下。砰！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只见中年男人已经被陆晨一脚踹翻在地，毫无反抗之力。中年女人手握钢管，面色有些恐惧地望向陆晨，语气忍不住打颤：你到底是什么人？虽然是人贩子，但女人也好歹和男人朝夕相处了小半辈子，自然清楚男人的实力。就算是受到正规格斗训练的警察来，男人也能应付一二。他还从未见过有谁能让男人一个照面就败下阵来。听到女人的问题，禽兽和徐小丹面露无奈，扶额朝着陆晨望去。陆晨叼着华子的嘴角微微流露出一丝微笑，一个路过的假面骑士罢了。这是女人昏迷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陆晨绕到她身后，一记手刀精准地命中后颈，女人身体无力瘫倒下去。陆晨小课堂，手刀敲晕人是专业技能，陆晨也是因为系统加持才能做到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会出人命的。 QAQ， 以防两人清醒后潜逃，陆晨张望了一下四周，对着扛着摄影机的禽兽道：禽兽，看看附近有没有绳子，给他们绑起来。禽兽扛着摄影机转悠了一阵，摇了摇头：没有啊哥，附近都是烂尾楼，哪来的绳子？陆晨张望了一下，确实没有找到绳子，又低头望了鞋子上的鞋带，那看来只能解开用鞋带绑人了。飞速解开鞋带，将两人的手给绑了起来。禽兽扛着摄影机望着陆晨，面露丝丝苦涩：哥呀，你这想法倒是挺好，但下次你能解自己的鞋带吗？禽兽望着自己的失去鞋带的鞋子，现在感觉只要一抬脚，鞋子就会立马脱落下来。陆晨望着脸色如同苦瓜一般的禽兽，咳嗽了几声掩饰尴尬：这不，我没有鞋带吗？禽兽下划线。禽兽望着陆晨脚下鞋子上的鞋带，头上缓缓地打出一个：那这是什么？这是跟了我20年的面条。0，3分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原本应该是正经严肃抓人直播，一下子被陆晨带歪到了搞笑频道。神他喵的20年的面条，你搁这儿祖传面条呢？笑死我了！陆晨是怎么一本正经的说出这种话来的啊？笑哭，我迟早要被这两货给笑死。陆晨，你又在玩捆绑，羡慕人贩子，羡慕人贩子的逆天。将两个人贩子给绑好后，男人口袋中的手机又再次响起。陆晨听到手机铃声，脸上神色凝重起来。这电话再次响起，那说明应该是人贩子的同伙赢了。只留下一句话，陆晨便匆匆走上了楼梯。你们两个在这儿待着，我去楼上看看。等等我啊，哥！禽兽看了一眼昏迷过去的人贩子，直接把他的鞋子给扒了下来，套在自己脚上，急忙跟上陆晨的身影。废弃大楼顶层，一个壮汉席地而坐，望着面前被捆住双手的赵小棠，面色轻蔑：呵，你这条子胆子倒是挺大啊，一个人就敢来这里。赵小棠俏脸上满是愤怒，望着面前的大汉，狠狠地啐了一口：呸，人渣！受过正规格斗训练的他自然是能够对付眼前的壮汉，奈何敌人的手段实在太卑鄙，搏斗起来根本不管不顾孩子死活，甚至直接利用拐来的孩子威胁，让赵小棠战斗起来束手束脚，还要分心照看孩子，这才被壮汉偷袭，打了个措手不及，落得这般田地。眼下赵小棠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自己师父身上了，希望林雨在这群人贩子转移之前将这些孩子们给解救出去。而一旁的壮汉似乎也看出了赵小棠的心思，忍不住嗤笑了一声：别想着会有人来救你们了，
等我们老大一到，我们就会转移去其他地方。按照你们那办事的速度，恐怕再来2-3个月都找不到我们。到时候，你早就被我们卖到山区去了。像赵小棠这种极品货色，可是能卖个好价钱的。要是遇到一些出手阔绰的大佬，恐怕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想到这里，壮汉不由得沉浸在未来的美好幻想中，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赵小棠暗淡的脸色。他扭过头去朝着一旁的孩子们望去，孩子们蹲在墙角，似乎已经默认了自己的命运。毕竟这些也大多是孤儿院拐来的孩子，对孤儿院也算不上留恋，被女人一番洗脑后，也就不哭不闹，安分了许多。赵小棠望着这些乖乖听话的孩子们，顿时有些绝望。他立马明白了，就算自己打倒了眼前的男人，恐怕也没什么用。其实他来之前就已经了解过周围的孤儿院，附近的孤儿院不少都是本地的大企业家开的，就是挂着救助孤儿的名头，来吃国家的补贴和福利。至于孩子，也不过是他们赚钱的工具罢了，在那里孩子得不到任何的关心与照料。这也就是为什么14-15个孩子失踪，派出所竟然一起报警都没有接到过的原因。正当思索之时，一张粗糙的大手忽然握住了他的手臂。本完第47孤儿院的神秘传说。不行，老子这辈子没机会玩这么漂亮的女人，要是直接卖给别人，那不就亏大发了吗？壮汉目光混沌，一双大手死死地按在赵小棠手上，刚准备有所动作，又立马摇头，将握在赵小棠手腕处的手给松开。不行不行，这条子是用来卖的，要是完了的话，就买不到好价钱了。正当赵小棠绝望之际，眸子忽然照映出一道清秀身影，一位黑发青年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壮汉身后，衣袂随风飘飞，俊朗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情绪波动。此时的陆晨全然一副豪门贵公子的气质，不过一开口，那高贵的气质顿时消散全无。哟，锦花姐姐，你搁这儿玩什么 play 呢？陆晨饶有兴趣地望着面前的赵小棠，眼眸中满是戏谑。壮汉突然被身后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立马转过身来，看着叼着华子的陆晨出现在自己身后，神色大惊道：你是谁？陆晨不疾不徐，缓缓吞吐出一口白雾。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那我就……陆晨话还没说完，就被壮汉手中的匕首给打断，一柄锋利的匕首朝着陆晨胸口刺来。赵小棠面色被吓得惨白，急忙开口道：快点帮我解开绳子，我能对付他。但陆晨却好似没有听见这一番话，侧身躲过了匕首，有些不耐烦地挠了挠头，对着面前的壮汉道：打断别人说话可不是什么好事，自己的开场白还没念完呢。这时禽兽和徐小丹也相继赶了上来，禽兽扛着摄影机，将镜头对准掏出匕首的壮汉，大喊道：你们这群人渣束手就擒吧，你们老大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徐小丹在一旁点头附和：就是，你这个人渣败类，衣冠禽兽。禽兽Sigma， 怎么感觉有被冒犯到？陆晨望着突然出现的2个活宝，无奈地捂住额头。我说，你们说这种话能别躲我后面吗？谁躲别人后面放狠话啊？禽兽徐小丹躲在哥身后，感觉安心多了。赵小棠望着眼前的3人，嘴角微微有些抽搐。现在不是稍有差池就会生死的危难时刻吗？怎么这3人看上去好像任何紧张，反而倒是异常轻松，丝毫没有将一旁的壮汉放在眼里。一旁的壮汉感受到3人这般轻蔑，不禁勃然大怒：都给我去死吧！挥舞着匕首朝着陆晨身后的禽兽刺来。在他眼中，禽兽扛着笨重的机器，肯定跑不快，是活生生的靶子。就在匕首抵在禽兽胸膛前1寸的位置时，陆晨出手了，手掌握拳，拳头如同奔雷般撞在了壮汉的胸口上，壮汉直接如同炮弹一般弹射出去，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壮汉重重地砸在墙壁上。咚！壮汉感觉自己身体被一辆大卡车撞了一般，脑袋昏昏沉沉，提不起任何力气来，艰难地抬头朝着陆晨望去。赵小棠Sigma 冰山般的脸色上有了一丝震惊，那可不是什么小孩子，而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亡命徒啊！居然被陆晨一拳就给解决了。陆晨望着依旧清醒的壮汉，脸上则是有些失望。可惜了，我还以为一拳能直接给他打晕的。听到这话，壮汉只感觉喉咙一阵甘甜，从口中吐出一缕鲜血，彻底晕厥了过去。赵小棠望着晕厥过去的壮汉，脑海中一下子回想起自己在警队中刻苦训练的记忆，心态发生了一点点改变。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
关于这次搜捕人贩子，赵小棠可是不眠不休地蹲了许久点，才将人贩子的位置给掌握，结果还啥也没干呢，眼前到手的功劳又没了。唯一庆幸的是，陆晨来的还算是及时，救下来他和孩子们。赵小棠冰山般的脸色上流露出一抹羞红，这次还有上一次，谢谢你了。算上这次，陆晨已经2次抓获犯罪嫌疑人了，一次是巧合，那2次总不能是偶然吧。陆晨对于警花的道谢，摆了摆手，十分大气道：都小事儿，我先帮你们把绳子解开。随后陆晨便朝着被捆起来的孩子们走去。一群衣着破烂的小孩中，陆晨一眼就认出了模样最为精致的小女孩，正是自己孤儿院走丢的孩子。衣服虽然朴素，上面有不少的缝缝补补，但也是这群孩子中最为体面的。陆晨将绑在孩子们身上的绳子一一解开，大部分的孩子们都低头沉默不语，没有任何的感激与道谢。对于他们来说，回到孤儿院或许还不如跟着人贩子走。陆晨咳嗽了一声，将附近的孩子们注意力给吸引过来。嗨嗨，小鬼头们，你们要是不想回之前的孤儿院的话，要不要去我们南山孤儿院？人群中的月月茫然地抬起头，眨巴了下大眼睛。南山孤儿院，不是自己孤儿院的名字吗？月月拉了下陆晨的袖子，声音弱弱道：大哥哥，你是陆晨吗？他在孤儿院中听到过不少关于大魔王陆晨的传说，有人说他连小孩子的钱都抢，有人说他经常弄哭小孩子，但只有院长爷爷坚定地说他是一个好人。陆晨脸上神情有些诧异，但还是飞快承认下来：对，我是陆晨。随后将小女孩抱起，对着面前的孩子们道：我是南山孤儿院的陆晨，受到院长老爷子委托来救他的。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和我一起回孤儿院，每天都有4菜1汤。听到陆晨这番话语，不少埋头沉默的孩子都抬起头来。他们最先来到这里的孩子已经来了10多天，短的也来了3、4天，但却没有任何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寻找，反而是一个刚刚到这里3、4个小时的小丫头，立马就被陆晨给找到了。从小缺乏关爱与呵护的孩子们有些心动了，见到自己的话有效果，陆晨微微弯了弯嘴，继续补充道：每天都有4菜1汤，而且管饱哦。孩子们暗淡的眼神顿时恢复了光明，相扑后继的围在陆晨身边举手道：我去。本完第48，陆晨，我有一个90万的拆家计划。一旁的赵小棠看见这一幕，心中的冰山顿时融化了大半。算他还有那么一点良心的，在附近蹲点时，他也和不少附近的居民交流过，从附近的居民口中了解那些孤儿院，其中大部分都只是把孩子们当成赚钱的工具。陆晨愿意让他所在的孤儿院接纳这些孩子，对孩子们来说无疑再好不过，解决了眼前的事情。陆晨畅快地伸了个懒腰，拍了拍手道：好了，既然人都救出来了，那我们就走吧。赵小棠，你是不是忘记了我还被绑在这？赵小棠望着陆晨背影，咳嗽了一声，但陆晨却没有丝毫的反应。禽兽，你还不走，留这里干嘛呢？禽兽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指着不远处的赵小棠：哥，锦花姐姐还被绑着呢。听到这话，陆晨急忙朝着赵小棠方向望去，装作一副吃惊模样：哎呀，我这脑子怎么把锦花姐姐给忘了？都怪我之前和歹徒搏斗的太激烈，以为锦花姐姐是喜欢什么捆绑 play 才忘记了。不过嘴上说着，陆晨手上却没有丝毫动作，反而是瞪大眼睛看着赵小棠。赵小棠星号瞬间觉得刚刚的感动全都白瞎了。陆晨有点良心，但绝对不多。显然陆晨这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记仇呢。他白了陆晨一眼，俏脸微红的认真道歉：对不起，上次是我错怪你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哪怕是一向刚正不阿的赵小棠也只能道歉。陆晨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还觉得有些不过瘾，将双手附身后，一副老大爷模样，语重心长道：要我说啊，我辛辛苦苦和歹徒搏斗。禽兽看着赵小棠逐渐阴沉下来的脸色，不敢再皮，急忙解开了绑着赵小棠的绳子，不断用手拍着赵小棠衣衫上的灰尘，陪笑道：锦花姐姐，他这和你开玩笑呢，别介意啊，别介意。赵小棠摇了摇头，又看了一眼陆晨，俏脸上闪过一丝为难：不介意，就是这奖金。陆晨一听范奖金，眼睛立马变成美元的符号。奖金？锦花姐姐，我之前和您开玩笑呢，我和歹徒搏斗是为了什么？就是怕这恶徒伤到了咱们的好警察。赵小棠见到陆晨这副讨好模样，嘴角微微翘起，急忙转过头去，避免让人察觉，冷哼了一声道：哼，
看在你让孤儿院收留他们的份上，我会替你申请奖金的。听到这句话，陆晨瞬间放心下来，朝着远处的孩子们望去，得寸进尺。那这些孩子，我也会和上面反映，让他们从原来的孤儿院脱离出来。听到赵小棠的保证，陆晨顿时放心下来，随后一脸怒色地朝着禽兽望去。禽兽，我就说嘛，锦花姐姐这么善良，怎么可能不会帮我们安顿这些孩子呢？禽兽，哥，我没说话。什么？让锦花姐姐再捐点？你过分了呀！人家锦花姐姐那么善良，不捐自然有不捐的理由。赵小棠面露无奈神色，望着远处的孩子们，微微叹了一口气。我捐1个月工资。心地善良的他本就见不得人间苦难，正是因为心中的正义感，所以他才毅然决然地加入市局刑警队，成为刑警。陆晨奸计得逞，立马握住赵小棠的双手，表示感谢。我替孩子们谢谢你。随后陆晨将目光朝着禽兽和徐小丹望去，在陆晨杀人的目光注视下，禽兽艰难地伸出一根手指。我也捐1个月工资。身为富婆的徐小丹自然也不会小气，望着陆晨轻轻一笑。我捐1栋楼。陆晨、禽兽、赵小棠、娜娜尼、Sigma。这一刻，他们才正儿八经地体会到有钱人的快乐。饶是陆晨这般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也被徐小丹这句话吓得不轻，急忙劝慰道：“那个小丹，要不再考虑考虑？1栋楼，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了。”徐小丹则是摇了摇头，心思玲珑的他知道陆晨为什么要禽兽和赵小棠捐款。陆哥，你就别客气了，都是自家人。再说之前老爷子也带我们参观了孤儿院，确实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容纳这些孩子了。老爷子心性淳朴，把国家和政府的补助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甚至自己的退休工资也贴补了进去，整个孤儿院财政都十分紧张。要是再贸然接纳这些孩子，暂且不说住的地方，恐怕光吃这一项就非得破产不可。陆晨正是考虑到这些，所以才想着捐款这个办法。如今徐小丹提出来要给孤儿院捐1栋楼，确实缓解了孤儿院的燃眉之急。陆晨望着徐小丹如同桃花般妩媚动人的双眼，老脸一红，不禁咳嗽一声，正色道：“嗨嗨，那我也替孩子们谢谢你。”徐小丹听到陆晨这番话，嘴角勾勒出一抹恬淡笑容。都一家人，谢什么谢？带着孩子们回到孤儿院内，月月见到老爷子，直接从陆晨怀中钻出，抱着老爷子的大腿，差点哭了出来，全然没有了之前的镇定。爷爷，老爷子一把抱起月月，脸上也不禁泛起一丝笑容，拍了拍陆晨的肩膀，忍不住夸赞道：“臭小子，这次干得不错嘛。”陆晨面色有些尴尬，咳嗽了一声，挠头讪讪道：“那个老爷子，这次回来我还给您带了点礼物。”老爷子的笑容戛然而止，心中忽然涌现出一丝凉意。什么礼物？陆晨转过身去，对着远处的徐小丹道：“让孩子们都出来吧。”一时间，被人贩子拐走的孩子们齐齐出现在孤儿院的大门前，老爷子的脸色顿时阴沉下去。打扰了，告辞。刚想要抱着月月跑回院内，就被陆晨给抓住衣角。本完第49。热心市民陆小晨。陆晨见到老爷子欲走，急忙抱住老爷子大腿：“别呀，老爷子，这些孩子都是附近孤儿院的，被人贩子拐走了快1-2个星期了，都没有人来找过。你现在让他们再回去，恐怕在孤儿院也是过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陆晨的话顿时让老爷子身形一僵，脚步停滞下来。他做了那么久的孤儿院院长，或多或少也知道附近的孤儿院是什么德行，但没想到孤儿院的负责人们居然这般不堪，孩子失踪了数日，甚至连找都没有找过。老爷子低头沉思，过了良久才抬起头来，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为难。可孤儿院也没有多余的预算了，基本上孤儿院所有的预算都被用在孩子们身上了，而且目前孤儿院能够容纳的孩子已经到达极限了，再来这么多孩子，根本就没有住的地方了。陆晨望了一眼身后几人，站起身来，用只有他们2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对着老爷子耳边道：“我不是给了你90万吗？这应该够他们未来几年的伙食费了吧？”老爷子听到这话，脑门上立马流露出愤怒的警符号，合着你主意是打这里了是吧？那万一在发生之前的事情怎么办？老爷子本想把这笔钱留着，要是和之前一样，孤儿院再有什么不测，可以用来救急，要是就这么用掉，那就连救急的备用金都没有了。对面老爷子的质问，陆晨则是咧嘴嘿嘿一笑，将身后的徐小丹拉到老爷子面前：“老爷子，我可是给你找了个大赞助，他同意给我们孤儿院捐1栋楼，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吧？你们就再凑合几天，很快就可以搬新家了。”陆晨总觉得
孤儿院每次的倒霉事件应该是设施并不完善，电路老化导致的火灾，还有下水管道堵塞，所以才导致水灾。其实和自己关系不大。老爷子听到陆晨的话，目光有些呆滞，望着面前的徐小丹，头上缓缓打出了一个，脸上满是难以置信，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多少？陆晨十分得意地伸出一根手指。一栋楼。听到这个回答，老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脸上表情满是惊恐地望向陆晨。你小子不会是把自己卖了吧？陆晨老脸一红，立马背过身去，咳嗽了几声。少啰嗦，你带着孩子们去新家就行了，至于剩下的其他费用，我来想办法。徐小丹望着转过身去的陆晨，捂嘴轻轻一笑，朝着面前的老爷子深深鞠了个躬，语气十分轻柔道：以后还请多多关照。老爷子。一旁的禽兽扛着摄影机，对准身后的孩子们，嘴角也流露出一丝微笑。听到了吧？老爷子同意收养你们了。听到这话，孩子们脸上倒是没有太多神情，不过能够每天都吃上4菜1汤的孤儿院，应该会很好吧。陆晨终于做了件好事了。他喵喵的，为什么看着这些孩子，我感觉良心一阵刺痛啊？问问陆晨他们孤儿院就不能整个捐款渠道吗？同意啊。陆哥这又是跟歹徒搏斗，又是帮助这些孩子的，我们也做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打听了，好像叫南山孤儿院，我现在就去捐款。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时间，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请求节目组开通捐款通道。演播间内，导演感受到观众们的强烈意愿，则是有些犯难，倒不是因为什么捐款，而是陆晨的人气本就居高不下，如今再出这么一档子事，陆晨恐怕又要好好的涨一波粉了。一旁的小助理看着面如苦瓜色的导演，不由捂嘴一笑。导演，您还在为陆晨的事情发愁呀？这次陆晨不是做的挺好的吗？不只救了孩子们，还把人贩子都给抓到了。导演望着陆晨的投票，有苦说不出。正是因为陆晨做的太好了，他才犯难。陆晨不是一个纯白子吗？你这一天怎么又是抓药贩子，又是抓人贩子的？安安心心的摆烂，做个对照组不好吗？导演站在了原地，沉思良久，最终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唉，问问陆晨吧，愿不愿意开通线上捐款，然后我们节目组也出一点心意吧。听到这话，小助理高兴的点了点头，留下一句我就知道导演你是好人，然后立马开始忙活了起来。这段时间内，当地的南山派出所和市局的警车也开到了孤儿院附近。上次见过的林宇和一官不如几位警官从警车上走下，身后还跟着一个记者。虽然都是老朋友了，不过该有的流程还是不能少。林宇面容严肃地朝着陆晨敬了个礼，严肃认真道：陆晨同志，鉴于您为我市大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做出的贡献，我仅代表江南市警局及江南市群体百姓，一番长达数分钟的客套话后，陆晨才听到他想要的东西。为感激您做出的贡献，江南市警局决定发放2万9周币，以资鼓励。这次比上次的奖励要多出1万来，这是赵小棠将陆晨救了自己的事情额外报告了上去，让师傅林宇额外争取到的奖励。虽然不算多，但也算他的一点心意。望着沉甸甸的信封，陆晨立马打起了精神，十分上道，同样回敬了个礼，义正言辞道：打击违法犯罪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一旁的记者飞速将陆晨的话给记了下来，随后握住话筒对陆晨进行专访。请问您在面对犯罪分子时，或者是发现了孩子被人贩子绑架时，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陆晨听到记者提问，顿时咳嗽了一声，开始追忆起来。这件事要从我3岁的时候开始讲起了。话说那年，我刚刚参加完99年圣战，回归到平静的生活。陆晨眼神深邃，语气凝重，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刚刚入行的小记者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不过听了约莫3、4分钟后，小记者发现了不对劲，因为陆晨好像还没有把3岁时候的事情给讲完。良好的职业素养让小记者将问题再度重复了一遍。那个，您能讲讲您面对犯罪分子时，内心有没有恐惧或者是其他的情绪呢？陆晨依旧不为所动，继续讲述着他3岁时候缔造的传说。你是不知道啊，那时候孤儿院有条狗叫大黄，老是喜欢追着我咬。又过去了约莫5、6分钟，陆晨还是没有讲完。小记者有些没有耐心了，直接将陆晨手中的话筒给抢了过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关于热心市民的采访。陆晨，我还没讲完呢。小记者望了一眼陆晨，露出了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下次一定。要是早知如此，他是绝对不会来采访陆晨的。真要让陆晨讲下去，
恐怕3天3夜也讲不完。直播间内，观众们也恢复了以往的笑容。哈哈，陆哥刚做完好事，就在折磨别人了。陆晨，这把做了好事，拦个女的折磨我陆哥，那能叫折磨？那不是应该是宣读自己3岁的光辉事迹吗？滑稽，他这3岁的故事，比我30岁的都多。本完。第50民间厨神大赛送走了记者后，陆晨也没有继续留在孤儿院，只是将之前销官奖励的10万奖金，还有刚刚拿到手的奖金都留给了老院长。随后便坐上徐小丹的车，一同离开了孤儿院。坐在车上，陆晨面色忧郁，朝着四周不断变换的景观望去，颇为抑郁地叹了一口气。唉，又没钱了，又得搞钱了，再不搞钱，饭都要吃不起了。徐小丹一边开车，一边偷瞄陆晨一眼。陆哥，其实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陆晨给打断了。铁骨铮铮道：打住，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陆晨不是嗟来之食，就算是从这里跳下去饿死，也绝不接受你的羞辱。虽然陆晨没有多少良心，但是孤儿院接受了徐小丹一栋楼的馈赠，已经够让他羞愧的了。现在要是再接受徐小丹的帮助，那他不就真的成了吃软饭的小白脸了吗？饶是陆晨这样厚的脸皮，也没办法再接受徐小丹的帮助。徐小丹见劝说不成，也没有再说什么，反而是后座的禽兽将脑袋伸出车窗外吹风，一下子就被一张海报给糊住了脸。将脸上海报抓下，仔细定睛一看，禽兽脸上突然浮现喜色。哥，要不试试这个？陆晨接过禽兽递来的海报，面色有些古怪。民间厨神大赛？对啊，我们可以去参加这个，获得优胜还有3万块的奖金呢。禽兽神色有些激动，倒不是他对陆晨的厨艺有多自信，而是这个比赛可以2人一组。禽兽从小就帮家里分担家务做饭，对于厨艺这一块他还是十分自信的，而且这个比赛还禁止专业的厨师参赛，让他对拿到奖金更加抱有了几分希望。陆晨盯着海报思索了半天，也没想通他们2人该怎么样获得优胜，索性就不想了，顿时将烦恼抛之脑后。好，为了庆祝我们夺得民间厨神大赛冠军，我今晚上请大家吃火锅。禽兽一听到火锅，2眼顿时眼冒金光。不过最细一琢磨陆晨的话，就发现了很大的问题。徐小丹也是一个急刹，差点将陆晨和禽兽摔了个狗啃泥。请客，2人脸上皆是露出不幸的神色，抬头望了一眼快要落山的太阳。这太阳今天也是从西边落下，没从西边出来啊？怎么那么抠门的陆晨，居然说要请客？陆晨被2人望得老脸一红。怎么，我就不能请客了吗？老祖宗说得好，一起吃饭，一起上路。咱们现在一起上路了，一起吃个饭怎么了？2人 Sigma， 这话是这么用的。总之有我在，你们的日子绝对是越来越有盼头的。陆晨对此倒是信心满满的拍了拍肩膀。徐小丹倒是没做出什么反应，反而是禽兽有些分不清陆晨说的是盼头还是盼头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相差一字意思却相隔千里。不过禽兽则是有些纳闷了起来，陆晨的钱不是都捐给孤儿院了吗？怎么还有钱请他们吃饭？禽兽面色古怪，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哥，你怎么还有钱请我们吃饭呢？陆晨听到这话，却抱着双手，十分的得意道：这不是为了庆祝孤儿院搬迁，给小丹办个庆功宴吗？再说了，马上就能拿到厨神大赛的奖金了，你担心啥？禽兽，怎么你一个看起来就不怎么会做饭的人，比我还有信心？禽兽忽然感觉头上隐隐浮现一个危字，急忙劝慰陆晨道：哥啊，我们还没参赛呢，我们要不低调点，把钱用完，他们真的就只能喝西北风去了。陆晨没有回答，只是从怀中掏出一副墨镜戴上，露出了个黑道大佬般的微笑，指着海报上主裁判的名字说道：没事，我知道主裁判家在啊，到时候我们直接让他通融就好。禽兽，那要是他不答应呢？不答应，那你就替我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禽兽望着陆晨，忽然听明白了陆晨之前说的是盼头还是盼头，面色惊恐望着陆晨，吞咽了几口唾沫，有些艰难道：哥呀，你之前到底干什么的？这要从我3岁那年开始讲起了。陆晨倚着车窗喋喋不休，禽兽仰天泪流，心中麻木，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惨淡而又灰暗的一生。陆晨倒是一路哼着小曲儿，现在的车速是80迈，心情是自由自在。没过多久，3人就已经到了市区。由于自己的调班还有1天，陆晨打算明天再去报名，随便找了家火锅店就开始坐下。陆晨望着价格适中的菜单，咳嗽了一声，对着面前的2人道：嗨嗨，
为了庆祝徐小丹女士对本孤儿院的大力奉献，所以本人特斥巨资请客。徐小丹美目流转，望向陆晨似笑非笑，不知心头在想什么。禽兽一听是陆晨请客，也是急忙点头，一边说着好呀好呀，猛然回过神来，似乎发现陆晨已经请自己吃了不少的好东西了。一开始的炸鸡，后来的外卖，再到最后孤儿院的午饭，虽然倒是谈不上丰盛，但这些好像都是来之不易的。一开始的炸鸡是陆晨身上只有100块请自己吃的，外卖是陆晨截胡了业主的，最后的孤儿院的午饭，那也是陆晨用90万换来的。虽然他身上没有什么钱，但对朋友总是真诚相待。他今天还带着自己了解了他的过去，一所破旧不堪的孤儿院，顿时让禽兽觉得眼前这个没什么良心，如同无根浮萍一般的男人，更加真实立体了起来。身处深渊，却依旧心向光明。想到这里，禽兽抿了口面前的茶水，望向面前的陆晨，感慨万千道：“哥，没想到我们都这么熟了。”陆晨有些不知所措地望向禽兽，心中生出一股恶寒。不用问，肯定是他又脑补出什么奇怪东西来了。老板，来份特辣加辣的蘸水给他。禽兽 Sigma， 不要啊，哥我不怎么能吃辣的。放心，你要是吃坏了，明天我带你去全市最好的肛肠科医院。另一边，罗成已经结束一天的忙碌，骑着自己的电动车，手中握着一张厨神大赛的海报，心情十分畅快。这几天没有陆晨的打扰，他的生活十分安逸。白天送外卖，晚上就找兼职，短短2天时间，就已经攒下了不少的钱。只不过坐在后座的摄影师和他的心情则是截然不同。摄影师望着手中的海报，有些担忧道：“哥，你确定你能拿到冠军吗？”罗成想都没想，便回答道：“当然了，你别看我这样，但我之前的爱好可是烹饪来着，我甚至都跟不少国宴大厨请教过做菜。这次的奖金我必定能够拿下。”似乎觉得这样还有些不过瘾，罗成又继续补充道：“今晚你想吃什么？尽管跟哥说。”摄影师指了指马路边的火锅店，透过窗子猛然发觉陆晨正坐在桌子前，随后又看了一眼尾巴快要翘到天上去的罗成。摄影师觉得这样并不有利于罗成后续的发展，在心中默念了一句对不起，随后指着不远处的火锅店：“哥，我想吃这家。”本完。第51罗成，妈妈，我恋爱了。罗成望了一眼火锅店，无论是地段还是门面都透露着一股贫穷，加上这几天挣了钱，也膨胀了许多，想都没想便走了进去。在他看来，厨神大赛的3万块奖金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提前犒劳下自己也在情理之中。打开大门，空旷的餐厅只坐着一桌人，但罗成的脸色却是立马阴沉了下来。陆晨，俗话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头。经过前面几次的事情，罗成都快被陆晨吓得的 PDST 了，之前的得意瞬间收敛了下来，对着身边的摄影师悠悠望去。摄影师感受到罗成的目光，脸上装作无辜，无奈摊手道：“哥，我也不知道陆晨在这里。”过了良久，罗成才叹出一口气：“走吧，我们换一家吃。”罗成刚要走出门去，就被陆晨给叫住了：“哎，这不是罗成吗？你们也来吃饭啊？”陆晨脸上神情有些怪异，没想到在这里都能遇到罗成。罗成被陆晨叫住，身形顿时一僵，转过头来有些尴尬道：“哎呀，这不是陆晨吗？你怎么在这里？”禽兽脸上带着一抹坏笑，朝着罗成望去：“罗成，你该不会是看到我们所以想走吧？”徐小丹对于罗成的了解仅限于陆晨的直播间，对于这个一开始就贬低陆晨、抬高自己的人，算不上有什么好感。不过也知道，这人每次遇到陆晨似乎都会被搞得很惨。罗成一下子被禽兽的话语给激到，如同被踩住尾巴的猫咪，差点跳了起来。我怕你们，我只是怕你们选的餐厅档次实在太低，影响我胃口。对此，禽兽只是痴痴一笑，并没有说话。陆晨望着面前的桌子，则是有了新的提议：“不如我们拼桌吧。”在场的几人声音皆是戛然而止，面露不可思议神色望向陆晨：“今天太阳真的打西边出来了？”罗成被陆晨这个提议惊起一身冷汗，冷不丁的打了个冷战，急忙摇头：“不了。”他生怕陆晨又点一堆美食放在他面前泼他道心。不过陆晨仿佛没有听到他说话一般，自顾自地将桌子拼在一起。火锅嘛，人多点才热闹，才好吃。这时，罗成才注意到陆晨的那桌坐着一个十分好看的妹子，柳叶弯眉，葱指玉腿，白皙的皮肤在灯光的照耀下，好似在闪闪发光。这种级别的按理说，自己应该一进门就能发现才对，但现在
也不晚。罗成捂住胸口，顿时有种小鹿在乱撞的心动。要是四下无人，他一定会大喊一声：“妈妈，我恋爱了！”刚刚还在想怎么拒绝陆晨拼桌的他，立马坐了下来，随后不动声色地快速瞄了一眼陆晨桌子上的菜单。还好没有点什么特别贵的菜品，自己的道心能够守得住。由于加了2个人，陆晨又再要了份菜单，给罗成2人加了几个菜。感受到久违的温暖，罗成一时间有些怀疑眼前这人究竟是不是披着陆晨皮的妖怪。要是真是陆晨，估计早点一堆山珍海味来气自己了。别说罗成，就连徐小丹和禽兽一时间也是揉了揉眼睛，仔细打量着陆晨。望着眼前陌生的陆晨，禽兽有些迷茫。可我发现我都快认不出你了。听着禽兽的有些震惊的话语，陆晨不由得朝众人望了过去，不禁反驳道：“我平时哪有那么不堪？”众人嘴角微微抽搐：“你自己心中有点避数吗？”禽兽愣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咳嗽了一声，给陆晨解释道：“哥，我跟你这么说，别的什么嘉宾还有网红，要是做出什么违法不道德的事情来，那叫人设崩塌。”陆晨听到这话，有些不解：“那我呢？你这不叫人设崩塌，因为你早就是一片废墟了。”陆晨望了一眼周围的3人，3人重重点头，似乎这早已是一个既定事实。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陆晨的异常。怎么回事？罗成都在这里坐了5分钟了，还没破防，这不像是陆晨啊！罗成，我真谢谢你们。是啊，陆哥该不会是突然把失散多年的良心给找回来了吧？滑稽，不对劲，10分得有19分不对劲。陆晨到底是咋了？陆晨沉默了一下，望着面前的几人，才缓缓开口道：“其实今天我要谢谢小丹。过去的20多年里，除了欠下老爷子的养育之恩，陆晨自己就没欠过谁这么大的人情债。一栋楼，陆晨没敢问多少价格，反正在江南这个房价并不便宜的地方，也是自己当一辈子保安都没办法买得起的存在。徐小丹的阔气，让陆晨这般没心没肺的存在都感觉到一丝温暖。也正是因为如此，陆晨才难得的震惊了一回。”禽兽望着陆晨，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明悟。只有罗成一脸懵逼地望着陆晨，随后罗成轻轻拍了一下身边的禽兽：“他们怎么了？陆晨要谢他做什么？”禽兽望着罗成，嘴角浮现出一抹坏笑：“我劝你别问哦。”罗成望着禽兽欠打的笑容，心中如同猫抓般好奇：“我请你喝饮料，你快点说。”禽兽白了罗成一眼，自己可不是为了饮料就会出卖陆晨的人，但罗成既然这么执着于刨根问底，那自己也就勉强大发慈悲地告诉他吧。禽兽对着罗成勾了勾手，示意罗成将耳朵贴过来，小声道：“其实小丹妹妹就是那天罗奶奶给陆晨介绍的富婆。”罗成听到这话，眉头顿时一皱，罗奶奶的孙女，心中一股不妙的感觉涌了上来。禽兽没有回答罗成，反而继续道：“他今天刚刚给陆晨送了一栋楼。”罗成紧接着，禽兽还怕罗成没有听清，重重的点了下头，继续重复道：“一栋楼哦。”霎时间，众人隐约听得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传出，罗成的道心轰然崩塌，一起坍塌的还有那青涩略带苦味的爱慕之心。妈妈，我失恋了 QAQ。 还没有恋爱的罗成瞬间尝到了失恋的味道。什么钢丝球，什么富婆丑八怪，原来都是陆晨的骗术，岂可休！不过罗成遭受到的暴击远不止如此。徐小丹听到陆晨的话后，双眸如同一汪春水，含情脉脉地望向陆晨，俏皮地眨了下眼睛，俏脸羞红道：“要是陆哥你愿意的话，我送的东西也可以不止一栋楼。”陆晨还没有作何反应，脑海中就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王小海情绪值加100。听到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陆晨有些诧异，朝着罗成身旁的摄影师望去，原来是罗成的摄影师啊。那没事了。他们3人彼此靠在一起，目光鲜艳地朝着陆晨望来。明明是3个人，就算是像狗，那也不能是路边的野狗了，那也得是路边的野狗头子和小弟们了。不过他们依旧是没能打过陆晨这个大魔王，依旧是被陆晨踹了2脚，还挨了2个大逼斗，委屈地叫出声来：“王！”就在这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陆晨心满意足地吃完了火锅。至于罗成嘛，还沉浸在失恋的痛苦当中。本完第52，我只是一个3岁零400多个月的宝宝。直到陆晨3人已经吃完离开，罗成才从失恋的痛苦中缓解过来，凝望着远处挽着陆晨手臂离去的徐小丹，
罗成似乎听见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不过仅仅只是一会儿，耳边的歌声就已经戛然而止。服务员握着小票已经朝罗成走了过来，露出一个标志性的笑容。您好，先生，一共657，给您抹个0650就好。罗成，哎 Sigma， 我们就点了2个菜，怎么就650？罗成有些不信邪，拿起自己面前的菜单仔细看了一眼。服务员看一眼陆晨几人的座位，缓缓解释道：是这样，和你一起的客人点的挺多的，而且临走时还拿了3瓶可乐，不是说好这顿是他请的吗？罗成愤怒拍桌，没想到陆晨这家伙找了个富婆，居然还这么抠门，请自己吃饭居然玩套单。原本就受创的道心此刻变得支离破碎起来，捂住胸口喷出一口老血来。一旁的服务员看到趴在桌上的罗成，微微皱眉，这家伙该不会想吃霸王餐吧？罗成趴在桌上，颤颤巍巍地递过一张银行卡，整个人如同魂都被抽走了一般。刷卡！一想到这顿饭吃了600多，罗成差点委屈地哭了出来。这已经是他这几天全部的积蓄了，而且花光自己全部积蓄的一顿大餐，他还没怎么吃饱。罗成光顾着看徐小丹和陆晨，甚至都没来得及吃上几口。想到这里，罗成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另一边，陆晨走在路上，美滋滋地喝了一口手里拿着的快乐水，才发觉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奇怪，我刚刚是不是忘记结账了？一旁的禽兽面色艰难地点了点头，已经不知道该说些啥了，只能在心中默默为罗成默哀。3人酒足饭饱，禽兽也是趁机询问起比赛的事情来。毕竟这比赛可是2人一组的团体项目，要获得优胜的话，陆晨的帮助也必不可少。哥，你厨艺咋样？陆晨身体一愣，眼神中流露出是一丝追忆神色。这要从我3岁那年说起了。禽兽望着陆晨，眼皮微微跳动，急忙打断了陆晨的光辉事迹。说重点，重点就是12岁那年给大家做饭，大家都抱着我的大腿说好吃。禽兽，没想到哥你还有这个天赋呢。禽兽脸上顿时流露出一抹惊喜。要是陆晨真的会做饭的话，这次的比赛真的是10拿9稳了。陆晨认真的点了点头，十分肯定道：真的。只不过那次做完饭后，大家都求着自己别做饭了。回到徐小丹的高档别墅内，禽兽就收到了节目组打来的电话。观众们看到那些孩子们过得如此凄惨，都想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准备开通线上捐款的功能，来询问陆晨的意见。陆晨听到捐款，眼睛都顿时亮了起来。捐款？给我？此时他已经想好明天在哪个小区看房了。禽兽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不厌其烦地给陆晨解释道：哥啊，说了多少遍了，不是捐给你，是捐给孤儿院的孩子们。我抗议，我也是孤儿，见者有份。那你是孩子吗？我是一个3岁零442个月的宝宝。禽兽，徐小丹。直播间内，观众们也为陆晨的无耻而感到汗颜。这是谁家的主播？不认识不认识。某种意义上来说，陆哥能这么健康快乐的活着没进局子，是不是我们制度不够完善啊？我懂了，下次我去女澡堂也是3岁零780个月的宝宝，滑稽。楼上的大爷，你读68还能有这想法？大爷平时吃啥呀？我就一个要求，别让陆哥管钱，他管钱我感觉明天就会被以什么非法集资、买卖军火罪被抓捕。陈复义+1。最终经过观众们和节目组的一致同意，在陆晨的直播间内开设了线上的捐款渠道，并且由孤儿院的院长老爷子亲自负责善款的收支。陆晨听到这话后，脸上露出失望神色，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打了个电话：喂，把我订的海景别墅和跑车都给取消了吧。众人观众们忽然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禽兽望着满屏的弹幕，对着一旁有些丧气的陆晨道：哥，你不和观众们连线一下，感谢下大家的捐款吗？不少的主播都会这么做，能够增加在直播的粘性，对于日后争抢嘉宾第一的宝座至关重要。这也是禽兽从别的直播间学来的套路。陆晨低头沉思了一阵，似乎有些犹豫。我有些社恐。听到这话从陆晨口中说出，禽兽和徐小丹被震惊的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如同21世纪的人类见到原始人般，将陆晨围住，上下打量了起来。打量了许久，徐小丹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再次确认道：陆哥，你社恐？陆晨使劲的点点头，哥，你真的确定你社恐？禽兽回想起自己见到陆晨时的场景，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他要摆烂，哪里有半分社恐。陆晨见到2人这般怀疑自己，索性也不装了，
猛然抬起头来，理直气壮道：“是啊，我从小在路上见到好看的女孩子，都不敢亲她一口，我难道不社恐吗？”禽兽，徐小丹 Sigma， 你管这叫社恐？不过，他们两个现在也是明白过来了，社恐的另外一层解释是，用社交手段让别人感到恐惧，而陆晨无疑是属于第二个。徐小丹望向一旁的禽兽，语气有些艰难道：“要不还是把互动的这个环节给取消吧？要是真让陆晨去和观众们互动，恐怕整个直播间都估计不会剩下什么人了吧？”禽兽也是点点头，刚想要制止，就看到陆晨已经拿起手机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打起招呼来。今天刚好闲着没啥事，坐下来跟大家唠会儿。陆晨躺在沙发上，看着手机上满屏的弹幕，似乎又觉得有些不妥，这人数也实在是太多了，这么聊下去非得到明天早上去。禽兽也同样拿着手机，望着满屏的弹幕，有些诧异，这直播间啥时候来这么多人了？原本只有1-2万人左右的直播间，现在人数居然猛涨到了4-5万，哥好像有好多观众是来捐款的。禽兽立马发现了不对劲，点开了直播间下面的视频推送，里面是一段由江南市警局发布的直播片段，林雨和对着陆晨敬礼的那段。陆晨同志，鉴于您为我市大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做出的贡献，我仅代表江南市警局及江南市群体百姓。这条视频的在下面还有百元求生节目组特意剪辑的陆晨视频以及捐款的通道。本完。第53情感解惑大师陆孟德，都是来捐款的。陆晨也被禽兽这番话吓了一跳，直播间每个人都只捐1块，那可都是4-5万啊！这样，每个人捐款，无论多少，然后都参与抽奖连麦吧。禽兽这几天不停在观察排名较高的那些嘉宾们直播，从他们那里把这个方法学了过来。这样子，不仅有利于直播间积攒人气，也能更加激发大家的捐款热情。就这样，在直播间的满屏的捐款提示下，诞生了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儿。一道沧桑的男声传出，略带有一丝哭腔：“陆哥，我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从大学4年，再到研究生，我们经历过了无数风雨。”说到这里，那个声音哽咽了一阵，随后继续开口道：“但最后，他却因为彩礼的问题和我分手了。他要50万的彩礼，我家里困难拿不出来，被逼无奈，我们只好分手了。和我分开1周后，他就认识了一个富二代。今天是我们好了6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他们结婚的日子。我好难过。”霎时间，整个直播间沉寂下来。这种事无疑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甚至有不少的观众也回想起自己青涩，最后有缘无分的恋爱。卧槽，你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明明彼此相爱的2个人，却因为现实的彩礼问题被分开了。是啊，我这儿也是，因为彩礼问题，我初恋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0岁的男人。我之前回去，她已经怀孕了，我比你们惨，她爸妈非要80万的彩礼，最后直接被棒打鸳鸯了。唉，看直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照镜子呢？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方从元直播间里的观众们。自从没拿到地产销冠后，方从元就备受打击，从地产行业当中脱离了出来。这几天被粉丝们不断鼓励，才逐渐恢复了斗志。方从元待在小旅馆内，当男生讲完这些问题后，他眯起了双眼，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朝着连麦的观众安慰道：“唉，兄弟，你心中的痛苦，我何尝又不明白呢？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奋发图强的工作，将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踩在脚下。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此时的方从元不断在直播间内给观众们打着鸡血，不过却效果甚微。这种充满干劲的热血方式，依旧是敌不过直播间内悲伤的氛围。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我努力工作，奋发图强，我们就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不过最后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是啊，我们都是普通人，即便是在努力，能比得上那些出生就在罗马的人吗？我从小是山区的，语文、数学、英语老师都是同一个人，那里就我考上了大学。但那些富二代他们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出国留学、环游世界，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稀疏平常的事情。我们在努力又有什么用呢？整个直播间都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氛围中，方从元一时间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另一边，陆晨看着满屏飘来的弹幕，眉头也不禁皱了起来。事实上，这个问题确实困扰着极大部分恋爱中的小情侣。要是遇到明事理的，还能够商量商量；要是遇到这种听从父母安排只要钱的，那可真的是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在经过深思熟虑后，陆晨缓缓抬起头来，一脸正色道：“兄弟，这你赚了呀！哎，
连麦的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陆晨随后立马继续补充道：“你怎么不想想，你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白嫖了人家富二代的老婆5、6年，那富二代还要给50万的彩礼才能娶到她，这不是你赚是谁赚？”哎，连麦的男生听到陆晨的话后，当场就愣住了，一句句简短的话语犹如利剑般狠狠地刺进了他的心中，直达人心，其所带来的震撼之感，不亚于一场惊天大地震。过了良久，连麦的男生才反应过来，虽然这么想很爽，但总觉得在道德的良心上有些过不去。这不好吧？连麦的观众沉默良久，有些难为道：“这有什么不好？他既然都能抛下5、6年的感情，去投奔富二代，你就不能直接当渣男吗？”连麦那头的求助人顿时震惊不已，如同一朝顿悟般彻底醒悟下来。是啊，他早就知道我家拿不出那么多钱，还抛下我去找别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当渣男呢？我不仅要祝福他们，还要直接去他们婚礼上给他们送祝福。一旁看着陆晨直播的禽兽和徐小丹目瞪口呆，没想到陆晨的解决方法居然这么直白，甚至可以说用肤浅来形容的方法，不教别人奋发向上，拼搏个美好未来，反而是教别人这种如同阿 Q 一般的精神胜利法。两人一时间都有些愣住了，这样有效果吗？徐小丹有些不解地望着直播间的弹幕，口中喃喃道。下一秒，所以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都炸开了锅。卧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回答，突然觉得好有道理啊。好家伙，是啊，凭什么咱们男的就要唯唯诺诺一提彩礼就跟缩头王八一样？这么说，突然好爽啊，别人的老婆想想都刺激滑稽。这么一想，好像感觉自己的良心没那么痛了。禽兽、徐小丹、Sigma， 这也行。其实两人都不是当局者，自然看的是无比清楚。对于经历过那些的观众们来说，他们也只是想要一点心灵上的慰藉，需要别人肯定罢了。至于所谓的发愤图强那一套，他们之前也信过，也尝试着实践，但无疑都失败了。普通人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富豪的人并不是没有，但这个概率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太小了，所以还是陆晨的精神胜利法对于他们来说更为实用。虽然逃避可耻，但是有用。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般。直播间内观众的数量还在源源不断的飙升，从起初的4、5万立马就涨到了接近10万。很显然，这是从方从原直播间里过来的。听了陆哥一席话，立马解开了心头10多年的夙愿。陆哥说的好啊，他们都能从新找个结婚的人，凭啥我们还不能忘掉他们？我也要当渣男，我现在就去给我前女友的老公打电话，让这比当年嘲讽我没钱。什么发愤图强，还是陆哥这话中听。情感解惑大师，我关注了，这节名不对，正在修改了。本完第54但愿你们说的是游戏。刚刚挂断连麦，陆晨还没来得及歇几口气，立马就有人又连了上来。这个依旧是个男生，只不过听上去声音无比的虚弱。陆哥，我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陆晨趁这个间隙赶忙喝了口水。你说。我平时吧自己 solo 的比较多，虽然感觉自己 solo 挺厉害的，但我打团总是不太行，老是会和队友脱节，然后经常刚进场输出了一下就被对面逼出闪现，只能到一边等技能 CD 好了再进场。就因为这个队友总是喷我。陆晨沉吟了一下，看向一旁的禽兽，有些古怪道：这家伙是不是智障？咱们不是帮观众们解决情感问题的吗？他这问题我咋知道？我又不怎么打游戏。禽兽立马咳嗽了一声，断了陆晨的抱怨。哥，你这么说人家是不是不太合适？搞得我们好像没啥素质一样。说完，禽兽还不忘眨了眨眼睛。陆晨则是翻了个白眼道：怕啥？你不说我不说，他还能有千里耳啊？直播间内顿时涌起欢快的笑声。哈哈，请问是哪位兄弟连的麦？笑死我了，这陆晨真是笑死我了。这兄弟虽然没有千里耳，但是有手机啊。兄弟，我跟你说，这陆晨居然骂你是智障，也就是你脾气好，反正哥我肯定忍不来了，滑稽。紧接着满屏的弹幕都拱起火来。就是啊，哥我肯定忍不了了。不过陆晨倒是没有在意满屏的弹幕，重新低头思考了一阵，说不定这哥们话里有话呢。哥们，我跟你说 ，solo 和排位完全是两码事儿。首先你的进场时机必须要把握好，一定不能着急。团还没开起来就进场，先利用峡谷复杂的地形进行消耗，拉扯一下，必要时刻可以选择去边路游走一波，还有要利用草丛拉扯，等待技能 CD， 等到对方残血可以收割了再进场，这样子团战基本能赢。对面沉默了一阵，
忽然传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紧接着对方又继续开口问道：那陆哥，要是对方买了复活甲或者是有时光的大招，又复活起来继续打团怎么办？陆晨眉头微皱，这个问题他还没有怎么考虑过。沉思了一阵，陆晨继续缓缓开口道：那你记得开团前买瓶药剂，这样子伤害也高，而且药剂持续的时间长，别说2波团，就算是3波团战都能接得下。还有啊，你别老自己 solo， 你 solo 的再厉害那有什么用？竞技游戏玩就玩的是个配合。这番话一出，更是让徐小丹和禽兽瞪大了眼睛。陆哥，你还会玩游戏呢？听上去你讲的都好厉害啊。陆晨一堆专业名词将两人讲得有些懵逼。听到两人的惊奇声，陆晨转过头来，反而一脸茫然地望向两人。游戏？什么游戏？没有啊，我不会玩。禽兽有些不敢置信地望向陆晨。那你刚刚在叫他怎么打游戏？我说的不是游戏啊。陆晨一摊手，话还没说完，对面就传来了那位观众的声音：谢谢陆哥，我这次一定不会输给我女朋友了。众人Sigma。 直播间内满屏的弹幕飘过，你俩最好是在将游戏。好家伙，我这还没出门呢，你们怎么就把车轮焊我脸上了？卧槽，我怎么都听懂了，我不纯洁了。 QAQ，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龌龊，我陆哥还不能坚持个游戏冠军了。滑稽，我举报楼上那人 ID 叫男科医院陆大夫。趁着直播间沉默这段空档，陆晨接了杯水放在桌子上，看了一眼给南山孤儿院的捐款，短短不到10分钟就已经有接近1万的捐款了，心头不由一震。难怪前世那些大明星大主播都喜欢带货，这往这儿一坐，随便说几句，钱自然就来了呀。陆晨咳嗽了一声，继续道：还有没有人要连麦的？直播间里立马飘过了水友们捐款的提示，总体并不多，都是些3块5块的，但胜在量大。5、6万人的直播间，没过半分钟又进账了5000多块。这次连麦的是一个清秀的女生，软软糯糯的声音一下子就激起了直播间男性观众们的关注。喂，陆哥，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啊。陆晨叼着一根牛肉干，抹了抹嘴巴上的油，丝毫不在意道：素食主义者呀，那你有什么烦恼呢？我今年过年家里杀了很多动物，所以我总是在想，人类为什么想吃肉就要去杀害动物呢？有没有一种既可以不用杀害动物，又能够彰显人类慈悲的方法呢？这或许是大部分素食主义者心中的最真实的想法了。陆晨沉思了一阵，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直播间里居然有人能问出这么正经的问题。过了良久，陆晨才义正言辞地开口道：想吃肉也不一定要杀害动物嘛。我也认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杀动物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其实我们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陆晨这副正经的模样根本就没有观众们相信，毕竟陆晨嘴里还叼着一根牛肉干呢。陆哥，麻烦下次讨论这个前把嘴里的牛肉干收一收。陆晨，我嘴里叼着牛肉干不影响我脑子是素食主义者吧？滑稽，笑哭。陆哥还真是嘴上一套身体一套啊。我也很好奇，我爷爷奶奶信佛不准杀生，但是过年不杀牛那还能叫过年吗？接下来一众观众们期待着陆晨的解决办法，就连徐小丹和禽兽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朝着陆晨望去，只见陆晨缓缓道：比如我家里要是养牛，我想吃牛肉了，我就不杀牛，直接从他身上割一块不就行了？众人Sigma。 陆晨全然没有看到众人震惊的目光，继续道：割块牛肉，然后再给他包扎好伤口，这样子牛又死不了，我们还能继续吃。白天让牛去干活，每天就割那么1斤肉，一头牛大概活20年，这能产出多少牛肉啊？这样既省了不少买牛肉的钱，又能解决你之前的问题，何乐而不为？听到这话，众人沉默了下来，觉得似乎有些道理，但处处又透露着不对劲。过了良久，禽兽才回过神来，目光恐惧地望向陆晨：哥，您祖上是不是和阎王爷有些关系？陆晨诧异，为什么这么说？活菩萨我倒是见了不少，活阎王我还是第一次见。要是真按照陆晨说的这么做，人类的慈悲体没体现，禽兽倒是不知道，反正功德肯定是要被扣光的。本完。第55嘉宾联合抵抗陆晨。另一边，方从原望着直播间内不断流失的人气，察觉到一丝不对劲，直播间的人数一下子从之前的2万多变成了现在的几千人，这让他有些慌了，更加卖力的提问，想要将仅存的观众留下。那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直播间内，悠悠飘过一条弹幕，直接把方从元给搞破防了。主播别坚持了，大家都去看陆晨了。陆晨，方从元看到陆晨的名字，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不知道陆晨又在做什么妖了，都把自己直播间的观众给抢走了。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点进了陆晨的直播间。刚刚进入陆晨的直播间，他就看到了满屏的弹幕，以及那张让他不由心生嫉妒的帅气脸庞。画面中，陆晨依旧在和直播间的观众们谈笑风生。大学生放假回家，每天都被父母说怎么办？早点订机票回到学校，争取留住这份亲情。众人，主播我下班回家，老是有人把车停我车位上，该怎么办？你下次回家，先别让人挪车，先回家看看老婆吧。陆晨坐在椅子上，不急不慢地回复着观众们的问题。短短1个小时，孤儿院的捐款已经飙升到了10万块了。看着陆晨直播间内越来越高的人气，方从元慌得头皮发麻。要是再让陆晨这么播2天下去，恐怕自己的粉丝都要跟着陆晨给跑光了。正当方从元忧虑之时，手机铃声猛然响起。望着屏幕上的陌生号码，方从元还是选择接通了电话。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方从元，你想要赢下陆晨吗？方从元愣了一下，又将手机放到面前看了一下这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你是谁？和你一样也是参赛嘉宾，我叫罗成，13号罗成。方从元眸子微眯，一下子想起了罗成来。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他也在陆晨之前的录播当中看到过罗成。这人也和自己一样，被陆晨坑得十分惨。现在嘉宾投票垫底的就是罗成了。陆晨明天要参加厨神大赛，你和我一组，一定能击败他，到时候奖金我可以分你一半。罗成没有多卖关子，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诚意。方从元低头思索了一下，有些犹豫。可是我好像不怎么会做饭。方从元家境还算是殷实，对于美食品鉴这一块，他倒是有不少的信心。至于做饭嘛，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了。如今罗成居然要找他一起报名参加厨神大赛，这让方从元有些诧异。罗成也是听懂了方从元言语中的戒备，急忙咳嗽一声，开始解释道：陆晨也要参加，论热度，你我2人一定比不过他，但我们2个加起来就不一定了。而且我从小就热爱烹饪，还跟国宴大厨请教过做菜的方星浩厨艺，就算是正式的厨师来，我都有信心能和他一较高下。唯一差的就是热度和流量了。罗成对于夺取优胜赢下陆晨已经是10拿9稳了。如今看到方从元又被陆晨抢了不少粉丝后，脑海中突生一计，要是能够利用他们2个的人气，将观众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这个赛事上来，不仅自己还能够拿到奖金，还能吸一波粉，这何乐而不为呢？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自己轻而易举的击败陆晨。光是想想，罗成心中都忍不住激动起来。现在就等着对面的方从元答应自己了。方从元沉思了一阵，过了良久，才缓缓回答道：好，我和你一起报名参加厨神大赛。对于他来说，能不能得到厨神大赛的冠军不重要，让陆晨尝到失败的滋味，恢复自己以往的人气很重要。就这样，2人一拍即合。针对陆晨的计划已经开始了，而陆晨还在和直播间内的观众们闲聊，对此毫不知情。陆晨坐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呵欠。今天的连麦就到这儿吧，我也差不多困了。现在孤儿院的捐款已经来到了10万多，陆晨也已经心满意足了。陆哥多直播一会儿吧，现在才8点钟。是啊是啊，你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的啊？愤怒拍桌，你难道就不想多给孤儿院捐点吗？直播间的观众们还在挽留，陆晨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立马点在了手机关闭连麦的按钮上。一旁的禽兽脸上表情一僵，有些僵硬的转过头去，望着陆晨：哥，你才直播了1个小时，别的主播可都是3个小时起步的。陆晨拿起面前的牛肉干啃了一口，含糊不清道：每天直播1个小时已经够可以了，再说了他们的捐款我又拿不到。显然他还惦记着观众们给孤儿院的善款。禽兽擦了下额头的冷汗，有些古怪的望向陆晨：哥，你对孤儿院不是感情挺深的吗？真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我拿点钱应该没问题吧？禽兽，徐小丹关闭了连麦，但禽兽的镜头可是一直开着的。直播间内听到陆晨这话的观众们，后背顿时惊起一阵阵冷汗，还是放心不下来，急忙给南山孤儿院发短信。这时，南山孤儿院老爷子面色古怪地望着手机上铺天盖地的短信，这臭小子又做什么事情了？怎么还有人说要给孤儿院捐10万？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让陆晨碰捐款，一般捐款人的合理要求，老爷子都会尽力满足，但他当孤儿院院长这20-30年来，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要求。不过，收到这么多捐款，孩子们也算是有了保障，老爷子总算是放心了下来。这下子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一个好觉了。老爷子躺在床上，长舒了一口气。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陆晨就被一道急切的喊声给叫醒了。陆哥，陆哥，快醒醒，我们要迟到了！禽兽扛着摄影机，疯狂拍打着陆晨的脸庞。陆晨从睡梦中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完全把今天的事情给忘了。迟到？什么迟到？厨神大赛啊！禽兽望着不靠谱的陆晨，心态有些崩溃。不过一想到3万块的奖金，还是卯足了劲将陆晨给摇醒，拉进了盥洗室内。此刻陆晨就如同四肢退化的人类，站都没有站稳。禽兽则是在一旁忙着给陆晨刷牙洗脸，像极了操劳的老父亲。直播间内看着这一对欢乐的组合，顿时笑出了声，笑哭，哈哈哈，是本人放假回家的真实状态了。等一下，为什么陆晨能享受这种待遇？我回家就只会被我爸妈混合双打。酷，楼上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有可能是捡来的？滑稽，刚从罗城何方从源的直播间过来，他们4点钟不到就起床了，现在看到陆哥起床也这么艰难，我也放心了。本完第56神奇的老干妈泡饭，厨神争霸赛正式开始，请参赛选手做好准备。厨神争霸赛大厅排起了很长的队伍，由于报名的准备工作是早上，所以禽兽和陆晨也没有打扰睡梦中的徐小丹，而是早早地赶到了比赛现场。现场中，每个参赛选手脸上都流露出十分期待的神情。哎，你们听说了吗？这次的评委可是请到了国宴大厨啊！不止，我还听说请到了著名的主持人。我虽然没有厨师证，但我这手艺可都是家传的，这次一定能拿到冠军。陆晨听到周围人的言语，有些诧异，不知道为什么区区民间的厨师一个比赛居然能有这么多人参赛。禽兽，这个比赛参加的人好像很多，似乎很火。禽兽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周围的参赛选手们，咳嗽了一声，小心翼翼道：陆哥，我昨天查了一下，这个好像有不少国宴大厨还有米其林大厨都是从这个选拔赛里走出来的，论含金量的话，可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厨师大赛了。禽兽也没有想到，自己随便抓了一张海报，结果就混进到这种级别的比赛中来。现在对于拿冠军，他已经不抱有什么希望了。望着不断变短的队伍，陆晨嘴角微微抽搐，心中也不由升起一丝忐忑。他们两人该不会连初赛都过不了吧？正当陆晨愣神之际，比赛的工作人员已经喊到了他们的名字。下一个，陆晨，禽兽组合。陆晨听到这个组合名字，嘴角微微抽搐，随后幽怨的目光朝着禽兽望去。禽兽挠头，嘿嘿一笑，搁着父母起的名字，我也没办法。两人走进报名的工作处，工作人员拍出一张表格交给二人填写，同时也开始询问起两人的一些基本情况。在确定二人确实具备一定的烹饪能力和水平后，才会让两人通过海选，进入到料理环节。之前做过饭吗？工作人员有些戒备地望了一眼禽兽头上的摄影机问道。禽兽点了点头回应，做过。小的时候村子里弄席，我还去帮过忙。自从那次之后，禽兽也就对料理来了兴趣。现在不敢说和专业厨师媲美，但那也绝对是业余厨师的顶尖水平了。工作人员点了点头，看样子对禽兽的兴致不大，而是转头问起了陆晨：你如果平时自己做料理的话，一般做些什么？陆晨下意识一愣，自己做饭好像要追溯到5岁那年吧。他咳嗽了一声，正色道：我刚从萨彻尤不卫斯大学毕业，这些年也都是在国外，所以吃的一般都是外国料理。自己做的话，我会首先选用我国的东北大米，随后用来自喜马拉雅的 purified water 纯净水浸泡，进行高温加热，最后用上我最喜欢的 old dry muff 老干妈进行最后的点缀。陆晨说的脸不红心不跳，还装作一副儒雅随和的英伦绅士。一旁的禽兽则是彻底脸黑了下去。老干妈泡饭，这不是3岁小孩都会做吗？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眉头皱了下，过了良久才在陆晨和禽兽的名字后面打了个勾，将两人的报名表交给他们。接过报名表，陆晨顿时长舒了一口气，刚想要拉着禽兽离开，却又被工作人员给叫住。站住，还有什么事情吗？陆晨突然愣住，脑门上已经流下了几滴汗珠。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眼陆晨，随后认真的夸奖道：你英文挺好的，谢谢。陆晨拉着禽兽赶忙跑进了场地内，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全都笑得直不起腰来，笑哭，不愧是我们陆哥，吃个老干妈泡饭都这么绅士。陆哥这为了过关真是拼了老命了。滑稽，
我和陆哥不一样，我最起码会做 scrambled egg with tomato 番茄炒鸡蛋。陆哥这水平来参加厨神大赛，这不是老司机开大送人头吗？秀儿，是你吗？秀儿，我有点好奇，陆哥为啥不随便编一个？同样的疑惑也缠绕在禽兽心头。陆哥，你干嘛不随便编一个不就好了？反正他又看不出来。谁料陆晨只是双手抱胸，义正言辞道：我的道德水平，还有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撒谎。禽兽，哥，那上次警察赔我的医药费，我给你保管着，你还小把握不住那么多钱，等你长大了我就还你。禽兽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眼前这个人有点良心，但绝对不多。禽兽也没有追究之前医药费的事情，毕竟钱已经被陆晨给捐给孤儿院了，也就当自己做善事了。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哥，你之前不是说过你做饭孤儿院的人都抱着你大腿说好吃的吗？那你咋就说个老干妈泡饭啊？嗨，你说这个啊，是说好吃啊，但是他们后来都不让我做了，空有一身厨艺，我也难以发挥啊。那你自己吃过你自己做的东西吗？吃过，然后被我吐了。Sigma， 禽兽只觉得现在自己背上应该全是窟窿眼儿，那是来自陆晨的背刺。两人走进会场内，这是一个硕大的露天体育馆，周围的场地直接被改造成了临时厨房。放眼望去，已经有不少的厨师在埋头苦干了，时不时的还有如同火魔法般的热浪涌现在场地上。一位接待小姐姐缓步走来，望着怀中抱着的平板，开始确认陆晨和禽兽的身份。陆晨，禽兽组合是吗？请你们到32号料理台准备料理。禽兽带着陆晨朝着料理台走去，陆晨却猛地发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罗成站在他旁边的是方从元，虽然陆晨不认识方从元，但是还是凭借方从元身旁的摄影师认出了他是百元求生栏目组的嘉宾。同样的还有之前的销售小姐姐乔安雅，此时都换上了特制的厨师服，站在料理台旁不断的忙活着。罗成也看到了刚刚入场的陆晨，嘴角扬起一丝笑容。喂，陆晨，你也来参加厨神争霸赛啊？陆晨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个比赛居然来了这么多自己的同事，正想跟罗成寒暄几句，罗成却被一旁的方从元给拉走了。方从元小心的捂住领子上的麦克风，小心的在罗成耳边道：哥，你说的这事儿真的靠谱吗？罗成不动声色的望了一眼陆晨，随后胜券在握的拍了拍胸口：放心吧，这次的评委有一位是之前教我学习厨艺的大师，我已经和他说好了，这次必让我们拿冠军。见到罗成被拉走，陆晨也失去了聊天的欲望，一路跟着禽兽来到了他们的料理台。禽兽望着料理台上材料区仅剩的食材，神情无比苦闷。哥，我们还是来晚了，食材已经没剩下多少了。本完第57比赛黑幕，为了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主办方准备的食材也都是随机的，后面的选手只能用上一个选手挑选剩下的食材，直到所有食材都消耗殆尽了才会补充新的食材。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一大早参赛选手就已经排满了的原因。由于陆晨的磨蹭，现在可以供他们选择的食材已经不多了。禽兽望着面前的食材，彻底犯了难。百元求生，这主播有点良心但不多。第57比赛黑幕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58，让世界充满恐惧。看见这带有一抹褐色的大肠，观众们不禁打了个冷战。这是腌入味了吧？好家伙，陆哥，你把精华都吸收在大肠里了是吧？好一招原汤化原食啊！学会了，学会了，现在就给我对象做去。滑稽！一旁的禽兽望着这褐色的大肠，眼皮也是不由得狂跳起来。哥，我现在明白了，为啥孤儿院的人求着你别做饭了。别人做饭或许也就难吃一点，陆晨做饭这可是能对别人造成一辈子心理阴影的那种。不过禽兽还是有些不解，陆晨突然搞出这么个老八料理来，究竟是为什么？哥，难不成你和那些评委有过节吗？虽然陆晨平时是跳脱了一些，没良心了一点，但还远没有到给不认识的人吃原味大肠的地步吧。对此，陆晨只是摇了摇头，卖了个关子，到时候你就懂了。在场参赛的选手中，有不少是像禽兽一样，对于厨师这个行业心怀理想的年轻人，就算是不为了自己，陆晨也要为了他们好好教训教训这群居然敢在比赛中搞黑幕的家伙。禽兽也没有再过多追问，只是看着这面前的褐色大肠，面色有些古怪。哥，这颜色估计就算是做出来他们也不会吃吧。原本灰白的大肠已经被染成了黄褐色，虽然之前的那股恶臭味淡了很多，但卖相上却十分不好，看着完全就像是没有清洗过的样子。对此，陆晨只是嘿嘿一笑，从一旁的料理台上将酱油倒进了锅中，起锅烧油，然后将大肠放进锅中，
随着锅中的酱油逐渐翻涌滚烫起来，原本黄褐色的大肠已经变成了赤红的焦糖色，和正儿八经的九转大肠颜色已经相差不大。就算是禽兽这般厨艺也看不出什么来，只不过闻起来依旧有些大肠原本的脏气味。陆晨再将之前洗大肠的头水倒入锅中，焖煮了20分钟，一道新鲜的原味大肠就此出炉了。我的九转大肠做好了。陆晨将大肠切片装盘，高高举手。与此同时，罗成和方从元的参赛作品同样完成了。我的水晶红烧肉也做完了。两人一前一后，将各自的菜品端到了3位评委的面前。陆晨刚想开溜，却被一旁的主持人曹评委给叫住了。年轻人，这九转大肠我们还没评价呢，你先别急着走啊。闻言，陆晨只得再度回到了评委席上。曹评委望着端在自己面前的九转大肠，心中则是有些疑惑。他们一早就对食材下了手，32号料理台上的食材能做的东西也就只有九转大肠，而且九转大肠就算是专门制作鲁菜的大厨想要做出来，也需要将近40分钟，何况是陆晨和禽兽2个外行呢？他们2个究竟是怎么做的这么快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这时，中间的那位大厨模样的评委也是望了一眼陆晨和罗成2人的作品，随后点了点头，给罗成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这一场比赛，他一定会让罗成赢下来。2人的小动作，自然逃不过陆晨的眼睛。对此，陆晨全当作没有看见，昂首挺胸的开始介绍起自己的菜品来。这次我制作的是鲁菜当中的名菜九转大肠，我去除了大部分肠的腥味，但是保留了一部分大肠原本的味道。我觉得只有保留了这部分味道，你才知道你吃的是大肠。陆晨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了这句话，借鉴了前世某个大肠哥的经典语录。此时，曹评委推了推眼睛，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反而被陆晨的这话给激发了好奇心。你是有意把它原本的味道保留的？是清洗的过程中，我留下了一部分。听到这话，曹评委心中有些慌了，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陆晨嘴角微微流露出一抹微笑，故意的。曹评委 Sigma， 他突然明白陆晨为什么能这么快的将九转大肠给做好了，合着搞了半天，你是没洗啊？陆晨嘴角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挑衅的目光朝着曹评委望去，耳边已经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曹评委情绪值加1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曹评委情绪值加2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看见陆晨这个挑衅一般的眼神后，曹评委心中咯噔一下，他该不会知道了评委们一起刁难他的事情了吧？听到陆晨回答的答案后，曹评委有些不敢吃眼前的这盘大肠了。没想到陆晨做个九转大肠，还能夹带私货，保留一部分大肠原本的味道。曹评委眉头紧皱，内心已经后悔死了。要是自己不答应和他们一起刁难陆晨，把陆晨的食材换成大肠，是不是就不用吃这个原味的大肠了？手中高高举起的餐具，却迟迟不敢落下，但又感受到现场工作人员的目光，还有一旁2位评委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曹评委还是顶不住压力，用鼻子使劲在九转大肠面前嗅了嗅，没有太腥，应该可以吧？曹评委试探着切下了一块大肠最边缘的部分，放进了嘴里。他就不相信，光吃皮你还能带馅儿？陆晨望着切下一小块大肠的曹评委，嘴角微微一笑。这个情况，他早就已经料到了。待到大肠进入曹评委口中，他还没来得及咀嚼，瞳孔便肉眼可见的颤动了一下，紧接着整个人便剧烈颤动起来，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就如同吃到了大便一样望着陆晨。你了半天，却说不出话来。他想破口大骂，但又有些害怕的望了一眼场馆中参赛的选手们。要是自己承认刁难陆晨，比赛有黑幕，恐怕自己的主持人生涯也就到头了。而剩下的2个评委，在看到曹评委一清一白的脸色时，也立马明白了这实力不，这大肠带馅儿。中间坐着的评委刚想要拒绝让陆晨滚下台去，陆晨却将大肠端到了他的面前。他此时也明白了，陆晨已经知晓了一切，索性破罐子破摔道：实话告诉你，罗成还真就是我的徒弟，我想让谁赢就让谁赢。他本以为这招激将法能够对陆晨起作用，但谁知陆晨根本毫不在意，反而同样歪起嘴角道：我也告诉你，我这大肠就是带馅儿的，你不吃还淘汰不了我，你气不气？我看着陆晨耍贱的样子，这位大厨直接骂出了声，因为陆晨说的还真对，要是自己不吃，还真的淘汰不了他。不远处的罗成也是面色一黑，没想到陆晨居然真的做了带馅儿的大肠。大厨刚装作不小心把陆晨的原味大肠给打翻，
但手却被一旁的曹评委狠狠地按住。曹评委望着面前的大厨，皮笑肉不笑道：“靳大厨，别浪费孩子的一片心意，好歹吃一口吧。自己一个帮凶都吃了原味的大肠，你一个主谋不吃，怎么也说不过去吧？”此时的他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把这群人的嘴里都塞满原味大肠。本完第59原味大肠，彻底疯狂。曹评委扶了下眼镜，眼中流露出一丝疯狂。来，靳大厨，我来为您尝尝这大肠。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靳维江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靳维江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提示音足足在陆晨脑海中响彻了半分多钟。财主，100元求生，这主播有点良心但不多。第59原味大肠，彻底疯狂。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60，事情败露，奖金到手。身为大厨的靳维江自然知道，若是大肠真的没有清洗干净，使用普通的9转大肠的调味方式进行烹饪，别说这盘子放在自己面前，就算是放到10米远的地方，自己都能够闻得出来原味大肠的味道。陆晨这种精心掩盖了大肠腥味的烹饪方式，根本就不可能是才学料理的人能够掌握的。显然他就是故意的。可是现在面前的警察显然和陆晨认识，也更愿意相信陆晨说的话。赵小棠望了一眼陆晨，有些无奈道：“你不会做饭，你参加什么厨王争霸赛啊？”陆晨挠挠头，尴尬一笑：“这不是没钱了吗？”见到两人这般寒暄，明显就是认识。靳维江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我要见你们领导，我要换一个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作为曾经操刀过国宴的名厨，靳维江自认为还是有那么一些影响力的，最起码他绝不能让陆晨把比赛黑幕的事情给爆料出来。赵小棠有些古怪地望了靳维江一眼，根本就没有理会，朝着身旁的陆晨有些好奇道：“他这是怎么了？”在他看来，这不过只是一起普通的斗殴事件，怎么眼前这人莫名其妙的要求见自己的领导？他啊，可能是刚刚被打坏了脑子吧。陆晨心不在焉地望了一眼比赛现场的大门，似乎对于靳维江的无理取闹并不感兴趣。只要等到乔安雅来，或许一切就能真相大白了。陆晨瞄了一眼，偷偷踮起脚尖，朝着大门口正要偷跑的罗成何方从袁二人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挡在了两人的前面，微微笑道：“哟，两位，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罗成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陆晨身后的靳维江，有些结巴道：“我们都比赛比完了，还不能回去休息休息啊？”“就是，我们都已经比赛完了，可以回去了吧？”两人底气都有些不足，要是让在场的这些参赛选手知道了他们二人比赛作弊的事情，恐怕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将两人给淹死。两人话刚说完，乔安雅便带着摄影师走回了比赛场地内。陆晨，我查到了，罗成曾经拜过靳维江为师，而且我还找到了在你直播间举报靳维江串通其他评委的工作人员。此话一出，参加比赛的选手们纷纷转过头来，目光汇聚在乔安雅身上。什么？靳维江串通其他评委？不能吧？靳维江可是大厨，串通评委应该不至于吧？你没听到他说有个叫罗成的曾经当过靳维江徒弟啊？这时，众人目光齐齐朝着评委席上的靳维江望去。靳维江看到乔安雅身后的工作人员，也自知即便自己在说什么，也只是负隅顽抗，不会有任何效果。他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羞愧地低下了头，默认了自己安插黑幕的事实。也就只有这样，他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业生涯了。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罗成，心中早有了决断。罗成确实是我徒弟，他昨天找到我，想让我刁难一下陆晨选手。同样的，一旁的两位评委也是站起身来，急忙道歉：“我们也是受到了罗成的蛊惑，这把陆晨的食材给换了。”一口一口的黑锅从天而降，直接扣在了罗成的头上。众人快要吃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罗成。罗成面色艰难，刚想解释，却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小声点头道：“是我。”毕竟要是自己不抗这口黑锅的话，三人的职业生涯很有可能就因此终结。所以罗成还是默默一个人承受了所有。一旁的方从远早就跑得不见了踪影。禽兽望着面前独自承受所有的罗成，有些于心不忍，轻轻扒了扒陆晨道：“哥，这次要不就算了吧。”陆晨则是有些诧异的看向禽兽：“哎，我看你之前不是知道这比赛有黑幕挺伤心的吗？想了想，罗成之前还请我们吃饭来着，而且你好像也没少坑他，这次就当扯平了，有吗？”陆晨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不过这种比赛虽然名气很大，但也是属于非正式的比赛，像是靳维江这种级别的大厨，
倒是肯定会受到影响。罗成这种只是一个直播节目的嘉宾罢了，影响倒也不大。思索了半天，陆晨最终还是放弃了让罗成再吃一份原味大肠的想法，望了不远处的罗成一眼。罗成面对众人的谩骂，只是低头沉默不语。看在之前罗成请我们吃东西的份上，这件事情就交给主办方来处理吧。这件事情过后，估计罗成也会学着收敛许多了。陆晨并没有在落井下石，反而是关心起后续的比赛来，对着一旁主办方的工作人员问道：“那个啥时候能重新开始比赛？我还等着拿奖金呢。”听到这话，工作人员脸色顿时一僵，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个，不是不会做饭吗？”陆晨望了一眼面色惨白的晋为江几人，脸部红心不跳道：“我对自己的厨艺还是很有信心的。”众人，赵小棠望了一眼面前的3个评委，又望了一眼陆晨道：“你一做原味大肠的，还能有什么厨艺？”一旁的乔安雅也看完了陆晨制作原味大肠的直播，浑身打了个冷战道：“是啊，陆晨你这原味大肠想想都恐怖。”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么多人帮自己说话，胆子也大了不少，急忙给陆晨递来一沓沉甸甸的信封。陆晨选手，感谢您检举的黑幕，我仅代表主办方向您奉上1万元现金奖励。那我比赛怎么办？陆晨拿着手中厚重的一沓钱，自己还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厨艺呢。工作人员听到这话，脸色有些涨红，咳嗽了一声道：“嗨，为了保持比赛的公平性质，这次我们准备加入选手相互品尝菜品的环节，最后再由我们主办方工作人员试吃，一致决出冠军。”众人Sigma， 每个参赛选手忽然察觉到一丝不妙，要是谁不小心吃到了陆晨制作的原味大肠怎么办？我提议取消陆晨选手的参赛资格，因为陆晨选手根本不会做饭。陈复义，并且提议这次比赛禁止使用肠类食材进行烹饪。就这样，在众人争先恐后的提议声中，陆晨被踢出了比赛。赛场外，陆晨望着逐渐阴沉的天空，缓缓叹出一口浊气。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做恩将仇报了。禽兽看着陆晨手中的现金，心中同样是无比忧郁。这次拿到奖金，我本来想着我爸生日快到了，想给他买个礼物的。听到这话，陆晨眉头一皱，双手不由得抱紧了手中现金。咱先说好，这可是我举报罗成假赛赢来的，是主办方给我的奖金，你可别打他的主意。本完。第61打1拳5元，踢一脚10块。禽兽悠望着将奖金塞回怀中的陆晨，无奈叹了一口气：“哥，那我之前的医药费，给你100，不能再多了。”陆晨从怀中的信封中抽出了100块钱，递给禽兽。禽兽望着面前的100块，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哥啊，我被揍得那么惨，你就给我100块？”陆晨撇撇嘴，有些戒备地望着禽兽问道：“你不是有工资吗？工资应该够了吧？”想到这里，禽兽似乎想起了什么伤心的往事，眼中已经流出了泪花。“哥，你是不是忘记了？上次去孤儿院，我还捐了1个月的工资。这1个月，他还没开始挣钱，就已经先捐出去了1个月的工资，心中别提有多苦了。”陆晨挠了挠头，这件事情好像还和自己有关系，掂量了一下手中的信封，又忍痛抽出一半递到禽兽面前。陆晨心里对禽兽也有些愧疚，他获取到了系统技能，能够大致分辨出菜品的好坏来。不少参赛选手的水平其实都并不高，要不是因为自己的9转大肠，搞不好禽兽还真的有可能获得优胜。禽兽正在伤心之际，忽然看见一摞红彤彤的钞票出现在自己面前，下意识一愣，随后急忙抬头朝着陆晨望去，刚刚还如同苦瓜般的脸上顿时充满欣喜神色。“哥，你这些应该够了吧？”陆晨望着天边逐渐落下的夕阳，心头在滴血。禽兽接过陆晨手中递过来的一摞钞票，认认真真的数了起来。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到陆晨居然把到手的钱交给禽兽，忍不住震惊起来。卧槽，陆哥居然舍得把钱交出去了，看来对摄影师是真爱啊，他真的很温柔。我哭死，突然有点羡慕摄影师了。羡慕摄影师的逆天，不就是钱吗？我陆哥坑钱的本事，那可是1等1的滑稽。我算算这里一共有5000，哥还差1000。陆晨听到禽兽这得寸进尺的要求，额头流露出一个愤怒的景字，白了禽兽一眼，没好气道：“那你要不再去找个人揍你一顿？好家伙，自己没惦记你的钱就算是不错的了，没想到你还想来惦记我的钱啊！”禽兽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立马转移话题道：“话说罗成何方从源他们怎么样了？这2个家伙因为假赛事件，那肯定是不能继续比赛了，而且直播间的人气也一定会受到影响。
另一边，方从元和摄影师坐在马路牙子上，眼神早已不复之前的光辉。参加完比赛后，他的直播间热度倒是加了不少，不过观众们基本上都是来直播间里骂他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粉丝拥护。现在的方从元已经可以用一蹶不振来形容了。摄影师坐在一旁，望着面如死灰的方从元，生怕他想不开，拍了拍他的肩膀，开口安慰道：哥呀，你也别太灰心了，其实这次的事情也不怪你，打不了下次我们再好好努力，光明正大的赢下来就好了。方从元没有说话，只是转头望了一眼摄影师，随后继续蹲在马路牙子上叹气，自怨自艾道：你说我本来就不会料理，就是因为相信了罗成的话，所以才跟他搭档，现在搞得身败名裂，现在恐怕是嘉宾里投票垫底的了吧。从作假事情到现在，方从元和罗成的投票就一票都没有涨过，反而直播间原本不多的观众还基本上都走了，现在留在直播间里的大部分都是黑粉。方从元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满屏谩骂自己的弹幕，无奈地叹了一气。不过他还不是最惨的，身为这次事件舆论中心的罗成此刻已经站在湖边了。摄影师一把抱住罗成的腰，使劲地将罗成往后拽。哥不就是这么一点事儿吗？不至于想不开吧？这些都会过去的，你快放开我，我没想着跳湖，我就想着下去捞点鱼。摄影师听到这话一时间有些愣住了，立马松开了双手。哎，星号星号！扑通一声，罗成如同倒栽葱一般摔进了湖中。罗成被摔得呛了好几口水，不停地咳嗽。摄影师朝着湖中的罗成望去，眉头紧皱。过了一会儿，有些古怪道：哥啊，你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这人刚刚经历了假赛被揭穿，还有直播间水友们的网暴，现在居然想着的是下水摸鱼，这精神状态没问题吧？谁知罗成面对摄影师的提问，反而是在湖中游起了泳，一脸无所谓道：做错了就是做错了，重新改过就好。和陆晨相处久了，我也要学一下他的乐观啊。摄影师听到这话，认真的点了点头，随后平淡的给了罗成一击暴击。可是陆哥乐观，不是因为他有钱吗？正在游泳的罗成双眸顿时一沉，失去了对生活的渴望，如同石化般沉入了湖底。哎 Sigma 哥呀，没想到这罗成还挺搞笑的。陆晨默默退出罗成的直播间，顿时放心下不少来。罗成虽然平时喜欢搞小动作的些，但陆晨可不希望他就此消沉下去，要是他不拼搏奋斗的话，自己下次坑他钱都不好意思了。禽兽看了一眼罗成直播间，见到罗成没有因此消沉下来，也是放心不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自己发现跟着陆晨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广场上。他有些诧异的抬起头来，朝着陆晨问道：哥，我们来这儿做什么？挣钱啊，你不是说还差1000块吗？我们给他挣回来不就行了？陆晨点点头，十分轻松道。一旁的禽兽眼前一亮，急忙朝着兴奋道：哥，没想到还有这种一下子能挣到这么多钱的办法。陆晨没有理会禽兽，而是随意找了一块纸板，掏出笔写上几个大字，将纸板递给了禽兽。拿好，我保证你今晚能够挣到1000块。禽兽有些木讷地接过纸板，把摄影机递给陆晨，还没来得及看纸板上写的是什么，直播间内则已经炸开了锅。卧槽，还是陆哥有法子啊，这要是一晚上怎么都能赚到1000了吧？笑哭，陆哥赚钱真的不走寻常路。别说了，这1000块我给了，要求就是陆哥替我滑街，这和人是擦边的事情，陆晨是一点都不干啊。当禽兽看见自己的手中举着的牌子时，心态也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打一拳5元，踢一脚10块。本完第62。我哥坑钱的本事可是1等1的。哥呀，你怎么让我干这活啊？禽兽立马将手中的纸板给扔了出去，有些埋怨地望着陆晨。陆晨反倒是不以为然，站在大街上能挣到钱的职业只有2种，一种就是你这个认打认骂的木头人，还有一种是半夜穿着清凉的小姐姐。你选哪种？禽兽下意识一愣，有些疑惑道：不对啊，小姐姐那不是也需要到房间里去的吗？陆晨反而是一脸疑惑道：我说的模特小姐姐，你说的哪种？禽兽忍不住老脸一红，咳嗽了一声缓解尴尬。我说的也是模特小姐姐，不过旋即禽兽就反应了过来，不对啊，我为什么非要选？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赚钱啊！嘘，不要打扰我，我正在看。只见陆晨双眼紧盯着不远处亮丽的背影，根本没有理会禽兽，嘴里还时不时的还发出惊叹：好大不对，好白！禽兽你快看，那个妹子长得好好看，
一旁的禽兽扛着摄影机四处张望。谁啊谁啊？你快指给我，让我看看。就前面那个。看到没有穿黑丝那个，陆晨指着不远处的妹子开始怂恿禽兽。你现在跑过去，还能看得见。禽兽立马将手中的摄影机递给陆晨，装模作样的往前面小跑去，很快就来到了妹子面前，假装回头找人，利用眼角的余光不断打量着妹子。可就在禽兽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妹子身上的一瞬间，陆晨嘴角流露出一抹微笑，用尽全身力气大喊道：禽兽，穿黑丝袜那妹子大吗？ Sigma。 禽兽当场愣在了原地，直接射死。面前的妹子颇为戒备地调整了一下衣服，捂住胸口，随后一脸嫌弃地跑开了。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也朝着禽兽望来。禽兽沉默了一阵，脸色顿时涨得通红，恨不得自己会打洞，把自己给埋起来。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看到禽兽这窘迫的样子，也是纷纷笑得合不拢嘴。哈哈，我他喵的要被陆哥这操作给笑死了！你们看摄影师，现在估计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整活还得看陆老六啊！有一说一，真的挺大的，滑稽。禽兽幽怨地望着陆晨，还没开口，身后就传来一阵如同银铃般的笑声。哥哥喽，你们好搞笑啊！陆晨和禽兽回过头去，一位摆摊的少女目睹了两人刚刚的搞怪，正在捂嘴憋笑。淡蓝色的修身牛仔裤加上白色的运动服，勾勒出少女曼妙的曲线，瓜子脸，柳叶眉，相貌透露出一种小家碧玉的美，也足以能够和徐小丹、赵小棠一众美女媲美，让两人都不禁有些看呆了。禽兽，快！我感觉我好像恋爱了。禽兽哥，你别闹，你都有小丹妹妹了。摆摊少女似乎被两人目光盯得有些不好意思，将头埋在了膝间，声音糯糯道：请问你们要看看吗？陆晨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直白的话语，目光不由得移向少女胸前。禽兽老脸一红，急忙制止了陆晨的下一步动作。哥，人家说的是看看摊位卖的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些过不了审的玩意儿。哦，陆晨大失所望，兴致缺缺地看起了摊位上摆放着的东西，一些笔记本、文具盒，基本上都是些文具或者是玩具之类的小物件。禽兽则是和妹子套起了近乎。妹子，看你这模样应该是学生吧？怎么出来摆摊呢？我是江南大学的学生，今年大二了。妹子嘴角挂起一抹甜甜的笑容，笑着回道：没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出来摆摊，挣点生活费和学费。陆晨打量了妹子一眼，点了点头。勤工俭学嘛，我以前也经常这么干。禽兽听到陆晨之前的事情，顿时来了兴趣。真的吗，哥？你以前也出来卖啊？陆晨白了禽兽一眼，什么出来卖？明明就是安慰一下小姐姐们受伤的心灵，陪她们聊聊天。妹子，Sigma。 注意到陆晨嘴角上扬的微笑，熟悉他的观众们就知道他又要开始整活了。开始了，陆老贼要开始欺骗小姑娘了。突然有点羡慕陆哥了，不仅有小丹妹妹这个富婆，还有锦花姐姐和摆摊妹妹，怎么什么好事都能让他给遇上啊？楼上的，你照下镜子就知道了。陆哥不要啊，不要对摆摊妹妹下手啊！陆晨大致扫了一眼妹子身前的货物，有些好奇道：这些东西你竞价，然后来这里卖能赚多少钱？妹子思考了一下，继续道：也就是个辛苦钱，像玩具什么的就赚个2、3块，笔记本和铅笔之类的也就1块5毛左右。陆晨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将禽兽兜里的一沓钞票给拿了出来。这是500块钱，你把你的货分我一半，今天我们2个赚的钱平分。一旁的禽兽见状也是赶忙制止：哥呀，你这500太多了吧？你不会是真的看上人家小姑娘了吧？500块已经足够买下妹子的摊位上的所有东西了。妹子也没有第一时间的接陆晨递过来的钱，望着面前的一沓红钞票，陷入了沉思。你不会是坏人吧？作为颜值出众、家境又贫寒的大学生，他从小就受到某些雄性生物邪恶想法的困扰，自然十分的戒备。陆晨刚想要开口辩解，不料禽兽却抢先一步：你觉得他刚刚的所作所为看着像好人吗？陆晨自己不过是一门心思都扑在了把妹、化掉、赚钱上，自己能有什么坏心思啊？不过陆晨虽然是心如明镜般透亮，但妹子显然是误会了什么。不了，我妈说让我离大猪蹄子远点。说完，妹子还弱弱地扯了下摆摊垫在地上的麻布口袋，但任凭她怎么使劲儿，麻布口袋都没有挪动半分。她已经被陆晨和禽兽2个1米8几的大汉给牢牢踩在脚下，妹子直接摔了个打滚。
一屁股墩儿坐在地上，差点委屈的哭出声来。可怜弱小又无助点 JPG， 活脱脱的像受到委屈又不敢哭出声来的小白兔。凶恶的大灰狼望着面前可怜兮兮的妹子，有些无奈，又从禽兽口袋中摸出了1000块来。1500，买你一半的东西。今天咱俩摆摊挣到的钱，我们对半分。妹子还在迟疑，陆晨又继续开口道：“你上大学应该还差很多钱吧？而且生活费估计也够悬。”禽兽看了一眼妹子身上加起来不超过30的衣服，也是抢先一步答应了下来。我觉得可以。妹子，我跟你说，我哥其他本事没有，但这坑钱的本事，那可是1等1的。陆晨，本完。第63陆晨，因为我不接受建议。妹子听到禽兽这话，显然有些异动，低头望了一眼自己摊位上的货物，小声问道：“那你们打算怎么赚钱？”靠摆摊是卖不到那么多钱的，能拿到陆晨手中的1500块，他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但要是陆晨因此亏损的话，他心中也过意不去。陆晨听到妹子这话，根本没放在心上，只是摇了摇头，毫不在意道：“没事儿，你把货给我就行，我能保证你这生意肯定爆火。”禽兽见到陆晨这副信心十足的样子，也是忍不住好奇：“哥呀，你打算干啥？”只见陆晨神秘一笑，摇了摇头道：“秘密。”10分钟后，禽兽目瞪口呆地望着距离他们不过10几米远的摊位，妹子坐在地上，小嘴微张，水灵灵的大眼睛同样盯着他们，似乎被陆晨这神奇的操作给震得不轻。“哥哥呀，你说赚大钱的法子，就是在别人对面摆摊？”禽兽无奈扶额，用手捶了下自己的脑袋，自己真是被钱蒙蔽了双眼，居然会相信陆晨能够想出什么赚钱的好办法来。这在竞争对手面前摆摊，能赚到什么钱？看见禽兽和对面的妹子大眼瞪小眼的干望着，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哈哈，陆哥是懂摆摊的。禽兽，别的不说，我哥坑钱的本事1等1的，滑稽，笑死我了！我还是第一次见竞争对手离这么近的。捂嘴哭，最重要的是陆哥进货就在隔壁，东西都一模一样。禽兽望着眼前笔记本之类的货物，嘴角抽了抽，忍不住道：“哥，你这真的能赚得到钱吗？”陆晨却拍了拍胸脯，十分的肯定道：“放心，这儿都这么多人，就算100个人有1个会来买，半个小时都能卖完，怎么可能会挣不到钱？”于是就这样过了半个小时，妹子望着怀疑人生的陆晨，一路小跑着跑到了陆晨面前，将叠好的一摞红彤彤的毛爷爷递到陆晨面前。“那个，要不我还是把钱还你吧。”陆晨望着面前的一沓毛爷爷，心中有些异动。红彤彤的毛爷爷做到了让基本上每个人都喜爱。为什么说基本？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某位对钱没兴趣的小马哥。不过现在陆晨也做到了。陆晨望着面前红彤彤的毛爷爷，用力摇了摇头，将伸出去接钱的手又收了回来。这乃是毛爷爷，分明是对自己摆摊能力的羞辱，是可杀不可辱。陆晨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妹子递过来的羞辱，站起身来，凝视着不远处的来往的人群，咬牙道：“我还就不信了，我一堂堂销冠，摆个摊卖东西都卖不出去。”陆晨的身后似乎隐隐有火焰在燃烧。陆哥燃起来了，那分明是陆哥破防了吧？笑死我了，怎么有人摆摊也会破防啊？不会吧，不会吧，怎么会有人摆摊能红温的啊？捂嘴哭，求求你们快去买点陆哥的东西吧，我生怕陆哥把自己气出个好歹来。哈哈，日落是位大胆的艺术家，他用色彩与朝霞装点着天空这份画布，将橙色与绯红相融，再朝着天空大地洒落。属于黄昏时的光辉盈满了整个广场，如同身上涂抹着落日余晖的青年站起身来。来来往往的人群蓦然被这位俊秀如同神明妙手偶得的青年望来。青年嘴角流露出一丝淡淡微笑，微风轻轻吹拂着发梢，整个人笼罩在落日的余晖中。本是一幅足以流传千古的美丽油画，却被一道极其不和谐的声音破坏了个干净。各位兄弟们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全场半价，全场半价，机不可失，几十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却能买到真正的实惠。电视上商场里陈词滥调的广告词从青年口中传出，立马将这幅静止的油画给毁得一干二净。陆晨不断的叫卖声吸引到了不少人的注意。一位路过的少年默默来到陆晨的摊位前，挑起一本摊位上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多少钱？陆晨默默伸出2根手指，20。少年沉默了一阵，微微皱眉，这个好像有点贵了，21本的笔记本确实有些偏贵了。对此陆晨只是摇了摇头，心中早就想好了说辞。嗨，哥们，你可能不懂，
我这笔记本可是有神奇的力量的，你不信，你买了试试。少年一听这话，顿时来了兴趣。16、17岁的孩子正是中2的年纪，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陆晨口中所说的神奇力量了。神奇力量？啥神奇力量？陆晨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神秘一笑，卖了个关子道：什么神奇力量？你买了回到家就知道了。少年二话不说，直接掏出一张20元的大钞放在陆晨手中，正想将笔记本包装撕开，却被陆晨一把拦住。陆晨神色严肃，一本正经道：哥们儿，这种事情心诚则灵，回到家之前不能撕开包装，尤其是翻到最后一页。见到陆晨这般认真，一旁的禽兽也是忍不住好奇起来，望着少年远去的背影。禽兽用力戳了戳陆晨，小声问道：哥呀，你这笔记本有啥神奇力量？为啥回到家之前不能翻最后一页？这不都是从那妹子那里拿的吗？陆晨心满意足地收起手中的20元大钞，看了一眼如同好奇宝宝般的禽兽，撇了撇嘴道：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禽兽捡起地上拆封过的笔记本，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上面工整的印刷体赫然写着建议零售价10元。Sigma， 哥呀，这建议零售价不是10块吗？禽兽脸色一僵，看向一旁的陆晨。陆晨理直气壮地点了点头：是啊，那你怎么卖20块？因为我不接受建议。陆晨双手叉腰，昂首望天，就差把叛逆2字写在了脸上。大热天的，是不是突然觉得心头一凉？这就是这笔记本的神奇力量啊！禽兽！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到陆晨这一番操作，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还有我不接受建议这么一个说法，陆哥这么叛逆，我是没想到的。市场管理局呢？有没有人管啊？拍桌！哈哈，求少年的心理阴影。这20块他能买2本这样的笔记本的，捂嘴哭，他明明可以直接抢的，还送个笔记本，我哭死。本完第64，商业鬼才陆老六。不远处的妹子也看到了陆晨这番操作，捂住小嘴，被陆晨震撼的说不出话来。禽兽望着陆晨，面色微苦，忍不住劝慰道：哥呀，实在不行咱们快跑吧，按你这么个卖法容易挨揍。谁知陆晨却点点头，颇为欣赏的朝着禽兽望去。不错呀，禽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领悟我赚钱的精髓。哎 ，Sigma！ 禽兽下意识一愣，随后看着之前被他扔在地上的打一拳5元，踢一脚10块的牌子，嘴角不由抽搐了几下。合着你这法子还是和之前一样啊？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2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这次陆晨则是不以为然的摇了摇脑袋，竖起食指左右晃了晃。非也，非也，这只是我伟大计划的一部分罢了。陆晨这般胸有成竹，禽兽道有些好奇起来，将脑袋凑了过去道：哥，那你给我说说，你这摆摊到底怎么样才能挣到那么多钱？还莫等陆晨回答，一位中年妇女牵着孩子走了过来。舔着棒棒糖的小孩看见陆晨摊位上的玩具车，走不动道了：妈妈，我要这个。那位中年妇女先是望了一眼陆晨，随后低头朝着孩子说的玩具车望去。老板，这个怎么卖？不多，就35块。原本20块的小汽车也被陆晨提价到了35。不过这次的中年妇女显然要比之前的少年精明不少。在听到35这个价格后，中年妇女的脸色立马阴沉起来。走，宝宝，我们去另一边买。显然这中年妇女是这儿的常客了，陆晨定的价格根本蒙不到她。禽兽望着朝妹子摊位走去的中年妇女，脸色也不禁苦涩起来。哥，我就说你定这么高的价格不成吧？这么高的价格能有人买才有鬼了。对此陆晨只是默不作声的摇摇头。在看见中年妇女心满意足的交完钱，朝着自己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后，他才缓缓开口道：你懂啥？这里就我们2家摆摊的，我这里比对面贵，你说大家会去哪里买？我这儿20的笔记本，对面卖10块，你即便现在暂时用不上，是不是也会觉得实惠？禽兽听到陆晨的这番话语后，双眸流露出一丝明悟，立马竖起大拇指道：我就说嘛，论坑钱还是哥你有办法。陆晨看了一眼禽兽，面色有些古怪道：你这话听着怎么不像是好话啊？这确实不是什么好话啊。谈笑间，妹子的摊位上已经挤满了人群，那位拉着孩子逛街的中年妇女正在人群当中卖力的给众人按理妹子的摊位。还是这个小姑娘好，人美心善的，不像对面那个人一样，长得倒是挺俊。怎么俺们黑心？就我儿子手上拿着的玩具车，你们猜多少钱？众人多少？
中年妇女左右手并用不断比划着，35啊！这在小姑娘摊位上卖20的玩具车，她足足贵了15块，不是黑心是什么？中年妇女的战斗力可不容小觑，短短不到10分钟时间，她已经帮妹子的摊位拉来了将近10多位顾客，这些顾客都无一例外地朝着陆晨和禽兽这边投来鄙视的眼神，陆晨却丝毫不在意，嘴角微微流露出一抹微笑，因为对面的摊子也是自己的。禽兽望着对面的火爆的摊子，脸上流露出一丝震惊神情，转过头去盯着陆晨，眼眸中满是不敢置信道：哥，难不成你早就料到了？之前陆晨就和那妹子达成过约定，2个摊位挣的钱平分，所以陆晨定这么高的价格，是为了和妹子的那个摊位形成对比。直播间内刷起了满屏的商业鬼才，有一说一，陆哥这一手好像确实有点东西啊！现在2个摊位都是陆晨的，这玩意儿在市场经济学叫垄断，3年起步，懂罚。我陆哥当年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现在连卖个文具都不能垄断了，滑稽！卧槽，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呢？我今晚就去试试去。我好像在附近，我去看看，顺便买点东西。楼上的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你那是冲着买东西去的吗？没过一会儿，妹子摊位上就已经被众人买的只剩下几本笔记本了。陆晨也是趁着这个空档，急忙将自己摊位上的货物送了不少过去，对着妹子眨巴了下眼睛，鼓励道：继续努力，争取今晚我们就给她卖光。妹子刚想开口感谢，陆晨就一溜烟的跑回到了原位。禽兽守着面前的摊位，他似乎又看懂了什么。从妹子朴素的穿着和摆摊的熟练度来看，这显然是贫苦家庭的孩子，这多半是让陆晨想到了之前的上大学的自己吧。禽兽望着归来的陆晨，一副看穿一切的样子，得意笑道：哥，你是不是看那妹子可怜，所以想要帮帮她？陆晨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上了一根华子，眼眸中回忆起一丝追忆神色。其实我一直都有个梦想。话还没说完，就被禽兽给打断了。我理解，哥，你肯定是淋过雨，所以才想为别人打伞吧？就是等我有钱了，一定要资助一位贫困、胸大腿长的女大学生。哎 ，Sigma， 禽兽转过头来，有些不敢置信地望着陆晨，紧锁着眉头问道：哥，你这资助正不正经？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是不正经的。禽兽听到这话，大脑已经陷入了宕机状态，这怎么和自己想的不一样？不应该是看到妹子，你想起当年的自己想要帮助她吗？合着你就是见色起意啊？白瞎了自己，把你想的那么高大上了。禽兽顿时觉得，刚刚的感动全都喂了狗。又约莫过了1-2个小时，天色完全黑了下去，妹子的摊位上已经完全没有货了，陆晨这里也只剩下了几本笔记本。说来也是奇怪，那中年妇女早已经走了，可是后面来的顾客连看都没看陆晨的摊位一眼，全都跑去买妹子的东西了，硬生生把妹子准备卖1个星期的货都给买光了。没有东西可卖的妹子已经收拾好摊位，迈着轻灵的步伐走到陆晨面前。妹子朝着陆晨深吸了一口气，对着陆晨鞠了个躬道：今天多谢你了，陆哥。嗨，都小事，等等，你叫我啥来着？陆晨话还没说完，就发现了不对劲，自己都没自我介绍，这妹子怎么知道自己叫什么？本完第65陆晨，那不成跪着要饭的了？妹子睁大双眼，眨巴了下眼睛，有些无辜道：他们不是都叫你陆哥吗？我也跟着他们这么叫的。他们？陆晨老脸一沉，目光微沉，随后意识到了什么，立马点开了手机，自己的直播间已经变成了观众们的大型面积现场。哈哈，我在妹子摊位上买了好多笔记本，下个学期的笔记本都够用了。楼上的，我看见你了，我还买了几个玩具车给儿子。看来咱们江南还是有很多陆哥铁粉的嘛。哭，人在漠北，羡慕你们可以面见。看着直播间内不断飘过的弹幕，陆晨老脸一黑，忍不住抱怨道：这群假粉丝，买东西都不来我这儿买，哪有粉丝买东西不来主播这儿，跑到主播对面摊位上买的？这不是存心气自己吗？想到这里，陆晨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旁的禽兽看着陆晨这副气鼓鼓的模样，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似乎知道些什么。哥啊，他们这不是怕你把他们当成啥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吗？再说了，买妹子那边的你不也能赚钱？这次的观众们就如同商量好了一样，陆晨超级加倍的摊位根本无人光顾，而是将妹子那个摊位给买爆了。暂且不说陆晨摊位上货物价格都超级加倍的事情，其实更多人怕的是，按照陆晨跳脱的性格，指不定了有钱能做出什么事情来。万一明天拿钱去倒腾什么非法买卖，直接反手把直播间的家人们送进去，那也是有可能的。
一边是如同小白兔般人畜无害的贫困女大学生，一边是随时都可能把自己送进去的陆老六。观众们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直接买爆，不就完了？妹子俏脸微红，早就从之前的顾客口中知道了陆晨的身份，而自己今天之所以能够把摊位上的东西给卖完，也全都是因为陆晨。换做平时这些东西能够卖出1/5，都算是不错了。今天全部东西都卖完了，一共是3000块。妹子低头数了一下手中的现金，发现不够，又掏出手机，望着陆晨有些结巴道：“我给你转账吧。”他来广场上摆摊兼职也有将近个把月了，每天都是挣个100-200块的辛苦钱，还从来没有哪天像今天似的，短短2-3个小时的时间就将自己准备卖1周的东西给全部卖光了。心里也都知道其实是陆晨的功劳，直接给陆晨赚了2000块。叮，支付宝到账2000元。兜里的手机传来一条悦耳动听的女声。陆晨下意识地皱了皱眉，有些不开心道：“你怎么多给我500块？不是说好了平分吗？可要是只给你1500的话，那你不是赚不到钱了吗？”妹子握住手机，有些怯懦道：“陆晨之前已经给了他1500，要是这时候再把1500还给陆晨，那等于陆晨和禽兽这2个小时白忙活了。”他心中也过意不去。再说今天能够赚到这么多钱，他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不过陆晨可不这么想，这哪是什么钱到账的生意？这分明是在嘲讽自己2个小时白白努力的生意。陆晨面色有些阴沉地望了妹子一眼，语气有些不悦：“你这小姑娘看不起谁呢？不就是500块钱吗？我分分钟就挣回来。”陆晨愤然将多出的500块转给眼前的妹子，从地上捡起之前打1拳5元的纸板，翻了一面，用笔在空白的纸板上写下一段话，默默地在广场上坐了下来。妹子望着陆晨面前的纸板，有些好奇地将纸板上的话给念了出来。本人是在校大学生，因钱包失窃，求助好心人给50元买吃的和喝的，如果可以再求一张飞往魔都的机票。最后陆晨还十分贴心地配了一句诗：人间自有真情，宜将寸心报春晖。禽兽望着面前的纸板，嘴角抽了抽，心态已经有些崩溃了。哥啊，你祖上到底干啥的？这赚钱的法子你都会？禽兽实在有些想不通，陆晨这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这种普通人根本想都不敢想的赚钱法子，他却信手拈来。陆晨没有理会禽兽，只是自顾自地将头发弄乱了一些，随后在纸板上贴上了自己的收款码，并且又在纸板上用笔加粗补充：本人支持支付宝、微信、银行卡转账等线上交易。妹子看着纸板上的字体，俏脸上有些好奇，歪了歪脑袋，有些疑惑道：为什么不支持现金支付？谁料陆晨坐在地上抱着脑袋，言语中有些不屑：收了现金我不得还去存啊，麻烦死了。再说这都21世纪了，谁还用现金啊？真要收现金，那我不成要饭的了。禽兽嘴角抽了抽，看了一眼头发凌乱的陆晨，有些无奈道：哥啊，那你觉得你现在是在干啥？现在陆晨距离那些大街上要饭的骗子也就差旁边摆上一个碗了。陆晨摇了摇头，义正言辞地拒绝道：不行，我是有尊严的，真要是收现金，那不成跪着要饭的了。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笑麻了，笑哭。我原本以为陆哥已经没活了，没想到他居然总能整出这么多花活。陆哥说的对，就算是要饭，咱也得是站着要。滑稽，陆哥真是把个大骗术研究了个透彻呀。论起赚钱的本事，我远不如来自东方的陆巴菲特。当陆哥出手时，就意味着骗子们就要失业了。你说他摆烂吧，他又有那么多挣钱的好方法；说他不摆烂吧，他挣钱的方法又都那么摆。妹子坐在陆晨身边，黛眉紧锁着望着陆晨面前的纸板，总觉得哪里有些古怪。沉思了良久后，妹子白嫩的小手才握成拳头捶了一下手掌，恍然大悟道：我想明白了，陆哥，你这都能支持支付宝这些了，怎么会因为钱包丢了没钱呢？钱包就算丢了，那也能用手机支付啊。一向机智的陆晨也没料到自己居然会有机关算尽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一丝惊骇。哎 Sigma， 万恶的线上支付，挡我财路！陆晨低声唾骂了一句线上支付功能，随后又在板子上涂改了起来，将钱包丢了直接划掉，改为卡里没钱。本人是在校大学生，因卡里没钱，求助。禽兽望着面前的纸板，又重新读了一遍，一边读还一边忍不住点头。这不愧是陆哥你写的，很有你的风格。陆晨一惊，转头问道：是不是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文化底蕴？不是，是穷横的，理不直气也壮。妹子望了一眼周围来往的人群，似乎根本没有朝这边走来的意思，弱弱道：这样真的会有傻子过来吗？本完。
第66，傻子程序员的相亲之旅。陆晨刚想开口反驳，却看到一沓红灿灿的钞票出现在自己面前，猛然抬头望去，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格子衬衫、宛如程序员打扮一般的男子，急忙对着面前的禽兽和妹子两人大喊道：“禽兽，妹子，快看傻子出现了！”他也认为只有傻子才会上当，没想到今天居然真的遇见傻子了。被陆晨称为傻子的程序员脑门冒出几条黑线，立马辩解道：“我不是傻子，禽兽，好的，傻子老哥，妹子，好的，老哥傻子。”程序员用食指抵着鼻梁，推了推自己的黑框眼镜，咳嗽一声，对着陆晨神色认真道：“陆哥，我是你的粉丝。”陆晨赶忙摇头，拒不承认：“别污蔑我哦，我可没有这么傻的粉丝。”星号。程序员脸上流露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我是来找你帮忙的。”程序员将手中的一摞大钞凑得更近了些。帮忙？禽兽和陆晨两人脸上流露出好奇神色，瞪大双眼朝着程序员望去，异口同声道：“什么忙？”陆晨望着程序员手中红彤彤的钞票，无比好奇，这还是第一次有粉丝出现来找自己帮忙的。帮我一起去相亲，然后给我找个靠谱的结婚对象。程序员眼睛死死盯着陆晨，言语当中带着一丝恳切。现在的相亲市场实在是太卷了，月入2万的他在相亲市场中不过是漫天耀眼星辰中最微不足道、最暗淡的那颗。他本想着好事不怕晚，细刁慢琢淡，奈何父母有令，今年必须找到女朋友结婚。自己又常年不和女生接触，一和女生接触就紧张。最终他没办法看直播的时候，得知陆晨在自己公司附近摆摊，下了班匆匆赶来拜托陆晨。毕竟陆晨好歹不像自己，一个保安能和赵小棠、徐小丹这种女神关系不错，看起来情感经历就比自己丰富不少。无论事情成与不成，这2000块钱都归陆哥你。程序员将手中的一沓钞票塞进陆晨怀中，陆晨还没反应过来，禽兽就面色古怪的抢先开口：“兄弟，你确定你要找陆哥给你找个靠谱的女孩结婚？这件事情听起来还倒是没什么，但一仔细琢磨，就会发现靠谱和陆晨这2个词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一旁的妹子听完也是忍不住点了点头，看来这个程序员模样的老哥真的是写代码把人都写傻了。程序员感受到禽兽和妹子如同关爱智障一般的眼光，脸色有些红润，开口反驳道：“我一直在看陆哥的直播，陆哥虽然不靠谱了点，但总归来说每次结果都是好的呀。”他对陆晨可谓是信心十足。听到这话，禽兽面色更加古怪了：“你是指我们参加厨神大赛，陆哥为评委吃原味大肠，还是说他刚去孤儿院，结果孤儿院的孩子就被绑架了？”听到这话，程序员对陆晨有些没了信心，还没等他想好反驳的说辞，禽兽又继续开口，指着手上指甲缝大小的结痂道：“看到这个伤口了吗？上次和陆哥逛街被人打的，到现在我都没拿到医药费呢。你再看看陆哥面前的牌子，你确定你要把这种终身大事交给他吗？”程序员低头看了一眼陆晨面前的牌子，脑海中回想着禽兽的话，平淡的话语如雷贯耳般，如若一柄锋利的剑矢直接射进程序员的胸膛，将他的信心给击溃了。他转过身去，刚想把钱拿回来，却摸到了陆晨一双温暖的大手。陆晨嘴角带着一丝微笑，将一沓钞票揣入怀中，忍不住拍了拍胸脯宝，眼神坚定道：“你就放1万个心吧，兄弟，你这事儿交给我，我肯定给你找个嫂子回来，不是，给你找个满意的女朋友回来。”从他身上，陆晨感受到了久违的信任。禽兽嘴角微抽，劝诫陆晨冷静：“陆哥冷静，老祖宗说得好，明差10座庙，不毁一桩婚啊。冷静，你让我拿什么冷静？我醉？不对，是谁今天要是敢拦我，我就送他去见老祖宗。”陆晨面色一冷，朝着一旁的程序员望去，嘴角忽然流露出一丝狞笑：“你说呢，兄弟？”程序员这时哪还敢说话，为了不先去底下和老祖宗团圆，只能默默点头，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对，陆哥你说的对，我相信你。”程序员默默拿出准备好的红包，悄悄递给了禽兽：“秦哥，之后的事儿就麻烦您多多费心了。”禽兽轻轻掂了下红包，脸上顿时布满笑容，拍了拍胸脯，十分豪气道：“放心，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就算是陆哥捣乱，我也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程序员点了点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感受到不断拍打着自己肩膀的陆晨，禽兽的手掌，他恍然间有种自己掉进土匪窝的感觉。这活儿还没开始，他已经损失了4000大洋了。妹子眨巴着大眼睛朝着陆晨望来，
陆晨却是收起纸板，俨然一副认真工作的样子。去，小孩子一边玩去，我们现在要谈工作了。既然是相亲，那自然是不能带着这妹子的，否则这妹子一出场，别人还以为是来踢场子的，可就不妙了。妹子嘟了嘟嘴，哼，不让就不让。她有些委屈地走到一边，自顾自地收拾起东西来，默默在网页上搜索陆晨，寻摸了好久，找到了陆晨的直播间，点了进去。现在陆晨已经带着程序员找到了一个咖啡厅坐下了。陆晨看了一眼有些局促的程序员，开门见山道：“那个哥们，既然是相亲，那我就直接问了，你有房吗？”“有，在老家，不过再苦个几年，在江南买个2居室也还是可以的。”陆晨低头喝了一口咖啡，点了点头，这个条件已经算是不错了。一旁的禽兽继续问道：“那有车吗？有辆20万左右的代步车。”禽兽眉头一挑，忍不住有些好奇：“那你这么好的条件，找我们俩？”程序员低下头去，脸色长得通红，低头搅弄着咖啡里的方糖，有些不好意思道：“我这人吧，没怎么接触过女孩子，一接触女孩子就紧张，嘴笨也不会说，所以这才想请你们来，一是帮我说说话，二就是帮我找个靠谱点的女孩。”禽兽一听，不禁乐了：“那你放心吧，我哥在骗人这方面那可是一。”“哥，你捂我嘴干嘛？”禽兽话还没说完，就被陆晨给捂住了嘴巴，打断了。陆晨望着有些羞涩的程序员，忍不住有些好奇，这年头居然还有不敢和女孩子说话的人。那哥们儿，你之前没有谈过恋爱吗？程序员摇了摇头。这回轮到陆晨乐了。嚯，原来是大魔法师阁下，失敬。程序员有些心累地望着面前的禽兽和陆晨，心中忍不住的发问，自己当初究竟是哪根筋搭错了，会想着去找陆晨来帮自己把关。本完第67盖伦出青玉，沉默又破防。不过事已至此，他已经没有退路了。看了那么久陆晨直播，他现在也只得相信陆晨。但愿吧。程序员抿了一口面前的咖啡，对着陆晨缓缓道：“陆哥，人已经在路上了，我嘴笨说不出话来，到时候就拜托你尽量把我的情况说得差一些。”“差一些？”陆晨喝咖啡的动作一愣，紧锁着眉头，面色古怪，朝程序员望去。别人都是夸大事实，你还要把自己情况说得差一些？程序员点了点头，脸色有些尴尬地解释道：“是这样，我个人就是农村里出来的孩子，也不喜欢太拜金的女孩。虽然现在薪水还算不错，但需要拿出不少来给家里，所以也不打算给别人这么高的期待。”陆晨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有不少有钱人的爱好就是装穷寻找真爱，眼前这人也多半爱好这个吧。程序员见到陆晨答应下来，放心下不少来，给面前苦涩的咖啡加了一块方糖，继续缓缓补充道：“我1个月只能休息4天，所以来相亲的人可能会比较多，就麻烦陆哥你了。”听到这话，陆晨神色有些怪异，眼神有些悲悯地朝着程序员不多的头发望去。“你1个月就能休息4天？”程序员身形顿时一僵，手上搅拌方糖的动作也停了下来，喉咙明显抽噎了一下，没有说出话来，只是将头埋得更低，陷入了沉默。直播间观众们放在键盘上的手指也明显一顿，之前还在看热闹脸上洋溢着笑容的观众们脸上笑容突然一僵，想到了自己，直播间顿时疯狂涌起了弹幕。他喵喵的，为啥陆晨总能一针见血的戳到我的痛处啊？我1个月就休息4天，拿的还没这老哥高。同感，为啥这话从陆哥嘴里说出来，杀伤力就会变得这么大？直接给我整破防了。谢邀，1个月休息2天，工资8600，好不容易休息看个直播，刚点进来他就直接给了我一个大逼斗。是啊，我们都这么卷了，怎么还没个当保安摆烂的陆晨过得好啊？此话一出，直播间顿时沉寂下来，众人已经在思考自己前世是不是毁灭了世界了。陆晨耳边也不断响起系统的提示声，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王德发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海德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听着脑内疯狂传来的系统提示音，陆晨面色古怪，颔首沉思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而他短短的一句话，就直接把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和对面的程序员小哥怀疑起了人生。这属实是盖伦出青玉，沉默又破防，场上的气氛顿时低沉下来。陆晨挠了挠脑袋，看向一旁扛着摄影机的禽兽，赶忙补救道：“没事儿，哥们，你看看坐你旁边的禽兽，他1个月上30天班呢，别灰心。”禽兽Sigma。 现在禽兽只想问陆晨一句：“你是狗吧？”自己好端端的扛着摄影机工作，
你怎么就上来就给我一个暴击啊？不是，哥你不能这么着不啊？这我咋了？禽兽心态也发生了一丝丝变化，急忙开口道：我虽然一个月上班30天，但是工资……说到这里，禽兽顿了一下，沉默了下来。禽兽思考了一下，好像还是没有旁边的程序员老哥高。陆晨看见禽兽沉默下来，继续补充道：你看他辛辛苦苦了1个月，现在给老父亲买礼物都买不起，还要我来陪他来挣外快，你这样感觉是不是好受些了？陆晨不断补救，程序员老哥阴沉的脸色立马有了好转，但他平淡的话语却宛如一柄柄锋利寒冷彻骨的利剑，穿刺禽兽的胸膛。他的现在就如同彩色漫画当中出现的黑白人物，周围瞬间失去了光彩，眼神变得无比空洞，整个人宛如被美杜莎石化一般。这班他是一天也不想上了。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听到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陆晨满意的点点头，这回对位了，毕竟自己总不能厚彼薄此吧。滑稽。听到这话，直播间的观众们心情也逐渐好转起来。著名的文学家迅哥曾经说过，安慰人类最好的办法不是告诉他有多么努力，而是让他看到自己比他过得更惨。人类就是这么奇妙的一种生物。听到陆晨的话后，程序员脸色好转，不少抬起头来望向陆晨，随后又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道：陆哥，我这情况你也了解，家里老一辈儿都是背朝黄土的农民，年纪大了思想也守旧，看着农村别的孩子都结婚，再动作快点的都抱2胎了，也就我30多了，年纪也老大不小，爸妈都盼着我带个女朋友回去结婚。陆晨挑了挑眉，看着程序员灰心的样子，忍不住有些好奇，你这条件也不差呀，怎么这么久都找不到女朋友？回答他的只有程序员的沉默。他本就不善言辞，再加上工作环境和性格的原因，一年到头恐怕和女孩子说话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更别提什么找女朋友了。而且在江南这种大城市打拼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大家都更没什么时间相处谈恋爱。想到这里，程序员本抓了抓本就不多的头发，更加犯难起来。陆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5次相亲都能够在半个小时内解决战斗。55个。陆晨伸出5根手指，一时间有些愣住了。一天见5个，哥们你这是有多着急啊？不过看在怀里沉甸甸的钞票的份上，陆晨也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放心，我去个厕所，等等就来。陆晨拍了拍程序员的肩膀，捂住肚子跑进了厕所。一旁的禽兽举着摄影机，面色古怪道：老哥，你确定你真的要让陆哥把你的情况说差一点吗？你应该知道陆哥有多离谱吧？禽兽脑海中回想起和陆晨的种种遭遇来，身体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被问到的程序员身体也是忽然一愣，转过头却有些不确定道：陆哥应该没有那么不堪吧？他打击过要贩子，见义勇为，还警察抓住了人贩子，这些都应该算是好人好事吧？那你有仔细想想这些事儿其中的过程有多曲折吗？禽兽一句话立马打断了程序员的幻想。原本他觉得来找陆晨帮忙，只要结果是好的，过程他可以不计较，但现在看着面前的有些憔悴的禽兽，脑海中回想起禽兽被几个壮汉围殴的场景，他有些慌了。本完第68。我们老板过年给我们磕头，要不哥你再帮我找不？程序员十分熟络的又给禽兽递过去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倒是不大，里面只有500块。禽兽轻轻掂了下，嘴角立马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立刻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吧，哥，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陆哥他给你说差，我就给你说好，保准妹子满意。陆晨刚从洗手间出来，就听到禽兽和程序员在说着什么，有些好奇道：你们俩说搁这儿说什么呢？禽兽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还没找好借口，就被一旁的程序员的话打断了思绪。陆哥，人来了。陆晨蓦然回首，顺着程序员的目光望去，一位身穿淡红色长裙，脸如同芭比娃娃般精致的女人出现在咖啡厅中，似乎也认出了程序员，踏着高跟鞋哒哒哒地朝着边走来。女生见到3个大老爷们坐着，丝毫不怯场，葱指微微弯曲，手上的项链十分耀眼。你好，我叫夏荷。反观程序员，望着面前停在半空中的玉指，脸色长得通红，根本不敢去握手。这般漂亮的女孩子，别说是相亲了，就算走在大街上，他看一眼都会脸红好久。只是用了点了点头，眼睛甚至都不敢去看面前的夏荷，低头闷道：你好，我是苏胜。夏荷似乎见惯了这副场面，对此只是微微一笑，
便把手给收了回来，有些疑惑地望着坐在苏胜身旁禽兽和陆晨道：“他们是？”苏胜红着脸低头不语，能和这样陌生且漂亮的女孩子说上一句话，已经是他的极限了。陆晨也是明白，立马接过了话茬：“哦，我们是来陪老板相亲的，我们老板嘴笨，怕说错了话，所以让我们来。是这样啊？”夏荷点了点头，也没有过多追问。直播间里，观众们见到这漂亮妹子，更是直接开始刷起了屏。卧槽，这老哥走了什么狗屎运啊！这大美女啊！我也想相亲，我也想和美女贴贴。我不信，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年轻又漂亮，怎么可能会来相亲啊？楼上的，说不定人家是可爱的男孩子呢。滑稽，男孩子不更好吗？滑稽。夏荷坐在椅子上，随手点了一杯咖啡，开始交换起基本信息来。夏荷，广府人，年龄29，身高1.7米，学历是正儿八经的一本大学毕业，言谈举止也十分优雅得体，直接把一旁的程序员给迷得5迷3道的。陆晨却是在一旁阴沉着脸，一言不发。让他在意的是工作，夏荷的工作，他明明没有工作，但手上戴的项链，身上穿的衣服，那可都是国际大牌，价值不菲。陆晨不动声色地朝着夏荷望了一眼，随后点点头笑道：“我们老板大体的情况，夏小姐你也已经清楚了，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吗？”听到这里，夏荷美目中流露出一丝金光，脸上立刻挂起一抹恬淡笑容，如同拉家常般，朝着陆晨调笑道：“老板相亲你们都跟着来，看来你们公司的待遇很好嘛。”陆晨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我们公司有工资。”哎 Sigma。 一旁的程序员听到这话，猛然抬起头来，双眸满是不敢置信地朝着陆晨望去。自己是让你介绍的差点，没让你直接把人家吓跑啊？这哪个公司没工资的？可嗨！程序员佯装咳嗽，剧烈咳嗽了几声，对着一旁的禽兽使了个眼色。还好自己机智，有个 B 计划，否则今天的相亲真的要被陆晨给搅黄了。禽兽心领神会，对着程序员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似乎在说：“接下来一切就交给我吧。”他立马开口补救道：“每个月工资最起码10万。”还莫等陆晨和程序员反应过来，对面的夏荷却张大了嘴巴，有些吃惊地望向程序员：“啊，你们老板这么好吗？”程序员发量不多的头上缓缓地打出一个，自己是让你帮忙吹捧几句，没让你把牛吹上天啊。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夏荷，总觉得要是再不站出来说些什么，自己这辈子就完蛋了。程序员咳嗽一声，声音有些低沉道：“他们说的都略有夸张了。”夏荷脸上隐隐流露出一丝崇拜，让程序员十分受用。哪里？我看你这是谦虚了。夸赞完程序员，又继续朝着陆晨旁敲侧击道：“你们这工资这么高，年终奖应该也不少吧？”陆晨汉手沉思了一番，语气略带有一丝严肃道：“年终，老板会给我们说新年快乐。”啊！夏荷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脸上表情顿时僵住了。自己想问的是这个吗？再说了，哪个老板年终的时候就说声新年快乐啊？最终夏荷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旁的禽兽身上。禽兽一时间没有想好说辞，只得想到什么说什么。年终，老板会给我们磕2个响头。夏荷有些惊恐地朝着对面的程序员望去，早就听闻某些人有特殊的癖好，但没想到今天还真的被他给遇到了。此刻的直播间内，观众们也是纷纷捧腹大笑。我真是服了这2老六了，人家好好的相亲，他们跑这儿来拱火了。你们还别说，我也想去这公司了。程序员老哥原本以为只有一个不靠谱，但没想到2个都不靠谱啊，一个往死了踩，一个往天上捧，他们能成一组还真不是没啥道理的。笑哭，你们看程序员老哥的表情，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啥叫五彩斑斓的黑。一旁的程序员脸上也是大写的懵逼，你俩这老六是来搅局的吧？刚想要出声反驳，却被夏荷轻柔的声音打断：“没事儿，这说明他爱护员工嘛。”夏荷脸上挂着一抹笑容，程序员看着这抹笑容，心中却猛然一冷，忍不住有些怀疑起来。正常人听到这里，不是应该已经走了吗？陆晨见到夏荷这样都能忍住不走，撇了撇嘴，继续说道：“那夏荷小姐，麻烦你说说你的条件吧。这样子都不走，那看来一定是有其他图谋了。”夏荷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虽然出了一些小岔子，但他总算是找回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相亲主动权。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广府这个地方，彩礼都是几10万起，按照我这个条件50-60万应该不过分吧？当然，这个里面不包括房子和车子。房子的话，我要求也并不高，
江南随便来个100来平就可以了，不过必须要在3环以内。这3环外的话，我都觉得不算是江南了。至于老家的房子，那里房价倒是不贵，200平就够了。车子的话，不用太好，30万左右的就行了。本完。第69，什么生活环境，让你做梦都小心翼翼。对了，我的那彩礼是要留着给我弟弟买房的，毕竟你们知道的，男孩子嘛压力大，我也不想他受委屈。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分担一些我弟弟的债务，还有老家的房子要给我父母住。我父母年纪大了，养我也不容易。夏荷叽叽喳喳说了一堆，程序员和禽兽脸上神色已经逐渐暗淡下去，只有陆晨面色不改。听完了他的话，好家伙！陆晨直呼好家伙，他已经料到了面前的夏荷是个离谱人，但没想到居然这么离谱，还没准备结婚呢，就把财产划分得明明白白了。房子要江南3环以内，还说自己不挑。江南3环以内的房价这几年已经飙升到全国前列了，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得起的，更别说在100平的豪宅了。况且，即便是房子车子这些暂且按下不说，这张口就是5、60万的彩礼钱，谁能受得了？为了保险起见，陆晨还是多问了一嘴：“奈夏小姐，嫁妆这方面，嫁妆啊，我们那边就讲究一切从简，毕竟都是心意，8万8，图个吉利嘛。”夏荷如同练习了不知多少遍一般，熟练、顺畅并且十分轻松地将嫁妆的问题给说了出来。对面的禽兽和程序员都没回过神来，听到这番话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眼睛都忘了眨。这是什么伏地魔加吸血鬼的融合怪？到底是什么样的逆天才会提出这种要求来？最重要的是，夏荷还对着面前的程序员老哥眨巴了下眼睛，带着夹子音故作可爱道：“我这要求其实也不算过分吧？”还莫等程序员老哥开口，陆晨却点了点头，答应下来：“不过分，不过分，还有什么要求？一次性都说完了吧？”听到这话，夏荷顿时来了精神，调整了一下坐姿，语气颇为振奋道：“我这个人吧，比较保守，所以结婚以后我在家收拾家务，去外面出风头的事就交给你们男人，每个月也不用多，只要给我几万块生活费就好了。而且我比较喜欢清静，所以最好是能一个人住，我们时不时见面，这样有距离感也不容易。”你夏荷又是叽叽喳喳的说了一堆，气得禽兽和程序员胸口开始不由得上下起伏。他越说越兴奋，似乎看到了自己光明的生活。下一刻，陆晨的声音冷不丁响起：“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才让你做梦都小心翼翼？”啊！夏荷的白日梦被陆晨打断，身躯顿时一僵，脸上有些不解道：“什么做梦？什么小心翼翼？我们不是在谈结婚的事情吗？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和你结婚，你就出8万8，别人出几十万还加2套房子，最后还要帮你弟弟还房贷？”陆晨此时火力全开，逮住机会就是一顿输出。你拿着8万8赢2套房子加几十万的现金，赌圣开机怎么没请你去啊？你要早生那么10几年，哪还有啥陈刀子和发哥的事情啊？夏荷被陆晨骂了个狗血淋头，还想维持最后的尊严。那我不是有出人吗？我这么漂亮，不应该享受好点的待遇吗？你的意思是你俩结婚，别人倾家荡产，你就舔着脸把所有好处收了是吗？你觉得这种绝世怨种会是他吗？陆晨指着身旁的程序员，朝着夏荷问道。程序员看了一眼夏荷，之前被气得惨白的脸色又红润起来，低下头去。陆晨，就算这傻子是啥绝世怨种，他也没这财力。看着夏荷被陆晨骂的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紫，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打呼解气。我陆哥就是人狠话不多，今天就是来治你们这群小仙女的。哈哈，陆哥你出本书吧，实在是太会说话了。是啊，那女的差点气得我高血压了，幸亏陆哥骂的实在是太解气了，不然我今晚恐怕都睡不着。到底是啥家庭环境，让他做梦都这么小心翼翼的？我觉得要是出啥新版赌圣，直接找他们拍吧，5本买卖，1本万利。他们不是赌圣谁是？搞了半天陆哥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想把这夏荷给气走的，结果实在是没办法了，才只能这样撕破脸。他真的好温柔，我哭死。最终夏荷不堪受辱，背起包包愤然走出了咖啡厅。程序员老脸一红，立马想明白了陆晨一开始的良苦用心，对着陆晨道谢道：“这次就多谢了，陆哥。”陆晨倒是丝毫不在意，坐了下来：“客气啥？老祖宗说得好，拿人钱财，替人花光。哥这句话好像不是这么说的。”一旁的禽兽有些不好意道，毕竟他一开始也着了夏荷的道，
这么好看漂亮的女孩子来相亲，基本上是个男人都挡不住，禽兽也不例外。和程序员一样，都觉得是天上掉馅饼了，才遇到夏荷来这里相亲。谁知道，在陆晨的一番引诱下，夏荷暴露出的真面目居然如此可怕，这根本就是奔着钱来的。程序员后怕的拍了拍胸口，给陆晨和摄影师叫了一份吃的。陆哥，之后还麻烦您多多费心了。虽然陆晨嘴上是不靠谱了些，但办事还是很靠谱的。当他们两人都沉浸在夏荷的美貌中时，陆晨就已经发现了端倪。陆晨抬眼看了程序员一眼，低头吃起面前的饭来。这都好说，下一个什么时候到？程序员急忙点头陪笑。快了快了。又约莫过了10多分钟，第二位女嘉宾如约登场，身穿一抹洁白连衣裙，黑发垂肩，看上去虽然不如之前的夏荷惊艳，但总体清纯的气质俨然一副清纯邻家小妹的模样。看到陆晨几人后，十分乖巧的打了个招呼：你好，请问是苏胜吗？你好，是我。程序员依旧是不敢握手，红着脸点了点头。接下来的事情便交给了陆晨。陆晨经过了之前的夏荷事件，也懒得浪费时间，直接开门见山道：小姐姐，基本资料你都看过了，还有什么要求吗？妹子文文静静地坐了下来，微微沉思了一下：没什么要求，我这人也不太物质，房啊车呀的，有就有，没有就算了。我只要求另一半不要对钱太斤斤计较就好了。像是口红、包包这些女孩子必备的东西，逢年过节总是要的吧？陆晨点了点头，这些要求都不算过分。看着眼前的妹子，忽然看见了一丝胜利的曙光，忍不住有些激动道：就这点要求？本丸第70用魔法对付魔法。陆晨仔细端详了一阵对面的妹子，眉头紧锁着。这年头，不要车不要房的姑娘已经和大熊猫一样是稀世珍宝了，再配合上妹子这副清纯可人的模样，中500万彩票的概率都不一定能遇到这么好的妹子。难不成今天程序员真的撞了大运？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纷纷称赞起这位妹子来。看来相亲市场上还是正常人多啊。之前那夏荷真的是给我看吐了。是啊，妹子不物质，我投妹子一票。老哥，这个你要是失败了，能把妹子联系方式给我吗？是啊是啊，妹子长得那么漂亮，还不要房车，我真的爱了。陆晨瞥了一眼弹幕，不动声色地抬起头，朝着程序员为数不多的头发望去。妹子甜美动人的声音打断了陆晨的思绪：那个，冒昧地问一下，您月薪是多少来着？陆晨听到这问题，头上缓缓地打出了一个，随后撇头朝着一旁的程序员望去。程序员立刻就读懂了陆晨的意思，双眼中流露出一丝无辜神色。陆晨心领神会，缓缓咳嗽一声，朝着面前的妹子试探道：那个，小姐姐，资料上都有写，你没看吗？是吗？妹子有些疑惑，从包包里掏出几页 A4 纸，粗浅地看了一眼，随后俏脸上神色立马转变为失望。2万的月薪，在江南也不算高吧？之前也有几个大公司的老板和我相亲，但都被我拒绝了。陆晨听到这话，眉头一挑，忍住内心的震惊问道：小姐姐，你是做什么的？妹子看了一眼陆晨，随后挺着腰板理直气壮道：我呀，我是幼师，一个月的话大概5000多，不过我这个稳定啊。死！一旁的禽兽和程序员皆是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世上竟然有如此双标之人。陆晨倒是心中有了预料，见怪不怪，神色平淡的继续追问道：那小姐姐，你觉得月薪多少好呢？对面的妹子竟然真的沉思了一阵，继续说道：最起码月薪得有10万吧，不然连我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听到这话，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开始在骂娘了。她喵喵的，我还以为是个不物质的妹子，结果这个比之前那个更过分啊。就是啊，月入10万，谁会没房没车啊？笑死了，他自己5000块的工资，说别人月薪10万才能保证他最基本的生活，怎么这些年什么妖魔鬼怪都往相亲市场里钻啊？看完了这个，我就更不敢相亲了。陆晨抿了口面前的咖啡，神态自若，他倒是想看看眼前这妹子今天还能做出什么妖来。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继续道：除了这个，小姐姐，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妹子继续侃侃而谈：我希望另一半思想纯净，对感情要专一，另外我有感情洁癖，所以希望最好对方是没有谈过恋爱的。陆晨眉头此刻皱得已经可以挤死一只蚊子了，这段话信息量过大，他已经有些处理不过来了。紧接着，他面色古怪地朝着面前宛如邻家小妹的妹子望去，有些不确定道：小姐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资料上写的你是27吧？妹子点了点头，大方承认道：是啊，
怎么了？你27，该不会没谈过恋爱吧？陆晨仔细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妹子，精致的妆容加上精心搭配的穿搭，根本不像是没谈过恋爱的样子。之前谈过5个，但是都分手了。面对妹子的话语，禽兽和程序员头上缓缓地打出一个。我虽然身在泥潭，但是要求你纯净无瑕，这是哪里跑出来的逆天？这种双标的发言也能说得出来？这还没完，陆晨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他的信息，继续追问：小姐姐，我能问你一下，之前的5个男朋友是因为什么分手的？听到陆晨的话后，妹子似乎想起了什么，立马继续补充：对了，我男闺蜜比较多，我会经常和他们出去喝酒、旅游什么的，但是大家都是玩得比较好的朋友，所以希望你思想不要那么龌龊。此时，身为老实人的禽兽和程序员已经麻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逆天的妖魔鬼怪。陆晨眸光微凝，微微叹了一口气，冷不丁地问道：那我这老板也有挺多妹妹的，你该不会介意吧？一位伟人曾经说过，要用魔法打败魔法，陆晨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妹子听到陆晨的话后，明显一愣，脸色顿时有些凝重起来。什么？妹妹？陆晨点了点头，装作没有看到妹子脸上逐渐凝重的表情，嘴角勾勒出一抹淡淡的笑容，继续说道：是啊，他们时不时的会去海边和别墅开派对，不过大家都是好朋友，不会有多余的举动。不过你刚刚也说了，希望另一半思想不要那么龌龊，想必你也知道我老板和妹妹们纯洁的友谊，肯定不会介意。妹子嘴巴张了张，喉咙不断抽噎，半晌说不出话来。还有啊，我们老板是广府人，讲究明媒正娶，彩礼会给你，但是嫁妆也需要你这边来准备。他也不是什么物质的人，啥西伯利亚大钻戒就撒哈拉沙漠的金矿这些就不要了，随便准备个江南2环以内的独栋别墅就行了。最重要的是安静隔音要好，不然经常会有妹妹来看望他，打扰到邻居就不好了。还有啊，我老板不喜欢压力，所以房贷需要你自己还，如果可以，希望你帮他老家的弟弟也还了，毕竟他从小到大就这么一个弟弟，见不得弟弟受委屈。此时妹子的大脑已经宕机了，她有些搞不明白，这些话不应该是等自己把相亲对象迷个5迷3道，自己再来说的吗？怎么反倒是陆晨在说？最后，妹子被陆晨对得迷迷糊糊，说不出话来，只好使出了大招。你们懂什么？我一个女孩子在大城市漂泊容易吗？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我要是不好好挑选一番，怎么能确保婚后的生活？你又不是女孩子，怎么懂女孩子的苦衷？就是因为不想将就，所以我才多加了那么一点点要求。此话一出，直播间顿时涌起一阵骂声。女孩子不容易，我们男的就容易了，朝9晚5下班陪女朋友，稍有不开心还要哄着，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他喵喵的，气得我低血压都要痊愈了。我想过相亲市场的小仙女气人，但没想到居然这么气人。直播间内观众们正疯狂地怒骂着妹子，但陆晨此时却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女孩子来大城市打拼确实不容易，真的不能为了迎合别人而选择将就。本完第71。60岁姑娘的励志故事。听到这话，禽兽和程序员都一脸不解地朝着陆晨望去，直播间的观众们也纷纷表示疑惑。陆哥这是咋了？怎么还为这人说话呢？是啊，陆哥现在不是应该站起了，狠狠对这人吗？难不成陆哥真的觉得这人没啥毛病？正当直播间的观众们疑惑之际，陆晨下一句话脱口而出，直接让禽兽和程序员口中的咖啡笑喷了出来。我隔壁的姑娘，就是因为她坚持努力的不将就，所以在她60岁的时候，终于等到了自己满意的另一半。男的18岁，亿万富豪，彩礼那姑娘不要人家也给了几百万，还直接送了一辆游艇给他。陆晨眨巴了下眼睛，言辞诚恳认真，让对面的妹子都不由得一愣，随后认真的点了下头，赞同起陆晨的说法来。就是啊，我这条件真的不过分，是你们老板这条件确实差了点。陆晨嘴角挂起一抹人畜无害的微笑，十分诚恳道：所以你一定不要将就，1年不行就2年，2年不行就3年，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人选的。妹子重重点了点头，好像被这个励志故事给激励到，正想狮子大开口索要更多的东西时，身躯却猛然一僵，张开了嘴巴，但却说不出任何话来。脑海中回想的是陆晨之前的话语，隔壁的姑娘60岁还能叫姑娘吗？妹子脸上神色开始逐渐阴沉下来，目光凶狠地望向陆晨，这分明在讽刺自己要求太高，没有人要。俗话说得好，
士可杀，不可辱。妹子本就心高气傲，自然受不了陆晨这般羞辱，脸色如同霜打的茄子一般发紫，盯着陆晨冷哼了一声：“哼，你等着吧，我肯定能找到比你们老板条件好的。”留下一句话后，他便背上包包愤然离席，望着妹子远去的背影，禽兽忍不住笑出声来：“哈哈，60岁的姑娘，哥你咋想的？”陆晨撇了撇嘴，一本正经道：“我没骗他，这是真的。”禽兽一脸惊恐地看向陆晨。陆晨继续缓缓道：“那男的确实也18岁，虽然不是亿万富豪，但也快要成为亿万富豪了。”禽兽有些想不通，陆晨为什么要说男的快要成为亿万富豪了，有些好奇道：“为啥？”只见陆晨一本正经道：“因为男的给那女的买了巨额保险。”直播间内，观众们也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我就说嘛，60多岁找了个18岁的，搞了半天，人家是图钱啊，笑哭！求大伙儿帮我介绍一位这种姑娘，我绝对不图人家养老金、滑稽，希望那妹子60大寿的时候也能够遇到这样一位良人，笑死了我了！”我才反应过来，陆哥说的60多岁的姑娘，和直播间内欢乐的气氛不同。一旁的程序员长叹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算了，我放弃了陆哥，看样子这就是命吧。”程序员接二连三地遭遇到这种暴击，就算是他有心想相亲，此时也有些心灰意冷了。“我放弃了，多亏了陆哥你，我明白了，想要靠相亲结婚根本不现实。”程序员已经放弃了，低头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陆晨眼见程序员放弃，准备离开，立马一把就将程序员收拾东西的手给拉住了。“这才哪到哪，不是有5个吗？你别放弃啊！”程序员抬眼看了一眼陆晨，低下头继续垂头丧气道：“已经见过2个了，之后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吧，让你们浪费时间，真是不好意思。”陆哥，陆晨见到程序员这般丧气样，摇了摇头，一脸坚决道：“不行，老祖宗说得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今天不把你送上西，不对，是今天不帮你找到个满意的，我还就不回去了。Sigma。”程序员眼皮跳了跳，脸色有些震惊地望着陆晨道：“你刚刚说了把我送上西天吧？”陆晨：“我没有，别瞎说哦。”“就是，我陆哥不把你5次相亲都搅黄才不。”禽兽感受到陆晨的犀利的眼神，挠了挠头，话锋一转继续道：“我是说，陆哥肯定能帮你找到心仪适合结婚的姑娘才走。”一旁的程序员面色艰难，看向陆晨两人非但没有受挫，还一副十分兴奋的样子。2人，程序员望了眼禽兽肩上扛着的摄影机，顿时明白了过来，他们俩这是把自己的相亲当素材了。程序员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又重新坐了下来，语气艰难道：“那就继续吧。”没过几分钟，一位穿着帆布鞋、身着朴素外套的妹子走进了咖啡厅内，看着陆晨几人，有些怯懦地问道：“请问是苏胜先生吗？”陆晨2人相继朝着程序员望去，程序员依旧是羞涩地点了点头，因为他本来也就没有抱什么希望的关系，这次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大的压力了。“是我。”妹子点了点头，并没有过问程序员身边的奇怪2人组，率先开口道：“我的情况您在上面应该也了解过了，不过我还有些比较特殊的情况，需要先跟您确认一下。”程序员点了点头，之前的100万彩礼还有月薪10万，勉勉强强他已经见识过了，自然不认为还有什么能够撼动他。我的老家结婚是需要彩礼的，彩礼的话大概10万左右。妹子说完这话，朝着程序员和陆晨2人望去，见到3人没有什么反应，以为是自己吓到3人了，立马开口补充道：“当然，我的家里也会给对应的嫁妆，大概也和彩礼差不多的，而且彩礼和嫁妆都是用来当做新婚家庭的启动资金，所以本质上还是到自己手里，如果有困难的话也是可以商量的。”妹子说完，脸色立马红了下去，虽然刚刚见面谈这个问题有些失礼，但她年龄也不小了，再加上家里催得也紧，她可不想再一次恋爱谈个几年因为彩礼的事情而分手了。当她一口气说完，再次朝着面前3人试探性的望去时，程序员听到她的条件后已经彻底呆住了，张大了嘴巴，话在嘴边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这个条件和之前的100万彩礼比起来，实在是太过朴实无华，以至于陆晨和禽兽2人也都一愣，没有反应过来。过了好一会儿后，陆晨才回过神来，继续朝着妹子问道：“就这条件吗？还有吗？”妹子思索了一会儿，随后继续道：“房子的话倒是没有什么要求，如果你有的话，我家里可以出车子，房子也不需要加我的名字，
但如果需要我一起还房贷的话，那我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本完。第72无所不能的魔法师。妹子一连串的说完，脸色立马红润了起来，拿起面前的菜单挡住三人炙热的视线，伸出脑袋来弱弱问道：我的要求还是过分了些吗？陆晨望着妹子，有些呆滞的摇了摇头道：不过分，不如说我们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么正常的要求。哎，妹子有些震惊的朝着陆晨望去，不过陆晨并没有解释，而是咳嗽了几声，开始介绍起自己这边的情况来。我们这边的话，如你所见，老板虽然月薪高，但每个月的工资也大部分都是帮衬家里，这种情况可能还需要到资助弟弟妹妹读完大学，你应该不介意吧？妹子摇了摇头，没事，我家也是农村出来的，这种情况我了解，倒不如说肩负弟弟妹妹的学费，还能够在江南生活下去，你很优秀呢。妹子微眯着眼睛，浅浅一笑，清纯可人的表情在这短短寥寥数语霎时间将程序员的心理防线给击溃了。他数年来的委屈与辛苦，如同春风化雨般消散，滋润着冰冷的心房。此刻，他只想大喊一声：“妈妈，我恋爱了！”不过碍于咖啡厅内人多眼杂，以及面前的妹子，30岁的魔法师阁下还是颇为识趣的闭上了嘴，取而代之的是挠头憨厚一笑。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开始在咖啡厅内弥漫开来。陆晨看着面前的程序员，额头浮现出几条黑线，立马开口把这氛围给打断：“妹子，我跟你说，我们老板可厉害了。他虽然是个魔法师，但是人倒是不坏，只是不太能和女孩子说话。但我觉得他只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被说成魔法师的程序员身体突然一僵，停下了手中搅拌方糖的动作，之前恋爱的酸臭味顿时消散了大半。程序员有些震惊地朝着陆晨望去，不明白陆晨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把自己是魔法师的事情给说出来。妹子自然听不懂陆晨口中所说的魔法师究竟为何物，不过还是十分礼貌地点了点头，继续道：“我的话之前上大学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不过后来因为彩礼问题，倒是分手了。”听到面前的这个妹子谈论起自己的感情历史来，程序员点了点头，也算是放心下来。毕竟他都这个年纪了，身边人3胎都快出来了，相亲再希望对方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也不现实，只要不要来个带球偷跑的，自己倒也不介意对方的过去。程序员思索恍惚间，对眼前的妹子更为满意了。刚回过神来，抬起头想要跟妹子说话，却听见禽兽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是啊是啊，我们老板可厉害了，会喷火呢。哎 Sigma， 你们在说什么啊？”程序员猛然抬起头来，看见妹子一脸期待地望着自己：“你还会喷火？”妹子显然相信了陆晨之前说的，他是魔法师的事情。程序员刚想开口辩解，话却被陆晨给打断。陆晨看到程序员这副样子，也是来了兴趣，拉着禽兽一起吹嘘起程序员来。不止呢，我们老板还会喷水，禽兽能飞天，陆晨能遁地。程序员觉得再不开口制止他们要把自己吹成超人了，急忙开口道：“那个，他们都是瞎说的，当不得真。原来魔法师这么厉害吗？”妹子瞪大了双眼，一脸崇拜地看着程序员。鬼使神差间，程序员竟然用了点了点头。对，一旁的陆晨和禽兽也是丝毫不留余力地帮助程序员在妹子心中建立光辉伟大的形象。我给你说，妹子，老板能表演断头术，砍下了脑袋不会死，我们老板能当成烟花爆炸。Sigma。 此时程序员觉得自己头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 V 字了，赶忙站起身来辩解：“没有，我不是魔法师，我也不会喷火，不会飞，更不会断头不死和变成烟花爆炸。”程序员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觉得要是再不开口辩解，陆晨和禽兽下一步就是让他给妹子表演断头不死术了。看见程序员这副局促的样子，妹子扑哧一声捂住嘴笑出声来：“我知道他们在逗我玩，我只是好奇魔法师究竟是什么。”妹子捂着肚子擦拭了一眼眼角笑出的眼泪，朝着程序员望去。程序员脸色此时如同一个烧红了的茶壶，不敢去看妹子眼睛，低下头来，声音弱了不止8度道：“大龄处男，俗称魔法师。”说完这话，程序员脸色红到了耳根，场上气氛也有些尴尬起来。陆晨也是趁机救场，咳嗽了几声说道：“像这样会自爆的老实孩子已经不多了。”妹子看了看脸红到耳根的程序员，又看了看面前的陆晨，点了点头。确实，其实他之前也相了不少的亲，但那些男人每次都是只给一张空头支票，想来空手套白狼，弄得妹子已经都有些对相亲失去希望了。要不是这次见到程序员，
他也打算就此打住回家，用脸皮应对父母的责骂了。程序员依旧脸色通红，坐在座位上不敢说话。妹子看着程序员，浅浅一笑，心中也甚是满意。谁说老实人最后都当接盘侠的？陆晨朝着妹子眨巴了下眼睛，提起一旁的禽兽，离开了位子，拍了拍程序员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哥们能帮的已经帮完了，现在就看你自己了。”随后还莫等程序员反应过来，陆晨便消失在了两人的视野当中。咖啡店外，拍着肚子有些意犹未尽的禽兽有些不解道：“哥啊，我还没吃饱呢，怎么就出来了？”这个咖啡厅的价格不断便宜，料理也很好吃。相亲期间，禽兽已经吃了3份咖啡厅的料理了。陆晨缓缓地点起一个华子，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看着禽兽道：“你真是笨死了，这妹子明显是最后一个了，我们吃那么多，万一她让我买单怎么办？”禽兽顿时恍然大悟，不愧是你啊，哥，还是你坑钱有经验。陆晨没有言语，只是望向漆黑的夜空，漆黑的画布上，繁星如同珠宝般璀璨，星光点点连成丝丝细线，在这漆黑的画布上勾勒出爱恋的模样。咖啡厅内，灯火摇晃着夜色，静谧的屋内荡漾着粉红的波澜。不善言语的男人终究是为爱开了口，痴痴地望着面前的女人，皎洁的月光侵染了他的肌肤，黑夜染成长长青丝。此刻的他宛如一幅静止的油画，他悄悄将她挂上心房，看着她的模样。咖啡厅外的陆晨将手中的赃款递给了禽兽，有些好奇地问道：“对了，你要送啥给你爸来着？”禽兽认真地数着手中钞票，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买个跑步机给我爸，这样他干完农活累了一天，也有机会锻炼身体了。”陆晨，Sigma。本完第73。相亲被老公抓了。江南市某高档小区内，夜色静谧，拐角处独栋的别墅却灯火辉煌。陆晨和禽兽两人悄悄溜进门内，却看到散发着漆黑见闻色霸气的死神大人独坐在沙发上。你们两个仍笑我玩得很开心吗？死神大人面色微凝，擀面杖轻轻在手心打了2下，平淡的话语如同冬夜的冷风，顿时让两人如同身坠冰窟。陆晨脚步发颤，身子颤颤巍巍地走到徐小丹面前，从兜里掏出一块玉石挂坠。今天挣来的工资买的一直借住在这里，好像也没有给你买什么东西。上面的红绳我买的。禽兽眼见徐小丹身上恐怖的黑气逐渐平息下来，把自己的功劳也加了上去。徐小丹看着面前有些丑陋的玉石项链，嘴角却流露出一抹笑意，如同小孩子得到喜爱玩具一般，眼中满是雀跃，将便宜的玉石项链戴在脖子上。哼，算你们还有点良心。心情大好的他小手一挥，宽恕了这两人偷偷将自己撇下单独出去玩的罪行。毕竟通过直播他也什么都看得见。陆晨听到这话如获大赦，拿起面前的快乐水吨喝完后，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看了一眼哼着小曲走进厨房里的徐小丹，忍不住挑了下眉头。自己一个大老爷们还能被你拿捏不成？陆晨装模作样的捶了捶肩膀，眼中流露出一丝追忆道：今天真的累死我了，我还是怀念以前相亲直接去家里见家人的时候。禽兽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陆晨，有些诧异道：哥，你之前还相过亲啊？禽兽又仔细琢磨了一下陆晨说的话，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这应该是我父母那一代的相亲方式吧。陆哥，你不会今年50多了吧？陆晨白了禽兽一眼，有些不屑道：你懂啥？我之前大半夜的走在一条小巷子里，有不少小姐姐都邀请我去她家相亲。禽兽微微皱眉，不知道相亲为什么要在大半夜，这个小巷子又有什么关系？不过依旧是耐心的继续听着。我们刚熟悉完对方的情况，觉得不合适，但这一晚上的时间，小姐姐又是添茶倒水，又是请我喝牛奶，我也不想让小姐姐伤心，就给了她600块的辛苦费。说到这儿，陆晨有些气愤，顿了顿朝着禽兽望去，这不过分吧？禽兽仔细回想了一下，点了点头，不过分。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是跟警察同志这么说的。Sigma。 禽兽顿时反应了过来，住口！你这话我们人民警察会信吗？禽兽刚想说什么，但又回想起陆晨之前的话，有些不解道：你不是说相亲见到家里人吗？家里人呢？陆晨愤愤地握住手中的可乐瓶，冷哼一声：就是她老公报警抓的我。过了良久，禽兽宛如被重新刷新了3观，缓缓开口：哥呀，你这死缓真的不过分。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已经笑拉了，笑哭，哈哈哈！我还以为陆哥真的相过亲，你们还别说，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网恋妹子说喜欢我，来找我玩，到了以后被我拒绝了，发了500块路费让她回去，结果她又非说她冷，让我抱抱她，我就抱了下她，最后警察同志死活不相信我啊！楼上的，你可以拿出证据啊！你在哪找的妹子？可以提供聊天截图的。附近摇一摇，被抓的时候我俩没穿衣服。很好，我们人民警察已经相信你的话了，现在就差一个你的地址了。滑稽。直播间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不过倒不是因为那条弹幕，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小丹妹妹提着菜刀从厨房当中跑了出来。禽兽见状不妙，刚想开溜，却被陆晨一把拉了回来。禽兽，你不能抛下你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禽兽深情地看了一眼身后的陆晨，甩开了陆晨拉住自己袖子的手，挡在徐小丹身前，毅然决然道：古有人壮士断腕，今天我禽兽毅然断我手足兄弟，今日之耻，我必将铭记在心。徐小丹葱指轻轻摩挲着刀刃，一句话吐出，顿时让屋内温度骤降。然后呢？禽兽看着锋利的菜刀，浑身顿时打了个冷战，梗着头嘴应道：然后我必将铭记今日之耻。陆晨，合着你就是干记着呗？禽兽冷哼一声，快步溜走。陆晨被徐小丹的目光望得发毛，浑身打了个冷战，看着禽兽逃离的背影，暗骂一声败军之将，坏我士气。只见小丹妹子黛眉微挑，陆晨便败下阵来。陆晨咳嗽一声，声音弱了几个度，为了保命，此时也不惜自爆了。嗨，本人也是不幸，也是魔法师大军中的一员。听到这话，小丹妹妹宛如失忆了一般，目光震惊地看向手中的菜刀。哎呀，我不是在切水果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陆哥，你等，我去厨房拿水果给你吃。小丹妹子浅笑，遂逃。陆晨劫后余生，得以苟命乎？翌日，天还未亮，禽兽依稀在睡梦中听到父亲因为礼物的事情夸赞自己，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结果还莫等他得意，忽然父亲性情大变，一记响亮的耳光将他给叫了起来。啊！禽兽捂住脸从床上坐起身来，面前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秀朗的面庞。陆哥，你咋在这？那啥，我过来看看你，看你好像做噩梦了。禽兽点点头，你别说，我刚梦到我爸夸我，结果反手就给了我个大耳光子，这梦还挺真实，我这脸现在都有感觉。陆晨望着禽兽脸上的巴掌印，脸部红心不跳，可能科技进步了，底下也跟着进步了，托梦都能4D、5D 了，是这样吗？禽兽点了点头，随后又意识到了什么，立马反应了过来。哎 Sigma 哥啊，我爸还没死呢，还活着好好的。陆晨大意了，我给忘了，所以我这巴掌是你扇的是吧？我去看看早点熟没熟。陆晨走到客厅，桌子上已经摆放好了白粥和豆浆，早点的最上面还留有一张纸条，上面是一行娟秀的小字：陆哥，我今天有事，你们玩吧，还有记得吃早点。陆晨面无表情看了一眼面前的白粥和豆浆，心里一丝暖流涌过，真好，怕我不够吃还点2份。早餐虽然平淡，但也难掩其内心酣甜。没过10分钟，陆晨便将早餐给消灭了个精光。禽兽也打着呵欠从卧室中走出，看着陆晨面前的几个空外卖盒子，有些疑惑：哥，我的早餐呢？陆晨挠了挠头，有些不解，啥早餐？随后低头看向自己面前的空外卖盒，点了点头，明悟道：哦，你说这个啊，这个是小丹点给我吃的，下次我一定批评他，点外卖记得把你也带上。禽兽望着面前的几个空盒子，嘴角不由抽动了几下。哥，有没有可能他点了2份，有1份是我的？本丸第74路哥，我想打职业，江南市地铁4号线，现在的速度是120迈，心情是突然能理解灭霸的想法了。禽兽扛着摄影机，画面中已经捕捉不到陆晨的身影，人潮汹涌，哪怕他1米8几的大个儿，也只能随人潮起伏。哥呀，咱就不能打个车去上班吗？陆晨满嘴流油，口齿不清道：你懂啥？你不是没吃早饭吗？现在快张嘴，我刚刚吃到一口猪肉大葱的包子。禽兽有些犹豫，但碍于腹中的抱怨，也只得张开嘴巴。啊！刚张开嘴，禽兽口中就传来了一股猛烈的香味，他知道那是牛的味道。猛然定睛望去，一只土豪金色的牛皮皮靴塞入了他的口中。人潮中忽然涌出一道怒吼声：谁把我要送老丈人的牛皮皮靴给偷走了？禽兽心中一惊，立马将口中的皮鞋吐出，
呸呸呸！随后转头朝着陆晨幽怨道：“哥，你这方法也不行啊。”陆晨鼓着腮帮子，嘴里塞满了蒸饺包子，手中还拿着一杯豆浆。啥？你说啥？这一刻，禽兽感受到了来自世界的恶意。几经波折后，两人终于来到了天府锦绣。陆晨上班的地方，已经在外面晃荡了好几天。陆晨终于又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工位上，熟练的换好制服，直接趴在桌子上开睡。夏日轻柔的微风以及清晨柔和的朝阳，都是睡眠的最佳伴侣。前提是，窗子前面没有人挡着的话。谁啊？这么没公德，挡着我上班？陆晨抬头望去，一个14、15岁的少年，正十分委屈地盯着自己，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一旁的禽兽看见这少年，立马将少年认了出来。这不是之前点外卖被陆晨拦下来的少年吗？禽兽将摄影机挪开了一点，小声在陆晨耳边小声道：“哥呀，是不是你之前吃他外卖还出卖他？现在人家来报仇了？”陆晨用手指摩挲着下巴，眉头微皱：“不能吧？这种事儿我也一个月就来那么5、6次，现在的小孩心理承受能力都这么差。”禽兽嘴角微微抽搐：“难怪你这么熟练，合着是缺德事儿干多了呀。”一旁委屈的少年看向陆晨，声音有些沙哑：“陆哥，我妈她。”陆晨顿时一惊，立马从桌子上坐了起来，大惊失色道：“什么？我重要的外快来源没了？”禽兽也是面容肃穆，低头安慰道：“小朋友节哀。”少年，他看着面前的陆晨和禽兽，有些发懵，摇着脑袋急忙开始解释：“不是，我妈没事儿，我有事儿。”少年指了指自己，随后又看向陆晨，刚想要开口，就看见陆晨又趴在桌子上睡了起来。“没事儿吃溜溜梅，有事儿找警察叔叔，我给你点过外卖。”呼呼呼，要是没我，你拿什么情报出卖给我妈？陆晨猛然从睡梦中惊醒，脸上转换出一副谄媚的笑容：“呀，兄弟你咋来了？来了也不说一声。”禽兽，给财神兄弟看茶。少年，涉世未深的他，第一次见到了成年人的嘴脸转变的有多快。少年捧起纸杯，开始诉说起母亲的暴行：“陆哥，我妈她准备扼杀我的梦想。”陆晨点了点头，随后开始低头沉思起来。过一会儿开口试探道：“是你想泡隔壁美女阿姨的梦想？”少年听到这话，脸色顿时羞红起来，摇了摇头：“那就是你想要征服世界，把学校都给消灭的梦想。”少年头埋得更低了，脸色也更加红润，继续摇了摇头。陆晨眉头微挑，神色大惊道：“难不成是你妈发现了你半夜天天和隔壁男童混在一起的事情？”禽兽神色也是大惊，张大了嘴巴朝着少年看来。少年，Sigma！ 少年大惊，站起身来，几乎用尽了全力在大喊：“是隔壁男同学！陆哥，你说话能不能说完整？”陆晨冷哼一声，顿时失去了兴趣，漫不经心道：“那是什么？你妈又咋扼杀你了？”少年深吸一口气，咬着牙齿愤愤不平道：“我妈不尊重我，我想打职业，结果她不仅不支持我，还把我的手机收了。”想到这里，少年右手握成拳头，愤然捶腿。陆晨撇了撇嘴，低下头在抽屉里翻找了几下，扒拉出一个略微有些破旧的手机来，递给少年：“这个我之前的手机，给你。”少年大为感动，正要给陆晨来一个打打的拥抱，却被陆晨颇为嫌弃的推开：“鼻涕，你的鼻涕要滴我衣服上了。”禽兽看着如获至宝的少年，面色有些古怪道：“可这你就不怕他的家长来找麻烦吗？”虽然禽兽没有见过眼前少年的家长，不过也能从少年的穿着看出，眼前少年优渥的生活环境来。在九州，无论什么家庭都无比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要是陆晨这般，恐怕会被少年的父母找上门来。陆晨只是不断敲击着手机，摇了摇头，随后假装不在意的朝着少年看去：“那个小林，你玩的啥游戏？你妈说你菜的一批，还想打职业，叫你别做梦了。”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听到有人说自己菜都无法忍受，更何况这评价还是来自至亲之人。少年蹭一下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如同被踩住尾巴的猫一般，怒道：“我省排名第一，我哪里菜了？”陆晨皱了皱眉头，指了指一旁的摄影师：“他前国服第一上单，我前国服第一打眼。”少年对这话显然是不信：“陆哥，你别骗我，你俩要是那么厉害的话，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们？都兄弟，我啥时候骗过你？”陆晨言辞切切，一旁的禽兽却看着陆晨，脸上满是愁容：“哥呀，你之前都骗他挨打了，他
他就算再傻，也不能相信吧？陆哥，上号！陆晨微微一笑，对着禽兽露出了个 OK 的手势。哎！禽兽有些震惊地望着沙发上的半大少年，想要开口问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天害他被毒打的异父异母亲兄弟。少年玩的游戏叫做农药，在这个世界十分火爆，不说人人都玩，但最起码年轻人是基本都知道的。禽兽上大学倒是和室友玩过，不过出来工作后，一般就很少碰这类游戏了。陆晨和禽兽下载好游戏，登录账号，进入少年创建的房间。少年脸色发黑地看着面前两个没有段位的号，朝着陆晨两人艰难道：“这就是你们前国服第一的号？”陆晨脸不红心不跳，那时候玩得太早了，恐怕都还没你呢。少废话，选位置，开摆开牌。陆晨果断锁下了打野位，而禽兽也俨然一副前国服第一上单的气势，直接锁下上单位。少年见二人如此自信，也是放下心来。没人打辅助，我来辅助吧。身为一个顶级玩家，他自然知道阵容的重要性。就这样，三人愉快地进入了游戏。本完第75提高家庭地位的秘法。刚刚开局没到几分钟，少年就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意识和精湛的技术，拿到了击杀。下路捷报频传，立马就遭到了对方打野的针对。随着少年的屏幕变成灰色，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打野。6分钟了，依旧是0-0-0的战绩。被对面打野抓死5次后，少年的心态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少年有些崩溃地朝着陆晨大喊道：“陆哥，你倒是来帮我抓人啊！”对面打野一直在下，谁料陆晨只是摇了摇头，一脸认真道：“那怎么行？我说了要打野，那就真的只打野。做人怎么能言而无信呢？”陆晨认真的在野区殴打着野怪，3路全炸，边笑边刷。陆晨的耳边已经传来了熟悉的系统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零初与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零初与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不是，摄影师，你一个上单过来打团啊？眼见对局持续到10几分钟，少年看了一眼上路，上路禽兽的战绩依旧是0-0-0，他有无语道。禽兽看了一眼中路十分混乱的，果断摇头拒绝道：“不行，我社恐。”少年听到这话，直接愣住了，操作着的角色停在场地中央，又送了一个人头。紧接着，他问出了人生当中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社恐和打团有什么关系？”人太多了，所以不行。少年这辈子恐怕都没有这么无语过。一个上单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对面上单已经冲进人堆里大5个了，他依旧在上路安稳发育，打野依旧在野区和野怪打架，玩的就是一手慈悲。就算是只有一丝血的残血从他面前经过，也根本看都不看一眼。最终，少年这边以陆晨和禽兽2位突出的0-0-0战绩输掉了比赛。少年生无可恋的躺在沙发上，还莫等他先开口，陆晨看到他的战绩，却先颇为嫌弃的啧了一声，随后扭头十分鄙夷的看着少年，问出了让少年崩溃无比的问题：“你这能打职业？”禽兽也是放下了手机，点了点头：“是啊，你这还得再练练啊！听你说自己省第一，还以为多厉害呢，一把游戏死10次，你妈说的没错，果然菜的一笔。少年，你们真的有意识到是谁的问题吗？”陆晨和禽兽相视对望一眼，纷纷无奈耸肩：“肯定不是我，我一次没死，那也肯定不是我，我也一次没死，那谁死的最多呢？”两人齐齐扭头，目光朝着少年望来。下划线，少年井号，再和你们打游戏，我就是狗！少年愤然地将手机踹起。直播间里，观众们纷纷开始同情起眼前的少年来。陆哥和摄影师是真绝啊，这是一点机会都没给他留。笑哭，我要是碰上这种打野和上单，早挂机了。打野和上单都没死过，谁的问题呢？滑稽，这别说一个省排名第一了，就算是世界冠军来了都不一定带得动吧。禽兽和陆晨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生闷气的少年，无奈地耸了耸肩。他们远不知道，他们此番话语对一位想要进入职业赛场的少年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陆晨也懒得搭理这个生闷气的小屁孩，反正没一会儿自己就会好。刚想趴在桌子上美美的睡一个午觉，结果就感受到一道黑影站在自己身前。还莫等陆晨开口，少年便先开口了：“陆哥，我觉得我妈不尊重我的梦想，好像是因为我的家庭地位不够高才导致的。”少年沉思了一阵，旋即再次望向陆晨：“陆哥，我在家根本就没有家庭地位，你有什么提高家庭地位的办法吗？”
陆晨抬头瞥了一眼面前少年，正襟危坐起来。这你可算是问对人了，地位这块儿，我可是拿捏得死死的。少年大喜，殷切的目光急忙看向陆晨，完全忘记了自己之前排位被坑的事情。哥，你快教教我。陆晨咳嗽了一声，有些为难地看向少年兜里，手指摩挲着下巴道：嗨，家族秘法，这个有些让我难办啊。少年心领神会，立马从兜里拍出一张100元大钞放在桌子上。陆哥，这些够不？一旁的看着桌子上的100元大钞，禽兽面色古怪道：哥，你不是孤儿吗？哪来的什么家族秘法？少年听到禽兽的提示，一时间也是回过神来，神色戒备地对着陆晨问道：是啊，陆哥，你这家族秘法靠谱吗？陆晨老神自在，被拆穿了也根本不慌，对着面前的两人反问道：你们难道不觉得以我在孤儿院的地位，更能彰显我这秘法的厉害吗？少年听到此话，不禁大喜，急忙又从兜里掏出一张100元大钞，拍在桌子上，目光恳切地看向陆晨道：陆哥，小弟的梦想就托付给你了。禽兽回想起之前孤儿院之行，面色古怪，喃喃道：陆哥真的有地位吗？孤儿院就差那块牌子立上陆晨与狗不得入内了。不过禽兽只是思索了一阵，想到陆晨在孤儿院的所作所为，浑身不禁打了一个激灵。陆晨做出那么多过分的事情，还没被老院长打死，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地位在孤儿院确实很高。陆晨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开始传授秘法。少年不知道从哪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认真记录陆晨所说。首先，你平时说话就太软弱了，你要像真正的男人一眼，说话语气要强硬，态度要坚决。少年听到陆晨的话，先是一愣，低头沉思了一阵，还是没能理解陆晨的意思。陆哥，这我还是没怎么明白。比如你妈让你回家吃饭，要是你不想回去，你会怎么说？我今天在外面吃。少年试探地朝着陆晨望去，陆晨却是摇了摇头。你运用反问强调语气，告诉他说：你在教我做事，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霸气多了？陆晨不动声色地将桌子上的2张100元大钞揣入怀中。少年自言自语了一阵，随即恍然大悟，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陆哥，我明白了，总之就是多用反问和疑问吧。像我妈平时生气就会不说话看着我，我就可以问她有事，这样话语简洁有力，而且也能彰显出我的态度。陆晨看着面前的兴奋的少年，眼皮不禁跳了跳，不由得有些惊讶道：没想到你小子还能举一反三啊。听到陆晨的夸赞，少年不由得挺起了胸膛，忍不住得意起来。那是，我们老师都夸我聪明的。陆晨看着洋洋得意的少年，或许是出于人性的怜悯，或许是出于自身的内疚，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拍了下少年的肩膀：兄弟啊，你家里应该有跌打酒红花油之类的吧？本丸第76少年，你在教我做事？有啊。陆哥，你咋问这个？少年听到陆晨的问题有些不解，这好好的怎么聊起跌打酒来了？陆晨听到少年的话，则是点点头，彻底放心下来，拍了拍少年的肩膀道：没啥，我就想问问你啥牌子的跌打酒好点。少年还没有反应过来，挠了挠头，满脸疑惑：啥牌子？我也不知道啊。没事儿，你之后会知道的。陆晨只是留下一句意义不明的话，重新趴在桌子上，留下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少年站在原地。一旁的禽兽则是目光怜悯地看向少年，同样拍了下少年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兄弟啊，你保重。少年摸不着头脑，还没搞清楚陆晨和禽兽这莫名其妙的话，保安室外却传出一道低沉的女声：林初雨。一位穿着精致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年轻妇人站在保安室前，目光宛如被打扰了好梦的狮子一般盯着面前的少年。年轻妇人手中拿着一串高级轿车的钥匙，握紧钥匙的双手不断发颤，指节发白，显然是压抑着怒气。少年转过身来，看着面前精致的年轻妇人，又低头看了下自己桌子上的笔记本，最后抬头，目光微凝，口中缓缓吐出一声简短有力的声音：有事 Sigma。 一旁的禽兽和陆晨两人面色惊恐地朝着少年望去，目光中隐隐流露出钦佩之情。这般作死的人物，他们生平也是第一次见到。少年对面的年轻妇人一时间也是有些愣住，没想到迎接他的居然是这话，精致的脸色立马阴沉下来，刚想要暴怒出手，却看到了禽兽扛着的摄影机，黑黝黝的镜头正对准自己，如同乌云般低沉的脸色立马消散下去，雨过天晴一般绽放出笑颜。小陆，
不好意思啊，这小孩子给你添麻烦了。陆晨微微挑眉，心中大惊，没想到世上居然有如此变脸速度。随后也同样笑脸相迎道：没事儿，王姐，小林这孩子打小就聪明。陆晨拍了拍眼前少年的肩膀，将少年默默给推了出去。小林，快跟你妈回家吧。面前的少年只是淡然摇头，口中继续吐出一个词语，然后陆晨脸色一僵，好家伙，你这把我教你的用到我身上来了。还莫等陆晨开口，面前的年轻妇人则是忍不了了，一把拉住少年，则问道：你怎么跟你陆哥说话呢？少年面对妇人的话，微微冷哼一声，不屑一顾，随后转过身来反问道：你在叫我做事儿？话音刚落，众人皆惊，窗外传来夏日的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正午阳光下拉长了众人的影子，炙热的阳光灼烧在陆晨身上，明明本应该感到炙热，但此刻他却如铜身堕冰窟般寒冷。微风吹拂起漆黑的发梢，宛如寂静的冬夜寒风般凛冽。咕咚，陆晨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试图保护面前这位无畏的祖国花朵。小林，你瞎说什么呢？看多了吧，快点和妈妈回去吧。陆晨拍着少年肩膀，后背的衣衫已经被冷汗浸湿了，僵硬地抬起脖子，朝着面前的年轻妇人望去，艰难地露出一个笑容。王姐，这小孩子就这样，别介意，别介意。面前的年轻妇人此刻脸色阴沉的可以滴出水来，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放开。如同言出法随般，陆晨的手竟不自觉地松开了少年。紧接着，一道响彻天穹的吼声从保安室中传出：林初雨，我给你脸了是吧？实质性的死亡威压传出，少年感受到熟悉的恐怖气息，不由得开始慌乱起来。看着面前逼近的妇人，少年不断后退到陆晨身后，藏在陆晨身后大声问道：陆哥，这你教的法子怎么不管用啊？听到这话，年轻妇人有些疑惑地朝着陆晨看来。陆晨脸色大变，立马侧身朝着一旁走去，将躲在自己背后的少年给暴露出来，立马和面前的年轻妇人统一阵线。看着少年有些恨铁不成钢道：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听话呢？我让你好好和你妈妈说话，你怎么还是这副样子呢？他不就是不让你打游戏吗？你这小子怎么还这么大怨气？哎！少年大为震撼，瞪大了双眼朝着陆晨望去。这不是你教我说的吗？心中所想还没有说出口，少年就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不知何时，保安室前的年轻妇人手中已经拿着一根棒球棍了，棒球棍拖在地上，发出金属摩擦的声音。少年大惊失色，正欲扭头逃跑，却被感受到身后屁股遭受到重创，一时间跌倒在地。陆晨看着眼前血腥惨淡的一幕，不忍捂住了眼睛，转身寻找了一阵，将保安室放在角落的灭火器递了过去。那个王姐用灭火器，这个伤害高。看见此情此景，一旁扛着摄影机的禽兽脸上流露出一丝畏惧。他隐约看见陆晨头上长出了两个宛如恶魔般的长角，禽兽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心中有些不解，究竟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人，才忍心坑害祖国的花朵。随后看向窗外花坛中带刺的木枝，弱弱道：要不用那个。直播间内的观众们此刻皆是为画面中挨揍的少年默哀起来。笑死我了，陆哥和摄影师是狗吧？这孩子都这么惨了，还在这里拱火，笑哭，祖国的花朵都被你们玩出心理阴影来了。孩子，这时候应该关心一下老妈，问他吃饭没有。滑稽，孩子，你在教我做事。陆晨看着生无可恋的少年，有些不忍，默默转过头去，耳边不断回响着冰冷的恶系统提示声：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林初雨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林初雨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过了良久之后，少年的惨叫逐渐平息，年轻妇人的脸色也好转了不少，渐渐停下手来。少年才捂着屁股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此刻的他成长了许多，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陆晨为什么说之后他就会知道哪个牌子的跌打酒好用了。年轻妇人看着一旁的陆晨和摄影师，将手中的灭火器放了下来，捂住嘴巴，有些不好意思道：抱歉，让你们看笑话了。陆晨禽兽急忙摇头。陆晨看了一眼扶着桌子的少年，丝毫不在意道：没事姐，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3天不打，上房接我啊。上次给你推荐的鞭子蘸辣椒水管用不？不管用的话，我这里还有法子，你蘸风油精试试。本完第77。赢了职业队就能打职业。少年听到这话，一时间差点没扶住桌子，一个踉跄，
又差点摔倒在地。年轻妇人看了一眼少年，黛眉间好似有一股如万年寒冰般春风都化不尽的哀愁，心中纵有千言万语，最终也只得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唉，他现在一天上学也不去，就想着打职业。饶是像他们这样大富之家，也是十分注重下一代的培养。年轻妇人对于少年的未来自然无比担忧。陆晨看着扶着桌子不断搓揉屁股的少年，微微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试探道：“要不就让他试试？”哎，刚刚还觉得陆晨出卖自己，满身怨气的少年听到这话后，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双目噙着泪光朝着陆晨望来。这一顿打没白挨，陆哥一定是想要帮我实现梦想，迫不得已才出卖我的。少年重重的点了点头。陆晨的形象一下子在他眼中变得高大伟岸起来。陆晨试探地朝着年轻妇人望去，年轻妇人眉毛直接拧成了一股绳。没想到一向开明的陆晨都这么说，难不成是自己跟不上时代了？这让年轻妇人不由得怀疑起自己来。见到妇人动摇，陆晨也是急忙趁热打铁：“王姐，这种事情你也知道，赌不如输，小孩子没准也只是几分钟热度，这阵子过了就好了。”他这倒不是帮少年说话，而是早些帮少年认清现实，免得这小家伙天天哭着喊着的来打扰自己上班，自己今天一上午美好的睡眠时光直接被就没了。这要是再来今天，工作真的就没法干了。陆晨眼见面前的年轻妇人被自己说动，急忙对着少年眨巴眨巴眼睛，使了下眼色：“小林，我明天给你去找支战队，你也把你的小伙伴们叫上。要是输了，那就说明你没有那个天赋，以后好好学习，可以吗？”少年看到陆晨的眼神，顿时心领神会，顾不得屁股上的疼痛，立马就对着母亲保证：“妈，我保证，我要是输了，真的不是这块料的话，我肯定好好学习。”听到少年的保证后，年轻妇人又叹了一口气，最终点了点头，莫再说些什么。少年见状，惊喜之色跃然于表，一蹦一跳的跑了出去。禽兽瞥了一眼少年的背影，又脸色有些古怪的朝着陆晨望去，低下头有些疑惑：“啥时候陆哥有这么好心了？”陆晨盯着少年跑远的背影，嘴上也是不由流露出一抹微笑，看着面前有些忧心的妇人，宽慰道：“放心吧，王姐，他这种水平顶多也就玩玩，等明天我去找个职业战队去军训他，直接给他打到怀疑人生。”年轻妇人猛然抬起头来，震惊地看向陆晨，随后眼神坚定地点了点头：“小陆，你放心，只要能让他放弃这个想法，钱绝对不是问题。”妇人拿出最新版的 iPhone， 当场就给陆晨赚了10万。叮，支付宝到账10万元。Sigma。禽兽看着这毫无人性的一幕和陆晨上扬的嘴角，顿时醒悟了什么。这也在你的计算之内吗？就陆哥，陆晨这一波不仅仅狠狠地刷了母子两人的好感，还轻而易举地骗到了10万块，直接是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禽兽看了一眼陆晨，陆晨脸上笑容近乎谄媚地将年轻妇人送出保安室。慢走啊，王姐，我说那法子您真的试试，蘸风油精抽他，让他尝尝记性。打坏？不会，我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哪一天不挨3、5顿打的？您呀，就是真的太心善了，所以他才敢上房揭瓦。送走两人后，陆晨瘫坐在沙发上，随即开始苦恼了起来。现在我该去哪里找职业战队呢？他也就这么随口一说，没想到妇人转账竟然如此干脆利落，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钱就已经到他的账户上了，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份差事。现在这10万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烫手的山芋，所以陆晨决定先用这些钱好好犒劳自己一顿再说，直接点了2份肯德基豪华全家桶来犒劳自己。禽兽看着陆晨手中的操作，眼皮微微一跳，这样子真的没事吗？禽兽掏出手机开始寻找起方法来，一边在浏览器上搜索，一边对着陆晨道：“我记得不少职业战队好像都会有这种接比赛的渠道吧？实在不行，咱去他们官方微博下面问问。”经过这几天百元求生节目组的推广，以及其自身热度火爆的原因，嘉宾们也积累了不少的粉丝，也算不得上是籍籍无名了。像是陆晨这样摆烂的嘉宾，在某音上都有10几万的粉丝了，也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博主了，说不定还真能直接联系上职业战队。陆晨也想到了这点，对着禽兽提议道：“要不直播间问问？”直播间内此刻也是飘满了弹幕，不过倒不是有什么职业战队的联系方式，而是纷纷为陆晨这种无耻行径点赞。卧槽，陆哥这法子不错呀，刚好我孩子也到叛逆期了，天天嚷嚷着
要打职业改，明儿我也试试。楼上的家里有矿吧？职业战队的出场费可不便宜。陆哥的法子不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吧？啥职业战队？不是就要个风油精吗？是啊，我家风油精还是买得起的。滑稽。禽兽看着满屏的弹幕，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他已经预见到了接下来几个月风油精的大火以及祖国花朵们悲惨的遭遇。对此，陆晨倒是丝毫没有悔意，看着弹幕反而还无比乐呵。你们要是揍孩子的话，记得拍下来发我视频的评论区，让我看看。禽兽，可能我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这还能发评论区欣赏的？和直播间的观众们闲聊期间，陆晨也总算看到了一条有用的弹幕。陆哥，我是 GS 俱乐部的经理，明天需要我们战队来帮忙吗？ GS 战队？陆晨看着直播间的弹幕，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这个战队在整个联赛当中基本上都是垫底的存在，这万一要是翻车了，他可不好交代。对，现在刚好在休赛期，我们闲着也没事，就当做慈善吧。陆晨一听这话，顿时来了精神。免费？好，就你们了。一旁的禽兽则是神色担忧的扯了下陆晨的袖子，小声道：陆哥，这个职业战队都输了1年，快解散了，你不能因为他们免费就让他们来打呀，这万一翻车了你怎么交代？陆晨咳嗽了一声，正色道：我是相信职业选手的水平，不是因为钱的事情，你怎么能用这种肮脏的思想去想我呢？我是想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本完第78罗城上门，奖金翻倍。江南市 GS 俱乐部基地内，一位中年男人长舒了一口气，看着面前几个脸上愁云惨淡的年轻人，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我已经帮你们谈好了，明天对手都不是职业选手，这要是再输的话，恐怕我们真的要解散了。GS 俱乐部是江南的本土俱乐部，由于主要进军的是端游 MOBA 类游戏，再加上手游分部成绩不理想，多年处于亏损状态，手游的农药部已经濒临解散了。要是他们再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自救，恐怕已经撑不过这个夏天了。这也是为什么战队经理答应陆晨免费的原因。百元求生这档节目才播出没几天，已经吸引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战队能够在这档节目当中露脸，搞不好能够吸引到一些赞助，再不济也能够拉高战队的知名度，说不定还能在苟延残喘一段时间。这本身就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前提是明天的比赛他们能够赢下的话，要是连路人都赢不下，恐怕这支战队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另一边，陆晨还不知道 GS 战队即将解散的消息，只是趴在桌子上，美滋滋的看着只付宝余额上的10万块，想着这钱应该怎么花。禽兽同样看出了陆晨的心思，脸色有些犯难道：哥，这既然人家免费帮咱们，要不就把钱还给小林他妈吧。陆晨抬眼看了禽兽一眼，将手机揣进了兜里，一脸茫然的问道：钱？什么钱？禽兽，你咋说什么？哥，那10万人家王姐刚转给你的，你现在要是还回去，搞不好人家一高兴还能给你留个几万。这钱本来就是王姐用来让陆晨邀请职业战队的费用。禽兽觉得既然人家战队是免费出面帮忙，那这钱还是还回去的好。陆晨则是摇了摇头，看了一眼禽兽，皱了皱眉头道：禽兽啊，你这几天怎么学坏了？现在都学会见面分一半了。陆晨有些不舍地掏出手机，只对禽兽说了3个字：收款码。这3个字如同有魔力一般，禽兽鬼使神差地拿出了手机，默默打开了收款码。一阵悦耳的女声从手机处传出：叮，支付宝到账100元。禽兽看着支付宝上的100元，脸上有些发懵，朝着陆晨问道：哥，你不是说见面分一半吗？谁教你10万的一半是100的？谁料陆晨听到禽兽的抱怨，歪着脑袋掏了掏耳朵，十分理直气壮道：不好意思，我数学没学好，一直算的都是10万的一半是100。禽兽心态有些崩溃了，他喵的没想到陆晨这么黑心，只给自己100块，想要独吞那剩下的钱。你就不怕我去告发你吗？禽兽看着老神自在的陆晨，有些疑惑。陆晨只是摇了摇头，点上一根华子，俨然一副黑道大佬的做派，吞云吐雾起来：我给你的才是你的，我不给你，你不能抢，懂？看着陆晨这副样子，禽兽不由无奈扶额，心中总感觉这10万巨款在陆晨手中不会长久，但也想清楚了，只要能办成事情，人家也根本不会在意。陆晨抬头看了一眼骄阳，清风徐来，正是睡觉的好时机，打了个呵欠，正要趴在桌子上开睡，结果就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黄色身影走近，
熟练地将穿着某团制服的小哥给拦了下来。哎，这里外卖不让进！某团小哥愤怒地摘下口罩，露出了自己的面庞。是我呀，是我！罗成有些崩溃的声音对着陆晨大吼道。他这次来，是特意来给陆晨送外卖的，结果还被陆晨给拦在了外面。陆晨严肃地点了点头，一本正经道：我知道是你，就算是同事，你也不能进。陆晨双手抱胸，盯着面前的罗成，自己突出的就是个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罗成有些无语，直接把手中的2个全家桶递给了陆晨，随后走进保安室内，径直走到沙发旁坐了下来，脸色十分轻松，甚至还悠哉悠哉地翘起了2郎腿。陆晨回头看着罗成和摄影师坐在沙发上，脸上流露出一丝疑惑。按理来说，罗成不都应该是逼着自己走吗？怎么今天突然一反常态，溜达到自己这里来了？禽兽也是一脸诧异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罗成，忍不住有些好奇道：难不成你今天中彩票了？罗成没有说话，只是看向一旁自己的摄影师，忍不住哼哼了几声，就差把嚣张2字写在脸上了。一旁的摄影师看了一眼罗成，这才娓娓道来：罗哥他找到了一份大公司的工作，这最后一天送外卖了。罗成点了点头，朝着陆晨望去：我马上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了，而且我还听说节目组拉到了不少赞助，说不定我们最后赢家的奖金要变成5000万了。说到这里，罗成不由得有些得意起来。随着百元求生节目组的热度增加，嘉宾们也都受到了各界关注，即便是没有身份证，找工作也不会像之前那么艰难了。自己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再加上有大厂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份履历走出去，基本上不会有哪个公司拒绝。而陆晨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偷摸混进节目组的保安罢了。之前外卖不是他弟强项，打不过陆晨还情有可原，那现在自己干回老本行，少说1个月都起码有2-3万月薪。区陆晨自己根本不放在眼里，或许是之前在陆晨身上吃了太多的瘪，罗成现在对陆晨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攀比心，浑身上下憋着一口气，跑到这里就是为了将这个消息告诉陆晨。无论如何，他也要赢陆晨这么一次。陆晨听到罗成的消息，点了点头，没想到节目组在短短的1-2周时间内，居然拉了那么多赞助。不过，陆晨也并没有太在意，而是开口朝着面前的罗成问道：那你现在有把握能拿到投票了吗？这一问，顿时让罗成脸上得意笑容僵了下来，寥寥数语，直接戳中了罗成的命脉。众所周知，虽然节目组规则上是由观众们挑选出自己觉得生活最美好幸福的嘉宾投票，但这无疑是观众的主观思想，好与不好其实并不能影响观众们的投票。例如现在的陆晨，虽然睡觉摆烂，有事没事到处瞎逛，但依旧有不少观众将自己手中的票投给了他。至于罗成，在经历了上次加赛风波后，罗成的支持率就一落千丈了，现在已经是参赛嘉宾里投票倒数的存在。要不是不少观众是罗成的老观众，看在罗成认错态度还算是诚恳的份上，将这几天的票投给了他，恐怕他的排名还要再往下掉个几名。本完第79，奖金翻倍又怎样？我继续摆烂，那又怎么样？总比你在这里当保安强吧？罗成低头看了一眼身穿保安制服的陆晨，语气有些不屑。在他看来，要是徐小丹不帮衬下陆晨，陆晨这辈子也就只会是保安。而罗成也意识到了，从目前来看，徐小丹似乎没有帮衬陆晨的想法，陆晨依旧是之前的摆烂保安，这让他不禁放心下来。一旁的摄影师用力点了点头，目光有些激动。在和罗成吃了那么多苦头后，他终于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了。是啊，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摄影师直接将2人来这里的目的给说了出来。听到这话，陆晨不敢置信地摇了下头，生怕自己听错了，瞪大眼睛朝着罗成望去。这是真的吗？禽兽在听到13号摄影师的话后，也是一脸震惊，立马将脑袋探出保安室的窗外看了一眼太阳。今天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啊。如果说陆晨请吃饭已经是百年难遇的话，那罗成请他们吃饭，无异于是陆晨连着1个月请吃饭了。这已经不是概率的问题了，这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自己和陆晨坑了罗成那么多次，结果罗成说要请吃饭，鸿门宴。这是陆晨和禽兽对罗成这反常举动的第一印象，2人戒备的目光纷纷朝着罗成投去。下划线丁点 JPG。 罗成有些尴尬地挠了下脑袋，不好意思道：之前假赛多亏你们制止了我，我才及时醒悟过来了，所以这顿饭就当我为之前的事情赔罪，还有谢礼吧。罗成言辞恳切，语气十分真诚。经过上次的事件，他也是及时悔悟过来，
没有像方从元那样一蹶不振、消沉下去，而是开始学着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多亏他积极乐观的态度，在江南本地找到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公司，明天就要去面试了。临走前想要感谢一下陆晨，所以当他见到送往天府锦绣的外卖单子时，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现在的他看着面前身穿保安制服的陆晨，目光动容。之前对于陆晨的怨气，随着他心态的转变，已经化作了感慨。哪怕之前陆晨坑了他那么多钱，他也懒得计较了。作为一个即将月薪破3万的人，他是自然不会和月薪不到5000的保安计较的。他捧起面前的茶水，微微叹出一口气：唉，我们这也算不打不相识了。现在我可能要去新的公司工作，以后就不一定见得到你了。罗成拍了拍陆晨的肩膀，心中感慨万千。陆晨看着罗成，只是点了点头，十分平淡地祝贺道：恭喜恭喜。对于他来说，罗成拿多少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罗成见到陆晨这副敷衍态度，大失所望，也顿时没了什么兴趣，将目光转向另一边的禽兽。罗成将手勾搭在禽兽肩膀上，拍了拍自己胸膛，十分大气道：兽啊，晚上想吃啥尽管跟哥说。满汉全席、满配佛跳墙、清炖燕窝，一连串的名字吐出，顿时让罗成身体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就这些菜，就算是他工资再翻个几倍，那也不一定能吃得起啊。罗成喉咙一抽，半天说不出话来，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禽兽啊，你说的这些，普通人基本上是没啥机会吃到的。就算自己月薪3万，那也不会舍得一顿饭吃个上万块的满配佛跳墙和清炖燕窝之类的菜。更何况他现在兜里也就只有2000不到，别说满配佛跳墙了，就算是强跳佛都吃不起，更别说哈满汉全席清炖燕窝了。那你说啥？我以为还真的能想吃啥就吃啥呢。禽兽冷哼一声，转过头去，嫌弃地将罗成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给打落下来。此刻罗成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额头立马浮现出几道黑线，嘴角不断抽搐地看着禽兽，紧接着又朝躺在桌子上睡觉的陆晨望去。可你跟着陆晨也不可能吃到这些东西啊。他有些不解，怎么自己好心好意的来请他们2个吃顿饭，结果他们都不领情。罗成脸上有些羞愧，咳嗽了一声，将2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嗨嗨，我承认我是有些想炫耀的想法，但我想感谢你们，那也是真的。这话是罗成的真心话。虽然陆晨这2人一直在坑他，但自己误入歧途，假赛的事情上，他直接背负了所有评委的黑锅，遭受众人的批判。可唯独一直和他不对付的陆晨和禽兽2人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是放了他一马，这让他有些想不通。痛定思痛后，决定要好好报答2人一番，既是感谢2人及时举报将自己点醒，没有酿成大祸，也是算自己和过去做一个告别。此顿过后，他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接下来激烈的比赛当中，为了赢取最后节目组的奖金而奋斗。至于陆晨一个摆烂的保安罢了，接下来恐怕是不会再见到他了。罗成朝着面前的趴在桌上假寐的陆晨望去，十分认真道：如果你要是还有一丝斗志，想要获得冠军，赢取最后的大奖的话，那就不要继续摆烂当保安了，还是换个工作吧。换工作？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呀。陆晨抬头看了一眼罗成，和煦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一切看上去十分惬意悠闲。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再说去给那些黑心的资本家卖命，哪能有自己在保安室睡觉香？罗成看着陆晨这副摆烂的样子，心中顿时升腾起一股无名怒火。自己都在为了最终的大奖拼尽全力了，而陆晨居然还在这里摆烂，好像5000万的奖金对他根本就没有吸引力一样。此时的他已经顾不得什么伤不伤得到陆晨的自尊心，只是把脑海中的话全都说了出来。不吐不快道：换个好点的工作，意味着你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能够吃得起之前说的满汉全席、清炖燕窝。听到罗成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话语，陆晨随即低头沉思了下来。过了良久，缓缓地抬起头，思索道：其实我觉得清炖燕窝也不好吃，我不怎么不喜欢吃清炖燕窝。罗成听到陆晨这话，气得直咬牙，直接对陆晨发起了人身攻击。你一个破保安，吃过清炖燕窝吗？吃都没吃过，就说不好吃。陆晨这摆烂的态度，无疑把罗成给搞破防了。耳边传来熟悉的系统提示音，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2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本完。第80，我说我没你下锅，你说你燕窝吃腻。你一个破保安，吃过清炖燕窝吗？吃都没吃过，就说不好吃。罗成的怒吼声响彻天际，保安室外忽然飘过一缕清香，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在保安室外响起：“那个小陆啊！”之前的年轻妇人捧着2个精致的鎏金陶瓷小碗站在保安室前。我家里弄了点清炖燕窝，刚好你们还没吃饭吧？拿这个先垫吧肚子。独属于燕窝的清香弥漫着整个保安室。罗成目光锁定在那一小碗的清炖燕窝上，使劲吞了吞口水。陆晨看着面前的燕窝，则是有些露出嫌弃的表情。王姐，我不喜欢吃清炖燕窝，我都吃腻了。就这一次，吃完这次不吃了，下次我给你弄满配佛跳墙啊！年轻妇人美目微眯，笑着将手中2个小碗硬塞给陆晨，留下这句话后便走远了。直播间的观众们彻底凌乱了。我说我没米下锅，你告诉我你燕窝吃腻，你一保安给我说燕窝吃腻了，泪目了。家人们，我每天累死累活都不敢吃这么奢侈的东西，结果陆哥吃腻了。家人们，我要去陆哥那里应聘保安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一破保安，吃过清炖燕窝吗？吃都没吃过，就说不好吃，滑稽。短短的几分钟内，陆晨耳边已经传来无数的系统提示音。一碗小小的清炖燕窝，直接让直播间内大部分观众们都破防了。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王德发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汉斯情绪值加100。罗成面色僵硬，有些崩溃地望着陆晨面前的2碗燕窝。合着你真吃过呀？他原本以为陆晨一个保安根本吃不起这么高级的东西，结果现实给了他一个狠狠的大逼兜子。陆晨不仅吃过，而且还吃腻了。罗成此刻生无可恋地瘫坐在面前的沙发上，觉得自己的3观已经变成了陆晨的形状。对于他和禽兽这一代人来说，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拼搏、努力、发愤图强的卷。从小父母教育的方式就是要是不好好读书的话，就会被淘汰掉，只能当个看大门的保安。步入社会之后，也是要为了更高的阶级、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他同样也是这么做的，努力工作，参加比赛，都是为了让自己过上顿顿满汉全席、清炖燕窝的奢侈日子。结果陆晨一个破保安，还能吃到自己都吃不起的清炖燕窝，而且看样子他还已经吃腻了。这样的情况，别说是罗成了，就算是直播间的将近10几万的观众，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禽兽虽然也被震惊的不禁目瞪口呆的愣在原地好久，但好歹跟在陆晨身边这么久，他对于这种奇妙的状况已经有免疫力了。哥呀，这清炖燕窝我帮你解决了吧？禽兽嘿嘿一笑，捧起陆晨面前精致的小碗。陆晨有些嫌弃的摆了摆手，示意他赶紧拿走。这玩意儿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归结为荤菜，实在是不符合他的口味。陆晨拿起桌子上剩下的一碗清炖燕窝，对着面前的2人问道：还有一碗，你们要是没人吃，那我给阿黄了呀。禽兽有些诧异，端着小碗朝陆晨问道：阿黄是谁？哦，门口的流浪狗，我给他取的名字。众人，罗成面色艰难，这玩意儿丢给狗吃不是暴殄天物？刚想要张口，但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要是自己开口了，那岂不是成跟狗抢吃的了？罗成立马摇了摇脑袋，让自己冷静下来。身后却传来自己摄影师的声音：陆哥，我吃。摄影师扛着摄像机急忙快步走向前去，接过陆晨手中的小碗，露出一个憨厚笑容。像是燕窝这种昂贵的食材，自己一辈子恐怕也吃不上几次，自然是要抓住机会。罗成看着捧着小碗大口大口吃着燕窝的摄影师，愣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内心竟然升起一丝羡慕、嫉妒之情。现在他就想给自己2个大耳光子，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这双腿呢？非要过来找陆晨。陆晨不管一旁的罗成，伸了个懒腰，抓起桌子上的一包小熊饼干，开始嘎吱嘎吱的吃了起来，眯着眼睛晒着太阳，大声的自言自语道：这燕窝啊，天天吃我还真受不了，还是我的小熊饼干好吃。罗成嘴里充满了苦涩，想要反驳，但却又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因为人家确实燕窝吃腻了。一旁吃着燕窝的摄影师看见罗成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有些于心不忍，将自己吃到一半的燕窝递到罗成面前，安慰道：哥你吃吧，我早上也吃饱了。罗成接过摄影师手中的燕窝，刚吃了一口，却感受到禽兽和陆晨的目光锁定在自己身上。下划线丁点 JPG Sigma 嗨嗨，我只是想帮他试试咸蛋，这玩意儿忒淡，没放盐，不好吃。罗成立马摇头，装作十分嫌弃的样子，将燕窝重新递给摄影师。这浑然天成的演技，要是嘴角没有那丝晶莹的口水的话，陆晨就相信了。摄影师接过重新到自己手上的燕窝，
拍了下罗成的肩膀，叹了一口气，继续安慰道：“哥，你都找到新的工作了，陆哥工资肯定没你高，这燕窝也不可能是顿顿有的，这恐怕是他唯一能够找出罗成比陆晨优秀的地方了。”一听到这话，罗成也是立马反应过来，脸上流露出一抹欣喜之意，刚想要昂头嘲讽陆晨，却又想到了前车之鉴，咳嗽了一声，朝着陆晨试探道：“那个，陆晨，你现在工资多少？”陆晨回头瞥了一眼罗成，毫不在意道：“4500啊。”对于他来说，这个4500的月薪已经足够自己生活得很富足了。听到陆晨这话，罗成心中悬着的石头算是彻底落了下来，忍不住开始上嘴脸了：“我明天已经订好了，准备去面试了，1个月工资起码3万。”罗成语气十分平淡，扣着指甲，装作毫不在意，眼睛却时不时地朝着陆晨望来，似乎在期待陆晨脸上露出什么羡慕嫉妒的表情。不过结局是他失望了，陆晨脸色依旧。这件事情从罗成进到保安室内短短不到10分钟时间，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哦，恭喜！平淡的话语让罗成有种使出浑身力气的一拳打在棉花上，无力可使的感觉。陆晨并没有露出自己预想中的震惊或者羡慕的眼神，看到陆晨的反应，罗成有些恼怒，走到陆晨身边，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强调道：“那可是1个月3万的工作，你知道你上1年班也就才顶我2个月不到的工资吗？”本完第81。年轻人多读书，宽阔眼界。面对罗成的质问，陆晨掏了掏耳朵，毫不在意道：“知道，不就是工资比你低吗？”陆晨望着面前脸色彻底阴沉下去，还是怀疑人生的罗成，又急忙补充了一句：“但我赚的可不一定比你低。”这句话让罗成一下子就抬起头来，似乎找到了进攻的目标。“你……”罗成嘴里刚吐出一个字，身体就僵住，愣了下来，仔细回想，好像确实是如此。无论是之前的房产销官，还是最近的帮人相亲，他可是每天晚上忙活完，都完完整整的看了下来。不得不承认，陆晨确实每次都能在稀奇古怪的地方搞到钱。不过，这种办法始终都是靠运气罢了。你这靠运气挣钱，你觉得能天天有吗？之前都是走了狗屎运，才让你坑到那么多钱，我就不信你还能天天走狗屎运。罗成看着陆晨，语气中有些嫉妒，心中甚至开始后悔起来，自己为什么要说请面前这个前不久才拿到房产销官，赚了90万的陆晨吃饭了。陆晨挠了挠头，没有回答罗成的问题。这种突然能赚个几万块的机会，也不是天天都有的。见到陆晨沉默下来，罗成嘴角好不容易绽放出一丝笑意，拍了拍陆晨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年轻人，你靠运气赚到的钱，不一定代表你有赚那么多钱的能力。趁现在年轻，应该多看点书，宽阔下眼界，而不是在这里整天睡觉摆烂，这样你才能像我一样拿到这么高的月薪。”现在的罗成已经不想和陆晨扯什么他靠兼职外快赚钱的事情了，毕竟这种靠运气赚到的钱，有1次2次就够了，还能再多来几次不成？罗成用长辈的口气教训完陆晨，只觉得心中一阵舒畅，这趟自己没白来。悠哉悠哉地坐在沙发上，缓缓捧起面前的纸杯，喝了一口面前茶水，感觉自己的人生瞬间升华了。禽兽面色古怪地看向罗成，正在犹豫自己要不要把陆晨刚刚赚了10万的消息告诉他时，一道低沉的声音在保安室外响起：“小陆在吗？”一个西装革履的儒雅中年男人站在保安室外，手中还拿着一沓厚厚的信封。陆晨看见中年男人，将头伸出窗外：“怎么了？李叔？”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纷纷将这位中年男人给认了出来，正是之前招揽陆晨去公司睡觉的天宇生物董事长。不过，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来找陆晨会有什么事呢？众人心中纷纷疑惑。眼见中年男人走进保安室内，观众们纷纷屏住呼吸，忍不住好奇了起来。罗成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中年男人身上这种久居上位的气息，让他倍感压力，不留痕迹地挪动了一下屁股，将沙发上的位置空出一块。李叔，我目前还没跳槽的打算呢。陆晨无奈地耸了耸肩，还以为是他又想把自己给忽悠进公司，谁料中年男人摇了摇头，将手中的信封放在了桌子上。这次不是这件事，是我想要谢谢你。陆晨听到这话，不由一愣：谢我？谢我干什么？自己最近貌似没做什么好人好事啊。中年男人将厚厚的信封打开，露出一摞摞厚重的现金。这里是10万块，谢谢你之前帮警方抓住了要贩子。中年男人将10万现金铺开放在桌子上，一旁的罗成眼巴巴地看着一摞摞现金，心中不由得有些震撼。10万块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而这笔巨款就要被眼前的中年男人作为奖励送给陆晨了。自己刚刚说什么来着？这种运气赚到的钱，充其量也就1次2次。现在他只感觉脸上被面前的10万块扇得生疼。陆晨看着面前的10万块，顿时明白了中年男人的意思，不由得有些惊诧。李叔，那个瑞阳药企是你旗下的公司？之前林宇和赵小棠都给陆晨详细的讲解过药贩子的身份，他记得其中一个年纪大的是一个药企的经销商，所以才能够将药品给垄断下来。那个企业叫做瑞阳药企，也是江南本地一个不小的公司了。相比于陆晨的震惊，禽兽罗成几人倒是淡定得多，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位中年男人的身份。天宇生物的董事长，那可是全球排名前500的企业，旗下有几个分公司再正常不过了。中年男人看见陆晨脸上露出惊诧神情，满意的点了点头。如果你要来我们公司的话，给你个总经理试试。显然他对陆晨抱以厚望，不过这次陆晨的回答依旧和之前相同。陆晨摇了摇头，再次拒绝了他。抱歉，李叔，我这人散漫自由惯了，还是不进去添乱了。中年男人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看了一眼手表，似乎还有什么急事一般，匆匆离开了保安室，只留下桌子上一摞摞的红色钞票。陆晨皱起鼻子，轻轻在空中嗅了几下，说道：奇怪，谁家醋坛子打翻了？怎么这么酸啊？罗成望着面前这一沓一沓的鲜艳钞票，不得不说，他真的酸了。陆晨每天上班啥事也不干，就睡觉，结果还能这么受欢迎，这又是清炖燕窝，又是10万现金的谢礼，这怎么能让他不嫉妒？就算明天他真的应聘成功，那10万也是他3个多月的工资了。结果陆晨呢，只是配合警察抓了一个药贩子，就被奖励了那么多。人和人的差距，真的有时候比人和猪都大。想到这里，罗成不由地叹了口气，坐在沙发上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陆晨拍了拍罗成的肩膀，坐在沙发上翘起2郎腿，认真的点了点头。禽兽啊，我觉得罗成说的非常对嘛。年轻人，你靠运气赚到钱的话，不一定代表你有赚到这些钱的能力。趁着年轻，你应该多看看书，宽阔下眼界嘛。禽兽也是顿时心领神会，立马点了点头。哥，你说的对，我觉得你讲的非常有哈哈哈。不行，我憋不住了。哥，禽兽看着罗成，脸色好像变色龙一般，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紫色，顿时笑出了声来。直播间的观众们此刻也纷纷心疼起罗成来，笑哭，这罗成怎么每次都被陆晨给搞破防啊？我突然好心疼他。哈哈，这次真没啥好说的，罗成真的是往枪口上撞啊。雨停了，天晴了，他又觉得他行了，还是得让陆哥来治治他。这节目效果真的实在太好了，要不罗成你和陆哥商量一下，让他给你发工资吧。就连罗成身后的摄影师也在捂住嘴巴，用尽全身力气憋笑。陆晨就好像是罗成的克星一般，每次罗成刚有点成绩，迫不及待的想要炫耀一番，结果被陆晨迎头暴击。本完第82罗成，陆晨待我亲如兄弟。罗成听到陆晨和禽兽丝毫不掩饰的嘲笑声，面色艰难。他原本只是想要来请陆晨吃顿饭而已，看见陆晨身上穿的制服，又忍不住嘚瑟了起来。结果显而易见，陆晨虽然只是一个保安，谁家保安能天天吃到业主送来的清炖燕窝？还有懂不懂就有世界500强的董事长邀请入职。罗成只是留下一个地址，随后便灰溜溜的跑了出去。他已经没脸继续待在这里了。望着罗成逐渐远去的背影，禽兽看向一旁的陆晨，有些好奇道：哥，罗成请你吃饭，你真的要去吗？罗成一开始就和他们不对付，这次请客吃饭也多半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禽兽生怕两人刚刚嘲笑罗成举动惹恼了他，贸然去赴宴，恐怕会遇到什么危险。对此陆晨倒是丝毫不在意，去，有免费的东西吃还不去？陆晨默默将桌子上的现金给收了起来，即便现在自己兜里有20万，但也不能放弃白嫖的好习惯。罗成既然请自己吃饭，那自己也肯定会去，就是不知道这罗成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还是他哪根筋搭错了，才想着请自己吃饭。两人就这样默默待到了晚上。陆晨下班的时间，陆晨换好便装，打了一辆车朝着罗成给的地址出发。罗成的地址距离陆晨工作的地方也不算远，只有大致半个小时的车程。听名字倒是一家川式的火锅店。陆晨和禽兽找到这家火锅店，刚好碰见了另一位老朋友。陆晨，你怎么在这里？一道清脆优雅的声音从陆晨身后传出。乔安雅美目中满是欣喜，踏着高跟鞋快步朝着陆晨走来。陆晨转过头去，看见乔安雅也是一愣。乔姐。
罗成也叫你了。没想到罗成居然还叫来了乔安雅，两人一同走进火锅店。乔安雅也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罗成说就上次的事情要给我们道歉，还有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所以说请我们吃顿好的。乔安雅歪着脑袋，脸上神色也有些疑惑。他和罗成也只不过是见过几面罢了，说和罗成关系好到请客吃饭，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事情的答案没准在陆晨身上。她朝着陆晨望去，陆晨也只是低头沉思了一阵，随后抬起头对着乔安雅问道：乔姐，你听说节目组要把最后的奖金加成5000万了吗？他觉得罗成的反常应该出现在这里，500万已经能够让大部分的嘉宾竞争冠军了，要是奖金增加到5000万的话，这个竞争会更加激烈起来。罗成如今的目的已经是显而易见了。乔安雅点了点头，我还听说这次赞助的有各行各业的龙头公司，搞不好节目的形式也会变一变。乔安雅也同样把自己所知的情报告诉了陆晨，两人就这样开始交流起来。包厢内的罗成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对于目前身上现金并没有那么富裕的乔安雅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丰盛了。涮火锅必备的毛肚、牛羊肉，盘子堆成了小山放在罗成面前，可谓是下了血本，诚意满满。罗成见到两人到来，脸上也是流露出一丝笑容，微笑着点了点头，欢迎两人的到来，欢迎你们。禽兽看着面前的火锅，不由得吞咽了一口口水，肚子不争气的开始叫了起来。咕！众人目光齐齐朝着禽兽望去，禽兽老脸不禁一红，挠了挠头，有些尴尬道：那个，我早上没啥胃口，就没怎么吃，毕竟他今天一早忙着跟陆晨挤地铁，基本上就没吃什么东西。吃了清炖燕窝后，再吃全家桶就没什么胃口了。吃了一个汉堡，然后全家桶里的东西全让陆晨给吃了。这会儿闻到火锅的香气，不饿才怪呢。坐在罗成身旁的摄影师也是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吃了清炖燕窝之后，再吃其他东西都没啥胃口，他也从中午饿到了现在。那个对着一旁的罗成道：哥，那个要不我们先吃？罗成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立马点了点头：对，咱们先吃。罗成招呼着几人坐下，乔安雅则是十分礼貌的从背后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对着罗成恭贺道：罗哥，恭喜你找到了新工作，一点小心意。陆晨看着乔安雅手中的小盒子，有些惊讶，不愧是干销售的，这人情世故玩的那叫一个明白。没想到连罗成请客吃饭都带来了礼物，恭贺罗成找到新工作。早上在陆晨那里吃了一肚子瘪的罗成见到乔安雅的礼物后，脸上立马绽放出笑颜：客气了，客气了。罗成笑着收下礼物，眼神朝着陆晨看去。陆晨挠了挠头，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信封上面还有着天宇生物几个大字。罗成不由有些心惊，目光呆滞地朝着陆晨看去。别人不知道，但他可是知道的。这个信封今早上还用来装过10万现金，陆晨他该不会装了现金进去吧？罗成接过陆晨递过来的信封，掂量了一下，眼中金光大盛。这么厚一沓，少说也得有个1-2万吧。罗成大为感动，差点拉住陆晨当场结拜起来。陆晨，我们俩平时虽然颇多摩擦，但没想到你居然如此不计前嫌，如兄弟手足待我。我先敬你一杯。罗成当即就把自己的杯子倒满，高度白酒一口给闷了。禽兽听到罗成说什么手足兄弟，眼皮微微跳了跳，差一点就搬了个凳子好好给罗成讲解陆晨兄弟们的下场了。最好的那个现在看见绳子还怕呢。直播间内的观众们见到罗成这副反常样子，有些捉摸不着头脑。罗成这是怎么了？怎么一下子就对陆晨这么好了？是啊，罗成这是哪根筋搭错了吧？突然请陆晨吃饭，还对陆哥这么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和陆晨送的东西有关吧？那个信封是之前董事长送给陆晨装现金的，他该不会直接塞钱进去了吧？同样的疑惑在禽兽心头涌起。禽兽看向陆晨，陆晨只是微微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以禽兽对他的了解来看，陆晨要是给罗成送钱，那多半就只能是清明的时候烧给他了。禽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在陆晨身边坐了下来。本完，第83罗成的联合计划刚刚落座，还没等罗成说些什么，陆晨就发出了声响。被红油锅涮得滚烫的毛肚十分烫嘴，陆晨口中不断往外呼着白气。呼，兽啊，赶紧吃，这毛肚真好吃啊！罗成第一次觉得他和陆晨有了共识，用力点了点头道，挑着毛肚大块朵颐起来。是啊，我就是觉得这家毛肚好吃才订的这家店。乔安雅看着面前两个埋头干饭的干饭人，丝毫没有开口说事情的意思，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开始涮起毛肚来。
吃了半晌后，罗成才缓缓停下手上的动作，抬头看着面前的两人，一脸神秘道：“你们听说了吗？好像已经有不少的嘉宾联合在一起了。”陆晨则是茫然的抬起脑袋，口中嚼着毛肚，不由有些发懵。这玩意儿还能联合？闻言，乔安雅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用一旁的纸巾擦拭了一下红唇，同样认真的点了点头道：“前面几个票数高的，他们似乎已经在商量联合了。作为参赛嘉宾，乔安雅和罗成可是一心想要梗着头往冠军的宝座上冲刺的，每天都会关注其余嘉宾的动态，自然了解的要比陆晨多。原本大家都是各自为战，可是当比赛随着时间推移，奖金进一步加多后，不少的嘉宾都意识到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开始逐渐联合在一起。今天罗成找到乔安雅和陆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陆晨赚钱的本事其实不差，而且手上也有钱。乔安雅之前也拿到过不少房子的提成，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几人当中混得最好的了。罗成想要说服陆晨和乔安雅加入自己，三人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其他的小团体。至于为什么不找其他人，经历了上次的假赛事件后，他能找到的人也就基本上只剩下陆晨和乔安雅了。另一边，演播室内，小助理望着面前脸色逐渐阴沉下去的导演，小心翼翼地试探道：“导演，要不我们发个规则声明，不让嘉宾联合？”显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不少的嘉宾开始在暗中联合。虽说目前节目组没有严令禁止，但长此以往，对于节目的长久运营，自然是不利的。导演面色凝重，望着眼前的屏幕，摇了摇头。面前的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位年纪老成、穿着打扮朴素的中年男人，腰间背着挎包，手中动作利落，不断翻炒着锅中的食物。几种常见的食材，在他的操作下，隐隐流露出金黄色的光芒，让人不禁垂涎欲滴。老孙，又来了2位客人。一辆橙黄色的出租车在店门口停下，出租司机扔下2位客人，只留下匆匆一句话后，车子又消失在小巷中。这便是最开始联合在一起的5号和12号嘉宾。5号开店，12号负责开车拉客，这也算得上是普通饭店的正常拉客模式。但因为5号高超的厨艺，以及12号的3寸不烂之舌，这个苍蝇小馆异常火爆。来吃过的客人也都说好，一传十，十传百。现在5号的小店已经火遍了江南，基本上成为了旅客们必备的打卡地点之一。然而，这也跟他们2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有着必然的联系。每天凌晨4点，5号便早早起来到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蔬菜。身为厨师的他，每天的早餐居然是街边的一碗萝卜粥。中午晚上开始接客，每天炒出将近1000份的美食，他甚至连忙的饭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从天黑忙到天黑，日日皆是如此。12号同样如此，每天早上6点钟跑车，只要逢人便推荐一嘴5号小店。因为5号小店的火爆，来找他的人同样不少，每天乘客将近1000人，基本上都是指明要他带着去5号小店。2人发愤图强，励精图治，脸上都挂着浓浓的疲惫与黑眼圈，看得直播间的观众们热血沸腾。他们隐隐看到了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崛起。这5号和12号是真的励志啊！光凭每天拉客和做饭，居然能够保持这么高的收入。是啊，我工作的时候没有动力，就看看他们，他们都那么拼，我还有什么理由摸鱼呢？对啊，他们2个才是我们中年人的常态，身背房贷车贷，为了家人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只能拼命工作。2人拼命工作的样子得到了大部分中年人的认可，甚至也有不少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9州年轻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即便是步入中年，依旧保持着年轻人的热血无畏，不怕吃苦不怕累，生前何须久睡，死后必定长眠。2人以自身的拼搏精神点燃了所有看直播观众们的热情。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2个星期以前，5号不过是一名流浪街头的厨师，在这个充满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中举步维艰。12号只不过是靠着给人擦玻璃勉强维持生活的洗车工罢了。2人的命中注定般的，在这条陌生的小巷相遇了。一个衣衫褴褛，举步维艰；一个社会地位低下，遭尽人白眼。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2人开始相互扶持，相互体谅，最终走到了这一步。靠着自身的努力与成长，赢得了大部分人的喜爱。导演正是看中这点，才制止了助理的行为。2人这份起于微末的信任感，绝对不是普通人可以模仿的。面前屏幕中的画面再度一转，气氛全然不似之前那般和谐。画面中同样是2位合作的嘉宾，2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我每天累死累活那么累，
凭什么你啥也不干就能拿6成钱？这主意我出的，渠道我找的，我拿6成怎么不行了？见到这一幕，导演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心中如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般，长舒出一口气。看吧，我就说不用这种生命，他们不会有5号和12号那么团结，除了他们，嘉宾们联合起来也必会解散。饭店中，罗成目光期待地朝着陆晨和乔安雅望去，对此，陆晨没有做任何的回答，对着罗成反问道：那我们联合应该怎么联合？如果是赚钱的话，挣到的钱又怎么分？陆晨在社会摸爬滚打也算是多年，分析问题的角度是一针见血。说白了，这个节目最后比的就不是谁能够赚到的钱多，而是谁的生活能够更加吸引观众，能够获得更多的投票。就算钱的问题，罗成能够处理好，但观众的投票他也没办法控制。这种问题迟早会成为合作失败的导火索。罗成似乎还没有察觉到陆晨眼中的嫌弃，从兜里掏出一张闪闪发亮的，上面刻有精美人物的卡片，开始介绍起来。这个卡牌是霓虹手游的衍生品，在国内很火，我有渠道可以买来，只是需要投资。本完。第84禽兽，看好了，我要开始教学了。禽兽看着罗成手中卡面上精致的美少女，莫名觉得有些眼熟。哥，这不是你玩的那游戏吗？陆晨大惊，我没有。你别瞎说哦。似乎为了掩盖什么，陆晨站起身来，夹了一盘菜送给罗成。服务员，来一盘4摘蒸鹅心，送给他。罗成脑袋上缓缓打出一个，还没等他说什么，禽兽也指着他给他夹了一盘菜。服务员，来一份人参公鸡给他。罗成望着面前的4摘蒸鹅心和人参公鸡2道菜，头上不由得浮现出几条黑线。你们俩够了，这是谈正事儿呢。两人，乔安雅看着面前有些得意的两人，无奈的捂住额头，怎么稍不注意，画风就开始跑偏了。话题回到正轨上，乔安雅摇摇头，拒绝了罗成。我先不说这个能不能大火，赚到钱，我是一个极其理智的人，这个要我们出钱来承担风险，我就觉得不行。罗成的小聪明被乔安雅一句话给点破，他只提供卡片的进货渠道，即便是后面亏得血本无归，那也影响不到他什么。正是因为如此，他也不抱有什么希望，反正他也还有备选。既然这样，那我还是希望我们3个人不要相互为敌。罗成看着面前的几人，神色认真道，这句话多半是对陆晨说的。3人都是百元求生栏目组的嘉宾，和对方竞争是迟早有一天的事，但罗成希望那天出现的越晚越好。尤其是陆晨，自己每次遇见他都没有好事儿。即便是一向不相信玄学的罗成，最近也开始怀疑起是不是陆晨克他了。乔安雅点了点头，目光朝着陆晨望去。陆晨嘴里塞满毛肚，有些茫然地抬起头来，双眼中流露着无辜。你刚刚说什么？短短的一句话，直接把罗成气得血压飙升。要不是怕这过不了审，他已经开口骂脏话了。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罗成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罗成额头上顶着一个井字符号，又重新跟陆晨强调了一遍几人的互不为敌宣言。这一次陆晨好像听了进去，目光炯炯地盯着面前的空盘子，若有所思道：那个，我能再来几盘毛肚吗？你喵喵的，你倒是听我说话啊。再听，再听，不就是希望我们几个人先一致对外吗？陆晨用手指掏了掏耳朵，漫不经心道，他本来对于夺取冠军兴趣就不大，要不是每次罗成撞上来，自己也不会这么坑他。听到陆晨的回答，罗成这才放心下来，重新坐回到位子上，看了一眼两人，继续说道：当然，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来，我也会鼎力相助的。自从他找到新工作后，心态提升的也不只是一点半点，他现在觉得就算是陆晨求到自己头上，他也会出一份力的。而陆晨也正是这么想的。只见他伸手摊开在罗成面前，一脸真切道：我现在饿得快吃不起饭了，想要648块吃顿饭。乔安雅看着陆晨面前的空盘，也是一愣，目光立马动容起来。难怪陆晨能吃那么多，看样子应该是好几天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了。罗成眨巴了下眼睛，看着陆晨真切的眼神，下意识地掏出钱包，手却在半空中停住了，脸色顿时一僵，强忍着心头的怒火朝着陆晨望去。你这早上不是才赚了10万吗？乔安雅，Sigma， 什么10万？你们在说什么？乔安雅有些懵了。陆晨这个模样，可不像早上赚到10万的样子，反而像什么欠了10万，饿死鬼投胎的样子。陆晨被罗成拆穿，感受到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
饶是他这般厚的脸皮也不禁一红，挠了挠头，掩饰尴尬道：“没想到你还记得，还有你吃一顿饭，为啥还有零有整的？”罗成朝陆晨投去怀疑的目光，陆晨急忙摇头：“我不玩纸骗人游戏，也不氪金，更不知道一单价格是648哦。”众人，罗成瞬间血压暴升，感觉自己快要被陆晨给气晕过去，捂住胸口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指着陆晨大怒道：“姓陆的，你别太过分，你把我逼急了，我可啥事儿都做得出来。真的吗？我不信，我想吃烤鸭了，你现在要不给我做个烤鸭？”乔安雅看着搞怪的陆晨，忍不住捂嘴笑出声来。哈哈，陆晨你真有意思，这还是他进到这里这么久第一次笑出声来。之前乔安雅看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让自己都没有什么胃口，陆晨才想逗逗他。乔安雅捂住嘴巴，感受到陆晨关怀的目光，一时间也明白了陆晨的用意，正襟危坐，微微叹了一口气，精致的脸上略带有一丝歉意。哎，抱歉啊，我好像影响到你们吃饭了。对面的几人皆是齐齐摇头：“没有，没有。”服务员，给乔姐来一瓶二锅头。乔安雅望着自己面前的二锅头，嘴角微微抽了抽，试探的朝陆晨问道：“这难不成也有什么谐音梗吗？”对此，陆晨只是摇了摇头，一本正经道：“没有，只是你多喝点，我好下手。”一旁的禽兽听得眼皮狂跳，赶忙拉了下陆晨的袖子，小声提醒：“哥呀，这是直播呢，你收敛点，不能把心里话说出来。”乔安雅如同黑宝石般的眼睛，此刻弯得像月牙，一时间让面前的三人都有些呆住了。不过，这惊艳动人的场景也仅仅持续了一刹那，乌云再度将月牙给笼罩起来，乔安雅再度消沉了起来。唉，其实是我周围的同龄人基本上都结婚了，家里开始催得紧了。我妈说我这次过年要是回去再找不到对象，就不要叫她妈了，我有点应付不过来。禽兽点了点头，一本正经道：“这点我也深有同感。自从上次送了跑步机给我爸后，我爸说今年让我抓紧留个后。”听到禽兽的话后，陆晨汗手沉思下来：“兽啊，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爸打算把你这号给删了？”哎，禽兽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脸上表情顿时一僵：“我教你怎么应付家长，到时候你跟我学就行。”看着面前的乔安雅，禽兽掏出了手机拨通了自己父亲的电话，打算做一个教学。本完第85。秦爸，你可能没明白我意思。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沙哑的男声。听到电话接通，禽兽立马开口：“爸呀，是我。”电话那头顿了顿，随后略带有一丝嫌弃道：“不是和你说了吗？找不到对象就别叫我爸。”好的，叔。电话那头陷入了久久的沉默，随后声音有些艰难道：“你都知道了 ？Sigma。”禽兽一时间有些愣住，话音发颤：“知道什么？”电话那头咳嗽了一声，语气也不似之前那般咄咄逼人：“没啥，你现在打电话过来，是找着对象了吗？”禽兽给面前的乔安雅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看好，接下来才是自己的教学重点。找到了，找到了，我正和隔壁的大婶谈着呢。电话那头声音猛然加大了几度：“什么？你叫他妈都没问题？你和他谈恋爱？”禽兽嘴角扬起一抹微笑，似乎觉得自己在这场谈判中占据了上风，缓缓捧起面前的茶水喝了一口，胸有成竹道：“嗨，不就是差个20多岁吗？相爱就够了，我不在乎。我想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禽兽反应了一阵，顿时大惊失色：“哎 Sigma， 爸呀，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禽兽握紧手机，对着屏幕大吼。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丝模糊的声音：“喂，我听不见了，信号不好。”乔安雅和罗成同样低下了头，肩膀不断耸动，似乎在用力憋笑。陆晨神色复杂，拍了拍禽兽的肩膀，安慰道：“兽啊，这真不怪你，说不定给你取这名字的是隔壁大婶儿骂你爸呢。”听到这句话后，乔安雅和罗成再也忍不住了，彻底笑出了声来。哈哈，禽兽啊，要不把你爸请过来当嘉宾吧？这感觉也太好笑了。是啊，没想到叔叔这么幽默。两个人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暴击，纷纷笑得合不拢嘴。哈哈，摄影师和陆哥真的两个喜剧人，他们干啥都好好笑啊。叔叔真的有梗，摄影师真的把叔叔请过来当嘉宾吧。兽啊，我建议多去看看隔壁大婶儿，有多少真心话是看似开玩笑说出来的，滑稽。
听到众人的笑声，禽兽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看着面前的几人，弱弱道：“我家隔壁没有大婶儿，我爸是开玩笑的。”陆晨点了点头，若有所思道：“要是大叔的话，那不是更恐怖？”禽兽 Sigma。 经过了短暂的小插曲后，几人的距离算是更近了一步。就连一向讨厌陆晨的罗成，现在看着狂炫毛肚的陆晨，也没有之前那般厌恶了，欣慰的点了点头。虽然陆晨每次都把他坑得够呛，但他在心中也认可陆晨是一个好人。毕竟扪心自问的话，他可不会把自己全身上下的钱都捐给孤儿院。陆晨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罗成，微微皱了下眉头，总觉得这家伙的目光有些恶心。老板，再来20盘毛肚。罗成脸色大惊，这么多，你吃得完吗？这家伙早上不是刚吃了全家桶吗？这也没过去多长时间，怎么这么能吃？陆晨感受到罗成惊讶的目光，白了一眼罗成，帅哥的事你少管，吃不完我打包带走。罗成顿时觉得自己之前的感动全都白瞎了，自己果然还是和他合不来。就这样，在罗成心惊胆战的目光下，陆晨一个人硬生生吃完了20盘毛肚，刚要举手呼叫服务员，就被罗成一巴掌给按了下来。罗成脸色铁青，几乎是咬着牙道：“够了，再吃我们就要在这刷盘子了。”陆晨叼着牙签剔牙，语气有些嫌弃：“不知道是谁说自己月入3万，让我们随便吃。”罗成嘴角抽了抽，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来。显然他也没想到陆晨居然一个人能吃那么多，兜里不到3000块钱，再让陆晨这么吃下去，真的要在这里刷盘子了。罗成目光求助地看向乔安雅，乔安雅看着面前的这对欢喜冤家，心中不由有些好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罗成每次遇到陆晨都会吃瘪。好啦，我们刚刚不是才答应了互不为敌的吗？陆晨，你看在这次他好心请我们吃饭的份上，就绕过他这次吧。看着陆晨面前一摞摞的空盘子，乔安雅暗暗下定决心，绝不请陆晨吃饭。就算是要请陆晨吃饭的话，那只能是自助，不然他这久以来战战兢兢工作攒的小金库，恐怕会被陆晨一口气给吃光。陆晨听到乔安雅的话后，点了点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试探地朝着罗成望去。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先走了，快走吧。罗成捂住额头，一副心累的样子，朝着陆晨摆摆手。陆晨和乔安雅并肩走出火锅店，寒暄了几句，两人便在店外分开。陆晨拍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打了个饱嗝，站在火锅店门口，有些茫然。一旁的禽兽有些不解：“哥呀，你愣这儿干啥呢？”暂时有些不想回家，感觉吃太撑了，睡不着觉。陆晨看了一眼四周，用手勾搭起禽兽的肩膀，小声道：“要不我们去找点夜生活，消消食？”“哥，你不会要去？”禽兽被陆晨这话吓得魂飞魄散，还没说完话就被陆晨给捂住了嘴巴。“嘘，你注意点影响。”陆晨看了一眼周围，拍了拍胸口，幸好周围没人。禽兽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别在衣领上的麦克风，不动声色地将麦克风往里挤了挤，将麦克风藏到了衣服里，随后义正言辞地拒绝道：“哥，我是不会去那种地方的。”作为21世纪的好青年，禽兽的觉悟无疑要比陆晨高出很多。陆晨对此只是冷冷一笑：“那我去。”随后便给禽兽留下了一个潇洒的背影。禽兽扛着摄影机凝视着陆晨逐渐远去的背影，陷入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断喃喃道：“我是摄影师，工作就是要跟着他，所以他去的话，我应该算是工作吧。”几乎电光火石间，禽兽自己就说服了自己，急忙跟上陆晨的背影：“等等我，哥。”与此同时，火锅店内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天穹：“多少？”罗成看着面前的服务员，双眼都快要瞪了出来。服务员脸上挂着一抹职业性的微笑，平淡道：“先生，您这边消费一共是18560块，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本完第86陆晨，知识是无价的。罗成听到这一连串的数字，忽然觉得自己脑袋上出现了一个血红色的 V 字。一旁的摄影师将小票默默递给罗成：“哥那道4斋蒸鹅心和人参公鸡，14000。”罗成惊讶地拿起小票，生怕看错，又揉了揉眼睛，上面赫然写着4斋蒸鹅心，价格9999元。其次是人参公鸡，价格4999。三人连上各自的摄影师，一共吃了50盘的毛肚，还有20盘的牛肉，共计900元，再加上杂七杂八的酒水，一共18560，和服务员说的分毫不差。陆贼误我！罗成大呼一声，脸上的表情立马变得复杂起来。这你稍等啊！将陆晨给的厚重信封缓缓从怀中拿出，
就是不知道陆晨给的钱够不够付这顿饭钱。打开信封，里面别说100万了，就连1毛都找不出来。信封里只有2本书，《全国富婆通讯录》和《如何讨得富婆欢心》。摄影师看着罗成手上的这2本书，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了。哥，我现在说和你不认识，还来得及吗？罗成面色尴尬地看向服务员，咳嗽了一声，将面前2本书递了过去，无比认真道：我一直觉得知识是无价的，要不今天我就用无价的知识消费一次。兄弟，我看你也是明白人，这玩意儿用好了，可比1-2万的小钱有用多了。罗成尝试使用嘴遁，服务员熟练地拍了下罗成的肩膀，脸上笑容忽然变得诡异起来。客人，您要是没钱结账的话，那就算了吧，这边给您打折。真的？罗成大喜，但看到服务员身后的浑身肌肉隆起的壮汉后，嘴角的笑容却僵了下来，留给摄影师的只有一句发自内心的忠告：快护住脑袋！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已经开始在为罗成默哀了。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路贼。拍桌，哈哈哈！陆晨这送的啥呀？我还真以为是钱呢。某种意义上来说，罗成说的没错，这玩意儿用好了确实比钱管用。陆哥这可是送了他一个身价上千万的机会，你们看他感动的都快哭了。滑稽！皎洁的月光穿过云层洒落在地，夜间的冷风吹得白桦林沙沙作响。陆晨忍不住打了个喷嚏。阿 T， 是谁在背后念叨我帅了？陆晨吸了下鼻子，脑海中疯狂传出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陆晨不屑地冷哼一声，这罗成之前还说互不为敌呢，现在居然在心里偷偷骂自己。禽兽似乎也想起了什么，忍不住好奇道：哥，你之前送的给罗成礼物是啥？礼物？陆晨回想了一阵，终于想起了这茬，脸上神色不由得有些惋惜道：送了他一个一夜暴富的机会，就看他能不能把握住了。禽兽大惊，没想到陆晨居然舍得送这种礼物。哥，有这种礼物我也想要啊。陆晨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一下禽兽，随后立马摇了摇头，拒绝禽兽。不行，这里面水太深了，你把握不住。禽兽一听这话，有些不乐意了。你都不告诉我，怎么知道我不行？自己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毕业，要样貌有身体，要智商有样貌。陆晨见禽兽这般纠缠，有些无奈地转过身去。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回答上来，我就告诉你。禽兽宛如好奇宝宝一般的点了点头。哦。陆晨思索了一下，认真的问道：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拉丝？这个问题一出，禽兽有些懵了，还没来得及等他细想，陆晨又问出了第2个问题：工程隧道多久可以探测一次？如果大雪封路，实在不行可以走后山的小路吗？晕车的话，吐窗外好还是土窗里好？禽兽Sigma， 住口！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现在是在直播啊哥！你在说些什么？禽兽立马捂住陆晨的嘴，生怕陆晨再放出什么虎狼之词。他现在只感觉1辆坦克从自己脸上碾了过去，这种问题是能面无表情的说出来的吗？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后知后觉的反应了过来。哈哈，摄影师这副样子笑死我了，我也没想到这陆贼开车这么快，这秋名山车神吧？陆哥不是魔法师吗？怎么开车还这么快啊？主播别为我考虑啊，我有钱开 VIP， 愤怒拍桌。实在不行，陆哥你考不考虑换个国外的平台直播？哭！陆晨有些嫌弃的看向脸色涨红的禽兽，忍不住有些好奇：兽啊，你该不会还是魔法师吧？面对陆晨的问题，禽兽没有任何解释，只是巧妙的避开，语气有些艰难的朝陆晨问道：哥，你的这个暴富机会真的合法吗？听到禽兽这么说，陆晨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忧伤，有些伤心道：兽啊，你觉得我是那种会做违法事情的人吗？那我们现在是去做什么？女票？哥，你这话可不能乱说。禽兽听到这话，差点吓得又捂住了陆晨的嘴巴。陆晨拍了拍禽兽的肩膀，示意他安心，挺起胸膛理直气壮道：你是知道我的，我从小最是见不得人生疾苦，这大半夜的，我看见街上穿着清凉的小姐姐没衣服穿，我给她个几百块买衣服。怎么？希望你等下被警察叔叔抓的时候也能这么说。禽兽翻了个白眼，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把女票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随着月亮逐渐上升，挂在半空中，不同于白日城市的宁静，夜晚的喧嚣仿佛将给这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霓虹色。一个遮得严严实实的店铺，
店门口的招牌是少女般的粉嫩颜色，窗帘将里面遮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任何环境。房间内，粉色昏暗的灯光透过窗帘映照在陆晨和禽兽脸上。洗头房，两人看见这店门口的招牌，有些愣住了。这大晚上的，还有洗头房开着？两个魔法师的脸上流露出一丝茫然神情，不过随即也立马反应了过来。招牌上还有泡脚按摩之类的服务，这个店也不只是单纯的洗头房。禽兽看了一眼身边的陆晨，忍不住试探道：“哥呀，我们走了一天了，要不进去泡会儿脚吧？毕竟，相比于其他不能播会被警察叔叔抓的饭后活动，他更倾向于健康绿色的泡脚养生。”本完第87。这不纯诈骗吗？两人缓步走进店内，空无一人的店内，整体布置略显凌乱，整个大厅充满了刺鼻劣质的香水味，熏得两人都不由得皱了下眉头。没人。陆晨有些诧异地看着面前的空荡的前台，一位打扮的花枝招展、身着清凉的小姐姐缓步从楼梯走下，将近10厘米的高跟鞋每走一步就在楼梯上发出哒哒的响声，淡粉色的灯光荡漾在她的身上，气氛立马变得旖旎暧昧起来。小姐姐半倚在陆晨身上，眼睛却是散发出金光，如同饿狼看见了新鲜的羔羊一般。胸前的柔然包裹住陆晨的手臂，娇艳的红唇轻启，声音尽量温柔道：“帅哥，第一次来啊？”陆晨感觉手臂好像被什么柔软的东西给包裹住了，低头望去，只看见眼前一片雪白，丰满的沟壑好像黑洞一般，死死地吸住了他的视线。是啊，陆晨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唾沫，视线却被黑洞死死吸住。一旁禽兽大感不妙，即便他再怎么迟钝，也反应过来了，这个洗头房究竟是什么地方，想要拉住陆晨往门外走，但陆晨双腿却如同被浇灌了水泥一般，任凭他怎么拉扯，陆晨纹丝不动。禽兽有些急了：“哥，你人设要崩塌了。”陆晨丝毫不在意，依旧目不转睛：“啥人设？好大，不是？你瞅着我像好人吗？”陆晨此刻无比的嚣张，就差把色中恶狼几个字写在脸上了。今天他说啥也不从这里出去，上帝也带不走他。陆晨刚想继续开口，却被楼上传来的惊呼声给打断了。流氓！一道愤怒的娇喝声和清脆的耳光声清晰地传入了两人的耳中。一位身穿工作制服的小姐姐从楼上跑了下来，躲在了陆晨身后。紧接着一位身材宽厚、肌肉强壮的男人也缓步走下，脸上还带着一个清晰的巴掌印，双眼发红的怒视着陆晨。陆晨转过头去看了一眼背后的妹子，随后又看着面前的肌肉猛男，嘴角微微有些抽搐。妹子，你们这是在玩扩4普雷 cosplay？ 据说好像有些人是喜欢玩这种调调，但是陆晨并不觉得眼前的这个脸上带着巴掌印、满脸怒意的猛男是这种人。猛男似乎把陆晨当做了这家洗头房的负责人，指着陆晨身后的妹子，大怒道：“你们家的消费也太多了，我家中都加了3个小时，会员卡都充到白金了，摸都不让摸，这不纯诈骗吗？”还有这种事儿？陆晨瞪大了双眼，朝着前台的妹子看去。前台妹子无奈扶额，刚想忽悠这两个傻蛋，没想到居然来了个坏事儿的。还莫等他开口，陆晨背后的妹子却先诉起苦来：“我一开始都说了，就给你按肩膀，没有特殊服务的。你就算是会员卡充到白金，也只能享受打折服务。哥不要打折，哥要打点其他的。”壮汉嘴角流露出一抹猥琐笑容，目光不断在妹子身上打量。妹子藏在陆晨身后，丝毫不惧：“我们这儿可是正经门店，没你想的那些。”陆晨一听妹子这话，立马挪开身子，一把抢走了禽兽身上的摄影机，站到壮汉的那边，将镜头对准面前的两个妹子，感同身受的大怒：“就是啊，你们这店怎么搞虚假宣传？这不纯诈骗吗？他要曝光这个无良店铺！”众人一旁的壮汉也有些懵了，没想到陆晨会帮自己说话，但是一想到现在自己这边是3个人，人数上的优势给了他不小的信心。刚想开口继续指责，却猛然注意到陆晨身上漆黑的机器正对准自己。壮汉一时间有些愣住，虽然心中已经大概知道了答案，但还是开口问道：“兄弟，你肩上扛着的是啥？”陆晨看了一眼肩膀上的摄影机，一脸认真道：“这是我的手机。哥们，你逗我呢？这不是摄影机吗？”壮汉有些绷不住了，怎么陆晨还拿个摄影机对着自己？身后的两个妹子一听到陆晨肩膀上扛着的是摄影机，顿时吓得花容失色，立马就躲到了前台，生怕被摄影机拍到，不敢探出头来。陆晨看了一眼壮汉，随后目光坚定地摇了摇头：“不，这就是我的手机。可能
我刚从九江那边回来，这个型号大陆现在还没火。哥们儿，你看我像煞笔吗？听到壮汉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旁的秦无奈地捂住了额头。他已经知道结果了。陆晨不出所料地点了点头，十分肯定道：是。一旁的壮汉有些被陆晨这答非所问的方式气笑，杵着一旁的柜台，重新重复了一遍问题：不是，我是问你，你觉得我像煞笔吗？陆晨依旧是认真点头，我说是。这时壮汉忽然反应了过来，额头上忽然流露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我你喵喵的，手掌猛然握成拳，朝着陆晨用力砸去。禽兽闭眼不敢看接下来的惨状，直播间内更是发出了无数惊呼。捂嘴哭，这老哥怎么敢惹他的啊？我陆哥当年真的是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的狠人，他怎么敢的呀？滑稽！陆哥给我留个地址啊，这家店我要打消费者投诉热线投诉。岂可休！这家店把我们男人当什么了？我们不就是想要援助一下贫困小姐姐，让他们多买几件衣服吗？愤怒拍桌，随着一阵惨叫，伴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陆晨扛着摄影机走出了店外，站在店外看着里面昏暗暧昧的粉灯，气呼呼的骂道：这家店也不是什么好货，居然敢欺骗消费者！禽兽嘴角抽了抽，看向一旁的陆晨：哥呀，有没有可能有个专有名词指代你口中的消费者？本完第88陆晨，我超勇的。经历了上次的教训，这次陆晨吸取了不少经验，在遇到这种灯光昏暗暧昧的小店，脚步都没有在门口停留半分，约莫是看两人在周围转悠了好一会儿，店铺里穿着清凉的小姐姐走了出来，对着陆晨抛了个媚眼，柔声道：帅哥，洗头吗？陆晨眼睛顿时一亮，不过出于上次的教训，陆晨还是对着面身穿清凉的妹子小心谨慎地问道：你这洗头正经吗？妹子刚想脱口出答案，但却看到陆晨身后还有一人举着黝黑的摄影机对准自己，话到嘴边猛然的停住。妹子脸色僵硬道：正经？当然正经了，正经的谁去啊？陆晨一听，大失所望，扭头便走。这么一来回，接连来了4、5个妹子，回答和上面都没什么两样，反而倒是周围不少的店铺纷纷关起灯来，让他忍不住有些诧异。转过身朝着禽兽疑惑道：真是奇了怪了，你说我们都逛了那么久，怎么遇到的竟是些正经的店？难不成现在的治安都好成这样了吗？禽兽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肩膀上的摄影机，点了点头：哥可能是最近查的比较严吧，要不我们回去？直播间内，观众们看着一头雾水的陆晨，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笑哭，哈哈哈！陆哥你就没有想过你扛着摄影机去？谁敢说不正经吗？上一个敢在镜头说不正经的，已经凉了。陆哥这才是真勇好吧？扛着摄影机找小姐姐，滑稽！你懂什么？我们陆哥还是魔法师，魔法师的事情你少管！愤怒拍桌。陆晨环顾四周，还在不断寻找着什么，终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在周围店铺徘徊的妹子上。这次他准备主动出击。快看，禽兽！前面那个小姐姐，腿长肤白，看上去就一种仙气飘飘的气质。陆晨急忙扒拉了一下身边的禽兽，不由得有些心动。禽兽顺着陆晨的目光望去，眼神也不由得呆了下来。黑色的长发披散在后背，黑色的背心大片的暴露出了背后的肌肤，朦胧的月光映照在雪白的肌肤上，整个人白得发光，好似吸收月光的仙子，遥望而不可及。白色的超短裙配上黑丝，脚上高达5厘米的高跟鞋轻轻点地，似乎有些不适应，走得无比缓慢，让这遥望而不可及的仙子又平添了几分烟火气。陆晨神色大喜，只给禽兽留下了一句话，便匆匆跑了出去。兽啊，我先去看看。禽兽面色一僵，总觉得那道背影有些熟悉，但却又想不起来。看着逐渐逼近妹子的陆晨，禽兽心中忽然涌现出一股正义感。为了不让直播间被封，为了妹子不落入你的毒手，哥，对不起了。禽兽深吸一口气，眼神微沉，用尽全身力气大吼道：哥，那个穿着黑丝的妹子大吗？陆晨眼皮微跳，二话不说，趁着妹子还有没反应过来，直接将妹子硬生生的转了个面，同样对着禽兽大吼道：你说的是他吗？大不大你自己看啊。感受到妹子身上不断升腾的黑气和杀人的目光，禽兽嘴角微微抽搐，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招居然被陆晨这么轻描淡写的就给化解了。陆晨看着禽兽一脸便秘的神情，嘴角微微扬起，小样儿，用哥的招式来对付哥，你还是太嫩了。看到陆晨将这一幕轻松化解，直播间内的弹幕瞬间炸开，苦笑，别人是脖子上长了个脑袋，陆哥是脖子上长了个肿瘤吧？这脑回路
真无敌了！哈哈，笑死我了！你们看被陆哥转过来的妹子那一脸懵逼的表情，有的人看段子，殊不知陆哥已经上手了，滑稽！这妹子颜值真高啊，这都赶得上2、3线的小明星了吧？强烈建议官方开个收费渠道，我要看付费的。直播间牌子都到20级了，我要看点别的。兄弟们，我怎么看着这妹子略有一丝丝眼熟？被陆晨硬生生转过来的妹子，俏脸上先是有些懵，在听到陆晨与禽兽的对话后，脸色顿时阴沉下去，身上疯狂涌动着黑气。万万没想到，现在都已经是法治社会了，居然还有人敢光天化日、光天化月之下耍流氓！叮，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2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陆晨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环顾四周，却没有找到赵小棠的身影，忍不住有些诧异。放开！一道熟悉且冷漠的声音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索。赵小棠双手用力，将自己手腕从陆晨手掌中挣脱出来，转过身，脸色阴沉地看着陆晨。哥，怎么了？这时，远在后面的禽兽也扛着摄影机赶到。赵小棠用余光瞥了一眼禽兽肩膀上的摄影机，脸色更加阴沉下去。如果说平时的他是一座沉默的冰山的话，现在就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了。为了配合扫黄的同事工作，他已经穿着高跟鞋在这里转悠了许久，一个前来搭话的都没有，甚至周边不少有嫌疑的店铺还关门跑路了。赵小棠心中还有些疑惑，怀疑是不是内部有人通风报信，但当他看到陆晨还有扛着摄影机的禽兽时，一切也有了答案。赵小棠深吸了一口气，强忍着怒意，对着面前的两人问道：“你们在这儿干嘛？”陆晨眉头一挑，看着略有一丝熟悉的妹子，问道：“妹子，你这正经吗？”一旁的禽兽看着眼前妹子，脸色逐渐阴沉下去，急忙制止了陆晨的礼貌问价行为。哥别说了，这妹子看上去好眼熟。看着自己手上的银白色手镯，陆晨十分认同的点了点头。这手镯也挺眼熟的，那是手铐。哥，妹子是之前的警花姐姐啊。禽兽看着自己手上的手铐，顿时被吓得亡魂皆冒，一下子认出了眼前妹子的身份。之前有过数面之缘的警花赵小棠。陆晨眨巴了下眼睛，仔细地端详起面前的赵小棠来，黑发如墨，散披在后背，细长的柳叶眉用眼线笔精雕细琢过，淡红色的烟熏状，高高翘起的修长睫毛，再加上这清凉的装扮，将她傲人的曲线和修长的身躯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她难以将之前的警花姐姐和眼前妹子联系起来。除了太过于美艳外，身上的气质有些清冷外，几乎和之前的那些小姐姐都是一样的装扮。于是陆晨沉思了一阵，看着面前的赵小棠，皱着眉头有些不解道：“你改行了？”本完第89。没想到最终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万籁俱寂，夏日的微风轻轻吹拂起禽兽的衣袂。明明是夏天，此刻他却感觉如同身堕冰窟中寒冷，迎面吹来的也不是温暖燥热的夏风，而是冬日寂静无人的雪夜里彻骨凛冽的寒风。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齐齐一致，过了良久才回应过来，他一直是这么勇的。陆哥，这戴上了镯子还这么勇，卧槽！主播还没开始付费节目就被抓了。别啊，锦花姐姐，你也不想任务完不成吧？滑稽。不同于直播间的热闹，昏暗狭窄的巷子里寂静的可怕。微风吹过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赵小棠的脸色阴沉，光洁的额头上已经出现了无数个代表愤怒的井字符号。陆晨听到耳边疯狂涌起的提示音，顿时被吓了一激灵，也察觉到了自己刚刚话语的不妥，急忙咳嗽了一声，开口补救道：“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陆晨神色怪异的再打量了一眼赵小棠的穿着，在看到这般风尘女的模样后，脑海当中浮现的总是第一次见到赵小棠。赵小棠身穿制服的模样。赵小棠没有回答陆晨的问题，目光冰冷的朝着陆晨身后禽兽肩膀上的摄影机望去，俏脸上流露出一丝不解，但旋即又反应了过来，心中也明白了两人来这里的目的。毕竟谁家正常人出来这种藏污纳垢之地会带着摄影师和摄影机出来的？肯定是陆晨又缺钱了，想要抓几个人拿点奖金吧。想到这里，赵小棠脸色逐渐有了一丝好转，看着眼前的陆晨有些疑惑道：“这次又缺奖金了？”禽兽疯狂点头，这要是真让锦花姐姐知道他们来这里的真实目的，估计他们接下来几天都要在局子里喝茶了。陆晨则是摇了摇头，刚想脱口而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却被禽兽一把捂住嘴巴。“我是来找……禽兽脸上堆满笑容，
对着赵小棠疯狂点头。对对对，锦花姐姐，我们是来打击犯罪的，我与黄赌毒不共戴天。赵小棠微微点头，相信了禽兽说的话，眼神略带有一丝深意的朝着陆晨望去，语重心长道：那就好，上次有个男的跑了，忙着逃跑，结果没穿衣服鞋子从楼上摔了下去，当场就变成了一滩碎肉，就是你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赵小棠看着面前的陆晨和禽兽，冷冷问道。一旁好不容易挣脱禽兽束缚的陆晨挠了挠脑袋，有些疑惑道：告诉我们跑的时候不要跳楼。禽兽看着地上斑驳分化的血渍，立马就明白了赵小棠的用意，振臂高呼道：我与黄赌毒不共戴天。陆晨顺着禽兽的视线望去，同样看到了地上残留的斑驳血迹，眼皮不自觉地跳了下，也是立马伸拳指天，义正言辞道：我与赌毒不共戴天。赵小棠黛眉微皱，双手抱胸，看着满脸正气的陆晨。黄呢？陆晨尴尬地挠了挠头，重新发出正义宣言：我黄某与赌毒不共戴天。赵小棠，你不是姓陆吗？你不懂，我从小跟我妈姓，所以也可以姓黄。禽兽站在一旁，看着满身正气的陆晨，弱弱问道：哥，你不是孤儿吗？赵小棠刚有好转的脸色立马阴沉了下去。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2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听到耳边的系统提示音传来，陆晨脑门上流露出一丝冷汗，急忙重新大喊：我与罪恶不共戴天。禽兽，赵小棠下划线，丁。陆晨看见陆晨这副模样，赵小棠也懒得纠结，将两人手上的银手镯取下，有些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我说难怪没有人来问我，原来是你们扛着个摄影机到处跑，把人都吓走了。赵小棠语气有些委屈，为了这次的抓捕，他可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牺牲，不仅穿着这种从来不会穿的超短裙，甚至高跟鞋也是他难以驾驭的高度，来回晃了几圈，脚后跟早就被磨出血了。禽兽听到赵小棠的埋怨，有苦说不出，自己要是不扛摄影机，估计你们今晚的行动就变成抓陆晨了。陆晨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幽怨的目光，同样朝着禽兽望去。难怪那么多穿着清凉的小姐姐在自己面前都那么正经，合着是出了你这么一个叛徒啊。禽兽 excellent， 没理会一旁心虚的禽兽。陆晨转过身子，看着赵小棠的俏脸，仔细端详了起来，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后又摇了摇头道：不是因为我们扛着摄影机，而是因为你太漂亮了，所以没啥人敢过来。赵小棠有些诧异，毕竟这种当卧底的事情他也是第一次干，有些疑惑的歪了歪脑袋，朝着陆晨望去。陆晨看了一旁的禽兽问道：兽啊，你要是看到这么好看的妹子出现在这种红灯区，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禽兽略微思索了一阵，顿时明白了过来，会先戒备，这么好看的妹子基本上是个男的看一眼都忘不了，之前没印象，说明是新来的。陆晨点了点头，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模样。赵小棠听到两人熟练的对话，则是微微皱起眉头：你们怎么这么熟练？两人 Sigma， 坏了，不小心暴露了。陆晨额头上流露出一丝冷汗，急忙咳嗽一声，开口补救道：像是我们这种罪恶克星、正义伙伴，熟练的掌握快速融入罪犯的方式，很正常吧？禽兽在一旁用力点头：是啊，锦花姐姐，你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陆哥吗？他都帮了你们警察好多次忙了。赵小棠看了一眼陆晨，总觉得禽兽说的有些道理，但是却又不多，于是对着禽兽反问道：那你相信他吗？禽兽赶忙摇头。陆晨Sigma，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经过一番友好的商讨，赵小棠决定先暂时暂停抓捕任务，让陆晨和禽兽两人去悄悄搜寻证据，你们两个协助我们搜集证据，配合我们扫黄工作，到时候我让上面申请奖金给你们，可以吧？禽兽乖乖点头。陆晨满脸愁容，委屈的就像个200斤的宝宝，捂住嘴巴差点哭出声来，带着哭腔言不由衷道：好。两人走到赵小棠指定的店铺前，陆晨抬头朝着粉红灯牌望去，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兽啊，我没想到我最终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禽兽举着手机，眉头微挑：哥，直播呢，你收敛点。由于摄影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三人决定还是将直播改为用手机直播，手机小巧，隐匿性强，更重要的是能够确保陆晨不会在中途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本完第90禽兽，我实在背负了太多，这一次房间正常许多，
前台的站着的是一位看上去约莫20岁的妹子，穿着十分暴露。刚一见到陆晨进来，双眼立马就绽放出金光，内心欣喜万分。没想到店里居然还会来这种品质的帅哥，1.8米的身高，长得还这么清秀帅气，这简直就是老天爷送给他的礼物。妹子直接一把抱住陆晨手臂，没有之前的繁琐的试探，而是直接开门见山的朝着陆晨耳边口吐幽兰：“小哥哥，我们这里什么头都能洗哦。”陆晨感觉到耳边吹来的丝丝热气，抬眸朝着那位穿着清凉的小姐姐望去，她媚眼如丝，粉嫩的舌头还不断舔舐着自己娇艳的红唇。陆晨忽然有些明白之前的那位老哥为什么能把会员卡充到白金了。充10万，陆晨有些结巴道，已经拿出自己的手机开始扫码了。哎 Sigma 哥啊，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了吗？禽兽赶忙制止，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生怕现在门外会冲出2个警察叔叔把陆晨按倒。陆晨老脸一红，顿时反应了过来，咳嗽一声道：“那个，我们先去楼上吧。根据赵小棠所说，楼上才是这儿巴金营业的地方。”妹子踩着高跟鞋将陆晨和禽兽带上2楼。2楼上是正常的房间，妹子带着他们东走西走，不知怎么就来到了一幢民宿楼内，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窝点。狭小昏暗的房间，只要一张床陈列在中间。妹子看了一眼跟在陆晨身后的禽兽，面色微微有些诧异：“你不去隔壁吗？到时候我会安排人过来的。”禽兽被小姐姐问得有些发懵，不过也是反应了过来，看了一眼面前的一脸期待的陆晨，他面色微微发青，带着颤音缓缓道：“妹子，其实我们2个是一起的，为了制止陆晨违法犯罪，自己真的做出了好大的牺牲。Sigma， 你们要2个人一起来。”虽然早有听闻有些变态，但他从事这份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妹子有些震惊的看向陆晨，没想到陆晨生得这么好看，居然会有这种特殊癖好。妹子愣在原地，心中天人交战。虽然她没有这种癖好，但是要是和陆晨这样的帅哥的话，应该也不是不可以吧。妹子仔细端详了一下面前的陆晨，似乎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下心情，只留下了一句：“好，你们等我去换衣服。”随后便消失在了房间。陆晨一脸嫌弃的默默和禽兽拉开了些距离。“咦，兽啊，可真没想到你会好这口。”禽兽看见陆晨后退一步的动作，顿时朝着陆晨大吼道：“你以为我是为了谁？你为了陆晨不违法犯罪，他做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禽兽擦拭了额头上的汗珠，朝着房间内的大门望去。要是妹子把这件事情传出去的话，他感觉自己现在已经可以订移民火星的船票了。正当禽兽暗自祈祷妹子不要把这件事情传出去时，手中的手机忽然传来了震动声。禽兽低头望去，自己布满汗渍的大脸出现在直播间内。Sigma， 他好像忘记了，现在还在直播。直播间内观众们看到禽兽额头上的细汗和他懵逼的表情，已经被笑得直不起腰来了，笑哭，哈哈哈！摄影师为了陆哥不违法犯罪，实在是付出了太多了。有没有可能，你叫禽兽还是有一部分原因的？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为啥自己叫禽兽吗？滑稽，原来摄影师哥哥喜欢这口啊！啧，真是没想到啊！摄影师，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哦，一个 VIP 的钱我还是有的。禽兽看着满屏飘过的弹幕，脸上神情完全呆滞下来，生无可恋，心中已经在为9州的航天移民事业加油鼓劲了。还莫等他回过神来，身边就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陆晨已经躺在床上，开始脱外衣了，这可把禽兽吓得不轻，急忙拉住陆晨，忍不住有些崩溃道：“哥啊，你要干什么？”陆晨则是一脸理所当然道：“我要取证啊！锦花姐姐不是告诉我们要保留证据吗？况且奉公办案，还不用给钱，这么好的事情上哪找去？”陆晨嘴角流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就差把我要白嫖几个字写在脸上了。禽兽看着陆晨这副模样，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哥呀，锦花姐姐只是让我们看看这里有没有交易，然后拍给她。”陆晨猛地摇头，言辞正义：“不行，光拍视频证据怎么够呢？我今天就算是从这里跳下去，死外面，我也要为正义献身。”这时，房间门被缓缓打开，一位相貌约莫30-40的大婶，满脸横肉，衣着十分暴露的走了进来，嘴里还叼着一根华子，老气横秋道：“就是你们2个点我是吧？”陆晨被眼前魁梧好似张飞的中年妇人吓得一激灵，立马从床上坐起，急忙指向一旁的禽兽：“不是我，是他，他点的。”见到陆晨这般熟练的卖队友操作，禽兽脑袋上缓缓打出一个，刚想开口大骂，
就陆晨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制止了他，在他耳边喃喃道：“兄弟，为正义献身的机会，我就让给你了，好好珍惜。”随后，陆晨转头看向体型比他宽出3个身位的中年妇女，谄笑道：“大姐，我这兄弟害羞，但是可吃劲儿了，到时候您可千万不要联系他。您也懂得这特殊癖好吗？”说完这些，陆晨只给禽兽留下一个坚定的眼神和潇洒的背影，就一溜烟地逃出了门外。禽兽看着面前眼睛流露出金光的妇人，感觉自己头上隐隐浮现出一个血红色的 V 字，刚想要大声呼救，却立马被眼前的彪悍妇人捂住嘴巴。一个低沉的烟嗓在他耳边道：“你今天就算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另一边，逃出门外的陆晨接连绕着这好似迷宫般的楼层好几圈，确认了那位彪悍的大婶没有追出门外，这才拍拍胸口，彻底放心了下来。耳边疯狂传来系统的提示声：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禽兽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短短不到10秒内，就传出了接近20条这样的提示声，可见禽兽的下场有多惨。陆晨倒吸一口凉气，忍不住为禽兽默哀起来：“兄弟，要是还有下次的话，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本完第91。倘若一去不返，楼道的角落内，一位穿着清凉的小姐姐正站在不远处徘徊，俏脸望着煞白，目光不断往传来惨痛哀嚎的屋内望去，口中喃喃自语：“对不起，小哥哥，我实在是没办法答应你的要求。2个人一起来这种事情实在是太……你说啥呢？小姐姐？”陆晨从背后拍了拍妹子肩膀，不由得有些好奇。老远就看到妹子在这里喃喃自语，妹子被突如其来的大手吓了一跳，如同受惊的小白兔一般，窜出去老远，黝黑的眸子盯着面前的俊朗少年，不由得流露出一丝惊讶，指着不远处发出哀嚎的屋子，有些疑惑道：“你不是和你朋友在里面吗？”听到这话，陆晨不禁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儿后，才深吸一口气，似乎做出了什么重大选择，面容肃穆道：“姑娘，莫要说笑了，在下孤身一人闯荡江南，哪里来的什么朋友？”哎 Sigma。 妹子目瞪口呆，有些疑惑地探出头，朝着那道房门望去。他不是在里面吗？陆晨下意识地朝着妹子所指的方向瞥了一眼，房间内不断传来宛如杀猪般的哀嚎。听着禽兽不断哀嚎，陆晨只是摇了摇头，坚持道：“哦，那个人啊，我不认识他。”妹子直播间苦笑，哈哈哈，陆哥这就把摄影师卖了。摄影师，你清高，你了不起，你让玩不起让我上。无脸，陆哥有时候真的有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狠劲儿。我实名建议，让摄影师开个直播，我想看看他现在有多惨。哈哈，陆哥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只不过是想锻炼一下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罢了。滑稽，不认识。妹子歪了歪脑袋，怎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现在陆晨说不认识那人，不过也没有去深究，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妹子舔舐了一下红唇，双臂环抱，缠绕在陆晨脖子上，媚眼如丝。那小哥哥，我们想再来继续之前没做完的事情吧。2人的距离很近，只有2-3厘米，陆晨甚至都能够感受到妹子说话时喷吐出的热气。面对妹子的勾引，陆晨摇了摇头，言辞拒绝：“我可是正义的伙伴，奉公守法的好公民。”随后陆晨就十分老实地跟着妹子走进了房间内。没办法，有时候身体比大脑更加诚实。眼见小姐姐将丝绸般的睡衣解开，暴露出大片大片的雪白肌肤，陆晨有些心动了。妹子将头发缓缓挽起，熟练地拿出一个收款码，对着陆晨笑眯眯道：“小哥哥，一共2000块，一共2000块。”陆晨有些诧异，瞥了面前的妹子一眼。虽然不知道市场行情，但面前这妹子身材、颜值各方面都还算是不错，2000似乎确实不贵。但妹子接下来的解释，却让陆晨扫码的手停住了。是啊，你和你朋友的，1人1000，一共2000。妹子点了点头，对着陆晨解释道。虽然陆晨嘴上说是并不认识隔壁的人，但是自己可是亲眼看见他们想要玩斗地主的，妹子可不会让他们有白嫖的机会。陆晨朝着隔壁的房间看了一眼，听着隔壁禽兽不断传出的哀嚎，怒火中烧。那个大婶儿也要1000，不是应该给自己1000才对吗？这个价格何止是扰乱市场行情，简直就是诈骗，不，比诈骗还恶劣。陆晨觉得这已经能够上升到抢劫的程度了，自己要是从了，那岂不是让广大同胞们都被剥削吗？陆晨坚定地摇了摇头，
几乎从床上弹起，迅速整理好衣服，眼神凝重，听着隔壁不断传来的惨叫，不是为了1000块钱，而是为了内心的正义感。璀璨好似星辰的眸子看向面前的妹子，眼神坚定道：我要去救她。妹子有些为难，认真的想了想，提醒道：被她看中的男人几乎就没有逃不掉的，你这小胳膊小腿去了也是白送。陆晨深吸了一口气，握紧拳头。老祖宗说过什么？妹子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陆晨双眼如炬，缓步走出门外，掷地有声道：为了爱与和平。微风吹动陆晨的发梢，衣袂猎猎作响。明明是夏日，却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凉与悲壮。依稀间，妹子似乎看到了那独占漫天仙佛的孤傲身影。鬼使神差道：倘若一去不返。陆晨眉眼低耸，眼神平淡，那便一去不返。说罢，只给妹子留下一抹潇洒背影。房间内，妹子回想着之前的对话，面色流露出一丝古怪。爱与和平是老祖宗说的。时间来到几分钟前，一群身穿制服警察已经将这个小店团团围住。负责此次行动的组长对着面前恢复打扮的赵小棠敬礼：赵小棠同志，多谢你对本次行动的配合。赵小棠只是捧着手机，黛眉紧皱地看着直播，不知道为何看见陆晨和那风尘女走进同一房间，心中便有一股无名怒火升腾而起。现在的男人都这么抵挡不住诱惑吗？赵小棠脸色逐渐阴沉下去，好似完全没有听到面前的人在说什么。面前的警察看见赵小棠逐渐阴沉下去的脸色，露出一丝苦笑，继续对着面前的赵小棠说道：你那个线人是谁？到时候我让他们抓的时候注意点。谁料赵小棠却摇了摇头，有模有样的学道：我只身一人来勘察的犯罪地点，哪来的什么线人？面前整齐列队的男同志们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后退一步。女人竟恐怖如斯。看向赵小棠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组长没有再说什么，默认了赵小棠的话，转过身来对着面前的警察们认真严肃道：全体都有，行动。一时间，无数黑衣警察鱼贯而入。另一边，禽兽的哀嚎逐渐平息下来，他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反抗了。眼前的庞然大物高达400斤的体重压在他身上，他根本动弹不得半分，身上衣衫凌乱，胸前还留着好似喷口一般大的口红印。他目光生无可恋地看向天花板，只希望痛苦早一些。小宝贝，过来让我亲一下。大婶儿张开血盆大口，好似要将禽兽生吞一般，朝着禽兽吻去。禽兽面如死灰，没有任何挣扎与反抗。哀莫大于心死，悲莫过于无声，大抵就是如此吧。他朝着紧闭的房间们看去，口中微微叹息，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就在此时，房间门忽然被一脚踹开，宛如救世主的男子出现在他的眼前。冷峻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如同万年不化的寒冰般冰冷，漆黑的眼眸透人心魄。黑色风衣随风摆动，身后隐隐有圣光乍现，宛若血色黄昏的末日中独步在废墟中的救世主。本完第92激战。看见陆晨的到来，禽兽灰色暗淡的眼眸中骤然名为希望的火焰，一道坚毅宛如天籁般的声音响起：禽兽，放开那个禽兽！哎 Sigma。 禽兽头上缓缓地打出一个问号，是自己放开他，还是他放开自己？陆晨看着面前惨淡一幕，冷峻的脸上有了一丝动容。百元求生，这主播有点良心但不多。第92激战正在手打中，请稍等片刻，内容更新后请重新刷新页面即可获取最新更新。第93一点点的艺术加工。江南警局审问室，陆晨望着面前2位警官，俊秀的脸庞上流露出些许无奈。2位警官，我说了，我真的是良民，是为了正义献身。一旁的禽兽同样点头，是啊，警官，我真的没有女票，我真的是被逼无奈。组长看着面前的2人，额头上流露出一丝愤怒，你以为我会信你们的鬼话吗？你说你是良民，谁家良民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还有你别以为我没看到，你被那玩意儿骑在身下的时候一直在那笑。2位警官听到组长的话后，面色骤然大变，脸上流露出一丝惊恐。陆晨也是满脸的不敢置信，默默挪了挪屁股，远离禽兽。禽兽默默仰头看向天花板，生无可恋。累了，赶紧毁灭吧。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虽然陆晨被逮捕后，手机就被他装在兜里，但是丝毫不影响观众听到他们的对话。黑色的直播间内飘满了弹幕，笑哭，笑死我了。陆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勇啊。
不知道上次被陆哥揍的那2位警官现在伤好没好？陆晨，我当年从警察同志，你听我狡辩啊！我陆哥真的是大大的良民啊！滑稽，捂嘴哭，好家伙，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比陆哥更勇的人。当着警察面说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你们是没看到，之前警察叔叔那表情瞬间就呆了下来。陆哥狠起来，来自己都污蔑。就在此时，陆晨见组长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想到了兜里的手机还开着直播，急忙对着面前的组长说道：“警察同志，我有证据能证明我们是好人。我是百元求生栏目组的嘉宾，你可以搜到我的直播间。”组长半信半疑，紧皱着眉头在浏览器上搜索陆晨所说的节目，里面有直播的录屏，能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陆晨勾着头急忙解释：9州的直播异常发达，基本上每款直播软件都能保留录播，这也是一份能够证明2人清白强有力的证据。组长寻摸了一番，终于在节目组的参赛嘉宾中找到了陆晨的头像，打开陆晨的直播，寻找起之前的录播来。刚一打开，就是一个媚眼如丝的小姐姐缠着陆晨，娇媚的声音传遍审讯室：“帅哥，洗头吗？”画面中的陆晨止住脚步，眼中猛然迸溅出金光：“你这洗头正经吗？”“正经，当然正经了，正经的谁去啊？”陆晨败兴而归。组长看着视频面色发青，人赃并获，抬头朝着面前的陆晨和禽兽2人望去。这下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好家伙，这下连动机都给他补上了。陆晨听到这话，也是默默仰头看着天花板，生无可恋。累了，赶紧毁灭吧。见到2人已经认罪，2位年轻的警官走起了笔录的过程。先说说吧，事情的经过。陆晨叹了口气，缓缓开口：“警察叔叔，你们是不知道啊，里面的小姐姐那叫一个奔放，穿着那叫一个清凉，还嘟囔着要给我生孩子。我一想，还有这种好事。”说到这里，面前的3位警官脸色都阴沉了下去。陆晨耳边已经传来了系统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顾黄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大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胡海仁情绪值加100。陆晨赶忙话锋一转：“不是，居然有这种事！身为一个祖国的良好青年，幼儿园的3好学生，我自然是不能答应。”说完，陆晨还瞥了一眼面前的3人。组长脸色有了好转，但依旧眉头紧皱，朝着陆晨望去：“废什么话，我让你讲重点。”陆晨点了点头。后面那大婶就来了，我这兄弟一眼就看上，沉迷了进去，想要勘探隧道。我一听这还了得，身为未来祖国的接班人，岂能容他们做出这等污秽之事？就算是我答应，我心中的正义感也不答应。那大婶儿着急18路高手，欲图对我难上加难。我是谁，岂能如他所愿？提起运功，一脚一个，于是就变成了你们进来时看到的那样。组长听到这话点了点头，这和他们看到的也大差不差。只不过这陆晨说的都堪比玄幻了，什么18路高手，什么提气运功，他自然是不信。转头有些惋惜的看向一旁的禽兽：“挺好一个小伙子，没想到口味居然这么重。那你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的事情呢？”陆晨无奈叹了口气，45度角仰望天空，故作深沉：“那要从10年前说起了。当年我在菜市场卖鱼，大家给面子，都叫我一声卖鱼强，兄弟挚爱都因我势力纠纷而死。我幡然醒悟，最后才金盆洗手，回到了金海。”陆晨眼眸当中流露出一丝追忆，将话题逐渐变得魔幻起来。这倒不是他调戏警察，而是他说的实话，根本没人相信，那就只能拖延时间，等赵小棠来救自己了。组长看着一旁装深沉的陆晨，脸色变成铁青：“什么卖鱼强，什么孙子兵法，当自己不看电视剧是吧？”组长攥紧双拳，努力克制住自己想暴揍林默一顿的想法。要不是确实是陆晨解决的那些打手，恐怕他们任务也不会如此顺利。他以为陆晨是赵小棠的线人，这才给陆晨一些优待，甚至因为审讯室满了，都让陆晨和面前这个小伙同在一间审讯室，结果换来的是陆晨满嘴的跑火车。是可忍，孰不可忍！组长用力一拍桌子，直接将实木桌子拦腰拍断：“你当我没看过电视剧是吧？这里是江南，你要是再给我满嘴跑火车，我就给你沉江底去 ！Sigma！” 陆晨目瞪口呆地看着被拦腰拍断的实木桌子，脑海中瞬间就想到了自己被一拍2断丢入江底的画面，浑身打了个冷战。你才是铜锣湾出来的吧？陆晨赶忙端正坐姿，正襟危坐，将事情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
组长的脸色这才好了不少，埋怨的看向陆晨：“之前你怎么不早说这些？”满嘴的跑火车。手机播放了几分钟的视频后，他就已经知道了陆晨和赵小棠的关系，但没想到陆晨居然这么不靠谱，满嘴跑火车，这才想吓吓陆晨。这不是进行了一点点的艺术加工吗？陆晨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不是他不说实话，而是说实话真的没人信啊。本完第94。陆晨，我真是孤儿。既然如此，做个笔录回去吧。既然确认了陆晨和禽兽是好人，组长也不打算为难这两人，打算按照流程赶紧弄完放人。组长面前的两位警官开始对禽兽和陆晨问话。姓名：陆晨，禽兽。组长刚要推门走出，听到这话，脚步顿了下来，脸色有立马阴沉下去，额头上青筋暴露，露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见到组长脸色阴沉，马上就要爆发，禽兽急忙解释：“我真的叫禽兽，秦始皇的秦，长寿的寿，父母希望我平安长寿，所以给取这么个名字。你们不信的话，陆哥可以作证的。”陆晨认真的点了点头：“对，我是作证。他爸跟隔壁大婶儿都希望他平安长寿。”哦，面前年轻的警察点了点头，明白了禽兽名字的含义，只是有些不明白，起名这事儿和隔壁大婶儿有什么关系？隔壁大婶儿又不是他妈，母亲叫什么名字？各自面前的警官继续问道。禽兽道是对答如流，只有陆晨脸上泛了难。见到陆晨久久不肯言语，暴脾气的组长有些忍不了了，将对陆晨问话的年轻警察拉起，自己给他笔录。你连自己母亲叫啥都不知道吗？陆晨摇了摇头。那父亲呢？见到陆晨依旧摇头，如此不配合，此时组长心中的怒火已经快要按捺不住了。别以为你立功我不敢拘你，你这么挑衅警察啊，干扰我们办案进度，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送进去？组长双手一个用力，将手中的碳素笔直接从中间给捏断了，碎屑狂飞，朝着陆晨走去。Sigma， 陆晨看着不断朝自己走来的组长，内心直呼不妙，急忙抱头。当一声清脆的声音从陆晨额头上传出，陆晨抱头委屈：“我真是孤儿啊！”哭。禽兽看见陆晨吃瘪，嘴角不由咧开，急忙对着面前的组长点头：“对对对，陆哥真的是孤儿。”陆晨反应了半天，看向一旁乐呵的禽兽：“你才是孤儿！”嗷！直播间内的观众们早就笑出了声：“我陆哥真的是孤儿，你们怎么就不信呢？”笑哭，哈哈哈！我陆哥啥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又挨打又挨骂，陆哥不要怂，直接拍桌起！再讲一遍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的光辉事迹，滑稽！支持楼上，陆宝放心飞，爱陆永相随。组长看着面前两个活宝，有些无奈的捂住额头，过了良久，缓缓叹出一口气：“那你就没啥其他的亲戚吗？这个笔录上需要填一个紧急联系人，这是以备不时之需，万一要让他们回来指证联系不到本人，可以让身边的亲戚好友通知他。”陆晨依旧是摇摇头，三亲六故都死绝了。组长看着陆晨，目光有些动容，沉默了下来，看着空的那一栏紧急联系人，有些晃眼。走吧走吧，你们赶紧出去吧。组长对着面前的两人摆了摆手，示意两人赶紧出去。陆晨面色有些为难，看着一旁捂住额头的组长，缓缓开口道：“那个警察叔叔，我们的奖金呢？这一晚他牺牲的实在是太多了，不仅失去了白嫖的机会，还差点被那400多斤的留下沦为和禽兽一样的禽兽。寒冷的夜晚，唯一能温暖他的就只有奖金了。”组长下意识一愣，抬头看着陆晨财迷的样子，这次没有厌烦，而是心中流露出一丝欣慰。正是因为有这样身处泥泞、心向光明之人，社会才会越来越好吧。这也是他们警察存在的意义，扫除黑暗，引导人民走向光明。正是因为有陆晨这样的年轻人存在，才让他觉得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组长看着面前的陆晨，认真的点了点头道：“放心，这次奖金少不了你的，你站外面玩一会儿，我现在就去给你申请奖金。”说罢，组长便起身离开，走出了审讯室。陆晨和禽兽一同离开审讯室内，看见一堆熟悉又有些陌生的中年男人抱头蹲在地上，脸色如丧考妣，好像都是之前的嫖客，因为陆晨之前和打手们的搏斗而被惊吓到，慌乱中被警察给一锅端了。之前可是陆晨坏了他们的好事儿，他们对陆晨可以说是记忆深刻了。幽怨的目光齐齐看向陆晨，陆晨脑海中立马传出系统的提示声：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普大川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大刚情绪值加100。
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阳刚烈情绪值加100。听到系统提示音，陆晨顿时就乐了。这几秒钟不到，就有将近2、3千的情绪值入账，索性就直接不走了，站在原地嗑起瓜子来，舔着笑脸朝面前的嫖客们问道：“哟，哥几个儿，这是犯了什么错啊？”大部分人低头沉默不语，他们还没做好迎接审判的心理准备。陆晨耳边系统的提示音更加密集了。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呸！你又不是没被抓，你高兴什么？”大叔看着陆晨，暗啐了一口。他之前可是看见陆晨和一个小姐姐走进房间的，还以为陆晨也和他们一样被抓了。陆晨定睛望去，是之前那位定眼逼人的大叔，心中忽然想到一个妙计：哟，这不是之前的大叔吗？您这定怎么保养的？推白。不过下次注意，警察叔叔来抓你的时候，不要用定对着别人。之前吓得我还以为是什么虚空深渊呢。陆晨装作后怕的拍了拍胸口，耳边疯狂传来系统的提示音。组长哼着小曲儿，拿着一封厚重的信封走下楼梯。看得出来，今天他的心情很是不错，不仅仅是因为扫除了江南市最大的黄色窝点，还因为见到了九州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身处泥泞，心向光明，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九州欣欣向荣，走向更加繁荣富强的那一天。为了感谢陆晨，他也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多给陆晨申请了5000的奖金。当他拿着奖金走下楼时，一股熟悉的声音却在他耳边响起：“这不是之前的大叔吗？您这定怎么保养的？”推白。江南市警局门口，擦去了浓妆艳抹，换上了制服的赵小棠匆匆赶来，看着已经从审讯室走出的陆晨，赵小棠脸上冰山融化，展露出笑颜，刚想伸手拍陆晨，听到陆晨的话后，手却在半空中猛然僵住，两人脸上的笑容猛然一僵，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去。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顾黄成情绪值加100。密集的系统提示声中，陆晨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两人的名字，扭头朝着另一边的大叔望去，对着大叔勾肩搭背道：“这不和小姐姐玩字母游戏的大叔吗？您这爱好也挺独特呀。”本完第95，其实我是卧底。组长看向自己手中厚重的信封，又面色古怪的看向和嫖客勾肩搭背，气得他们脸色铁青的陆晨不禁陷入了沉思。九州有这样的年轻人，真的还有未来吗？组长目光呆滞地朝着赵小棠望去，赵小棠冰山般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白皙的手掌捂住额头，默默后退一步，假装不认识陆晨。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顾黄成情绪值加100。陆晨听到耳边的系统提示音，默默转过头来，看到捂住额头，一脸不想认识自己的赵小棠和拿着厚重信封，满脸担忧的组长，饶是他这般厚的脸皮，也不禁老脸一红。面前的嫖客大叔们泪眼婆娑地望着身穿制服的赵小棠和组长，隐隐觉得两人身后有圣光乍现，宛如看到了救世主一般。他们此生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希望警察快点到来，将自己从陆晨的魔爪当中解脱出去。问别人平时是怎么保养定，还把自己的定比作虚空深渊，让他原本就不多的自尊心，更是被陆晨挤压成了齑粉。组长看着面前泪眼婆娑、抱着自己裤腿的中年男人，面色一黑。陆晨究竟是把他们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呀？组长脑门上顿时浮现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陆晨，这你的奖金，给我离他们远一点。此话一出，宛若天籁。抱头蹲在墙角的嫖客们目光动容地看向组长，激动万分，随即立马意识到组长话中的不对劲。奖金？嫖客们齐齐朝着陆晨望去，满脸的不敢置信，一副仿佛你在逗我的表情。其中不少人可是都见过陆晨的，更有甚者还看到陆晨搂着小姐姐走进了房间。结果你们还给他奖金，还有没有王法了？好。陆晨接过信封，掂量了一下重量，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朝着面前组长恭敬地敬了个礼，认真道：“为人民服务，在所不辞。”根据他的精确测量，这奖金保守估计都得有个3、5万。组长看着陆晨这个七歪八扭的敬礼，脸色一黑。为人民服务的话，我还是把奖金给收回来吧。伸出手来做事，就要将陆晨手中的信封给收回。陆晨轻而易举地拿着信封躲了过去，咧嘴一笑：“我这可不是什么奖金，是我兄弟的精神损失费。毕竟他可是差点为了正义献身了。”组长，你能想象被400多斤满脸横肉的大婶压在身下的恐惧吗？组长听到陆晨的话，回想了一下将自己置身处地的带入禽兽的位置，顿时浑身打了个激灵，
目光悲悯地看向一旁的禽兽，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块现金掏了出来，放到禽兽的手中，语重心长地拍了拍禽兽肩膀道：“孩子，这些钱就当做我的一点心意吧。”一旁的禽兽猛然一呆，心态大崩，朝着陆晨看去：“哥，我明明已经忘记了，你为什么还要提？”听到这话，陆晨有些诧异，又重复了一遍：“兽啊，我还以为被400斤的大婶儿压在身下这种难忘经历，你没那么快忘记呢。”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看着禽兽脸上生无可恋的表情，直播间的观众们顿时笑出了声。摄影师累了，赶紧毁灭吧！笑哭，原谅我这么笑真的好不道德，但真的好好笑。哈哈，我管不住这脑子，为什么要去脑补自己被那大婶儿压着的画面？脑心疼摄影师，不仅被陆哥卖了，结果现在还被他反复在心里禁区横跳。什么叫卖？会不会说话？那不是陆哥把为正义献身的机会让给了他吗？滑稽！组长看着面前的2个活宝，不由得咳嗽一声，看向一旁的赵小棠：“既然你已经来了，那就把他们带走吧。”说完，他目光朝着抱头排排蹲在墙边的嫖客们望去。要是再让陆晨留在这里，估计案子就要上升到刑事案件了。赵小棠看着面前的2个活宝，无奈地叹出一口气：“你们跟我走吧。”虽然之前陆晨恬不知耻的行为让他有些怨念，陆晨毕竟是帮自己的忙，怕被这里的同事当成嫖客处理，他才换好衣服，急匆匆的就赶到这里。结果，没想到陆晨居然在这里调戏这群嫖客大叔，心中是又气又无奈。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陆晨办的明明都是好事儿，但总是感觉给人一种做了坏事的感觉一样。2人跟着赵小棠走出警局，禽兽眼巴巴望着正在数钱的陆晨，似乎回想起了什么。哥，你之前说这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啥？我啥时候说过？陆晨明白禽兽的意思，顿时吓了一跳。兽啊，你忘了是谁把你从400斤大婶手中解救出来的了？你怎么好意思开口问我要钱呢？听到这话，禽兽有些愣住，但立马反应了过来，脸色幽怨道：“哥，你有没有想过，是谁把我留那里的？”陆晨思索了一阵，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有些不确定道：“是正义吧？神他喵的正义！”禽兽感受到陆晨这般厚的脸皮，十分震撼，过了良久才放弃分钱的想法，看着陆晨神色复杂道：“哥，你最好拿这些钱买点保险吧，我怕哪天有人不小心把你打死。”陆晨说的话实在是太气人了。说到这里，陆晨可就乐了，不由得挺起腰杆，得意道：“想当年我从铜锣湾……”话还没说完，陆晨便感受到前面一股冰冷的视线袭来，顿时捂住了嘴巴。赵小棠看向陆晨，冰山般的脸上有些愠怒：“你们俩这个破梗没完了是吧？我还在这儿呢，自己好歹还穿着警察制服呢。”2人都不知道收敛一些。赵小棠走到自己的轿车前面，转过身看着面前的2人说道：“你们要去哪？我送你们去。”这么晚也很难打到车了。2人毫不客气，直接坐进了赵小棠的车内。“我们去江滨小区。”陆晨直接把地址报给了赵小棠。赵小棠黛眉微皱，有些疑惑地看向陆晨。这个小区可是江南市为数不多的高档小区，而且距离这里足足有1-2个小时的车程。陆晨难不成住在那里？赵小棠上下打量了一眼陆晨，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脸色立马阴沉下去。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本完。第96。双子向日葵和火炬树桩。听到耳边的系统提示音，陆晨有些疑惑，朝着赵小棠看去，寻思自己也没惹到他啊，怎么一直跳系统提示音？难不成系统坏了？想到这里，陆晨转头朝着一旁的禽兽望去：“兽啊，你还记得400斤的大婶儿吗？”禽兽听到400斤的大婶儿，浑身打了个哆嗦，脸色暗淡下去。陆晨听着耳边清晰的系统提示音，认真点了点头：“看来系统好像没有坏，难不成来大姨妈了？”陆晨再度朝前面开车的赵小棠望去，赵小棠感受到陆晨的目光，微微回过头来，语气有些阴沉道：“怎么？”陆晨看见赵小棠这副模样，急忙摇头：“没啥，多喝热水。俗话说得好，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来大姨妈的女人，也同样是他惹不起的存在。”一路无话，车内气氛阴沉的可怕。来大姨妈的赵小棠与生无可恋脸上暗淡无光的禽兽，陆晨有些无奈，只好拿出手机来打游戏，一个多年前的塔防游戏。
植物大战僵尸。随着诡异的背景音乐逐渐响起，一个个行动缓慢的僵尸开始进攻屋子。禽兽听到声音，朝着陆晨这边看过来，看着陆晨还莫等豌豆射手种下多少，便开始种火炬树桩了。禽兽有些不解，这种类型的游戏，要是让他来玩的话，一定会先把向日葵都升级成双子向日葵，产出双倍阳光，才会考虑种火炬树桩这种后期提升战力的玩意儿。而且火炬树桩足足比双子向日葵高了25点阳光，这么玩很大概率没有办法能通关。禽兽眉头紧锁，朝着陆晨问道：哥，你这不先种双子向日葵，怎么先种更贵的火炬树桩啊？陆晨看了面前的禽兽一眼，语重心长道：兽啊，看来你还是年轻了，不懂成年人的世界啊。禽兽一听，顿时就不乐意了，你一个玩植物大战僵尸的都没玩明白，还说我不懂成年人的世界，谁家成年人玩植物大战僵尸？前面开车的赵小棠咳嗽了一声，光洁的额头上涌现出一丝愤怒。为了不被两人恶意重伤，赵小棠还是咳嗽了一声，冷冷地回答道：嗨嗨，我玩。听到赵小棠这话，禽兽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没想到如同冰山般高傲的赵小棠居然会玩这种几年前小孩子玩的游戏。一听赵小棠也玩这游戏，陆晨顿时来了兴趣。锦花姐姐，那你是喜欢双子向日葵还是火炬树桩？还莫等赵小棠回答，禽兽下意识一愣，有些不解道：这两个有什么关系？要是通关的话，肯定是先种150的双子向日葵吧。陆晨白了一眼面前的禽兽，语气有些不屑道：你懂啥？150阳光能种双子向日葵，175阳光能种火炬树桩。虽然可以玩姐妹花，但哥宁愿多花点钱也要玩个烧的。这话说完，车内顿时一片寂静。禽兽反应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哎 Sigma， 你怎么儿童游戏也能开啊？禽兽当即忍不住崩溃道。赵小棠也是反应过来，一脚刹车，差点把两人送走，脸色如同便秘一般难看的朝着陆晨望去。合着你他喵的刚刚问我的根本不是游戏。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被陆晨这番操作给震惊的合不拢嘴，原来植物大战僵尸还能悟出这个道理啊！笑哭，陆哥这破路都能开，我真的是服了。双子向日葵只能种在向日葵上，所以要想玩姐妹花，最好先搞定其中一个。滑稽，楼上的别走，这一部我好像看过，留下网址啊！哈哈，我快要笑岔气了。别人是脑子里长瘤子，你们是瘤子里长脑子吧？陆哥，你在锦花姐姐面前这么开车，真的好吗？这时，赵小棠脸色阴沉地看向后面的陆晨和禽兽，陆晨还在嬉皮笑脸地看着禽兽，转过头来对他眨了下眼睛。赵小棠，星号！赵小棠忍无可忍，一个暴力敲在了他们头上，一个红色的鼓包慢慢显现出来。陆晨捂住脑袋吃痛，锦花姐姐，你们这警察都在少林寺进修过吗？不止赵小棠，之前的组长手劲儿也是大的出奇。禽兽同样吃痛捂住脑袋，任凭他怎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也会挨打？这种委屈的感觉，就像是明明两个人打架，一条狗在看戏，结果两人不打了，一人过来给了狗一脚。等等，我为什么总把自己比喻成狗？禽兽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赵小棠冷哼一声，没想到陆晨居然还敢当着自己的面开车，老实点儿，你实在不行，就在车上睡会儿觉。禽兽倚着车窗，目光看向窗外，忍不住提议道：哥，你要是实在睡不着，咱们就数羊吧，一人数一只，就能睡着了。为了自己不再无缘无故被陆晨牵连，禽兽决定先把陆晨给骗睡着。陆晨听到禽兽的提议后，点了点头，欣然接受。那成，我先来，一只羊，两只羊。禽兽继续倚着车窗，看着沿途风景。良久见到陆晨迟迟没有反应，禽兽有些好奇地朝着陆晨望去，难不成陆哥这么快就睡着了？刚转过头去，发现陆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盯着自己，禽兽顿时被吓了一跳。哥啊，你这醒着怎么不继续啊？我数过了。陆晨挠了挠头，眼神朝着赵小棠飘去。正在开车的赵小棠忽然一愣，哎 Sigma， 我在开车啊，这万一睡着了你们咋办？陆晨摇了摇头，丝毫不在意，没事儿。俗话说得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求同年同日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人，禽兽看向陆晨，目光有些动容。哥啊，有你我是真的服气。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当陆晨的摄影师居然是这么危险的工作，早知道他还不如去黑州大草原上拍狮子。最终
赵小棠依旧没有加入陆晨和禽兽的数羊活动。随着羊群来到4位数，车内忽然弥漫起一股倦怠困意来。1252只羊，陆晨等了半天，也没听见禽兽回应，猛然抬起头来看向禽兽。禽兽双眼紧闭，咂摸了下嘴巴，呼吸均匀地倒在后座靠椅上，睡着了。随后抬起手来，一巴掌狠狠扇在了禽兽的脸上。兽啊！我突然发现，数羊是外国的方法，外国羊和睡觉的发音一样，这方法对咱九州人不管用。本丸第97开车不能熟睡，在睡梦中被扇醒，梦碎黄粱。一脸懵逼的禽兽捂住脸颊看着陆晨，你说这方法不管用，我他喵的都已经睡着了，你说不管用？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当场就笑出了声。陆哥，你看这方法像是对摄影师不管用的吗？好家伙，羊都数了1000多只，摄影师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被你一巴掌给人扇醒了，和人沾边的事儿你是一点不尬啊！哈哈，看摄影师懵逼的表情，我他喵的要笑死了，笑哭。陆哥这也太损了，山上的笋都被你夺完了吧？见到禽兽脸色如同夜空一般昏暗阴沉下去，陆晨认真的咳嗽了一声，脸部红心不跳道：咱们九州人应该就用咱们自己九州的办法。啥方法？禽兽阴沉着脸，双手抱胸，一副陆晨要是不给出什么好建议，他就要给陆晨点颜色看看的样子。陆晨嘴角流露出一丝自信的微笑，对着禽兽道：咱们九州人睡和水同音，那肯定是属水了。禽兽听到陆晨的话，不自觉地点了点头，显然他也觉得陆晨说的有一定道理。来吧，我争取再睡一会儿。两人开始数起水来，1碗水，2碗水。这次数水结束的十分匆忙，数量远没有到之前数羊的4位数，只是停留在2位数时，陆晨和禽兽便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两人眉头紧皱，脸色如同便秘般艰难，不断在车上抖腿。锦花姐姐，开快点啊！是啊，锦花姐姐，算我求你了。两人手掌不停扒拉着前面的座椅，手指因为用力被捏得发青。赵小棠看见两人这副模样，此生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的他，自然是不知道两人这副代表着什么，只是冷哼一声道：嫌慢，嫌慢你们来开。自己好心好意送他们回家，这两人居然还嫌弃自己开得慢。赵小棠想到这里，气就不打一处来，立马松了脚下油门，车速变得更慢了下来。陆晨实在有些忍不住，直接从信封中抽出2张100元大钞，拍在赵小棠座椅上。赵小棠眉头一挑，朝着陆晨望去，俏脸上满是不解。陆晨只是淡淡回应道：洗车钱。锦花姐姐，还有我的。禽兽同样是从兜里掏出200，扔给了赵小棠。赵小棠立马就明白了两人表情的含义，冰山般的脸上此刻有了一丝动容。哎 Sigma， 你们别尿我车上啊，下个服务区马上就到了。赵小棠猛踩油门，车子此刻宛若离弦的箭一般飞出。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仅仅只用了3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禽兽和陆晨一脸畅快地从厕所走出，看到了脸色似水阴沉的赵小棠，陆晨自知大事不妙，刚打算开口，没想到却被禽兽给抢先了一步。锦花姐姐，都怪陆哥非要漱水，害得我尿急。他们本就一晚上都在帮警察破案，搜寻洗头房的证据，没来得及去厕所，结果又数了半天的水，自然尿急。赵小棠将目光移到陆晨身上，陆晨耳边再度响起熟悉的系统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陆晨有些尴尬地挠了挠脑袋，瞪大了眼睛，装作无辜道：这最起码证明外国的数羊确实管用。两人经过了短暂的小插曲后，赵小棠总算是把陆晨和禽兽给送回了家。看着面前的恐怕一辈子都买不起的高档小区，赵小棠陷入了沉思，转头朝着身后的禽兽陆晨望去，有些不敢置信道：你俩真的住这儿？这里的房子怎么看也不像是陆晨和禽兽可以买得起的。是啊，陆晨和禽兽都没有察觉到赵小棠脸上古怪的神色，十分自然地点了点头。赵小棠认真仔细地打量了陆晨一眼，干净白皙的脸庞，再加上忧郁深沉的气质，只要不开口说话，好像还挺符合富婆包养的条件的。鬼使神差间，赵小棠忽然想到了那位之前和陆晨在一起的徐小丹，这家伙该不会被他包养了吧？想到这里，赵小棠一阵心惊，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他自然是要制止这种不正之风。赵小棠咳嗽一声，对着面前的两人道：
送了你们一路，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陆晨和禽兽相视对望一眼，两人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疑惑，不过还是立马反应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当然可以，锦花姐姐。两人领着赵小棠朝角落的那栋别墅走去，老远别墅内就传来了咚咚咚用菜刀剁肉的声音，几乎是黑色实质性的怨气布满了整个屋子。此刻房间内宛如某些当中魔王的城堡。咕咚，陆晨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双腿发颤。今天玩的实在是太开心，完全把徐小丹给忘了。禽兽双腿发颤，躲在陆晨身后，脸色惨白地朝着陆晨试探道：“哥，要不您先进？”赵小棠看着面前陆晨这副模样，下意识脑补出了某些不能过审的情节。没想到那姑娘看上去年纪轻轻，但居然这么残暴，能把陆晨吓得双腿发颤。赵小棠瞥了一眼面前神色惨淡的禽兽和陆晨，率先走进了屋内。清冷的声音回荡着空旷的房间内：“打扰了。”见到里面迟迟没有回应，赵小棠站在门口，转过身看着面前的陆晨和禽兽，一脸认真道：“那个陆晨，你们两个大男人住在一个女孩子家，对于他来说会不会有点太危险了？”虽然他不知道徐小丹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才能把这两个身高都在1.8米以上的大男人吓得腿软，但处于女性的直觉，赵小棠还是希望陆晨抵制住金钱的诱惑。赵小棠话音刚落，厨房内剁肉的声音戛然而止。哗！厨房的玻璃门被猛然拉开，只见一位手握明晃晃的菜刀，浑身浴血，身穿围裙的女子走出，身后冒着无数黑气，血液的腥味直冲天灵盖。原本粉色的围裙被血色浸染，白皙的脸上甚至残留着一抹血迹，一副活脱脱凶杀案后犯人肢解尸体的模样。三人看到眼前的恐怖场景，额头齐齐浮现一丝冷汗，后退一步。Sigma， 禽兽看着面前的徐小丹，朝着一旁的赵小棠艰难道：“我觉得要遇到危险，也应该是我和陆哥吧。”陆晨脸色惊恐，目光死死地盯着徐小丹手中的菜刀，赶忙道：“冷静，冷静，小丹妹妹，把刀放下来，咱们有话好好说。”徐小丹听到陆晨的话后，愣了一下，身后黑气猛然收回，双眼逐渐清明，望着面前的三人，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菜刀，语气有些疑惑：“奇怪，我不是在剁肉吗？怎么跑这里来了？”朋友的新书，强烈推荐。本完第98。痔疮膏的杀伤力，可能你忘记了吧？陆晨赶忙打个哈哈。徐小丹根本没有理会，漆黑的瞳孔凝视着面前的赵小棠，是那个让他察觉到一丝危险的女人。陆晨今天带她回来，明天就敢娶她回家。徐小丹眼眸中已经逐渐流露出一丝怒火了。赵小棠皱了下眉头，女性的直觉让她本能的感觉面前的这个女孩不是省油的灯，更何况她上次还给陆晨捐了一栋楼，这样她就更要阻止两人进行身体上的交易了。赵小棠目光丝毫不惧，朝着徐小丹看去。陆晨和禽兽对望一眼，眼中满是疑惑，他们已经隐约见到了两个人瞳孔中流露出来的怒火，任凭他们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明明是进来喝杯水的事情，怎么感觉两人随时会掐起来？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十分费解，怎么回事？怎么锦花姐姐和小丹妹妹好像一副要掐起来的样子？我隐隐已经闻到修罗场的气息了，滑稽。恐怕是锦花的性格太正直，看不惯两个大男人和陌生的女孩住在一起吧？又或者以为陆哥被小丹妹妹包养了？两人依旧在对峙，屋内的气温瞬间骤降几度。陆晨和禽兽在一旁瑟瑟发抖，一旁的赵小棠率先开口了：“你小姑娘，家里留两个大男人也不怕有什么危险？”徐小丹丝毫不甘示弱，挺起胸膛道：“呵，要不是陆哥晚上睡觉都锁着门，你看危险的会是谁？”陆晨他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自己平日睡的卧室，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出意外了，门锁已经换成新的了。听到徐小丹这话，赵小棠光洁的额头上隐隐流露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眉头微挑。没想到徐小丹根本不知矜持为何物，甚至他脑海中已经在脑补年轻富婆和某些家伙奢靡的生活了。这也太会玩，不是太不知廉耻了。赵小棠冰山般的脸上泛起一抹红晕，更加坚定了阻止两人继续进行非法交易的决心，继续开口道：“你都还没男朋友吧？和他们住一起，影响不好。”徐小丹突然挽住陆晨胳膊，宣示主权：“这就是我男朋友。”看见徐小丹和陆晨这般亲密，油盐不进的样子，赵小棠心中怒火更甚，指着一旁的禽兽道：“那还有摄影师呢？你不会也说摄影师是你男朋友吧？”哎 Sigma 突然被点到名字的禽兽有些不知所措，
还莫等他开口，徐小丹便不假思索的开口：“大不了让他出去住酒店。”莫名其妙的就被踢出去住的禽兽，脸上有些失落。陆晨一听，也是急忙摇头否定：“这怎么行？他可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怎么能让出去住酒店呢？”陆哥，禽兽看向陆晨，目光有些感动。陆晨从兜里拿出一张100元大钞，语重心长的拍了拍禽兽肩膀：“兽啊，今晚去网吧通宵，别住酒店，实在是太贵了。”禽兽接过陆晨递来的100元大钞，嘴角微微抽动：“我谢谢你啊。”眼见进攻不成，赵小棠似乎也摸了什么好办法，站在原地直愣愣的看着面前的陆晨和徐小丹，一时间说不出什么话来。反而徐小丹倒是火力全开，一语击中赵小棠的要害：“你这么关心陆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小学生一般的激将法，将赵小棠弄得俏脸通红。徐小丹瞪大双眼，有些不敢置信的看向赵小棠：“难不成被自己说中了？”赵小棠没有回应，只是低头思索了一阵，随后便抬起头来：“我是因为陆晨今天帮我去扫黄才……”赵小棠话还没说完，只感觉徐小丹身上腾一股黑气涌现而出。今天事情匆忙，他还没来得及观看陆晨的直播，自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用一种极其诡异的角度将头转向，目光死死盯着正要逃跑的陆晨和禽兽两人，阴冷道：“今天你们去扫黄？”逃跑被抓住现行的陆晨和禽兽讪点头：“为人民服务吗？”陆晨后退一步，小声地说道。赵小棠感受到面前陆晨和禽兽的心虚，忽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也是微微后退一步，站在进门的玄关处。“是吗？”赵小棠瞥了一眼心虚的两人，擦拭了一下手上的血迹，从兜里拿出手机，打开了陆晨晚上的录播。画面刚刚打开，就是一个穿着清凉的小姐姐靠在陆晨身上，媚眼如丝道：“帅哥，洗头吗？”画面中的陆晨止住脚步，眼中猛然迸溅出金光：“你这洗头正经吗？”“正经，当然正经了，正经的谁去啊？”如同之前审讯室的情节再次上演，梅开二度，陆晨和禽兽抱作一团，颤颤巍巍地蜷缩在角落。要是这次和上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真的隐约看到了老祖宗在向他们招手。翌日清晨，陆晨衣衫完好的从床上醒来，身旁的禽兽也是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两人齐齐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看到对方时，两人动作齐齐一僵，缓缓打出一个：“哥，你怎么在我床上啊？”禽兽有些惊恐地看着陆晨道：“什么你床上？这不是我床上吗？”陆晨有些不解，捂着脑袋说道，脑海中根本回想不起昨天自己看见老祖宗之后的事情，这如同宿醉一般的头痛感，立马让他反应过来了什么，猛然拉起被子，朝着自己的身下望去，看到自己衣衫完整，不由得拍拍胸口放心下来。但看到床头柜上整齐摆放着的痔疮膏，陆晨吓得几乎是从床上弹了起来，急忙的朝着一旁的禽兽问道：“兽啊，你身体咋样？莫感觉屁股疼吧？”禽兽有些不解，坐起身来，看到床头柜上的痔疮膏，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满脸不敢置信的看向陆晨。就在两人相互怀疑对方之时，一道身影缓缓走入卧室。“呀，你们醒了呀！”徐小丹看着面前怀疑人生的陆晨和禽兽，嘴角流露出一丝好看弧度，还莫等两人开口询问，徐小丹便开口保证道：“放心，你们昨晚没做什么，就是晕倒了而已，痔疮膏也都还是新的。”听到这话，两人拍拍胸口，顿时放心了下来，生怕来了一波难上加难、左右为难之类的操作。不过徐小丹接下来的话语却让两人如堕冰窟般寒冷：“要是你们再有下次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的话，我可不能保证痔疮膏会不会是新的了。Sigma， 恶魔，这绝对是恶魔！”这一刻，两人的想法出奇一致，他们隐隐看见了面前清纯可人的妹子头上长出了恶魔般的猩红长角。朋友心说，强烈推荐。本完第99，怎么打都有你小子。客厅餐桌上，徐小丹默默喝完最后一口豆浆，看向对面的陆晨：“陆哥，你今早应该没什么事儿吧？”陆晨被问的一怔，眼神朝着远处飘去。自己今天是下午才上班，难得的休息时间，他想再回去睡个懒觉，不动声色地拒绝道：“今早可能要去趟叙利亚。”一旁的禽兽听到这话猛然愣住：“哥，你去叙利亚干啥？那地方不是在打仗吗？去那儿打个暑假工？”禽兽挠了挠头，总觉得陆晨说的哪里有些不对。陆晨不动声色地朝着面前的徐小丹望去，徐小丹被婉转拒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伸出一根纤细修长的手指，口中淡淡吐出一句话：“给你1000块，今早帮我打工。”陆晨盯着徐小丹修长的手指，愤然摇头：“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会为了区1000块就出卖自己的尊严吗？自己好歹目前也算是身价高达23万5的人了，岂会为了区1000块折腰？加200，不能再多了。好嘞，姐，1000块不足以让他折腰的话，1200就足够了。我他喵的肚子痛啊！哈哈，真的救命！我还以为陆哥能多坚持一会儿呢。陆晨，你觉得我会为了区1000块出卖自己的尊严吗？滑稽，捂嘴哭，我还是喜欢陆哥桀骜不驯的样子。陆哥大早上就这么搞，我还喝着牛奶，一下子就喷出来了。楼上的，发个照片康康，瑟瑟。吃完了早点后，三人便来到了一栋看着十分高大上的写字楼门口，各种身穿制服的白领丽人穿梭其中，见到徐小丹都统一弯腰致意。徐总好。禽兽和陆晨不敢置信的目光齐齐朝着徐小丹望去，原本以为大家都是家里蹲，结果你偷偷当上了公司老板。徐小丹感受到二人的目光，无奈的扶额开口解释：“这是我朋友的公司，最近他有事不在，托我管理公司。今天找陆晨来的目的也十分简单，公司这么多的事务，就连他都觉得有些分身乏术了。”禽兽看着陆晨和徐小丹走进公司大厦，面色有些古怪。找陆晨帮忙和管理公司这两件事情，好像本身就是冲突的吧？你忘了上次陆哥给人介绍工作养阿拉斯加巨蟒了？禽兽连忙提醒。徐小丹似乎才回想起来上次孤儿院的经历，猛然回头朝着陆晨望去，对着陆晨试探道：“哥，你要不还是回去吧？”陆晨当场就不乐意了：“啥意思啊？你俩看不起我呀？你们别看我平时这样子，但我还是很有能力的。”禽兽和徐小丹对望一眼，有些不敢置信。比如，陆晨低头思索了一阵，立马想到了好点子。比如我就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游戏类型。传统的游戏是既让玩家花钱，又让玩家花时间，又干又氪，所以才会被时代淘汰。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一款只能充钱，不能玩的游戏呢？这样子既让他们享受到了充钱的快乐，又节约了游戏时间，一举两得，岂不双赢？陆晨双手叉腰，十分得意。他已经看到了诺贝尔奖，在向他招手了。禽兽和徐小丹两人听到陆晨这话，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Sigma。 过了良久，禽兽这才反应过来，面色艰难道：“哥呀，游戏行业没你，真是他生来的福气啊。”徐小丹也是面色凝重的点头表示赞同，并十分慎重的考虑起了接下来陆晨的工作。5分钟后，陆晨坐在面试厅中主面试官的位置上，百无聊赖的刷着短短视频。经过徐小丹和禽兽的慎重考虑，觉得这个岗位是最适合陆晨的。即有人看着陆晨，不让他胡来，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排解一部分工作压力。哥，有人来了，别玩手机了。禽兽看着远处有人走来，急忙戳了一下陆晨，示意陆晨坐好。被发配到面试官岗位上的陆晨缓缓坐起身来，一道熟悉的声音伴随着推门声传入陆晨耳中：“各位面试官好。”一袭黑色西装笔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罗成，还有同样脸上挂着淤青的摄影师出现在两人面前。时间线来到昨天晚上，在拆开了陆晨的礼物后，罗成的心彻底陷入绝望，身上的2000块钱完全不足以支付上高达上万元的账单，所以他和摄影师只能够采用最原始的支付方式，挨打了。两人被4、5个大汉围住，十分生动地体验了一把满身大汗的感觉，直到现在屁股还如同火烧一般疼痛。此时见到陆晨，他自然是无比诧异。陆晨？罗成看着面前空荡的面试厅内，陆晨独自坐在椅子上，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特意走了出去，又重新确认了一遍自己有没有走错房间。怎么会是你？罗成看着眼前的陆晨有些震惊，怎么都没有想到今天面试自己的主面试官会是陆晨。陆晨看着面前的罗成，眼神大亮，没想到临时打个工居然还有意外收获，立马就来了精神，挺直了腰杆，严肃认真看向罗成。禽兽看着眼前的罗成，面露苦涩，不知道他们俩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什么孽缘，这都能撞到一起。陆晨听到罗成叫自己，玩心大起，咳嗽一声，对着面前的罗成拍桌道：“不要和我套近乎，工作上称职务，我现在是你的面试官。”罗成默默从包里掏出了2本书，是陆晨昨晚上送自己的礼物，拍在陆晨面前，指着自己脸上的伤口愤怒道：“你知道因为你的礼物我挨了多少打吗？”陆晨看着罗成脸上的伤口，瞥了一眼自己面前的富婆通讯录，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死！现在的富婆玩这么狠的吗？脑海中传来熟悉的系统提示音，
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2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罗成坐在椅子上，脸色逐渐阴沉下去。他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好工作，就可以彻底脱离陆晨，但结果没想到一觉醒来，陆晨竟然成了自己的面试官。怎么哪都有你小子？恼！本完第100养阿拉斯加的工作。陆晨看着面前脸色发苦的罗成，心中早已乐开了花，手里转着碳素笔，脸上不动声色道：“这位面试者，麻烦你先坐下，自我介绍吧。”罗成白了一眼装模作样的陆晨，撇了撇嘴道：“我叫罗成，今年58岁，性别女。”陆晨认真点了点头，记录在了面前的表格上。罗成，58岁，女。罗成，哎 ，Sigma， 你分得清啥是正反话吗？罗成脑袋上忽然浮现出道道黑线，咬着牙朝着面前的陆晨望去。陆晨，我们不是说好不内讧，一致对外的吗？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罗成从3天前就开始准备了，甚至昨晚上还用自己全身上下的钱请陆晨吃最后一顿饭。虽然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小心思，好歹3人也算是组成同盟了，陆晨还像是这样难为自己，罗成自然忍不住。陆晨歪了歪脑袋，朝着一旁的禽兽望去。说过吗？禽兽看着脸色逐渐黑了下去的罗成，面色艰难地挠了挠头，好像真说过吧，我好像也记得。陆晨低头沉思了一阵，罗成看到2人这副模样，牙齿都快咬碎了。昨天吃的饭，你们俩今天就不记得了？听到这话，陆晨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不过面前的罗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口，心中也是有些过意不去，刚想开口再说些什么，结果面试厅内的大门就被推开，剩下的几位面试官们鱼贯而入。抱歉，迟到了。几位面试官和陆晨微微打了个招呼，坐在一旁。原本的面试官只有陆晨和禽兽2人，但徐小丹仔细地思索了一下陆晨的搞事儿能力后，还是从其他地方紧急调了几位面试官来看着陆晨，别出乱子。几人都是资深的面试官，对于面试的流程十分熟络。落座后，先是看了一眼罗成提交上来的简历，开始面试流程。先做下自我介绍吧。罗成见到面前的几位面试官，一颗悬浮在半空中的心算是彻底落了下来。各位面试官好，我叫罗成，毕业于一套十分标准的自我介绍模板，估计是他网上现抄下来的。一旁的禽兽听着罗成云里雾里的介绍，眉头紧皱，凑到陆晨面前，有些不知所措。哥，他这自我介绍，我咋有些听不懂啊？对于刚刚出社会的禽兽来说，罗成这种标准化的自我介绍听不懂也不奇怪。陆晨看了一眼身旁的禽兽，开口道：“这就是把自身的缺点写成优点吗？”陆晨朝着还在自我介绍的罗成望去。罗成正面对着3个面试官侃侃而谈，本人曾经在国内知名大厂工作过，可塑性极高，具有全方位培养潜质。陆晨指了指不远处的罗成，看着禽兽解释道：“像罗成这种，就是说自己没啥优点，所以可塑性高，能够全方位培养。”陆晨的声音不大，淡淡的话语清晰地落入在场每个人耳朵当中。坐在旁边的几位面试官齐齐看向陆晨，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罗成看到这幕，脸色已经黑了下来，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继续介绍：有强大学习潜力，进步空间宽广，啥也不会，所以进步空间宽广，抗压能力强，具有责任心，遵纪守法，可以接受加班，但必须要给加班工资，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热爱文学，喜欢动漫，平时喜欢，还是一个2次元。陆晨杵着脑袋将罗成老底接的一个不剩，看到罗成阴沉的脸色，还暗呸了一声：“呸，死斋真恶心。”禽兽流露出恍然大悟的眼神，朝着罗成望去。其余的几位面试官也是微微点头，也觉得陆晨说的话十分有道理。你的自我介绍非常精彩，本公司会考虑对你的聘用的，请您回去等通知吧。为首的女性面试官对着罗成微微点头，将罗成的简历交还给他。罗成如丧考妣接过简历，虽然说是回去等通知，但这通知大概率是不回来了。脸色铁青，阴沉的可怕，宛如狰狞的恶鬼一般看向陆晨。陆晨耳边熟悉的系统提示音传出：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200。检测到周围情绪值变化。短短几分钟就给陆晨贡献了几千点的情绪值。直播间内的观众们见到这一幕，齐齐笑出了声，笑哭，哈哈哈！山上的笋都被陆哥夺完了吧？打人不打脸，接人不接短，他是一直接人短啊！学会了，学会了。
下次我投简历的时候，就这么写，滑稽。哭，建议陆哥出个教程吧，我付费看。陆哥可真是13号的克星啊，走到哪课的都死死的。我不管我每天累死累活，工资才3000，我不允许13号有3万的月薪。陈复义。在直播间众人的欢声笑语中，罗成打出了 GG。 就在罗成心灰意冷要走出大门时，陆晨却叫住了他。乔豆麻袋，咱们可以单独聊一下。陆晨对着周围的几个面试官使了个眼色，几个面试官齐齐站起身来走了出去。作为总面试官，陆晨无疑拥有更大的权利。要是他想留下罗成，之前的自然面试做不得数。陆晨看着眼前的罗成，心中有些愧疚，毕竟自己现在肚子里装着的还是罗成昨天请客吃饭的毛肚。虽然现在大概帅已经变成便便了，但这份人情陆晨可是铭记在心的。我也不为难你，我这里还有个轻松的工作，你要做吗？陆晨对着罗成缓缓道。这里的工作瞧不上罗成，但自己可是知道，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接连遭受了这么多次打击，都依旧还能保持乐观的心态，甚至东山再起，这是多少人无法做到的事情。听到这话，罗成脸上的阴霾瞬间消散开来，不禁大喜，刚想要好好感谢陆晨，但忽然又想到被陆晨坑昨晚的事情，浑身打了个冷战，双眼满是戒备的朝着陆晨望去。先说好，是什么工作？显然是被陆晨给坑怕了，就是帮人养宠物。阿拉斯加，轻松吧？陆晨脸不红心不跳，对着罗成说道。一旁的禽兽脸色则是直接变得惊恐起来，看着陆晨的背影，似乎看见陆晨的头上隐隐有2个恶魔掌脚长了出来。本完第101日行一善，陆老六。阿拉斯加，那还算是轻松。罗成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工资呢？工资多少？说到底，具体1个月能拿多少钱才是罗成关心的问题。听到这话，陆晨就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跳了起来，满脸不敢置信道：什么？我给你工作，你居然还想要工资？罗成感受到罗成和禽兽惊悚的目光，陆晨咳嗽一声，回过神来道：工资的话，1个月15000吧，月薪15000，养阿拉斯加。罗成颔首沉思，喃喃自语道：对于猫狗这类的小动物，他倒是并不排斥，哪怕是有着雪橇3傻的大傻阿拉斯加，他也有足够的信心能够教导他，而且这份工作还能时不时的撸爱狗。想到这里，罗成点头答应下来。好，我答应你，去养阿拉斯加。罗成心情大好，昨天的那顿饭果然是没白请陆晨吃，虽然月薪比自己预期低了些，但他还是能够接受的。听到罗成接受，陆晨脸上也是流露出一抹璀璨笑容。禽兽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这次相处的居然如此和谐，这还是第一次2个人都觉得自己赚了的。陆晨飞快在纸上写下一个地址，交给罗成，你就说熟人介绍，能给你打折。哎，罗成有些发懵，随后立马意识到了什么，朝着陆晨看去。这破路你也能开市吧？陆晨老脸一红，咳嗽了一声，你就说是我介绍来找工作的。罗成接过纸条，目光动容地看向陆晨，谢谢你，陆晨。这还是他认识陆晨这么久，第一次在陆晨身上感到温暖。客气啥，都是兄弟。陆晨搂着罗成的肩膀，十分豪气地拍了拍胸脯。一旁的禽兽听到陆晨这话，吓得浑身一抖，目光悲悯地看向罗成。待到罗成走后，禽兽才缓缓开口：哥，你这么让他去真的没问题吗？毕竟禽兽对于之前老院长说的阿拉斯加巨蟒可谓是记忆犹新。陆晨低头沉思了一阵，有些不确定道：应该吧，据说那玩意儿吃饱了能好久不饿的。听到这里，禽兽忽然想到了之前被陆晨安排去喂阿拉斯加巨蟒的那哥们儿，低头默哀起来。解决了罗成的工作，陆晨心情大好，坐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俗话说得好，日行一善，福报不断。我都帮罗成找到这种好工作了，买个彩票中个500万不过分吧？陆晨开始打起了下班买彩票的主意。直播间内观众们已经被陆晨这番操作给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你管这叫日行一善？你都把人家忽悠去喂阿拉斯加了，陆哥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只不过是想找个人喂阿拉斯加罢了。滑稽。我某度了一下，这玩意儿吃饱了好像能1个月不吃东西。罗成现在暂时还是安全的。新人刚来直播间，你们说的阿拉斯加到底是啥啊？真的是狗吗？物理送走了罗成，陆晨现在也彻底闲了下来，就这么趴在椅子上小憩了一会儿。忽然听到外面骚动起来，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资方马上就到了，快点给我跑起来！快快快！产品到了吗？给我现在去确认！一阵阵威严的吼声传入熟睡的陆晨耳中。
陆晨坐起身来，被人打扰了回笼觉，心情很是不好，皱眉朝着一旁的禽兽问道：“禽兽，外面发生了啥？怎么那么吵？”禽兽摇了摇头，同样表示不知道。陆晨起身走出门去，看着人来人往的过道，拦下一位看上去没有那么匆忙的小姐姐，有些好奇的问道：“妹子，你们这是干啥呢？怎么这么慌乱？”小姐姐拿着演讲稿，眉头紧皱的看着手中的演讲稿，一边记一边回答道：“我们在准备产品发布会呢，现在资方和媒体马上就要到了，我就先过去了。”小姐姐下意识的看了一眼手表，脸色有些慌乱，立马踩着高跟鞋朝前面跑去。产品发布会，陆晨回忆着小姐姐所说，漆黑的眼眸骤然发出一丝光亮，目光朝着禽兽望去。禽兽看着陆晨这副模样，吞咽了一口唾沫，脸色苦涩道：“哥，你该不会要去吧？”“当然。”陆晨点了点头，这种听上去就很好玩的事情，怎么能少了自己呢？拉着禽兽就往人流当中冲去。由于这次产品发布会来了不少记者，众人也没有理会扛着摄影机的禽兽，反而因为两人光明正大的肆意行走，认为是记者团当中的一员，根本就没有检查两人的证件，两人直接就混了进去。豪华如同高级酒店的大厅，配上各式各样的食物甜点，顿时让两人眼前一亮。这啥产品发布会？这不妥妥的自助吗？陆晨没有丝毫客气，直接拿起盘子开始挑选起桌子上的食物来。禽兽看到如此珍馐美味，也是食指大动，不过他却没有任何动作，因为这种高级场合实在是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下手。奢华的大厅内，各式各样盛装打扮的商界精英、上流名媛们手中举着一杯红酒，正不断谈笑着，根本没有人在意角落的自助甜点，只有陆晨一个人在疯狂地往自己盘子里夹着食物。不少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陆晨的身上。兽啊，这个好好吃，你快试试这个。陆晨拿着盘子靠近禽兽，盘子当中是一根烟熏过的香肠。禽兽感受到大厅内各界精英的目光，额头上流出一丝冷汗，对着面前的陆晨苦涩道：“哥呀，这不是产品发布会吗？不是自助餐。”来往的人群中，端着盘子的陆晨异常显眼，一位手中拿着演讲稿，满脸忧愁和焦虑的小姐姐目光一下子锁定了显眼的陆晨，急忙踩着高跟鞋跑了过去，对着陆晨诺诺道：“那个帅哥，你应该是我们公司的吧？”陆晨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是啊。”“怎么了？”小姐姐面色十分着急，话都有些说不太清。我主持的搭档那边临时出了点状况，他在路上撞到了人，现在走不开。我们发布会还有5分钟就要开始了，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小姐姐急得眼泪都快要哭出来了。现在全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准备这个发布会，她根本找不到空闲的同事来顶替搭档的位置。看见在人群中胡吞海塞的陆晨，这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他。本完第102小姐姐，我还比不过钱？我？陆晨嘴里还叼着东西，有些不敢置信地指了指自己，面色有些为难地挠了挠头道：“这不好吧？我又不会这个。”小姐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台底下那么多资方嘉宾，要是这时候出岔子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说到这儿，小姐姐眼含泪光地朝着陆晨望去，楚楚可怜道：“拜托了，求你帮帮忙，小哥哥，照着演讲稿念词就行，只要能把发布会撑过去，要啥我都答应你。”真的？陆晨听到这话，瞬间来了兴趣，眼眸中流露出一丝金光，立马朝着小姐姐身上打量去。黑色的晚礼服由丝绸缎带所编织而成，其中还刻有某奢侈品牌的 logo， 可见其价值不菲。雪白的天鹅颈上有一串白金项链，在暗淡的灯光下格外瞩目。脚上穿的高跟鞋也同样是价值不菲，看来眼前这小姐姐同样是个小富婆啊。陆晨微微点头，心中有了决断。小姐姐感受到陆晨侵犯性的目光，吓得花容失色，急忙用双手捂住雪白胸口，精致的脸上逐渐阴沉下来。没想到面前看着这俊朗帅哥，居然脑子里是这种龌龊事。他今天就算是被炒鱿鱼，也不会答应他。没有丝毫犹豫，小姐姐开口就拒绝道：“这种事绝对不行，1000块。”两人同时开口，彼此听到对方的话语，脸上表情立马愣住。Sigma。 小姐姐朱唇微张，美目中满是不敢置信地看向陆晨，一副你在逗我的模样。我一个大美女在这儿，你就只要1000块？你属猴的吧？陆晨脸上表情同样是如此，瞪大双眸，惊愕地看向面前的小姐姐。穿这么贵的衣服，连1000块都不给，你这富婆属铁公鸡的呀！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笑哭，笑死我了！我真的迟早死在这直播间。陆哥脑子里装的到底是啥啊？
都给那小姐姐整懵了。你懂啥？我陆哥刚正不阿，势必要与赌毒不共戴天。滑稽。黄呢？哦，是陆哥呀。算了，给了机会他也不中用啊。大笑，捂嘴笑。我现在知道猴子大闹天空为啥定住了七仙女了，只顾摘桃了。捂脸，陆哥眼里只有钱啊，女人只会影响他赚钱的速度。一旁扛着摄影机的禽兽，嘴角也是同样抽搐，暗暗用手拉了下陆晨的衣角，小声道：哥要多了，我们今天干一遭，才1200呢。陆晨也是立马反应了过来，清澈的目光当中透露出一丝愚蠢，朝着面前的小姐姐试探道：那个要不800也行。两人的话语清晰地传入面前小姐姐的耳中，小姐姐白皙的脸上顿时就阴沉了下来。明明两人都没有图谋自己的美貌，但为什么她心中总觉得有一丝无名怒火在涌动？自己的美貌还抵不上1800块钱吗？小姐姐粉拳紧握，强忍着怒火就要爆发出来。检测到情绪值变换，获得来自楚晨于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换，获得来自楚晨于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换。陆晨听到耳边传出熟悉的系统提示音，眉头一挑，有些不解，为什么自己都降价了，眼前的小姐姐反而还生气了。当即开口大出血道：600真的是最低价了，少1分我现在立马扭头就走。听到这话，面前的小姐姐心态有些崩溃，无奈地叹出一口气：不用了，1000就1000吧。明明确定了面前的两人对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心思，但此刻她感觉好像失去了人生，面容惨淡地将手中的演讲稿递给陆晨，在一旁的椅子上瘫坐下来。还有3-5分钟上台，你自己看一下吧。说实话，此刻的他已经觉得自己被炒鱿鱼没有那么重要了，他感觉自己就像那被猴子定住了身的七仙女，连逃都比不过。不过万幸，他还是在距离正式上台开始不到2分钟的时候振作了起来。七仙女比不过逃，那是因为孙悟空是猴子，不是七仙女的问题。自己比不过600块，那也应该是陆晨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零想通了这一切的小姐姐立马来了干劲儿，对着一旁的陆晨道：时间快到了，我先给你讲下大致流程。仅仅花了不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姐姐快速简洁的给陆晨讲了一遍发布会大致的流程。说白了，就是两人一唱一和，小姐姐负责演示产品功能，陆晨进行一些功能的解说即可。整个流程大约1-2个小时左右，产品的特点和用途都在陆晨手中的演讲稿上，十分简单。陆晨看了一眼手中的演讲稿，发现公司的业务范围十分广泛，从电子类产品再到瓜果之类的农产品，应有尽有，也难怪台下会坐着这么多人了。为了这次不拖后腿，不会出现任何纰漏，陆晨还特意呼出系统面板，花费10万情绪值兑换了一个 LV1 的播音腔。两人站在后台，小姐姐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颊，模样十分紧张，不停在原地打转。要开始了，快要开始了。开场白是什么来着？越是紧张，她就越是容易忘词。看着陆晨手中的演讲稿，脑海中已经变成了一团浆糊。由于今天搭档没来的关系，这份演讲稿是唯一的。现在演讲稿在陆晨手中，自己应该怎么办？想到这里，小姐姐原本就白皙的脸上，此刻变得煞白无比，目光逐渐变得呆滞起来。陆晨感受到小姐姐的目光，立马发现了状况，将手中的演讲稿递了过去。这玩意儿，给你吧。如同天籁般的嗓音传出，小姐姐猛然抬头望去，一位眼眸好似璀璨星辰的俊朗男子，正深情地凝望着自己。俊朗的面容再加上嘴角迷人的微笑，顿时让他沦陷进去。帅气、体贴、温柔、善良，无数个褒义词在小姐姐脑海中诞生，给面前的陆晨贴上这些标签。但随着场下热烈的掌声以及主持台前的幕布缓缓升起，两人逐渐拉开距离。陆晨朝着舞台的另一边走去，小姐姐看着陆晨远去的背影，顿时回过神来，立马对陆晨问道：演讲稿给了我，那你怎么办？陆晨微微摇了摇头，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仿佛将演讲稿给装进了脑子，口中还在说着什么，但由于台下热闹的掌声，他根本没有听清楚。不过他似乎也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刻，小姐姐的看向他的眼神多了一丝崇拜。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都把演讲稿给背下来了。走到舞台角落的陆晨看着远处手握演讲稿的小姐姐，语气有些不善：这小妞给我这么厚一沓演讲稿，看得我脑瓜子嗡嗡疼，真指望我全都看下来啊。本完。第103只产品怎么跟阿三飞饼一样？随着幕布缓缓揭开，台下的观众们用热烈的掌声迎来台上2位主持人，陆晨和小姐姐。随后小姐姐举起话筒，
就是一段常规的开场白。尊敬的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同事们，大家早上好。话音刚落，小姐姐就朝着陆晨疯狂使眼色。陆晨点了点头，心领神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晨。一道浑厚且带有磁性的嗓音透过话筒，清晰地传遍会场的每一个角落。站在舞台正中的小姐姐顿时愣住，眼神无比震撼惊愕地看向陆晨。这播音腔恐怕专门学新闻播报的学生都做不到如此标准吧？专业的，这人绝对专业的。小姐姐脑海当中疯狂涌现出这个想法，内心的不安瞬间被陆晨这道专业的播音腔给打散。小姐姐朝着陆晨投去一个信任的眼神，随后小姐姐缓步走到舞台前，手握演讲稿，看着台下坐满的嘉宾们，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进入正题。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扫地机器人。工作人员将一个神似阿三飞饼的扫地机器人搬到舞台上。这句话说完，小姐姐目光转向陆晨，因为按照接下来的流程，该陆晨介绍扫地机器人的用途了。陆晨挠了挠脑袋，有些不解地踹了面前的扫地机器人一脚，脸上满是嫌弃地吐槽道：“这玩意儿长得好像隔壁阿三的飞饼。” Sigma， 小姐姐当时就愣住了，事情发生的太快，以至于她都没来得及反应。扫地机器人啪叽一声就被陆晨给踹得翻过一个面来，四脚朝天。哈哈！台下的资方嘉宾们看着扫地机器人翻转过来的滑稽一幕，不由捧腹大笑。禽兽看着台上的陆晨将扫地机器人一脚踹翻，无奈捂住额头。虽然没有看过演讲稿，但他心里清楚，演讲稿上绝对不会有这段话，也绝对不会允许陆晨将产品给一脚踹翻。虽然没有人认识他，但他现在还是羞愧的想找个地缝钻下去。观众席上表情猛然变换的还有另一位中年妇女。这个主持人是谁找来的？不知道这扫地机器人就是容易翻过来吗？谁让他踹的？这位是公司负责本次产品发布会的负责人，看到陆晨将扫地机器人踹翻，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怒不可遏。一旁的员工们同样是一脸懵逼，相互对视着对方。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陆晨，根本不知道陆晨是怎么溜上去的，还混到了主持人的位置。此时小姐姐看到负责人阴沉的可以滴出水来的脸色，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了。虽然即便失去了这份工作带来的高薪，也对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但她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她脑海中已经回想起自己被公司开除，或者是被公司高层流放到黑州的悲惨经历了，强忍着泪水和头皮发麻的感觉。小姐姐作为专业的主持人，还是展现出了良好的素养。咱们家的扫地机器人正面的时候扫地，翻过来还可以卖萌，买了就如同养了一只不用吃饭喝水的宠物一样，看得我都想买一个了。小姐姐脸上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急忙救场。台下的嘉宾们此刻都是面无表情，丝毫不为所动，在座的都是人精，自然听得出来小姐姐说的是场面话，容易被翻过来，重心稳定性不足，这是她的缺点。陆晨听到这话也是不屑的切了一声，细小的声音透过麦克风立马传遍全场。小姐姐带着惊悚的目光朝着陆晨望去，此刻她已经想给陆晨跪下来了。大哥，求求你别添乱好不好？相信陆晨是他这辈子做出的最错误的答案。台下的资方嘉宾们见到连身为公司员工的陆晨都对这款扫地机器人感到不屑，更加没了什么兴趣，甚至有几位已经站起身来准备离场了。谁料陆晨接下来的一番话语让他们顿住了脚步。这张阿三飞饼容易发生侧翻，但扫地机器人终究是要检测扫地扫得干不干净吧。陆晨手握话筒，从兜里掏出一沓卫生纸，撕碎飘洒在舞台上。一旁的小姐姐已经彻底呆住，大脑宕机，根本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接陆晨的话了。这一段演讲稿上根本就没有安排啊！就这样，全场陷入寂静，嘉宾们的目光齐齐移向舞台上的陆晨，负责人目光同样死死盯着陆晨。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不会让这个人继续在公司待下去。陆晨将纸屑弄到舞台上，指着面前的纸屑，用脚推了推面前的阿三飞饼，就决定是你了，飞饼机器人。嗖！只见扫地机器人如同一阵狂风席卷而过，舞台上四处散落的纸屑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嘉宾们眼中逐渐对舞台上的扫地机器人流露出一丝兴趣，期待着这个神奇的阿三飞饼的更多功能。谁料陆晨却一脚将面前的扫地机器人再度踹得翻过身来，耸了耸肩道：“如你们所见，这飞饼扫地还是挺好用的。”整个会场寂静良久，嘉宾们目光期待地看向陆晨，期待着他接下来的介绍。陆晨则好似呆住了一般，迟迟不肯开口。过了良久，终于有一位嘉宾站起身来，问出了大家的心声：“请问他还有其他用途吗？”
明明是好端端的产品发布会，但结果却要嘉宾来主动询问产品的作用。嘉宾们面色皆是变得古怪起来。这么别开生面的产品发布会，他们也是第一次参见。陆晨站在舞台上，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他拿到演讲稿的时候，倒是依稀间瞥了一眼这个机器人的介绍，似乎还有很多用途，但他可记不得那么多。就拿1000块的工资，你还要啥自行车？脸上表情逐渐变得有些不耐烦起来。话还没说完，却被一旁的小姐姐硬生生打断。小姐姐这时才回过神来，急忙接过话茬：我们扫地机器人搭载的是最新的 U20系列电池，再让陆晨继续下去，2个小时的发布会恐怕要变成2分钟不到了。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齐齐笑出声来，笑哭，哈哈哈！我就知道陆哥上去肯定出事儿，你让我笑死在这儿吧。陆哥到底哪来的自信给人家帮忙啊？你们看小姐姐懵逼的表情，笑死我了。小姐姐要是再慢点反应过来，陆哥估计就介绍完东西下班了。我陆哥介绍东西就突出2个字：诚实。滑稽。本完。第104陆晨，我就是22号。半个小时的产品介绍，抛去陆晨整活的那几分钟，其余的都是小姐姐在介绍，没有半分钟歇息。此时的他嗓子都快喊哑了，好不容易等到演讲稿上的发言全部讲完，还莫等他休息，工作人员又搬出一个产品——手电筒。陆晨二话不说就拿起手电筒来，小姐姐感激的目光朝着陆晨投去，自己总算是可以休息一会儿了。他刚想后退，站着让嗓子休息一会儿，陆晨平淡的声音传来：如你们所见，这是一个手电筒。陆晨打开手电筒，随后关闭手电筒。小姐姐脚步顿时一僵，朝着陆晨望去，表情一副你在逗我的模样。没了，这就没了。自己刚刚将那20多分钟，结果你这一句话就没了。小姐姐此时一副闭了狗的表情，深吸一口气，拿起话筒来，刚准备开口，却被陆晨的声音给打断了。陆晨看着不远处后台的工作人员，悄悄道：快点，把后面要介绍的东西拿上来啊，这马上中午要开饭了。虽然语气十分轻柔，要是不仔细听根本听不见，但陆晨手中的话筒却把这声音放大了数倍，清晰地传入在场的嘉宾们耳中。小姐姐泪流满面，抬头看向天花板，脸上表情生无可恋。累了，赶紧毁灭吧。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彻底笑疯了。哈哈，陆哥这介绍就一个如你们所见啊，他怎么敢答应人家帮忙的呀？好，拍桌狂笑。你们看看陆哥旁边的妹子，都快要哭出来了。陆哥怕是忘了自己手里拿着话筒了，他都开始急了，笑哭，笑死。我还以为陆哥整这么个播音腔，是真的有点东西呢。有点东西，但真的不多。陆哥能有什么坏心思？只不过是想早点下班干饭罢了。滑稽。就这样，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产品发布会上，陆晨除了如你们所见，然后展示产品最基本的用法外，再也没有任何动作。一旁的小姐姐嘴里动作一刻都没有停歇。1个半小时的产品发布会上，她最起码有1个小时20分钟都在说话。她此时已经觉得嗓子不是自己的了。此时会议厅内气氛尤为尴尬，嘉宾们显然不知道陆晨的划水，甚至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开始交流起这次的发布产品来。陆晨站在舞台上，一脸正色地朝着不远处的小姐姐走来，伸出手来讨要工资。说好了，1000块哦。这次合作感觉还是挺轻松的，要是有这样的活儿，下次记得还找我，我给你打8折。陆晨脸上神色有些兴奋，这还是他第一次参加产品发布会，见识到了许多新奇古怪的玩意儿。小姐姐2只眼睛直勾勾盯着陆晨，漆黑的双眸快要喷出火来，她快要被陆晨给气疯了。1个半小时，陆晨几乎啥也没干，竟在上面捣乱了。他不仅仅要介绍产品，还有给陆晨兜底。现在陆晨还舔着一张脸来问他要钱，并且还说合作轻松，希望有下次。小姐姐看着面前的陆晨，只想用力蹂躏面前这张帅气的脸庞，紧咬着银牙道：我真谢谢你。陆晨听到小姐姐的夸赞，得意的点了点头，不客气，我这人就是乐于助人，日行一善。小姐姐还想开口，一位阴沉着脸色的中年妇女便窜到陆晨面前，对着陆晨质问道：是谁让你来的？负责人黑着大脸，已经把陆晨想象成其他公司安插进来的卧底了。陆晨朝着面前的小姐姐望去，负责人顿时明白下来：我已经请示了董事长，从明天起你们2个就可以不用来上班了。陆晨撇了撇嘴，没有做任何回应。自己本来明天也不来啊，反而倒是小姐姐听到这话后，宛如晴天霹雳，双眼立刻朦胧起来。刘姐，是我的搭档临时有事来不了，
被逼无奈才让他上台的。我也不知道他会捣乱啊。小姐姐面色委屈，看着面前的负责人，双眼通红的道说道。陆晨似乎察觉到了气氛不对，正要欲开口说些什么，就被面前的负责人打断。鉴于你的行为已经给我们公司带来了恶劣影响，我会选择报警，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听到这话，陆晨顿时就不乐意了。别瞎说哦，我主持的好好的，带来啥恶劣影响了？他可以质疑他坑钱，但绝对不能质疑他的主持水平。自己可是花了10万情绪值兑换出了一个播音腔的，这态度，那也妥妥的是工作积极分子啊！自己怎么就带来恶劣影响了？听到这话，面前泪眼朦胧的小姐姐拉了一下陆晨的衣袖，示意他不要再多说话。负责人则是被陆晨这话给彻底整破防了，指着会场中涌动的人群，气鼓鼓道：“这些人都是我们资方的合作伙伴，看了你这么介绍产品，谁还会买？谁还会投钱？这影响还不恶劣吗？”负责人拿起电话就要报警，可就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忙忙地跑到会议室：“产品部的各位，我是市场部的同事，有件事儿，我觉得我得跟你们汇报一下。”负责人脸色顿时一沉，看向陆晨和一旁的小姐姐，沉声道：“看看，这就是你们造成的后果。”他已经料想到，今天的这些产品缺点多半已经泄露出去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会传到市场部那边。负责人示意面前的同事继续说下去。市场部的小伙咽了咽口水，平复了下心情。从刚刚开始，今天发布的产品预售就已经爆单了，而且我们还一直接到其他公司的电话，都是希望来跟我们公司合作的。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什么意思啊？负责人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小伙儿喘了口气，继续道：“都是外地的公司看了我们的产品觉得实用，还有不少人在我们商品链接下面留言，说他们是22号的粉丝。”听到这话，陆晨顿时挺直了胸膛，得意起来，因为他就是22号，买这些东西的人也多半是看了自己的直播。我就是22号，老妖婆，你开除我们，开除我们就等着和你的狗老板一起睡大街去吧。陆晨此刻狠狠出了一口恶气，他就看不惯这些趾高气昂的家伙。一旁的小姐姐见到陆晨这副模样，却恶狠狠地呸了一声：“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鬼当吗？相信陆晨，那绝对是最蠢的事情。”本完第105。陆晨，诽谤，这绝对是诽谤！听到妹子这话，陆晨脸上笑容猛然凝固，表情呆滞下来。我真的是22号啊！陆晨有些崩溃，怎么自己说真话还倒是没人相信了呢？对于陆晨的身份，大家自然是怀疑的，不过只需要上网一搜，答案也就显而易见。妹子举着手机，有些惊讶地看向陆晨，经过一番仔细的对比，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人真的是百元求生栏目组的22号呀！你真的是22号啊！妹子有些惊讶地捂住嘴巴。虽然陆晨不是获得投票最多的嘉宾，但绝对是最火出圈的嘉宾，各大短视频平台上都有他的视频。喂，王姐，你家孩子又偷偷点外卖了？放心，用鞭子蘸辣椒水打几下就长记性了。我当年从铜锣湾砍到尖沙咀，各式各样的视频初映入妹子的眼中。妹子平台上剪辑的视频，俏脸憋得通红，捂住嘴巴，笑得直不起腰来。哈哈，你这人怎么这么损？周围的工作人员同样是脸憋得通红，没想到陆晨这些视频居然这么好玩。不过看到接下来的画面，妹子就笑不出来了。她气鼓鼓地看向面前的陆晨，银牙紧咬，如果可以，她真想一嘴咬死面前的大骗子。画面中，盛装出席的他正在后台准备，失去了演讲稿的他，脸上表情一脸茫然，脑袋里好似一团浆糊，楚楚可怜的眼神看向陆晨。陆晨眼神坚定，直接将演讲稿递给他：“这演讲稿给你吧，快点把后面要介绍的东西拿上来啊！这马上中午要开饭了。”在场知道后面剧情的工作人员们，这次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了。哈哈，他哪来的自信把演讲稿给你的呀？笑死我了！我现在知道他为啥1个半小时的发布会只会说如你们所见了。你们看他把扫地机器人踹翻，陈宇脸色都吓白了。看到画面中的自己，妹子脸色立马苦涩下来。周围的同事们早已乐得前仰后合，解决了目前的危机。如今再回过头来看两人的配合，他们只能用卧龙凤雏来形容。真是苦了陈瑜，一个人在台上说了那么久。是啊，老哥，你是哪里来的自信帮忙啊？周围工作人员们不停大笑着，不过负责人脸上的神色则是逐渐阴沉下来。正要发作，会议室的大门被缓缓推开，一位穿着有些青涩但气场却十分强大的女人走进会议室。周围工作人员们顿时收敛了笑容，
徐总，几人齐齐朝着走来的徐小丹点头致意，就连陆晨周围的妹子，脸色也是流露出一丝肃穆，缓缓后退一步，脸色吓得煞白，嘴里不断念叨：完了，完了，这肯定是要来找我们麻烦了。陆晨则是丝毫不惧，撇了撇嘴，端着之前没吃完的自助狂炫起来，肆无忌惮的举动将周围众人吓得齐齐不敢出声，目光惊恐地看向陆晨。徐小丹好似没有看到一旁埋头干饭的陆晨，看了一眼周围愣住原地的工作人员们，微微点了点头，温柔的话语如同夏日和煦的阳光般抚慰着众人的心灵。这次你们做得不错，市场部爆单的情况他已经知道了，虽然其中有不小的功劳是陆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产品自身条件过硬，这才是首要的。听到徐小丹的夸赞，周围的工作人员齐齐松了一口气，刚要放松下来，谁料妹子手机的视频仍在继续，随着屏幕中陆晨那句老妖婆你开除我们，开除我们就等着和你的狗老板一起睡大街去吧。徐小丹脸上不可察觉的出现道道黑线，狗老板。徐小丹嘴角微微抽搐，精致的脸上阴沉的可以滴下水来。陆晨神色大惊，头上隐隐浮现出一个血红色的 V 字，耳边传来熟悉的系统提声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徐小丹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徐小丹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那个小丹妹妹，你听我解释。陆晨看着面前逐渐黑化的小丹妹子，面色有些艰难，不断往后退去。徐小丹身上不断有幽深黑气散发，吓得周围工作人员们齐齐一愣。解释？你说我是狗老板，让我睡大街？徐小丹缓步朝着陆晨走近，陆晨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密汗珠。我要知道你是他的老板，我怎么敢呢？此刻的陆晨已经有了想狠狠扇自己几个大耳光的想法了，我怎么就管不住这张嘴？陆晨朝着禽兽投去求助的目光，禽兽眼神坚定，对着陆晨用力点了点头，那坚定的目光似乎在告诉陆晨，放心吧，哥，我一定会救你的。陆晨感动多时，禽兽接下来的话就将陆晨的感动给击了个粉碎。对，小丹妹子，陆哥最多没事儿也就背着你逛逛窑子，看看漂亮妞罢了，这种在背后诽谤你的事情他怎么敢呢？最多就是上次喝多了，和我说小丹妹子其实哪都好，就是脾气太像怨妇了。怨妇？徐小丹心头宛若被一柄利剑洞穿，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陆晨。陆晨急忙摇头，面色惊恐地看向一旁的禽兽。诽谤？这绝对是诽谤，他诽谤我啊！此刻他已经在脑海中脑补了一遍10大酷刑了，自己接下来的死法只会比10大酷刑还惨。禽兽继续在一旁添油加醋。啊，对，我想起来了，不是怨妇，陆哥上次说的好像是身材太平庸，怨妇是上次说的身材平庸。徐小丹再次遭受到暴击，捂住胸口后退了几步，周围的工作人员们齐齐面色惨淡地转过头去，心中不忍看到接下来惨烈的一幕。一旁的主持人妹子目光有些害怕地看向禽兽，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你们不是朋友吗？还这么害他？姑娘说笑了，在下孤身一人闯荡江南，哪里来的什么朋友？禽兽咧嘴一笑：大仇得报，本丸第106少年，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太阳当空照，风和日丽，江南锦绣保安室内，一排身穿整齐服饰的少年坐在保安室中，面前的中年人面色艰难，不停探头朝着窗外望去，望眼欲穿。你们说这陆哥到底什么时候来？ GS 战队的经理已经再次恭候多时了，为了之前的承诺，也是为了给自己手下的战队寻求一线生机，他一大早就自费包下一辆大巴，将这些队员们送来到了保安室来，就是想要借助陆晨的流量，再让这支战队留存几个月，哪怕就算是几个星期也是好的。另一边，5位身穿名牌运动服的少年们来到保安室外，为首的少年一瘸一拐，步履蹒跚，用手捂着屁股，在身旁的几位少年的搀扶下艰难前行。身旁的少年不禁为他抱怨：宇哥，你说你妈这下手也太狠了吧，这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哪有拿鞭子沾着风油精抽的？其余的几位少年皆是用力点头，忍不住的赞同，面露怜悯目光看向为首少年。为首少年听到这话，抬起手来一个暴力打在了身边少年的头上，随即大怒道：你才不是你妈亲生的！被打的少年有些吃痛，捂住头来，忍不住委屈起来，可是上次是辣椒水，这次是风油精，这么打身体真的不会出事吗？听到这话，为首的少年脸上也是露出一丝疑惑。是啊，我妈平时连一只蚊子都舍不得打的人，怎么一打起我来就下死手？
紧接着，少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与沉默。过了良久，少年才缓缓地叹出一口气来：“唉，算了，这次对阵的据说可是职业战队，你们都给我认真点，要是赢了的话，每人一双限量版球鞋。”听到这话，周围的少年们脸上纷纷扬一起笑容，拍了拍胸脯保证道：“放心，宇哥，你还不相信我们吗？我们可都是全省排名前几的选手。”这些少年平日都是和林初雨在一起打游戏的同学，游戏的排名都在省级前5，技术也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为顶尖的了。但对面是职业战队的话，少年还是有些不放心。在众人的搀扶下，迈着缓慢的步伐走到了保安室。与此同时，一辆高级跑车轰鸣奔驰在江南锦绣外的大道上，副驾驶中，禽兽脸色被吓得惨白：“哥，慢点，慢点，我要吐了！”只见高级跑车一个帅气漂移，完美停车入库。禽兽迫不及待地将车门扒拉开，蹲在一旁的花台边上，吐了出来：“哦，我发誓，这辈子再坐你的车，我就是狗。”陆晨叼着一根牙签，看着蹲在花台边上不断呕吐的禽兽，心情大好：“嗨呀！之前给家里面送豆腐送习惯了，人送外号秋名山车神。”看见陆晨走近道来，保安室内早已等候多时的众人齐齐出门迎接，而以林初雨为首的少年们也是急忙走上前：“陆哥，陆先生！”来自不同方位的2道声音传入陆晨耳中。陆晨有些诧异的抬头望去，一瘸一拐的少年和一位看模样有些局促的中年男人正朝着自己不断走来。陆晨故作惊讶的朝着面前的少年望去：“呀，小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少年捂住屁股，一想到之前同伴的话语，就不由得有些失落起来：“我自己摔的。”“啊，这么惨吗？你多涂点红花油，这样子好得快点。”陆晨闻到少年身上若隐若现的风油精味，不由笑出声来，手指不停摩挲着下巴，盯着少年的屁股思索着什么。看果然是亲生的，王姐还是下手轻了。原本自己想着是直接把这小子打得走不动路来着。陆晨思索了一阵，决定下次忽悠王姐用少年表演胸口碎大石。眯着眼睛转过头去，朝着面前的中年男子望去：“陆先生。”中年男人看见陆晨，十分客气的点了点头：“那个 GS 的战队经理是吧？”对于这种赶着帮眼前少年戒网瘾还不要钱的战队经理，他自然是十分满意，热情的将战队经理和少年们邀请进保安室内。原本40-50平的保安室顿时变得狭小拥挤起来，身穿职业服装的职业选手们组成一队，相比之他们更为青涩的少年们同样组成一队。少年看到面前职业选手们带着的 GS 队标，眼神动容地朝着陆晨望去。身为这个游戏圈子中的玩家，他自然对职业赛事无比的关注，知道眼前这支战队是职业联赛中垫底的存在，据说都已经快要解散了。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在这里遇到他们。想到这里，少年心中大为感动。陆哥一定是为了让我完成梦想，所以才花费力气才把这支战队找来的吧。少年看向陆晨，目光中饱含热泪，对着陆晨坚定地点了点头。陆晨感受到少年的目光，有些不解，这家伙不会又脑补出什么东西来了吧？陆晨咳嗽一声，对着比赛双方认真严肃道：“这次的比赛是职业选手对阵路人选手，无论比赛结果如何，我个人都会拿出5万块的奖金作为获胜者的奖励。”思索了一阵，陆晨心中还是有些害怕这些职业选手们打假赛，演自己真要让这小子跑去打职业，自己跟王姐那边没办法交代。所以一向抠门的陆晨这次可是大出血，拿出了5万块的奖金。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几个职业选手脸上立马就燃起了斗志，十分认真地开始商量赛前战术。这次的比赛对于他们同样是意义重大，若是表现得好，说不定还有机会保留自己职业选手的身份，跳槽到其他战队。但要是输给这群路人的话，那他们的职业生涯估计也就到头了。这一场比赛，他们必须拿出120%的实力来对阵。反观少年这边，在看到对手是 GS 战队后，几个少年脸上都洋溢着轻松欢快的笑容。对手是 GS 战队，今年的联赛一场都没有赢过，菜的抠脚。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本完第107封油精加辣椒水。比赛开始，全军出击。随着一道严厉的女声响起，严阵以待的双方开始对着手机屏幕操作起来。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屏住呼吸，认真观看着这场比赛。陆哥估计要翻车了，找 GS 战队，他们可是整整一个联赛都没赢过啊。就是啊，陆哥不怎么玩这游戏，可能不知道，虐 GS 战队那不是有手就行。
这些孩子的段位也足够高的，我刚刚看了一眼他们 ID， 基本上都是省排名前10的绝活哥。直播间内，弹幕纷纷飘过屏幕，禽兽盯着这些弹幕，脸上神色有了一丝变化，朝着沙发上的陆晨靠近，轻轻拉了下陆晨的袖子，在他耳边小声道：“哥，我看了一眼，好像这战队真的打不过他们啊。”陆晨坐在沙发上，十分淡定地捧起面前的茶水，缓缓喝了一口，淡定。这比赛不是才刚开始吗？话音刚落，保安室内就传出了击杀的音效。First blood， 以血。陆晨和禽兽两人都是微微一怔，朝着声音的源头望去，是网瘾少年那队中传出来的。因为某些原因，少年半倚靠在墙壁上，无比兴奋地对着陆晨道：“哥，我拿到优势了。”他操控着自己最为熟练的绝活法师，已经将对面的职业选手击杀，拿到了更高的经济。对位单杀，这即便是不怎么玩这个游戏的陆晨也知道大事不妙了。陆晨头上立马浮现出一丝细汗，朝着另一旁的 GS 战队的中单望去，他也没想到居然职业选手会这么菜，居然能被这种菜鸡单杀。中单选手面色十分阴沉，怎么都没有料想到自己居然被一个路人给打出了对位单杀，恐怕这次击杀要刻在自己职业生涯的耻辱柱上了。想到这里，中单的脸色更加阴沉了几分，眉头紧皱，开始专注起对线来。陆晨此刻也全然没了喝茶的心思，站起身来，双眸紧盯着桌子面前用来观战的手机，观看起比赛来。怎么会这样呢？陆晨对于职业战队的落败十分不解。这时，直播间内有不少热衷这款游戏的玩家开始讲解起来，他们这种绝活歌单，一个英雄的熟练程度其实比起职业选手也不低的。GS 战队大意了，没有禁用他们的绝活英雄。一条弹幕飘过直播间，瞬间将陆晨给点醒。陆晨目光朝着面前的手机移去，职业战队纳兰5个整齐的空 ban， 陆晨脸色都青了。好家伙，合着你们这多么菜了，还不 ban 对面英雄？感受到陆晨幽怨的目光，战队经理额头不由滴落一滴冷汗。原本他们本来是打算谦让一手对面，但没想到自己的战队的选手们基本上都被对面的绝活英雄在线上压制住，这几乎等于从一开始对线就弱了他们一头。正当陆晨考虑要不要呼唤场外援助，再让少年的母亲过来打他一顿时，保安室内再次响起了击杀音效。这次少年脸上原本洋溢着的笑容当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惊讶。卧槽，这怎么打到我的？少年走位被对面的中单预判到，直接被闪现打招呼脸，战绩来到了1-1。对面的职业中单并借着自己的操作又把局势给扳了回来，甚至因为这次击杀属于越塔击杀，兵线汇集在对面塔前，他经济还领先了少年一大截。借助着装备的优势，对面的中单开始在各路游走起来，最后直接打爆了对面的少年。少年脸色阴沉的可以滴出水来，凝望着自己灰暗下去的屏幕。此时他的战绩已经来到了1-5，他现在全然没有了之前想要打职业的自信了。其他的少年也基本如此，只要稍微失误一丝，就能够被对面给抓住机会，完成逆转。这时候，比赛的总比分来到了4-13，这群网瘾少年们脸上都没了之前的轻松，反而一个个面色艰难，如丧考妣。更加折磨的是短暂的对线期结束，随着小龙和峡谷先锋的刷新，双方都迎来了资源团。如果说对线是对选手个人能力和兵线运营的考验的话，那资源团就是对团队协作和阵容的考验。网瘾少年这边，每个人选的都是自己的绝活英雄，对起线来倒是无比强势，甚至能够前期在线上压着职业选手打，但一到打团，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短板就显露出来了。上啊，上单，你在后面干什么？辅助去开团啊？怎么还在我后面？你们来个人保我啊！我对面上中野都追着我杀。一时间，原本就经济装备落后的网瘾少年们被职业战队打得溃不成军，5人的手机屏幕齐齐黑了下来。职业战队那边终于传来一阵欢呼声，小龙和峡谷先锋都顺利被他们拿下。这场比赛已经不会有什么意外了。没过10分钟，随着蓝色方基地爆炸，这场比赛也彻底宣告失败。少年眼眶都已经红润起来，眼含泪光，有些愧疚地朝着陆晨望去。陆哥，抱歉，我还是没赢。陆晨见到少年哭得泪眼婆娑，心中也动了恻隐之心，语重心长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嗨，傻孩子，现在你知道普通人和职业的差距了吧？你这干嘛非要用自己的兴趣去挑战别人的职业呢？其余几位少年也是围了过来，听到陆晨的话后，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次，他们总算是明白了职业选手和路人的差距，即便是他们联赛垫底的队伍，他
他们也绝对不是他们这种半瓶水的水平可以打的，于是纷纷打消了打职业这个想法。看着少年们垂头丧气地走出保安室，陆晨拿起手机，熟练地拨通了号码。喂，王姐，事情办妥了，他肯定不会再想打职业了。我办事儿您还不放心吗？啊对，孩子长大了是不好管，您这次听我的，再用沾点辣椒水打，保准听话。什么？风油精加辣椒水会不会打坏了？不会，肯定不会。谁小时候不是被这么打过来了？陆晨举着手机放在耳边侃侃而谈，一旁职业战队的少年们和经理目光变得无比惊恐起来。禽兽则是无奈地叹出一口气，心中为刚刚扶墙走出去的少年默哀起来。今天又有人要倒霉了。本丸第108以后要成为宝可梦大师。战队经理目光惊恐地看向陆晨，即便是他活了将近30岁，也没听说过哪家打孩子用辣椒水混着风油精来打的。这样子真的不会出事吗？想到这里，战队经理不由得吞了口唾沫。陆哥，你小时候该不会也被这么打吧？谁料陆晨摇了摇头，反驳道：怎么可能？我要是被这么打，早就被打死了。哎 Sigma！ 几人目光变得更加惊恐起来。禽兽面色艰难地看向陆晨，嘴角不由苦涩道：所以你这是真的想把那小子害死吗？那怎么可能，我只是想看看这小子的抗打击能力，说不定以后有可能成为宝可梦大师哦。陆晨眨巴了下眼睛，对着禽兽道：他记得自己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里，有一个傻东西能一直抗住10万伏特的电击，要是少年也能做到这步的话，说不定能成为传说中的宝可梦大师。禽兽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的陆晨，嘴角微微抽动，有些无语，忍不住开口提醒道：哥，这个世界没有宝可梦。哎，是吗 Sigma？ 陆晨不由有些惊讶，随后脸上神情忽然沉重起来，一脸认真严肃道：那只能希望他扛得住吧。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观众们纷纷笑得合不拢嘴。哈哈，陆哥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只不过想要看少年挨毒打罢了。滑稽，笑死我了。正是因为淋过雨，所以陆哥要把他们的伞给撕了。不对啊，陆哥淋过啥雨啊？陆哥是孤儿，难不成也被爸妈打过呀？没淋过雨我陆哥就不能撕伞了？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陆哥呀，滑稽。陆晨听到耳边的系统提示音，下意识地转头朝着坐在保安室墙角们的职业少年们望去，每个人都瞪大了双眼，如同看待魔鬼一般看着自己。系统的提示音也在陆晨耳边传来：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简自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宇文波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陆晨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就凭你们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拿几个冠军回来，都对不起自己的名字啊！陆晨咳嗽一声，拿出了今早上去银行刚取的5万块，放在了这群职业选手们的面前，说到做到，这是答应给你们的奖金。对于这个方面，陆晨虽然平时抠搜了点，但是说出去的话自然是一诺千金，说给他们那绝对不含糊。绝对不含糊，只是有些不舍罢了。战队经理嘴角泛起一丝无奈笑容，看着目光死死盯着桌子上奖金的陆晨，有些为难道：那个，要不您给他收回去？陆晨当场就不乐意了：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我都说了这是给你们优胜的奖金了，怎么可能收回去？战队经理面色为难，缓缓叹出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解释道：俱乐部有规定，要是免费的话，属于慈善事业，基本上不会受到什么限制。要是收费，不仅要走很多流程，而且恐怕到我们手里也不剩多少，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了。GS 战队现在基本都已经名存实亡了，对于这个基本没有任何商业价值，联赛垫底的队伍，俱乐部都已经打算解散他们手游猫爸部了。这5万对于整个俱乐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罢了。是这样，既然这样，那我就收回来了。陆晨频频点头，基本上就没怎么听清楚战队经理的话，只听到战队经理说不要了，急忙把桌子上的奖金又给收了回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收进了怀中。一旁的禽兽听到战队经理诉说战队窘况，有些于心不忍：哥，要不还是把钱给他们吧？这些钱本来就是之前网瘾少年的母亲哪个陆晨请职业战队的钱，换句话说，这钱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们。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是有些坐不住了：是啊，陆哥，还是把这钱给他们吧。虽然他们打游戏是菜了点，但好歹人家也是职业战队啊，一个职业战队的出场费怎么都不比5万少了吧？就是啊，GS 还是老牌战队了，只是这几年却是拉胯，
但也不至于沦落至此吧？陆哥这也太黑了，人家本来就要倒闭了，他还黑人家的钱。一时间，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指责起陆晨这种行为，陆晨却是老神自在，仿佛根本就没有看到眼前的这些弹幕似的，只是盯着战队经理，脸上满是疑惑，口中喃喃道：“奇怪，怎么还没来？”话音刚落，战队经理的手机就传出了一阵铃声，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战队经理掏出手机，看到来电人是战队老板后，脸上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用袖子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细汗，立马恭敬地接起了电话。喂，老板。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低沉且沙哑的声音：“你到底做了什么？”战队经理心中一紧，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禽兽肩膀上的摄影机，心中有些疑惑，难不成这次因为打路人战队兑现期被爆了，所以给战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没想到这次没得到流量，反而还加速了战队的解体。想到这里，战队经理此刻脸色已经如同苦瓜一般，但还是十分诚实地给老板解释道：“这次有一个少年想要打职业，我带队员们来训练一把。”战队经理嘴角有些苦涩，找了个极为勉强的借口，哪怕他们是联赛垫底的队伍，要训练也是应该和次级联赛或者是联赛当中的队伍训练。这个借口显然站不住脚，他甚至已经闭上了眼睛，准备迎接老板如同狂风骤雨一般的谩骂了。做的实在是太好了，你这一招太完美了，真不愧是我们俱乐部的王牌经理。本完。第109众人，幸好出生的早。俱乐部老板的声音传来，吓得经理一愣，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哎，老板，你不追究我自己带他们出来打比赛吗？经理有些惊愕地问道。一般来说，专门的联赛队伍都是不准在外面私自参加比赛的，这虽然算不上什么正式比赛，但俱乐部按理来说也不会批准，所以这次战队来和这群网瘾少年们比赛，基本上是经理自发组织的。经理都已经做好了挨喷的准备了，结果老板非但没有追究，反而还十分高兴。难不成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经理下意识地将头伸出窗外，看了一眼太阳，这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啊。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电话那头又传来了老板兴奋的声音：“就是因为你们出去打这比赛，我这里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不少家长都希望我们能够帮自己的孩子疏导一下，已经有将近400-500人，俱乐部准备让你们成立一个培训班，手游部门目前就不解散了。”听到这话，战队经理有些卑躬屈膝，原本弯着腰接听电话的身子顿时愣在了原地。不解散了，似乎是惊喜来得太过于突然，经理有些难以置信，再次对着电话那头确认了一遍：“不解散了。这次的宣传效果很好，有不少赞助商找到我这儿点了名，要赞助你们手游战队。”老板的声音也是十分兴奋，没想到这次的宣传效果如此之好，这次的赞助商有不少都是江南本土的顶尖行业，随便一笔赞助费恐怕都能够维持整个俱乐部几年的开销。这原本要解散的手游战队，一下子变成了他手中的聚宝盆，他又怎么舍得解散呢？那头匆匆挂点电话后，战队经理还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喜悦当中，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周围的战队选手们纷纷围了过来，眼神中带着希冀：“赵哥，战队是不是不解散了？”直到有人伸出手晃动了一下经理的肩膀，他才反应过来，面色无比平淡，但又十分认真道：“不解散了。”平淡的话语没有任何的激动，反而是如释重负的长叹出一口气，一直悬在心中石头这才彻底放了来。听到这话后，周围这群少年们脸上纷纷流露出笑容，相视对望一眼，脸上齐齐绽放出笑意，把战队经理簇拥在其中。“赵哥，太好了，我们不用离开了。”几人直接将经理抱起，高高的抛起，欢快的在保安室内大吼。他们几人都是经理发掘并带进俱乐部的，经理对他们虽然时有严厉，但他们自己心中也明白是为了他们好，长久以来的相濡以沫，支持着他们和这个濒临解散的战队走到了最后一刻。没想到最后居然峰回路转，他们依旧还能打职业，更重要的是也不用和队友带他们如同亲人一般的经理分开了。每个人脸上神情都十分兴奋，陆晨也是十分欣慰的看着眼前的这群少年，缓缓的点了点头。一旁的禽兽不动声色的凑到陆晨身边，悄悄在陆晨耳边道：“哥，你早就知道会这样是吗？”正是因为知道如此，陆晨之前的表现才这么异常，先是将奖金收回，随后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一般。面对禽兽的提问，陆晨只是摇了摇头，矢口否认道：“没有，你不要瞎说，小心我告你诽谤。”对于这个情况，其实他也还算是稍有预料。这个世界和前世还是略微有些不同的地方。这个世界的端游基本上和手游发展是并驾齐驱的，由于手游的普遍性和方便，
手游的比赛热度几乎一度碾压端游，导致了想要在成为 MOBA 手游职业选手的网瘾少年，甚至前世的想要靠着端游打职业的人还多。这也就造成了不少自己直播间的家长们看见职业战队效果如此之好，都请职业战队来给自己的孩子戒一下网瘾。5万块对于大部家长来说，要是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吃喝用掉，那他们是绝对舍不得的。但要是说为了孩子将来的发展，那别说5万了，就算是50万，愿意出钱的人也大有人在。至于陆晨为什么不愿意承认，看看直播间内哀嚎的弹幕就知道了。陆哥，你真是我亲哥，我爸刚打电话来给我说同意我打职业了，前提就是他请人来和我打一把。哭，狗主播，取关了，我家里也让我去和职业队打。我好冤枉啊，我都没想去打职业，结果家里也说让职业队来帮我戒网瘾，你们这算啥？我家穷，没钱请职业，我爸学会了风油精加辣椒水，大哭。楼上的，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你，苦笑。一时间，无数的系统提示音在陆晨脑海中回荡。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小艺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苏小曼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显然陆晨的方法很管用，让不少的家长们都学到了正确应对孩子们想要打职业的方法，那就是找个职业战队军训一波就完事儿了。实在不行，那就2波。职业队伍和普通路人之间，不仅仅是操作，就连游戏的意识也是有天壤之别。不排除可能会有那么1-2个天才少年能够打赢职业的概率，但大部分的孩子想要打职业，不过也就是一时上头罢了。陆晨也是面带微笑的看向直播间，缓缓开口道：现在的孩子也基本上就是3分钟热度，要是你们的孩子还想打职业，那就用辣椒水和风油精打一顿就好了。平淡的声音传出，一旁的禽兽瞪大了双眼看向陆晨，如同见到了什么魔鬼一般。陆晨咳嗽了一声，掩饰尴尬道：嗨，说错了，是请职业战队军训一顿就好了。实在不行，那就请职业打手也是可以的。保安室内众人齐齐安静下来，面色艰难地看向陆晨，心中暗暗庆幸自己还好自己出生的早，要不然陆晨的建议多半会实践到他们身上去。本完，D110坏了，我成替身了。保安室内，战队经理双手握紧陆晨的右手，不断感激道：陆哥，这次真的多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们这个战队估计真的要解散了。周围的少年们同样也是如此，全然没有了之前因为陆晨把比赛奖金收起来的怨气。毕竟5万的奖金和战队延续对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这件事情结束，陆晨一动不动地趴在桌子上睡起觉来。再度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和煦的阳光逐渐暗淡下去，点亮了天边的晚霞。陆晨换好衣服，准备下班，保住了5万块的奖金，他心情很是不错。大手一挥，朝着禽兽道：兽啊，今天哥请你下馆子去。禽兽没有回答，而是默默跟在陆晨身后走到了附近的小吃街。看着大街上不超过10元的东西，他嘴角有些苦涩，对着陆晨无奈道：哥，这就是你说的下馆子吗？陆晨十分认真的点了点头。10块钱不也能下馆子吗？两人走进一家给看起来人多的店铺，坐了下来，却被一群大爷大妈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导游啊，你背后那是照相的吗？给我们照一张吧。咱们之前的那个导游去哪了啊？你们这换个导游的时间也太长了吧？是啊，你们这旅行社没收钱的时候倒是说的好好的，收了钱就让我们等这么久，你们这服务太差了，我要给你们差评。大爷大妈们七嘴八舌，耳朵话语传出，当场就把陆晨和禽兽给听懵了。啥导游？哥你又接新活了吗？禽兽朝着陆晨望去，陆晨则是坚定地摇了摇头。你觉得我哪有时间接新活啊？随后陆晨转头看向面前的大爷大妈们，语气有些无奈：大爷大妈，你们肯定是找错人了，我真不是导游。大爷大妈们一愣，随后目光看向中间一位看上去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大妈。头发花白的大妈指着陆晨，信誓旦旦道：不可能，人家把照片都给我发过来了。随后大妈掏出手机放在陆晨面前，这照片不就是你吗？而且谁家出门会带个摄影师，不就是给我们记录的吗？听到大妈这话，周围的大爷大妈们也是纷纷点头同意。是啊，谁家出门扛这么个机器啊？陆晨定睛朝着面前的手机望去，手机屏幕正中有一张黑发帅气青年的照片。陆晨看着照片，认真的点了点头。你别说，还挺帅的，这真是你啊，哥。禽兽看见陆晨的照片，也是不由得有些心惊，怎么这大妈手里会有陆晨的照片？
难不成？想到这里，禽兽的眼神变得惊恐起来，因为他想起了之前陆晨和他讲的关于钢丝球和富婆的故事。不过，这眼前大妈都快60-70了吧？禽兽颤颤巍巍地开口试探道：“哥，你该不会……”陆晨看着自己的照片，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不是我偷给栏目组的照片吗？现在还在节目官网上挂着的吧？说实话，陆晨也有些发懵。这难不成是哪个黑心导游骗了钱后，把自己的照片发了过去？这条小吃街距离自己工作的地方也不算远，要是这群大爷大妈腿脚利索一些，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保安室。至于碰瓷，他倒是没有多想，毕竟这碰瓷也没有带着10几个老年人碰瓷的。想到这里，陆晨突然意识到，自己恐怕是被人坑了。坏了，我成替身了。顿时他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喵喵的，向来只有我坑别人，还没有别人坑我的。看着眼前的大爷大妈们，陆晨露出一个无奈的微笑，开口解释：“大爷大妈们，我是百元求生节目组的嘉宾，这照片是还挂在官网上呢，不信你们可以去看看。至于你们说的什么导游，我想你们估计是被人骗了，人家直接就把我的照片发给你们，告诉你们我是新导游了。”听到这话，周围的大爷大妈们脸上神色有些发懵，齐齐朝着中间的那位大妈望去。中间那位大妈却认真的摇了摇头：“不可能，小伙子，你肯定是新的导游。我跟你说，做人可不能这个样子。既然收了钱，那就要好好的领着我们逛逛。”听到大妈的话后，周围的大爷大妈们根本没有怀疑，纷纷指责起陆晨来：“对啊，对啊，小伙子做人可不能这样。就是啊，收钱那么爽快，怎么一到办正事儿了就磨磨唧唧的？”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到这一幕，也是有些懵了。这是咋回事啊？怎么陆哥莫名其妙被缠上了？是啊，这大爷大妈哪来的呀？不会讹人吧？怎么陆哥过来吃个饭也能遇到这种事情？苦笑，好像是认错人了吧？大妈不是说之前半路换导游吗？然后人家把陆哥照片发了过去，楼上的跟过团吗？旅游团哪有半路换导游的呀？一时间内，直播间众说纷纭。陆晨抬起脚跨出门外，想要换一家餐厅。大妈举着旅行团的小旗子挥了挥，对着其他人道：“大伙儿快点跟上，导游要带我们出发了。”陆晨原本以为是简单的认错了人而已，自己只要走了，大爷大妈嘛就会作罢，但万万没想到老年人的体力居然如此之好。陆晨在小吃街内逛了将近1个多小时，手脚都已经发软了。这群70-80岁的老年人还精神奕奕，其中的一位大妈从人群中凑了过来，拍了拍陆晨，有些好奇的指着不远处的摊位问道：“导游小伙子，街边卖的那是啥？看上去好新奇啊。”陆晨瞥了摊位一眼，有气无力道：“那是菱角，是一种吃的，可以用来炒菜，也可以用来当零食吃。”一路下来，这种类似的问题，陆晨已经记不得回答了多少了，只知道面前这群大爷大妈似乎真的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导游了。本完第111。陆晨，你知道一个塑料瓶卖多少钱吗？小吃街，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大爷大妈们如同好奇宝宝一般，东瞅瞅西看看，拉着陆晨问个不停。陆晨帅气的脸上透着一股生无可恋的表情，他已经带着这群大爷大妈们逛了半个多小时了，如同认命一般，蹲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抽起了华子。风抽一半，他抽一半，任凭他这个小脑袋瓜怎么想，也想不通事情会是这么个发展。过了良久，陆晨缓缓地吐出一口烟来，对着一旁的大妈缓缓道：“大妈，你们这个旅游团多少钱？”说到钱，大妈浑身一颤，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为难起来，看了一眼不远处高兴的大爷大妈们，脸上露出了几分难言之隐的神色，低下头有些不好意思道：“4-5千吧。”听到这里，陆晨眼皮顿时跳了跳，倒吸一口凉气：“死，这20多个，那岂不是20多万？就算是他这种精通坑钱的社会3好青年，也没想到这行居然这么暴利，这干一票居然能够有这么多钱。”大妈听到陆晨的震惊，点了点头，脸上神色有些苦涩：“都是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棺材本。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敬老院的，这次出来旅游的，也都是我们这些敬老院的孤寡老人。有的人辛苦了一辈子，这辈子也没个一儿半女，没怎么好好享受过生活；有的人虽然有儿有女，但平时也就靠着捡破烂为生。这不，临了要到进棺材了，我想着带他们出来看看，见识见识大城市的繁华，到了底下也好歹算是见过大世面了。”说到这里，大妈不由得抱紧了自己怀中的背包，有些歉意的朝着陆晨望去。我也知道我们被骗了，但我也没办法，只好依照之前那骗子发的照片，装作你是我们的新导游了。陆晨叼着华子，眼中流露出一些明悟神色。
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我说你们体力这么好呢，原来是平时锻炼的啊。”一旁的禽兽面色有些动容，调整了一下摄像机的位置，有些无奈道：“哥，现在是该说这个的时候吗？”对于这些老人，他是十分同情的。看着这些老人东瞅瞅西看看，一副对外界的东西都感到十分好奇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或许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就如同自己印象当中的爷爷奶奶，有的人不是跟不上时代了，而是他们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虽然对于外界新奇的事物保有年轻时的热忱，但身体已经不允许了。禽兽目光悲悯地看着这些佝偻着身子的老人。年轻的时候，他甚至还痛恨这些老家伙们，大早上的和自己抢公交，即便是自己去菜市场买菜，也能见到天不亮一大早就将菜市场围得水泄不通的老人。更有甚者，会直接将垃圾桶恶臭熏天的垃圾直接翻出，在里面挑挑拣拣，隔着老远禽兽也都会被这恶臭给熏跑。但直到听到大妈的描述后，一股难以形容的别样心情又在禽兽心中滋生。他看着这些老人，难免会置身处地的想到自己老了后的样子，这是一种无法说出口的悲哀，如同兔死狐悲般。此刻他的良心正在接受道德的拷问。沉默了良久，他还是缓缓开口道：“这20多万不是小钱，我们还是先报警吧。”一旁的陆晨只是默默抽着华子，沉默了大概有10多秒，没有任何言语。随后转过头去，看向一旁的大妈，一脸严肃认真道：“大妈，你看我像有钱人吗？”大妈突然被陆晨问得这么一愣，随后摇了摇头，有些不肯定道：“应该不算吧，他和陆晨是在苍蝇小馆里碰到的，真要是有钱人，应该也不会带着别人来吃10块的快餐吧？那你还找我坑？”陆晨忍不住有些不忿，继续说道：“我教你个办法，从这儿一直往前走，有些高档小区叫天府锦绣，你去那里逮个有钱人认导游，运气好点，说不定人家还能送你们去国外玩玩。”说完，陆晨便叼着香烟站起身来，准备离去。大妈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陆晨伸手打断：“我现在要走了，你们要是再跟上来，就别怪我报警了。”这件事情他从一开始就察觉到隐隐有些不太对劲，现在真相大白，他自然不会陪着这群大爷大妈瞎胡闹了。转身带着禽兽就要离开，大妈身子愣在原地，看着陆晨离去的背影，只是一个劲儿的在说对不起：“小伙儿，实在是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我也知道是我被骗了，只是我实在是不忍心伤我这帮老伙计的心。这每人4、5千块钱，都是大伙儿日日夜夜将瓶子捡破烂攒出来的。为了这趟旅游，大伙儿都准备了2、3年了，实在是对不起你。”随着陆晨渐行渐远，大妈的话语如同天边缓缓落下的夕阳一般，同金黄璀璨的晚霞，消失在了天际。禽兽扛着摄影机，路上一直没有说话，想要说些什么，但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毕竟这事儿他也是第一次遇到。约莫又走了几分钟，禽兽实在有些忍不住，对着陆晨问道：“哥，这事儿咱不管。”陆晨忽然停下脚步，背对着身子，对着禽兽问道：“兽啊，你知道一个塑料瓶子能卖多少钱吗？”禽兽摇了摇头，不知道。哥，你咋突然问这个？陆晨没有回答，而是自顾自地说着：“20年前吧，一个塑料瓶大概卖7、8分钱一个，现在因为这玩意儿太泛滥了，所以即便过了20年，这玩意儿也没怎么涨价，也就1、2毛一个。你说他们捡2、3年，才攒下这么多钱，就这么被骗了。这骗钱的玩意儿可真不是东西，我都没想着指望这个发财，这小子居然还坑到我头上去了。哥，你是不是想要帮大爷大妈们了？”听到这话，禽兽目光希冀，脸上不由兴奋，朝着陆晨望去。陆晨只是走进一家小店中，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和手中拿着小旗子，尝试着挥舞了手中旗子一下，对着禽兽道：“兽啊，你看哥现在像不像导游？精品玄幻，强烈推荐。本丸第112禽兽，哥我就知道你还是有良心的。”禽兽激动地朝着陆晨抱去：“哥，我就知道你还是有良心的。”陆晨，怎么听着你这话这么别扭？小店老板看着2个1米8几的大男人抱在一起，悄悄躲在柜台后面给自己的老婆打电话：“老婆，我告诉你，今天我遇到2个男童，2人。”陆晨颇为嫌弃地将禽兽给推开，付了钱后挥舞着小旗子回头走去，心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我这该死的正义感啊！”说实话，要是大妈不说最后的那句话，他是真的能狠下心来离开的。全世界困难的人那么多，自己又不是什么千万富翁，帮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帮得过来？况且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不错了。但最后大妈那几句话，仿佛挑开了自己存封已久的记忆似的。捡瓶子，自己小的时候也捡过，顶着烈日和铜铃丸半瞧不起的目光，一天下来也就只挣了5毛钱。对比能够捡出4、5千的大爷大妈们，陆晨心中滋味更不好受了。另一边，大妈看着完全黑下去的昏暗天空，双眸中流露出一丝绝望。过了良久，才缓缓从马路牙子上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语气有些绝望道：唉，还是实话实说，回养老院去吧，可能这就是我们这帮老家伙的命吧。4395块，这是他们交给旅行团的钱，其中包含了10天的食宿费用，以及江南各处景点的门票钱。对于普通人，甚至是正常的老年人来说，都不算多，但对于这些孤寡无人赡养的老人们来说，这钱无疑是一笔巨款。平日节衣缩食，辛辛苦苦攒钱，就是想着趁着自己还能走动，到处看看九州的壮丽河山。谁曾想，刚到江南，导游就已经溜了，旅行团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大妈看着面前的老人们，声音有些颤抖，有些于心不忍道：大家伙儿，今天玩的怎么样？老人们围成一团，脸上满是笑容。真不错啊，大城市东西都比我们那小地方多。是啊是啊，现在年轻人穿的可漂亮了，哪像咱们那是或只有碎花布。导游小伙子呢？我们明天去哪儿玩？不是有西湖吗？我想去看看西湖。一时间，听到大爷大妈们的话，大妈脸上神情更加暗淡了下来，不忍告诉众人真相。导游小伙子估计去上厕所了吧？我上完厕所了，咱们继续玩吧。一道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突然从大妈身后传出，大妈猛然一愣，转过身子向后望去，看见头戴遮阳帽，手里拿着小红旗挥舞的陆晨眼眸中满是惊愕。你不是？陆晨十分自然地点了点头。是啊，我是去上厕所了。大妈眼眶忍不住红润起来，激动不已地望着陆晨。此时她激动的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谢谢你，小伙子。直播间的观众们见到这一幕，同样也是感慨纷纷。陆哥好样的，算你还有点良心。赞！江南警方，你们过来看看，这骗子也太可恶了，居然老年人的骗都骗。是啊，还好陆哥给力，不然他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万一真要气出点好歹来，陆哥我就是做导游的，我把江南的导游攻略发你，力所能及的帮一下这些老年人。说实话，陆哥说捡瓶子那段真的感动到我了。陆晨根本没有在意直播间，而是挥舞着手中的小旗子，领头带着这20多位大爷大妈们浩浩荡荡的出发。作为江南市的本地人，他对这座城市自然无比熟悉。大爷大妈们，前面这条街就是我们江南有名的夜市，你们可要跟紧点，别走丢了。陆晨高举手中旗子，边上是扛着摄影机的禽兽这一不伦不类的装扮，引得夜市上的人群不由驻足观看。陆晨也丝毫不介意，从怀中掏出一摞现金，站在大爷大妈队伍最前面，大声喊道：这是之前你们给我的钱，现在每个人有30块的购物基金，买点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一举动可把一旁的大妈吓了一跳，急忙拉住陆晨挥舞钞票的手：别，小伙子，使不得，这完全就是陆晨自费给他们掏钱了。陆晨不仅带他们旅游闲逛充当导游，现在还要自费掏钱，这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接受。陆晨对此倒是丝毫不在意。大妈，你也不想想，你们交了那么多钱，那肯定是按照相同规格的待遇来，不然其他人会怀疑的。再说了，我已经帮你们报警了，等到抓到那骗钱的骗子，你把钱还给我不就好了？听到陆晨这么一说，大妈点了点头，勉强算是被陆晨给忽悠到了，完全没有去考虑骗子抓不抓得到的问题。一旁的禽兽则是面色为难地看着陆晨，有些艰难道：哥，这么下来10天的花费该不会都我们自己承担吧？他是鼓励做好事儿，但那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即便是他想要帮助这些大爷大妈，但也舍不得这么多钱。虽然陆晨名义上是充当大爷大妈们的导游，但实际上1分钱都没有收到，而且陆晨的话可没有骗过他，说把找到骗子后再把钱给他，这件事情本身就靠不住。这骗子要是真的这么容易找到，那怎么还有这么多人选择行骗？陆晨听到禽兽的话后，只是摇了摇头，既然决定了，那就先做好再说。对于钱这方面，他倒是没那么看重，现在的他兜里倒是有个20万左右，虽然没那么多，但也绝对够这20多人的开销了。关键是自己让人平白无故的坑了20多万，让陆晨有些不爽。向来只有自己坑人的份，还没有别人坑自己的份，这骗子最好祈祷不要让自己带到了，不然可就要遭老罪喽。陆晨还在沉思之际，一根香飘飘的大鸡腿
出现在他的眼前。导游小伙子，看你坐在这里闷闷不乐的，要不吃根鸡腿？一位老大爷笑着将手中的鸡腿递给陆晨。精品斗罗同人，本完。第113就是他冒充导游。陆晨望着眼前的鸡腿，将眼前的鸡腿接了过来，一脸纳闷地看着大爷。大爷手中还拿着一根鸡腿，美滋滋地啃着。我说，大爷您这牙口也太好了吧？对此，大爷只是嘿嘿一笑，不以为然道：老了，再不吃点就吃不到喽。你别说，这烤鸡腿还挺好吃的。大爷咂摸这鸡腿骨，吃的那叫一个认真，那叫一个香。这时，大爷大妈们也都围了过来，每人用陆晨给的经费买了不少的东西，七嘴八舌道：导游小伙子，要不尝尝我这臭豆腐？我这儿有炒螺丝，我这儿有烤牛肉。看到这一幕，陆晨内心微微悸动了一下，看着大爷大妈手中的食物，嘴角又泛起一丝苦涩。你们这吃的像话吗？一群大爷大妈吃的根本就不像老年人吃的，反倒都是些年轻人喜欢吃的，基本上都是重辣重油盐的烧烤之类的东西。这群大爷大妈只是乐呵呵的笑着，一个劲儿的埋头吃东西。陆晨看着面前如同叛逆期晚了大半辈子的大爷大妈们，接过了他们递来的食物，轻轻尝了一口。你别说，还挺香的。陆晨将手中鸡腿快速啃完，站在大爷大妈们面前，将竹签子丢进垃圾桶。此刻的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导游的角色当中来。你们尽管说，现在还想去哪里玩？我们想去看看西湖。人群当中一个大爷举起手来道：西湖。陆晨目光有些诧异，朝着其余的大爷大妈望去。这倒不是他不愿意带这群大爷大妈去，只是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去。原本陆晨是准备明天白天再带他们去的，没想到他们晚上就想去。一旁领头的大妈也是点了点头，对着陆晨道：白天人太多，又太热了，我们想晚上去。陆晨看着这大爷大妈们，有些哭笑不得。怎么你们出来旅游，好像10多20岁的年轻人一样，一天就想把景点跑完，然后剩下几天在酒店里睡觉吗？不过陆晨依旧是没有拒绝，由着这群老人们胡来。7、8辆出租车整齐地停放在路边，陆晨亲眼看到所有老人全部坐山出租，站在最前面挥舞了下小红旗，大声嚷嚷道：接下来所有人听我口令，我们的目标西湖，出发！走了，去看看西湖去。所有人不禁开怀大笑。出租车司机瞥了一眼后视镜中陆晨头上的帽子和手里的小红旗，有些好奇道：小伙子，你是干啥的？怎么带着这么多老人家？陆晨挥舞了一下手中的小红旗，嘴边挂着一抹恬淡微笑：导游啊，不像吗？出租车司机认真的摇了摇头，十分真诚道：不像，哪有谁家导游天黑了还领着大家逛的，而且还带着一个摄像机记录犯罪过程的。陆晨对此只是嘿嘿一笑，没有解释，倚着窗子望着路边不断向后远去的风景。即便是这样平淡的风景，对于某些人来说，那也是弥足珍贵的宝藏吧。禽兽前面一排排的出租，咬了咬牙，似乎下定什么决心一般，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陆晨面前。哥，这是我的工资卡，我也想尽一点心意。陆晨大为感动，接过银行卡，目光动容地看向禽兽。禽兽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这卡里估计还有个几百块，不过哥你可以等下个月的工资。陆晨嘴角抽了抽，将银行卡还给禽兽。你这钱都没有，光有一张卡有个毛用啊。禽兽似乎被陆晨这句话给戳中了伤心处，顿时脑门上涌现出一个井字符号。哥，你以为我是因为谁才没有的？陆晨丝毫没有自知之明地摇了摇头，总不可能是因为我吧？我可没有用你的钱哦，要不是上次在孤儿院捐了我1个月工资，我至于那么穷吗？禽兽目光有些幽怨地朝着陆晨大吼道。听到这话，陆晨低头沉默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无比认真地开口说道：兽啊，有没有可能你这么穷的原因是买了根本就没有实用价值的跑步机给你爸呢？禽兽立马摇头反驳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爸跟我说他每天种完地都能在跑步机上锻炼，可谢谢我了呢，还说让我赶紧有时间回去一趟，他要好好当面谢谢我。出租车司机听到这话，忍不住笑出了声来。哈哈，你们两个是讲相声的吧？说的话都好好笑啊。对，这是我们俩正在研究的。相声是导游，边讲相声边导游。师傅，你还知道附近有哪些好吃好玩的东西吗？陆晨扒拉着座椅，一脸真诚地看着司机师傅说道。虽然作为本地人，但陆晨仔细想了一下，自己能想出的景点也就著名的西湖和白蛇塔这些，肯定是不足以支撑大爷大妈们这么多天的游玩时间的，还是得问一下本地的出租司机师傅。
司机师傅低头沉思了一阵，又补充了几个，要不去看看灵隐寺和断桥残雪，这2个也不错。陆晨缓缓点头，在心中的旅游计划上，默默将这2个经典的旅游景点给加了上去。紧接着，车内就沉默起来。每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等候红绿灯时，司机师傅都好像十分忙碌的在微信群里打字，有没理会陆晨和禽兽2人。陆晨看着周边不断远去的景色，眼皮一沉，靠着窗边眯了起来。当他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2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叔叔出现在自己面前。嗨，醒醒，小伙子，醒醒！迷迷糊糊的陆晨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出现在江南市警局的大门口。出租司机正躲在2位警察叔叔后面，指着陆晨和一旁的禽兽大吼道：“我亲眼看见这2个家伙把老人拐上车的，这家伙还死活戴个导游帽冒充导游，连导游证都没有，他肯定就是最近网上说的黑导游。”本完。第114江南市的都市传说，东环13郎。陆晨，他怎么想都没想到事情会是这种展开，自己只是睡了个觉，眯了一会儿，你就把我送警察局来了。2个警察叔叔相视对望眼，看向陆晨，你真的是导游？陆晨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狡辩，但还是十分诚实的摇了摇头。紧接着，2位警察又继续问道：“你不是导游？你带着一群老年人往西湖那边去干嘛？”那我现在算是吧。陆晨抬眼望了一眼自己头上的帽子，有些心虚道。2个警察齐齐对着陆晨伸出手来。导游证。陆晨刚想辩解什么，忽然就看到一道熟悉的倩影从远处晃过，急忙朝着远处大喊道：“警花姐姐！”赵小棠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了一跳，立马回过头来，看到了委屈巴巴的陆晨和禽兽，玉手捂住额头，朝这边走了过来，无奈道：“这次你们2个又闯什么祸了？”陆晨急忙和赵小棠解释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赵小棠也渐渐明白，有些不敢置信的再次确认道：“你是说有人骗了那些老年人的钱，然后还把你的照片发了过去，结果那些老年人就缠上你了，你实在是没办法，才充当导游的？”陆晨十分用力的点了点头：“是啊，我真不是坏人。”一旁的2个警察还有些怀疑，赵小棠则是完全相信了下来，美目中流露出一丝笑意，捂住嘴巴故作吃惊道：“我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能这么倒霉的。陆晨，既然这样，我和你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情况吧。”赵小棠本来刚打算下班，没想到就遇到了陆晨，正好去看看陆晨口中说的那群老年人。了解了情况的出租司机师傅也是挠了挠头，不好意思道：“抱歉啊，小哥，我还以你是黑导游呢，没想到你是好心人。”陆晨嘴角抽了抽，有些无奈的捂住额头：“啥叫没想到啊？”哈哈。这番话语惹得旁边2个警察一阵大笑，对着陆晨拍拍胸脯保证道：“小伙子，放心去吧，我保证最快抓住那个骗老年人钱的畜生。”与此同时，陆晨不知道的是，已经有人将他的这几段视频给剪辑出来发在了某音上。小伙子，这些钱都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捡瓶子捡出来，你知道捡一个塑料瓶能挣多少钱吗？瘦啊！你知道捡一个塑料瓶能挣到多少钱吗？20年前是8、9分钱。一经播出，这个视频就冲到了某音的最热门，网友们纷纷义愤填膺，开始自发的在网络上寻找起这个骗子来。这个骗子是真的畜生啊，老年人的钱都骗。是啊，这些钱可都是大爷大妈的棺材本啊，他怎么下得去手的？地点在天府锦绣旁边的小吃街吗？我今天下午好像看见过一个鬼鬼祟祟的人。经过1个半小时的车程，陆晨3人终于是赶到了西湖旁，这里是江南市最著名的景区，几乎只要是来江南市旅游的人都不会错过。大爷大妈们早就在此恭候多时，看见从车上走下来的3人，七嘴八舌的就围了过来。导游小伙子，你咋才来？这姑娘是你女朋友吧？长得真俊啊。不错不错，郎才女貌。你们结婚了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把赵小棠的俏脸问得羞红，陆晨则是仰着头朝着大爷大妈们望去，默默清点了一下人数，在确认无误后，转身朝着司机师傅道：“司机师傅，您看看一共多少钱？我来结账。”这一番话可把司机师傅吓了一跳，将摇头拉住陆晨的手，制止陆晨掏钱。“不要钱，不要钱，小伙子，我都误会你了，没想到你是好人。谁家没个老人？老人出来旅游本就是不容易了，还遇上了骗子，多亏了你他们才能继续旅游。这要是还要你的钱，那我可真是良心过不去了。”陆晨看见司机师傅这般模样，顿时一愣，但还是立马反应了过来：“不行不行，都跑了这么久了，就算不要钱，
油也是要钱的。一向习惯了白嫖的陆晨，这下子突然有人跟他说不要钱，他还有些瘆得慌，执意要给钱。司机师傅执意不收，实在没有办法，陆晨将怀中的华子递给了师傅，师傅这才接受下来，缓缓点上一根华子，拍着陆晨肩膀道：小兄弟，我们江南就需要你这样的好人，这钱我是不会收的，但要是你们明天还想去哪的话，尽管来找我。我也在出租车司机群里说了你们这件事儿，我们一致同意，接下来只要这群大爷大妈在江南市去任何地方，我们都不收钱。陆晨听到司机师傅的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能够号召整个江南市的出租车司机都给他们免费，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敢问师傅大名？陆晨有些震撼地朝着司机师傅问道。司机师傅缓缓吐出一口白烟，眼眸中流露出一丝追忆神色。名字就免了吧，叫我13哥就行。当年跑高速，人家都叫我东环13郎。陆晨心头猛然震惊，忽然想起来江南的某个都市传说，传言有人能够在1个小时内急速地跑完东环13圈，人送外号东环13郎，这可是类似藤原拓海般车神的存在。您就是传说中的东环13郎？陆晨颤颤巍巍地看向司机师傅，没想到眼前这位师傅就是名震江南的东环13郎。司机师傅十分自然地点了点头，回想起这个名号的由来，忍不住有些气愤。是啊，当年修路，东环堵得要死，我出不去，直接被堵在高速上2天，绕了13圈。原来是这么个东环13郎啊！陆晨嘴角微微抽搐，忽然感觉自己的幻想破灭了。本完第115意料之外的收获。好了，小伙子，祝你们玩得愉快。司机师傅看着老人们的背影，大手一挥，8辆出租车关上车门便扬长而去，消失在道路的尽头。陆晨望着出租车消失的背影，心里感觉暖暖的，忍不住感慨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一旁的禽兽和赵小棠也是忍不住点头赞同。大爷大妈们排成一排，如同好奇宝宝般欣赏着西湖的美景，碧波荡漾，水光潋滟，夜幕降临，丝毫没有遮掩西湖的半分美感，反而为这位千百年来文人骚客室中的常客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更添几分朦胧美感。陆晨在前面挥舞着小帆旗，一路引导着大爷大妈们。虽然他前世今生都曾未涉及过这个行业，甚至作为一个江南市的本地人，基本上就没来过几次，但这也丝毫不妨碍他和大爷大妈们闲扯。要说西湖，大家知道这最著名的是啥吗？是啥？大爷大妈们一脸好奇地朝着陆晨问道。那肯定是湖了，难不成还是西不成？俗话说得好，西湖的谁我的泪，讲的就是我在这儿买西湖龙井煮的茶叶蛋被坑了200块的故事。那玩意儿不好吃，还忒贵。陆晨撇了撇嘴，朝着不远处的摊位望去，小心地提醒着大爷大妈们。听到这话，许多大爷大妈们当场就笑了出来。哈哈哈，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实在是太逗了。是啊是啊，这茶叶蛋本来我还想买一个尝尝呢，听你这么说实在是太贵了。不少西湖的游客都被大爷大妈爽朗的笑声吸引，不少人好奇地朝着陆晨那边望去。买茶叶蛋的大叔也在其列，听到陆晨的话后，脸色顿时黑了下来。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照茶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照茶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一旁的赵小棠也是深有体会的点了点头，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这玩意儿吃的就是个噱头，西湖龙井也不便宜，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肯定不喜欢。听到这话，卖茶叶蛋的大叔脸色顿时好了不少，不过在场的游客们丝毫不听劝，神色戒备的不断远离他的摊位，生怕跑晚了被讹上。陆晨手中不断挥舞着小帆旗，给大爷大妈们讲解着西湖当中的各种神话故事。大家看到脚下踩着的桥了吗？传闻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这儿遇见的。陆晨跺了跺脚，对着面前的大爷大妈们大声道。一旁的禽兽则是看着不远处对面另一座桥头牌子上写着的断桥残雪，发出了疑问：陆哥，那断桥残雪不是在那吗？怎么许仙和白娘子在这儿遇到的？陆晨顺着禽兽指的方向望去，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写在桥牌上，断桥残雪。忍不住咳嗽几声掩饰尴尬，急忙摇头：不可能，我看的《白蛇传》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白娘子遇到了许仙，然后助法海修成的大威天龙，然后法海这玩意儿把公车变私家车了。禽兽赵小棠，禽兽忍不住有些崩溃：哥，你看的啥版本的《白蛇传》啊？陆晨脸色通红，目光瞥向别处，声如细闻道：成人版的。众人哈哈，导游小伙子可真有意思啊！卧槽，秀儿是你吗？
我算是知道为啥这大爷大妈们这么欢快了。你们俩是德云社的出逃弟子吧？在场众人被陆晨这番操作给笑得合不拢嘴来。原本20几个人的队伍，硬生生变成了50多个。赵小棠捂住额头，目光无奈地望向陆晨，不知道这家伙怎么每次到哪都能这么引人注目。大爷大妈欣赏着西湖的美景，领头的大妈朝着禽兽走去，有些好奇地看着禽兽手中的摄影机，问道：“小伙子，你能帮我们照几张照片吗？”禽兽先是一愣，刚想开口解释，陆晨便举着手机满口答应下来：“我来，我来。大妈，不是我跟你吹，我的拍照技术那可是世界顶级的。”陆晨举着手机，对着摆好 pose 的大爷大妈预备道：“我们的目标是……”大爷大妈咧着嘴，露出了没剩下几颗的牙齿，没有蛀牙。咔咔咔，一阵手机拍摄的快门声闪过，禽兽面色古怪地朝着陆晨手机拍出的照片望去。哥，你确定你的拍照技术是世界顶级？屏幕上是模糊的大爷大妈，只能够依稀看出大爷大妈的样貌，还有根据牙齿的数量分辨出谁是谁来。陆晨挠了挠头，有些尴尬。再来，这次肯定是失误。这次咱们喊茄子。咔嚓，又是一阵抓拍，手机屏幕上的照片依旧糊成一团。陆晨肯定是采光不好，这次我们换个位置。经过一番闹腾后，大爷大妈们接连喊了20-30句口号，摆了20-30个 pose， 面色艰难地看向陆晨，有些上气不接下气道：“导游小伙子，实在不行就算了吧，我们实在是喊不动了。”一旁的赵小棠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一把抢过陆晨的手机：“我来。”陆晨跑上前去，蹲在大爷大妈们最中间，露出灿烂微笑。茄子，随着快门的声音闪过，赵小棠面色古怪地看向手机屏幕中的照片，倒不是照片模糊没拍好，而是周围多了不少不认识的人。导游小伙子，我看你们这个团好好玩，我们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一对情侣走到陆晨面前，神色有些兴奋地望着陆晨。陆晨瞥了一眼自己队伍的身后，不留神被吓了一跳，不知不觉自己队伍里居然有了这么多人，下意识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可以啊，给钱就行。本来是一句无意识的玩笑话，陆晨真没想到，小情侣反而像是捡到了什么大便宜似的，急忙从怀中掏出4张红彤彤的钞票递给陆晨，生怕陆晨反悔。本完第116灵隐4，陆晨与狗不得入内。陆晨望着递来的4张100元大钞，顿时一愣，脸上满脸懵逼。还莫等他反应过来，刚刚一起拍照的游客们都争先恐后的交起钱来。导游小伙子，我也要报名，加我一个，我也想跟着你们玩，能微信不？我没带现金。一旁的禽兽和赵小棠也是看呆了，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加入陆晨的旅行团。可问题是他根本不是傻导游啊，甚至连正式的导游证都没有。禽兽扛着摄像机，朝着最开始的小情侣走去，满脸不解道：“小哥儿，我能问一下，你们为啥想跟着他玩吗？自己逛不更快乐吗？谁能拒绝一边旅游一边听人讲相声啊？再说了，我女朋友可是德云社的铁杆粉丝，400块钱能在西湖听场相声，哥你买不买？”闻言，禽兽默默地低下了头，思索良久，觉得小哥说的还真没什么毛病。陆晨这边，短短不到2分钟时间，他就收到了接近1万2的转账。原本20多人的旅游团，此刻已经变成了50多人。陆晨看着手中一摞摞的钞票，还有自己只付保余额又暴涨1万多，心中别提有多激动了。万没想到出来当个导游，原本是打算赔钱的他，现在钱还没赔多少，反而先赚到钱了。跟着陆晨的脚步，众人里里外外将西湖中的景点逛了一遍。一位老大爷从人群当中走到陆晨面前，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有些委屈道：“导游小伙子，附近有没有啥吃的？我又饿了。”陆晨看着面前的大爷，目瞪口呆。大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刚刚不是才吃了饭和鸡腿吗？这大爷牙齿没多少，怎么胃口这么好？大爷这么一提，旅游团里不少人的肚子也纷纷咕咕叫了起来。领头的大妈朝着陆晨走过来，面色笑了笑说道：“导游，我们这些年纪大了的，都是少食多餐，饿得快。您看哪里有吃的，我们随便应付点就行。”大妈知道现在他们的花费基本上都是陆晨在出，对着陆晨眨巴了下眼睛，示意陆晨做做样子就行了。陆晨环顾四周，低头思索了一阵，附近倒是有2间寺庙，里面有著名的素斋。问题是这么一堆草的价格比肉还贵，带这么50多个人去吃，自己的钱包不知道顶不顶得住。陆晨盯着不远处金碧辉煌的寺庙，灵机一动：“你们知道当年拆散白娘子和许仙的人是谁吗？”法海。众人齐齐回答：“
我们现在去吃垮这大和尚的寺庙好不好？好！众人气势如虹，只有禽兽和赵小棠面色古怪。哥，这法海不是金山寺的吗？关灵隐寺什么事儿？陆晨挥了挥手，毫不在乎。你不懂，当年灵隐寺的主持是法海那老小子的私生子。众人就这样，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前往不远处的灵隐寺。灵隐寺外，一个小沙弥正在打扫院落，看见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山门前，双手合十作揖，将众人给拦了下来。各位施主，天色已晚，灵隐寺闭寺谢客了，还请各位请回吧。陆晨从人群中钻出，十分熟络的扬起手指，一个暴力砸在了小沙弥光溜溜的脑袋上。小和尚，快去把你们主持叫出来，告诉他，不然我就把他偷看寡妇洗澡的事情给说出来。一旁的禽兽和赵小棠面色震惊地看向陆晨。哥，你认识这儿的主持？两人都没想到陆晨会认识这儿的主持。陆晨撇了撇嘴，看向一脸震惊的二人，有些不屑道：大惊小怪，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认识一个和尚有啥不正常的？当年他偷看寡妇洗澡，还是我给他把风的呢。我俩关系好的那就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听到这陆晨标志性的异父异母亲兄弟，禽兽和赵小棠瞬间明白了陆晨和灵隐寺主持的关系，心中默默为主持默哀起来。就在这时，寺院的大门内传出一阵暴怒声：陆晨，你个臭小子，又到处败我名声！一位看上去30多岁、精神奕奕的和尚满脸怒容地走了出来。陆晨见到和尚，眼中根本没有半分造谣的悔意，反而指着和尚道：诺，你看你又犯嗔戒了，我就说你不适合当和尚吧。面对陆晨的指责和50多位的游客，大和尚根本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是从院落里拿出一块牌子，立在大门口：陆晨与狗不得入内。如此标语顿时让不少人都好奇陆晨究竟是做了什么怨天尤人的事情。禽兽跟着陆晨这么久，还是第2次看见有专门的单位为陆晨定制牌子，上一次是在陆晨从小长大的孤儿院内。难不成这灵隐寺也有什么隐情不成？想到这里，禽兽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禽兽满脸好奇地看向面前的和尚，双眼放光道：大师，我哥他到底做了什么？怎么这牌子都用上了？此话一出，也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齐齐朝着大和尚望去。大和尚想到陆晨过去的种种，锃亮的光头上流露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家伙之前我托他给寺院里的师兄弟买几个馒头，结果这家伙倒好，直接给我买了肉包子，害得不少院里素食的僧人都吃到了肉。他们为了谢罪，硬生生在佛祖面前饿了3天，抄了3遍佛经。听到这话，陆晨眼神飘忽，假装望风景看向别处，吹起了口哨。大和尚异常愤怒，现在的他根本管不了什么佛教十戒，控诉起了陆晨的种种行为。这家伙骗院里的僧人吃肉也就算了，还领着他们去偷看人家寡妇洗澡，被发现了就用我的名字，害得人家找上门来，我被师傅吊起来打了3天3夜。听到这里，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目光惊悚地看向陆晨。禽兽十分真诚地艰难道：哥，你今天是领着我们来吃断头饭的吗？本丸第117用功德香的钱做好人好事儿。面对禽兽的问题，陆晨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小声道：方圆几里，就这里的斋饭最好吃。大和尚看着面前乌泱乌泱的人群，脸色不由得黑了下去，心中虽然已经猜出了个大概，但还是难免震惊，目光不可思议地看向陆晨，问道：这么多人，你都要带着进来吃饭？陆晨点了点头，义正言辞道：不是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吗？这么晚了，附近也没啥吃的了。禽兽、赵小棠。禽兽和赵小棠回眸朝着山下望去，山脚下5家素食餐厅灯火辉煌，大和尚的脸色更加黑了下去。他活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领着这么多人来寺庙化缘的。陆晨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冰冷的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元道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元道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下意识的就想关门离去，结果却被陆晨一脚给抵住门。陆晨透过门缝望着大和尚布满怒容的面庞，急忙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红灿灿的钞票道：给钱，给钱，这次我们给钱。听到这话，大和尚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才缓缓将大门打开，目光幽怨地看向陆晨。先说好，本院禁食荤腥，你要是再在我这里吃肉，我可不管你们有多少人。大和尚看了一眼陆晨，冷哼一声，拂袖不断领着陆晨一行人朝着寺院深处走去。禽兽跟在陆晨身后，忍不住有些好奇道：哥，你之前到底做了啥？
陆晨摇了摇头，十分认真道：“没啥，真的没啥，就在那大和尚面前吃了点烤肉。”直播间内的观众们此刻已经被陆晨这番操作给震惊妈了。无脸，我现在终于知道大和尚为啥立这块牌子了。笑哭，陆哥现在还没被大和尚打死，那说明他俩关系是真的好啊。捂嘴哭，陆哥，你这样当导游真的没事吗？虽然熟归熟，但是陆晨带着这么多人过来吃饭，自然也不会白嫖，还是十分豪气的给了大和尚2000块钱。50个人，每人算下来平均40块，比起山脚下那啃几片菜叶子动辄上百的素斋餐厅要好得多了。大和尚盯着屏幕，手机里陆晨赚来的2000块钱，目光再度移到陆晨的身上，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道：“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啥不在下面的素斋餐厅吃了。”陆晨撇了撇嘴，丝毫没有被拆穿后的羞愧，挺直了腰杆，理直气壮道：“那几片菜叶子就几百块，我才不在那里吃。身为一个合格的导游，我必须要带大家吃好的。”大和尚也懒得和陆晨计较，虽然寺庙里的伙食不差，但毕竟也都是些素斋，原材料也大多是自己种的。陆晨给的钱完全够本钱了，目光上下仔细大量了陆晨一番，头上戴着酷似导游的导游帽，手里还拿着小番旗，这副装扮，他作为灵隐寺的主持，自然是再熟悉不过，表情古怪的有些好奇道：“你不是保安吗？怎么转行当导游了？”陆晨回想起今天的经历来，同样是无奈的叹出一口气，甭提了，今天莫名其妙的被这些大爷大妈缠上了。陆晨点上一根华子，缓缓诉说起了之前的事情。大和尚对此只是微微皱眉，也没有制止，站到闻不到香烟气味的另一边，静静听着陆晨诉说为什么当上导游。原本平淡的脸上顿时涌起一丝微笑，手掌不停拍打着陆晨的肩膀：“哈哈，你这也太倒霉了！他做和尚这么久来，见到的人没有1万，那也有几千了，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或者是听过像陆晨这么倒霉的人。”陆晨听着大和尚肆无忌惮的笑声，额头不由浮现出道道黑线，叼着华子朝着寺庙内的功德箱望去。既然我这是做好事儿，佛祖应该会给我点赞助吧。听到这话，大和尚笑声戛然而止，随后面色有些震惊地看向陆晨。虽然不明白陆晨说这话的用意，但他敢肯定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陆晨一溜烟地朝着庙里正中间诸位佛祖菩萨环绕的功德箱跑去，伸手在里面抓了一把红彤彤的钞票。大和尚看到这一幕画面，大脑已经宕机了， Sigma 脸上表情呆滞木然，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赶忙制止陆晨：“住手啊，你个畜生，怎么连佛祖的香火钱都下得去手？”大和尚赶忙把陆晨给拉开，用身上的袈裟一把护住功德箱：“你还要不要脸了？别人都是往功德箱里扔香火钱，你不止不给香火钱，还想要从里面拿钱。”面对大和尚的指责，陆晨只是撇了撇嘴，根本没有丝毫愧疚。“你懂啥？我这是做好人好事儿，佛祖肯定会拨款的。你们佛家不是讲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吗？这身外之物不就是用来花的吗？”陆晨一番话把大和尚对得说不出话来。大和尚抱住功德箱，脸色无比惊恐，没想到陆晨这个家伙不仅把自己这儿当成便宜饭店了，还把自己这里当成银行，想要取钱，平时不烧香，你遇事儿找啥佛祖？大和尚望着陆晨没好气道：“要是佛祖真的显灵的话，估计会一道雷劈死眼前这个在寺院里对他大不敬的家伙。遇事儿佛祖不帮我抗，我平时烧啥香？你平时烧香了佛祖才帮你抗，不帮我抗，我烧啥香？”就这样，两个人陷入了诡异的无限循环中。另一边，禽兽叼着竹签，满意的拍了拍肚子，吃饱了从斋房中走出来，看到了佛堂内拌嘴的两人，一时间有些愣住了。大和尚拼命护住佛堂正中的功德箱，陆晨使劲儿将大和尚拉开，把手伸进功德箱里。Sigma 哥啊，你在干嘛啊？本完第118佛祖平时不烧香，遇事找我杠。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纷纷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好奇起来。陆哥这是在干嘛啊？他该不会想要捐钱吧？楼上的，那我只能说你不了解陆哥。以我对陆哥的了解，他从里面拿钱还差不多。震惊脸，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陆哥真要往里面拿钱？我陆哥身为主持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怎么也算半个出家人了吧？从里面拿钱不行吗？滑稽！随着禽兽的不断靠近，陆晨的声音也在直播间内传出：“我说，你怎么还是那么死脑筋？人家佛祖一年这么多香火钱，拨个款给我做点好人好事怎么了？放屁！你咋不去抢银行做好人好事呢？”大和尚此时也是终于绷不住了，直接爆了粗口。两人还在交缠，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哥啊，你在干嘛啊？扛着摄影机的禽兽目瞪口呆地望住陆晨。原本以为之前孤儿院里陆晨的各种操作就已经很离谱了，没想到现在更离谱，就是打死他，他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敢对佛祖的香火钱出手啊！看见一旁的禽兽和大和尚纠缠的陆晨不由大喜，快收啊！佛祖说要拨款给我做好人好事儿。放屁！佛祖才没这么说。大和尚和陆晨扭打在一起，全然没有了之前得道高僧的模样。那是你佛法修行不到家，听不到佛祖在说啥。你没慧根啊，大和尚！呵呵。大和尚冷着脸，只回应了陆晨2个字。禽兽看着扭打在一起的2人，左右为难。帮陆晨他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要是帮大和尚的话，陆晨狠起来连佛祖都不怕了。自己要是站在他的对面，禽兽估计自己晚上睡觉房间里就会多出7、8个壮汉在自己腿上写正字了。仔细权衡了一下，禽兽还是觉得作壁上观好了，但一旁的陆晨可不这么想。陆晨看了一旁无动于衷的禽兽，紧咬着牙齿抱住面前的功德箱，有些吃力道：禽兽，我们这是好人好事儿，佛祖肯定会原谅我们的。施主莫要听他胡言乱语，好人好事儿先用自己的钱，哪有一来就抢香火钱的？2人双手都用力抱住功德箱，不断用力拉扯着，佛堂内的气氛不断焦灼起来。另一边，赵小棠刚刚吃完饭，正打算去外面看看风景，却被旅行团的人给围住了。领头的鄂大妈有些好奇地朝着赵小棠问道：小姑娘，你知道你那小男朋友去哪了吗？大妈，我不是，陆晨不见了。赵小棠刚想开口辩解，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赶忙出声惊讶道：由于旅行团人数众多，所以他和禽兽陆晨3人都分散开来，确保旅行团每人的安全。结果刚吃完饭，陆晨就不见了。赵小棠回想起之前陆晨的所作所为，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好的感觉，随后又朝着身后寺院大门的牌匾望去，灵隐寺3个古朴典雅的大字写在牌匾上。赵小棠心中的不安瞬间有所缓解，应该不至于吧？这毕竟是寺院，陆晨平时就算再乱来了点，应该也不至于在佛祖面前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来吧？想到这儿，赵小棠不由得点了点头，对着面前的大爷大妈们说道：没事儿，他估计去哪方便了，我先领着大家参观一下寺庙吧。赵小棠十分自然地接下了导游的工作，给大家讲解着寺院里各个菩萨罗汉的故事，直到到达寺院最中心的佛堂处。佛堂内不断传来赵小棠熟悉的声音：这是陆晨的声音，我刚问过了，佛祖说可以用的。问佛祖用什么？听到陆晨的话后，赵小棠不由得有些好奇，率领着众人朝着佛堂内走去。看到眼前的一幕，大家有些愣住了。只见陆晨和大和尚2人抱作一团，姿势怪异的争抢着一个贴有功德箱3个字的红色箱子，依稀能够看到其中一摞摞的红色钞票。大和尚脸色艰难地抱着功德箱，对着陆晨大吼道：你平时香都不烧，现在指望着佛祖来救济你，佛祖接济我了，那我平时不就烧香了吗？2人的操作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哎 Sigma， 你们到底在干嘛呢？直到赵小棠和旅游团的众人到来，佛堂内焦灼的气氛才有所缓解。陆晨立马松手，直接让抱住箱子往后拽的大和尚摔了一个大跟头。众人望着看着摔了个跟头的大和尚，脸上不由用力压制住嘴角上扬的笑容。赵小棠冷眼看着陆晨，有些心累道：你在干嘛呢？陆晨挠了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我昨天梦到佛祖给我今天做好人好事儿拨经费了，所以来这儿取点钱。听到这话，赵小棠和禽兽2人脸上表情一愣，瞪大双眼，目光有些惊恐地看向陆晨。他们万万没想到陆晨居然这么不要脸，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身后旅游团的中人们皆是捧腹大笑，哈哈，你们这旅游团好有意思啊，居然还来和尚庙里的抢香火钱。是啊是啊，不得不说，这吃的也挺好吃，这一趟真的是来对了，居然能看到这么有意思的一幕。佛堂内顿时涌出欢快氛围，众人似乎已经将抱着功德箱接连摔了几个跟头翻到角落里的大和尚忘记了。大和尚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将功德箱抱在怀中，听到众人的欢声笑语，额头上布满了黑线，只有他受伤的世界达成了。陆晨从兜里拿出之前的小番旗，不断挥舞着给面前的小情侣介绍着佛堂内各个菩萨与罗汉。那是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俗称的送子观音，你们要是想要孩子的话，可以多拜拜。小情侣望着面前怀抱孩子的雕像，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明悟，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道：原来这就是送子观音啊。禽兽站在一尊硕大佛像面前，有些好奇的朝着陆晨道：哥，那这是什么？本丸第119熊孩子大爷大妈。陆晨瞥了一眼手中持剑的佛像，
缓缓开口解释道：“哦，那个呀，那是文殊菩萨。你要是希望自己或者家人学业进步，就多拜拜他。”禽兽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急忙在面前的佛像前跪了下来，磕了几个头，态度模样十分虔诚。即便是一旁的大和尚看了，也不由得欣慰点了点头。看来这些人中，还是有信奉佛祖的人吗？只见禽兽双手合十，语气十分虔诚道：“文殊菩萨，麻烦您保佑我父母考上老年大学，最好能再让他们去国外留个学。”大和尚，他表情一愣，眼睛不断打量着面前的禽兽，语气有些艰难的开口，朝着禽兽问道：“那个施主，敢问您父母今年贵庚了？”禽兽抬头看着面前文殊菩萨的佛像，思索了一阵，有些不确定道：“我爸的话，今年好像快63了，我妈刚60。”大和尚嘴角抽了抽，忍不住说了句违心话：“有你还真是他们的福气。”随后大和尚便转头朝着陆晨望去，果然能跟陆晨混到一起的都不是什么正常人，真是笑死他了，还想把七老八十的父母送进去老年大学，这父母莫不是和他有杀父之仇？一定是这样。想到这里，大和尚觉得自己掌握了什么真相，不由得用力点了点头。赵小棠望着面前的大和尚几人，无奈扶额，虽然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但自己突然就感觉到莫名的心累，是怎么回事？禽兽听着陆晨对这些佛像侃侃而谈，似乎很是熟络，忍不住有些好奇，朝着陆晨问道：“哥，你咋对这儿这么熟悉啊？”陆晨望着眼前佛像，不以为然：“这儿就是我除了孤儿院待的最长时间的地方，我不熟悉谁熟悉？我连山脚下那寡妇屁股上有几颗痣我都了如指掌。”赵小棠面色有些阴沉，看向陆晨，纤纤玉手朝背后摸去，手中不自觉的已经多出了一副银手镯。这么说，你真偷看人家女同志洗澡了？陆晨被赵小棠手中的银手镯给吓了一跳，急忙摇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大和尚干的。大和尚他当年领着我去看人家洗澡去。”听到这话，大和尚额头顿时涌起一个愤怒的井字符号，当即暴怒道：“你放屁！明明是你领着我去看的。这么说，你承认你看了？”一时间，众人将目光齐齐汇集到大和尚身上。大和尚脸色不由一沉，随后装作没听到陆晨这句话，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天色已晚，众位施主也已经用过膳了。既然如此，那贫僧也就不多留诸位了。大和尚开始撵人了。陆晨则是有些惊讶地看向大和尚，有些不敢置信道：“你不打算留我们在这儿住一晚？”他原本还以为能来这里白吃白喝，还能省一晚酒店的钱，结果没想到大和尚居然这么绝情，连客套话都不说一句。听到陆晨的话，大和尚再好的心境都被陆晨一句话给弄破防了，一把拉住陆晨，将陆晨的身子转了过去，忍不住大吼道：“你他喵的看看你自己带了多少人，我哪里去找这么多房间给你们住？”最终陆晨只得灰溜溜地带着众人离开了寺庙。一路上，大爷大妈们还没从初到大城市的兴奋劲儿中缓过神来，大城市中的一草一木在他们看来都是无比的新奇，远处的灯火辉煌却成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景色。这时，那位吃货大爷手里突然握着一颗草，嘴里嚼巴着来到陆晨面前：“小伙子，你看我在山上找到了这个，这很像我们之前吃的那个草，味道还挺好的，你要不来点儿？”陆晨看着面前这株熟悉的植物，嘴角抽了抽：“大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这舌头现在应该麻了吧？”“你别说，还真是。”“你别说，还真是。”陆晨无奈地捂住额头，一脸生无可恋道：“这草有微弱毒性，您别抓到啥就往嘴里塞啊。”这时，一旁的领头大妈也是突然惊叫了起来：“哎呦，那有个没穿衣服的女娃，真不爱害臊啊！”听到这话，陆晨顿时来了精神，眼睛瞪得老大，四处张望道：“哪呢？哪呢？这大晚上的大城市就是开放啊，居然还能遇到这种好事儿！大妈，没穿衣服的女孩在哪呢？”赵小棠和禽兽神色鄙夷地看向陆晨：“哥，把嘴角口水擦一擦。”大妈指着不远处夜跑的女孩，有些羞愧道：“那不就是吗？”陆晨顺着大妈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身穿背心和运动短裤的女儿正戴着耳机夜跑，顿时大失所望，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大妈呀，我觉得您对没穿衣服几个字恐怕是有些误解，这明明是穿了的，而且穿的连清凉都算不上。”接下来的前往酒店的路上，一群大爷大妈们都保留了对陌生事物的热情和不属于他们的朝气。“导游小伙子，我想玩这个。”一个大爷指着远处用摩托表演漂移炫酷杂技的地方，大声喊道。陆晨嘴角微微抽搐，语气十分无奈：“大爷您可别闹了，
就您这身子骨，飘一飘不好，直接把您骨头都给飘散架了。导游小伙子啊，着火了！一位大爷站在远处，不停用衣服拍打着地上用酒精点燃的星星火焰。一旁单膝跪地的壮汉，脸色阴沉地看着灭火的大爷。陆晨循声望去，顿时就被大爷这操作下的亡魂接冒，急忙将大爷给拉了回来。大爷人家这是在求婚，不是着火了。你把人家火灭了干啥？导游小伙子！陆晨听着大爷大妈们的叫喊声，忍不住捂住脑袋头痛。算我求你们，你们消停点吧。他被大爷大妈折磨得有些崩溃，欲哭无泪道：你们这个年纪就去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吧，七老八十的人了，为啥还能和13、14岁孩子一样顽皮？本完第120，我说我螺丝没拧紧，你听俄罗斯美女。望着捂住脑袋蹲在地上崩溃的陆晨，赵小棠冰山般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柔情，刚想开口安慰，却被禽兽给制止下来。禽兽拦住赵小棠，摇了摇脑袋，随后大声地道：哎呀，我这摄影机螺丝没拧紧。原本蹲在地上痛苦抱头的陆晨蹭一下子站了起来，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四处张望，不停寻找着什么。哪儿呢？俄罗斯美女在哪呢？赵小棠！众人原本意志消沉的陆晨一下子就精神了起来，张望了半天也没发现禽兽说的俄罗斯美女，一脸好奇的朝着禽兽问道：兽啊，这俄罗斯美女到底在哪呢？禽兽嘴角抽了抽，看向自己脚下：啥俄罗斯美女？哥你听错了吧，我说的是螺丝没拧紧。陆晨顿时大失所望，身后的赵小棠脸上原本好不容易展露出来的柔情早已消散不见，此刻脸上神情冷漠的如同万年雪山的坚冰一般。直播间的观众们都被禽兽这番操作给笑出了声来，笑哭，哈哈哈！摄影师不愧跟了陆哥这么久啊，真的是了解陆哥，我们都还以为陆哥崩溃了呢，笑死我了。你说你螺丝没拧紧，他说俄罗斯美女，某种意义上来说，陆哥这可以算得上特异功能了吧？滑稽，陆哥还是我们之前了解的陆哥啊。陆晨站在队伍最前面，不断在地图上寻找着酒店。领头的大妈面色艰难，将凑到陆晨身边，有些不好意思的建议道：小伙子啊，我刚才注意到我们来的那个地方好像有个旅社挺便宜的，我们要不去那里住吧？这么多人要是都住酒店的话，他真的有些怕陆晨负担不起。陆晨望了一眼身后如同小学生春游般兴奋吵闹的大爷大妈，说实话，经过这一小半天的相处，他其实对这些大爷大妈们抱有的不仅仅只有怜悯，更多的其实是感激。这些老一辈的人，城市发展国家发展的建设者，他们或许大半辈子都在过着极其贫苦的日子，但心态却依旧能保持孩童般的纯真与无邪，从未抱怨生活的苦。上天的不公，他虽然贪财，但也希望这些老人们能够在人生最后的几个时间段有着一次短暂而又美好的回忆。想到这里，陆晨就摇了摇头，果断拒绝了大妈的提议。大妈，您是不知道，那旅社里老鼠多的要死，而且卫生环境都不好，住里面搞不好还会被老鼠给咬。陆晨一番话将大妈吓得不轻，大妈顿时一愣，有些迷茫地看向陆晨道：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陆晨无奈地耸了耸肩：没事儿，反正后面加入的人还要一些钱，刚好一起住个好点的酒店。大妈脸色有些艰难，说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会不会太贵了？陆晨不动神色地瞄了一眼手机，默默将手机藏在身后。这个酒店一晚上200多，在江南市区西湖边上这种地方倒是算不得多贵，但让大妈看到，恐怕她又难免心生愧疚。陆晨绝对还是不给她看的好，故作一脸轻松样，拍了拍胸脯道：不贵不贵，就住一晚上能多贵？再说了，你们老年人有折扣的。说完这些，大妈只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过了良久嘟囔出一句：现在社会真好。随后便默了声息，跟随着陆晨的脚步走了约莫10几分钟，众人终于来到了酒店。陆晨指着酒店大门，转过身朝着身后的众人道：各位，晚上就住这儿吧。一时间，后面加入的旅行团成员都有些懵了，晚上居然还包住的。陆晨也是有些懵了，瞪大双眼朝着他们望去：你们一人给我200不用包住的吗？自己这一路上基本就没花什么钱，最大的花费也就是去寺庙吃了顿斋饭，一共2000块钱，平均摊到每个人的头上不过也才每人40，这200块扣掉这些，每人都还剩下160呢。他们是怎么想的？陆晨有些不解，难不成这几年旅游都贵成这样了？众人看着陆晨也是满脸不解，山脚下一顿素斋都100-200了，寺庙里吃的感觉还要好吃上不少，一路上还有陆晨的讲解和参观寺庙内的各种佛像，一趟下来
陆晨居然还要给他们安排住处，这导游是不打算挣钱，往里面贴钱吗？一时间，双方大眼瞪小眼，都没能看懂对方的操作。直播间内的观众们望着这滑稽一幕，也是倍感疑惑。我去，现在这些年轻人真有钱，都不打算住吗？楼上的你是因为开了上帝视角，不然正常来说那一顿素斋怎么都得100-200，正常人想想都知道不可能包住宿吧。我作证，西湖旁边的素斋餐厅真的又贵又不好吃，可能他们踩过坑了，所以才那么惊讶吧。或许是陆哥太良心了，没好意思坑他们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陆晨见到对方脸上懵逼的神情，一下子也是反应了过来，他们不知道素斋的价格，肯定把价格给想高了。陆晨心中不由得开始后悔起来，早知道多带他们吃几顿，多坑点钱。现在这100多一晚的酒店，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啊。不过陆晨也只是伤心了一会儿，时间已经不早了，别说这些老年人，就连他都有些困了。陆晨领着众人走进酒店，对着身后的旅行团成员们道：把你们的身份证给我，我去帮你们开房间。一行人见到陆晨之前那般良心，也是十分放心的将身份证交给了陆晨。前台小姑娘看着陆晨身后的50多人，脸上满是懵逼。哥，请问开几间房？陆晨甩出一摞身份证，顿时豪气干云道：开满。小姑娘低头望了一眼面前的电脑屏幕，皱着眉头犹豫不决道：您确定吗？我们酒店一共还剩下100多间房。陆晨一听顿时怂了，妹子，我刚才吹牛逼呢，别当真，正儿八经的给开30间。本完。第121下一站，游乐园。将众人安顿好后，陆晨帮众人订好了明天的可口的早餐，当然这是额外加钱买来的。至此，陆晨才将后面跟上来游客给自己的钱花了个七七八八，刨除掉大爷大妈们的花费，每人200的额度已经花了将近180左右，剩下的自然进了陆晨的腰包。一路下来给他们安排食宿，劳心劳力，挣一点辛苦费也无可厚非。赵小棠坐在房间床上，有些惊讶地看着将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的陆晨，忍不住夸赞道：没想到你关键时刻好像还挺靠谱的。陆晨这一晚上不仅仅将大爷大妈给安顿好了，一路下来的旅游路线也让人感到十分的舒适有趣，说不定这家伙还真的挺适合做导游的。赵小棠歪了歪脑袋看向陆晨，陆晨则是无奈地捂住了额头，叹了口气道：你可别捧杀我了，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带他们去哪儿玩。江南的景点确实多，而且也有不小的来历，但真要让陆晨挑选几处供人娱乐玩耍的地方，他还真不一定能找得出来。陆晨思索了大半天，也没想到什么好地方来，看着面前的禽兽和赵小棠，试探道：要不明天我再带大爷大妈们去寺庙逛逛？禽兽和赵小棠听到这话，嘴角不停抽搐，脸色艰难道：哥，你这次又打算祸害谁家方丈？你可别带他们去了，我怕佛祖直接给你收了。陆晨和大和尚抢功德箱礼钱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说什么禽兽和赵小棠都绝不打算让陆晨去继续祸害这些可怜的僧人了。陆晨听到两人这话，顿时就不乐意了，自己做的明明是好人好事，怎么在他们两人口中却跟做了坏事一样？陆晨插起双手，一屁股坐在床上，有些愤慨道：那你们说去哪？禽兽挠了挠脑袋，犯起了难，他根本就不是江南市本地人，自然不清楚附近有些什么好玩的景点，知道江南市比较有名的就西湖和寺庙之类的景点，今天晚上陆晨已经带着大爷大妈们逛过了，再让他想也想不出什么来。这时赵小棠倒是缓缓开口提议道：附近有个游乐园，要不我们去游乐园吧？禽兽和陆晨面色震惊地看向赵小棠，嘴巴张得足以塞下一个苹果，完全看不出来赵小棠这样如同冰山女神般的人会提出这么少女的建议。或许是感受到两人有些不太礼貌的目光，赵小棠眉头微蹙，朝着两人轻轻啧了一声，冰冷道：怎么，我平时就不能去游乐园那种地方？没有没有。禽兽和陆晨两人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急忙否认。陆晨思索了一阵，面色艰难地对着腼腆的赵小棠道：不过游乐园是不是不太适合老年人？游乐园虽然倒是一个不错的玩耍地方，但这仅限于年轻人，其中很多设施项目是老年人没办法玩的，况且这游乐园都大同小异，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爷大妈们真的会想去游乐园吗？陆晨忍不住有些疑惑，决定明天再去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忙碌了一天，赵小棠回到房间后，陆晨也是洗漱完毕，立马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陆晨睡得正香，却被一道声音给吵醒了：哥，快醒醒，导游小伙子啊！
快醒醒！陆晨在正做着美梦，却被禽兽和大妈给摇醒了。迷迷糊糊的睁眼一看，之前的领头大妈布满皱纹的脸庞出现在自己眼前。陆晨被猛地吓了一跳，浑身睡意全无。大妈，你怎么在这儿？陆晨裹着被子，忍不住有些惊讶，朝着窗外望去。天色才刚蒙蒙亮，现在才早上6点多钟。陆晨望着闹钟有些凌乱，这绝对是他工作以来起过最早的一天了。想要生气，却又看到一脸好奇、双眼放光的大妈正望着自己，语气有些高昂：“导游小伙子，我听说今天要去游乐园是不是？”陆晨挠了挠头，朝着一旁的禽兽望去，目光有些幽怨道：“没有，是征求下大家意见。要是大爷大妈你们不想去的话，我们可以换别的地方。毕竟游乐园这种地方，适合小情侣约会和朋友一起去玩。旅游的话，自己团里基本上都是老年人。”陆晨生怕他们出了什么意外来。再说了，这群人年纪加起来估计都1000多岁了，真的还会对游乐园有兴趣吗？陆晨刚想开口询问大妈意见，结果却看到了大妈却猛然坐到了自己的床上，瞪大了双眼，兴奋到游乐园我们都只在电视上见过，养老院那边都没有游乐园的说。小伙子，带我们去看看。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对游乐园都有着莫名的向往，无论是在电视剧甚至是其他大妈能够接触到的艺术作品中，游乐园都是一个只存在于书本上，无法切实感受到的虚假意象。如今真的有机会了，大妈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相信其余的大妈大爷也同样是如此，因为他们活了大半辈子，其中大部分人别说去游乐园了，恐怕连游乐园长什么样见都没见过。陆晨也是被大妈这话说的突然一愣，脸色艰难地朝着一脸兴奋的大妈望去。没见过游乐园吗？他没想到对于他们来说，稀疏平常的游乐园却是大爷大妈只能从书本电视剧中遥望的存在。既然这样，我们就去游乐园吧。陆晨看着大妈点了点头，见到大妈这么兴奋，他自然也不会拒绝。起床洗漱一番，陆晨来到餐厅内时，旅行团的诸位已经排排坐好，等待着他了。陆晨咳嗽一声，站在众人面前，目光看着昨天新加入的人群们，轻声说道：“那个，诸位，我们今天打算去游乐园。”后面新加入的不少都是年轻人，对于游乐园多半是已经玩腻了，所以陆晨也不打算指望他们，估计吃完早餐后他们就会自行离开了。本完第122生死有命与富贵在天。出乎陆晨意料的是，那后面新加入旅游团的10几位成员只是点了点头，根本没有任何不满或者是想要离开的想法。陆晨忍不住朝着之前的那对小情侣望去，不由得有些诧异道：“你们真想去游乐园玩？游乐园对于这种年轻人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吸引力才对，我们就想跟着大家一起走罢了，而且跟着你导游你玩一天，包吃包住才200块钱，比我们之前的旅行团便宜多了。”小情侣中的妹子神色认真的从兜里又再度拿出400钞票，将钱交到陆晨手上。在座的各位也是纷纷点头，十分赞同他们的话。是啊是啊，跟着导游小伙子吃的又好，住的也不差，我决定接下来这几天就跟团了。就是啊，一天200块还能住这么好的酒店，也不逼着我们买东西，导游小伙子真的很不错呀。一时间，餐厅内对陆晨的夸赞声不绝于耳。陆晨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随后将剩余几人的今天的费用都给收了上来，依旧是每人200块，又是几千大洋入账。这下子今天游乐园的门票钱倒是凑了出来，不用自己垫钱，陆晨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愉快。大手一挥，朝着的面前的众人喊道：“吃完早餐，咱们出发游乐园。江南市游乐园，江南市最大的游乐园，始建于20年前。虽然20年过去了，但依旧是江南市最大的游乐园，而且随着设备不断的翻新，游乐园不断向外扩张，这个游乐园的规模即便是放在整个九州，那也是排得进名号的存在。由于今天休息日的缘故，整个游乐园是人山人海，陆晨和禽兽被人群挤得苦不堪言。锦花姐姐，你要不离我近点，这里人太多了，我怕你万一走丢了。陆晨神色严肃，朝着赵小棠说道。赵小棠冷哼一声，早就看出了陆晨的小心思，目光冰冷地朝着周围人望去，一股冰冷的寒意顿时涌起，周围的人群齐齐打了个寒战，自动退到了距离赵小棠3米之外的地方。赵小棠是漂亮，但是她身上冰山女神一般的冷艳气质，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周围的普通人都只敢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她。赵小棠神色平淡地望着退去的众人，回过头来看着面前的吃惊的禽兽和陆晨，冷冷道：“现在你还觉得我会走丢吗？”陆晨倒吸一口凉气：“司国一，赵小棠，你非得说你那蹩脚的樱花雨吗？”一路走来，
周围人的目光都落在陆晨他们一行人身上，原因无他，实在是他们这个旅行团实在是太过于诡异了。一群如同好奇宝宝张望，初升太阳一般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拿着相机到处拍照的中年人，手拉着手和大爷大妈们谈笑风生的小情侣，头戴帽子，手拿小番旗，活脱脱一副导游样子的陆晨，冷艳的让众人望而却步的赵小棠，再加上扛着摄影机的禽兽，奇葩的组合自然吸引到不少人的目光。当然，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大爷大妈们的惊呼声。自从走进游乐园，他们的惊呼声几乎就没有停过。滴个乖乖，这是啥玩意儿啊？这些人从那么高跳下去，不害怕吗？陆晨不得不耐着心给这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老人们解释。大爷，那叫蹦极，现在年轻人都可爱玩这个了。大爷挠了挠脑袋，不由有些好奇，蹦极，那不就是跳楼吗？说的好听点，那叫高空坠落。怎么现在年轻人喜欢玩这个？对此，陆晨只是微微一笑，可能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吧。这个我见过，这个叫旋转木马。领头大妈凑到陆晨面前，指着不远处的海盗船，神色兴奋道：导游小伙子，那个把人在天上甩来甩去的是什么？那个呀，那个叫生死有命，可好玩了。领头大妈下意识一愣，这名字起的还怪有文化的。是啊，陆晨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那玩意儿会随机选中一位幸运游客给他甩飞出来，可刺激了。领头大妈顿时目瞪口呆。Sigma， 这玩意儿这么危险吗？大妈万万没想到，看上去和平安详的游乐园内居然暗藏杀机。一时间，玩过海盗船的和没玩过海盗船的都沉默了，笑哭。原来这玩意儿叫生死有命，拍一桌大笑，哈哈。随即甩出一名幸运观众，我猜那个幸运观众肯定没系安全带，我早晚要被陆哥给笑死。生死有命都整出来了，富贵在天呢。这时，一辆过山车从高高的轨道上近乎垂直的冲下，在众人面前呼啸而过。禽兽指着面前呼啸而过的过山车，面色艰难地看向陆晨。哥，这不会叫富贵在天吧？陆晨神色认真地点了点头，手掌拍了拍禽兽的肩膀，十分欣赏道：兽啊，还是你有觉悟，都能做到举一反三了。大妈满脸惊恐地看向陆晨问道：这富贵在天，该不会也是死人吧？陆晨乐得不行，捂住嘴巴点头：是啊，这玩意儿也容易把人飞出去，要是飞出去到地上就直接变成肉酱了，那游乐园可不就要赔钱吗？所以叫富贵在天。听到这话，领头的大妈大惊失色，不敢置信地看向陆晨。之前那个生死有命不赔钱吗？陆晨，大妈你关注的点在这儿。陆晨脸上有些懵逼，看向大妈。禽兽和赵小棠看着面前的卧龙凤雏，面色僵硬，嘴角不断抽搐。感情你们两个能撞到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啊。陆晨眼见众人了解的差不多，拍了拍手，挥舞着手中的小番旗，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准备给众人发放今天的活动基金。本完。第123朝气的老年人与迟暮的年轻人，大家过来，每人100块啊，去玩自己想玩的项目去。对于团里自费旅行的游客，陆晨每人发了100块的活动资金。至于大爷大妈们，陆晨也丝毫没有含糊，直接每人给了200块。领到活动经费的大爷大妈们开心的就像个孩子，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导游小伙子，我去玩下富贵在天。一位年过60，头发都快掉没的老大爷高兴地对着陆晨道。陆晨点点头，去吧，去吧。刚说完，似乎就意识到了什么不对劲。Sigma， 大爷，你这身体还去玩那玩意儿？陆晨没来得及阻止，只见大爷已经和周围的年轻人一样，坐上了过山车，好奇的东摸摸西看看，好似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一切东西都是新奇的。轰！一道巨大的机械启动声响起，过山车缓缓开始移动，朝着近乎垂直的坡道下落。唰的一声，过山车从高空坠落。大爷一开始脸上兴奋的神色开始变得惨白。哎呦，卧槽，这玩意儿也太恐怖！导游小伙子啊，快救救我！卧槽！陆晨捂住额头，叹了口气，无奈道：大爷，您就好生安息，不是好生玩着吧？卧槽，这玩意儿太吓人了！卧槽！不断呼啸着的过山车和大爷的卧槽声此起彼伏，周围的游客看到大爷这副模样都笑疯了。哈哈，这个卧槽大爷真好玩。是啊，这么大年纪了还玩这个，奈何老夫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素质呢？你们的素质呢？卧槽！过山车缓缓停下，
大爷脸色煞白，颤颤巍巍的从里面走出，惊恐的看向陆晨道：“哎呦，卧槽！导游小伙子，这玩意儿还挺好玩的。”陆晨，大爷，您光在过山车这几分钟就说了30多个卧槽，您还感觉好玩吗？大爷深吸了一口气，竖起了个大拇指。好玩？这辈子我还没玩过这么好玩的东西，太好玩了！卧槽！陆晨望着面前的大爷，脸色不由有些无奈。还莫等他开口说话，众人则是被一道惊呼声给吸引了注意力。鬼啊！一旁的鬼屋内，一群年轻人好似玩命般从鬼屋中逃出。陆晨拦下旅行团中的小情侣，忍不住有些好奇道：“鬼？你们咋了？哪来的鬼？”小情侣手拉着手，面色恐惧，朝着鬼屋处指去。我们真看见鬼了！是啊是啊，有个鬼一直追着我们，嘴里还有人血。陆晨顺着众人目光望去，鬼屋中一位头上生长着黑色如同女人发丝般触手，嘴巴猩红的怪物出现在众人眼前。怪物速度很快，直奔陆晨面前的小情侣而去。猩红的嘴角缓缓张开，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出：“鬼？哪有鬼？你们俩可别吓我！”小情侣，陆晨看着嘴角猩红的吃货大爷，脸色僵硬，嘴角抽了抽道：“大爷，有没有可能，人家说的鬼就是你？你这头上啥玩意儿？还有嘴边草莓酱都没擦干净。”吃货大爷掀起假发，看着面前的众人，嘿嘿一笑。这不听年轻人说现在戴假发显年轻吗？我也想年轻一把。陆晨，有没有可能，他告诉你的是戴男士假发，您这戴个跟贞子一样的假发，不把他们吓死才怪呢。陆晨白了一眼，吃货大爷觉得有些心累。这群老年人不仅精力旺盛的就像刚出山的太阳，就连好奇心也和小朋友差不多。什么鬼屋、高空蹦极、过山车，排队的队伍里基本上都是自己旅行团的老年人，反而倒是自己旅行团的年轻人过起了老年人的生活。围观游乐园里下象棋的大爷，看别的小朋友在池塘里捞金鱼，这些不要花钱的项目让他们看得乐乐呵呵的。还没到中午，大爷大妈们就把陆晨发的200块经费给花完了，反而这群小年轻们手中还死死地攥住陆晨还过来的100块。之前那对小情侣一上午也只是和吃货大爷进了一次鬼屋，之后便一直蹲在池塘边看别人捞金鱼。陆晨忍不住有些好奇，朝着那对情侣走去：“你们来游乐园都不玩的吗？”谁料小情侣却是十分默契地摇了摇头，对着陆晨道：“不玩，这些项目又危险又不好玩，要不是带吃货大爷进鬼屋，我俩一上午都能在这儿看别人捞金鱼。”陆晨心中颇有感触地点了点头，确实能白嫖的东西为什么要花钱呢？看别人玩，那自己也就算玩过了吧。年轻人的事情怎么能叫白嫖呢？禽兽看着一群年轻人围在围观下象棋的大爷，又扭头看向在疯狂消费的大爷大妈们，面色古怪。在他的印象中，这围观别人下棋不是该是大爷大妈做的事情吗？游乐园消费的主力军团不应该是年轻人才对吗？怎么陆晨这个旅游团反着来？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发现了端倪，纷纷疑惑：陆哥这旅行团怎么和我印象当中的反着来啊？楼上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是干导游的，现在的旅游消费主力其实是老年人，现在的小年轻都在攒钱，出门旅游也基本是穷游了。确实，我爷爷奶奶上次去旅游，半个月足足花了2万块，2万块给我的话，我肯定选择存起来，不去旅游。时代不同了，现在年轻人赚钱也不容易，所以更会珍惜自己的钱财，能不用就绝对不用，白嫖什么的都是基本操作。陆晨拿出手机，盯着直播间中飘过的弹幕，不由点了点头。原来现在年轻人都看得这么开了吗？看来这个世界不像前世一样有那么多鬼才专家啊。禽兽也是看着弹幕不由点头，深感赞同。确实，现在的工作有苦又累，大家还都这么卷，基本上都不会乱花钱了。像是我的话基本上都吃陆哥的，所以一个月能攒下不少的钱。禽兽不由有些得意，挺直了腰杆。陆晨，本完第125，原来他真是象棋大师。禽兽深吸一口气，看着陆晨走进厕所的背影，大喊道：“哥，现在要怎么走？”紧接着禽兽手机便响了，是陆晨的来电。接通后续，传来陆晨的声音：“车2进3，吃冰。”禽兽遵照着陆晨的指示，将刚刚过河的小兵给吃掉。这是一场前所以未有的博弈。真正下棋的人在厕所中不断指挥着禽兽落子，颇有当年诸葛亮独居茅庐指点天下大事的意味。象6飞8，马2进3，车1平5，吃冰。一开始
象棋摊主不以为然，他在游乐园摆摊已经有些许时日，还未有人赢过他，更何况是陆晨这个下星棋的家伙。虽然象棋棋子少，比起围棋来说技术难度低上一些，但象棋胜在每个棋子都能够变动，若是论起星棋来，恐怕要比围棋难上不少。稍有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但随着战局不断的拖延，战线逐渐拉长，象棋摊大叔开始有些慌了。陆晨在看不见棋盘的情况下还能够应对自如，他脸色逐渐变得苍白起来，因为自己的每一步棋都被陆晨给预料到，甚至还被克制的死死的。要知道他们下的可是残局，残局的解法本就没有多少，他是优势方，只要对方稍有失误，他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取得胜利。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叔还没有发现陆晨的任何失误，反而自己这边倒是失误不断。他现在每一次落子都得斟酌再三，生怕把600块拱手送给陆晨。而周围的年轻人们此时也是看出了战场上的焦灼，虽然他们其中很多人不懂象棋，但是他们已经能够看得到和禽兽对弈的大叔头上晶莹的汗滴了。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看出了猫腻，纷纷惊呼起来：卧槽，陆哥真的是象棋大师啊！原本残局老板应该是进攻方的，结果现在只能迫于防守了，完全没有进攻机会。陆哥说不准真的能赢，现在老板已经陷入了陆哥的节奏里了。现在是陆哥的进攻回合，真的假的？老板被陆哥压制住了，陆哥下星棋还能轻松压制住老板？象棋摊大叔的水平，直播间的观众们虽然没有见识过，但既然敢摆这种1赔12的摊位，自然是有2把刷子在身上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大叔现在的每一步棋都在被陆晨牵着鼻子走。他现在场上已经被陆晨差不多给吃抹干净，只剩下4颗棋子了。刨除掉必要的帅后，3颗发动进攻的棋子已经对陆晨构不成什么威胁了。不过为了自己好不容易挣来的600块，大叔依旧不打算放弃。豆大的汗珠不断从他的额头上渗出，他目光死死盯着棋盘，试图寻找破局之法。厕所里，陆晨叼着华子站在洗手池边，根本就没有丝毫肚子痛的迹象，反而是拿着手机，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笑容。都什么年代了，还在下传统象棋？人工智能它不香吗？手机屏幕上是一个对弈的象棋棋盘，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面前这个棋盘和外面摊位上摆放着的棋子位置一模一样。地狱难度的人工智能正在完美的发挥着。显然象棋摊大叔不是地狱难度的人工智能的对手。哥，对面车6平4。电话中传出禽兽的声音。陆晨照着对面的落子在自己的棋盘上落子，地狱难度下的人工智能立马就给出了回应。陆晨想也没想，直接将人工智能的落子告诉给了禽兽。兵5进5。就这样，对面大叔落一子，他就在棋盘上一模一样的落子。人工智能已经将整个棋盘吃的没有几颗棋子了。最后一步，陆晨屏幕上探出灰色的失败2字。马2进3。将军，象棋摊上，大叔脸色满是颓废地望着落子的禽兽。他知道这场棋局胜负已定。我输了。象棋摊大叔有些不信邪，语气中充满了不可思议。我输了，居然还是被人蹲在厕所里下星棋下输的。这时陆晨缓缓地走了出来，看着失魂落魄的象棋摊大叔，拱了拱手道：承让。随后伸出手掌平摊在大叔面前。给钱吧。大叔。大叔有些不信邪，再来一把，我就不信我还能接着输。陆晨只是缓缓摇了摇头，不下了。大叔，我跟你下只是告诉我旅行团里的小年轻，不要总是想着不劳而获，这种残局也就只有专门研究过，或者是象棋大师的水平才能解得出来。这一刻，平淡的话语让陆晨的境界顿时拔高了几个层次，周围爆发出雷鸣一般的掌声。啪啪啪，这导游小伙子人真是不错呀，这是哪个旅行团的？是啊是啊，居然是为了教训自己团里的年轻人，而且水平也在，是个高手啊。不用眼睛看棋盘，我刚刚大致算了一下，双方走了50多个来回啊，这就算是我看着都不一定能记住那么多。是啊是啊，这个象棋摊就没有人赢过，我一直还以为是骗人的呢。被教训的小情侣面色羞愧地低下头来，望着陆晨挠了挠头，有些尴尬道：抱歉啊，导游，我以为我能赢的。陆晨却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目光凝视着面前的摊主大叔。摊主大叔不情愿地从兜里掏出5张红色100元大钞，递给陆晨，拉住陆晨的袖子：再来一局，这次我要是再输了，我给你1000块。大叔此刻双眼通红，宛如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陆晨刚想开口拒绝，一旁的禽兽却出声了：大叔，你可别不知天高地厚，我哥可是象棋大师，
赢你这种没段位的普通人，那还不是轻轻松松？他当年可是从铜锣湾赢到尖沙咀，无人能敌的象棋大师。谁见了我哥，不得尊称一声棋圣。陆晨，本完第126，这叫团伙作案。陆晨望着拱火的禽兽，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无奈地叹出一口气，装作一份高人风范道：既然你诚心求教，那我就再陪你下上几局，我也不欺负你，这几局我依旧跟你星棋对弈。说罢，陆晨颇具高手风范的来了个帅气转身，消失在众人视野当中。禽兽神色鲜艳的凝视着陆晨消失的背影，手中不停地摆弄着棋子，对着对面的大叔挤眉弄眼道：看到没，这才是高人风范，真不愧是我哥。周围人群同样点点头，不过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解。大师风范倒是大师风范，不过他下星棋为啥往厕所里钻？你不懂，这可能就是高手的小癖好吧。越是简陋的地方，越是容易误导。龙场悟道知道吧？说不定厕所之于导游大师，亦如龙场之于王阳明。众人恍然大悟，微微点头。一旁的赵小棠嘴角微抽，似乎发现了什么，扛着禽兽的摄影机跑去记录陆晨的犯罪过程。随着棋子的摆放完毕，第二局的对弈就此展开。陆晨默默点了根华子，蹲在厕所后面45角仰望天空，却看到一个黑黝黝的洞口正对着自己，顿时被吓了一跳，急忙将手机藏在身后，捂住手机的收音区域。赵小棠瞄到陆晨手机上的棋盘，心中的猜测已经被证实，果不其然，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象棋大师。陆晨被赵小棠拆穿，脸上也丝毫没有愧疚神情，理直气壮地点了点头。我啥时候说过我是象棋大师了？赵小棠听到这话，不由一愣，你不是刚刚在说过吗？男人说的话做不得数。赵小棠，你们这不是让我展示一下赚零花钱的办法？我这不是正在展示吗？赵小棠，你这赚零花钱的办法不合法吧？哪里不合法了？只是需要团队协助，这叫团伙作案，不叫团队协助。混蛋！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到陆晨手机屏幕上和之前如出一辙的棋盘，顿时也明白过来，纷纷大笑起来，笑哭，哈哈哈！我就说陆哥怎么可能是象棋大师，笑死我了！我迟早要笑死在这个直播间。陆哥这赚零花钱的方法也太独特了，我猜下一步就是摄影师出千被发现，然后又拿一笔医药费吧。滑稽！楼上的快撤回，给你5毛，这条让我来发。赵小棠看着面前的陆晨，原本来游乐园的好心情，顿时被胸中升腾起来的无名怒火破坏了个干净。虽然象棋摊大叔摆这种象棋摊骗人原本就不道德，但陆晨用人工智能出千就更不道德了。赵小棠指着陆晨，朱唇微起，刚想说些什么，却被陆晨给打断。陆晨摊了摊手，无奈道：你想说的我都知道，我本来是想教训一下摊主大叔，结果是他死活拉着让我再下一局，不让我走啊。陆晨一句话让赵小棠心中的怒火好像打在了棉花上，无处发泄。仔细一想，陆晨还真没打算坑那么多钱，是摊主大叔非要再来一局的。最终赵小棠无奈地叹出一口气，那你答应我，这局下完不准再下了。陆晨无辜地点了点头，他真没想赢这么多，这么几百块钱，现在的他还真不放在眼里。松开了捂住手机的右手，看着面前的棋盘，对着对面的禽兽道：禽兽，炮4进5。将军回到象棋摊时，棋摊老板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满脸生无可恋的表情，嘴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此时的大叔已经在怀疑人生了。陆晨看着生无可恋的大叔，嘴角扬起一道好看的笑容，走到大叔面前伸出手来：大叔，这一局1000块呢。棋摊大叔依旧不死心，咬牙切齿道：再来一局，再来一局，我肯定赢。好。陆晨爽快答应，结果却感受到背后一股冰冷杀意涌现，又急忙摇了摇头：不了，不了，大叔，我女朋友预产期到了，我得陪她去医院生孩子去。大叔目光朝着陆晨身后，脸色冰冷的赵小棠望去，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明悟，紧接着目光往下移去，脸色有些古怪，这也不想到预产期的样子啊。陆晨对着赵小棠使了使眼色，赵小棠依旧不为所动，脸上好似蒙上了一层寒霜，耳边传出了冰冷的系统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陆晨看着不为所动的赵小棠，无奈叹出一口气，看着赵小棠试探道：看样子好像还没到，那我们再来一局。听到这话，赵小棠脸色通红的捂起肚子，对着面前的大叔道：
大叔，确实到了，只是不明显。大叔无奈的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一摞钞票，放在陆晨手上。都是过来人，还是老婆孩子重要。小伙子，你快去吧。拿到钱的陆晨脸色大喜，好乐大叔，那我们就走了。陆晨急忙带着赵小棠和禽兽离开。大叔给完钱后，也没有着急吆喝，而是眉头紧皱地研究起陆晨的手法来。不应该啊，我这下的都挺合理的，怎么会输呢？这时，周围的人群也纷纷夸赞起陆晨来。这导游小伙子真厉害啊，就是不知道为啥明明是象棋大师，却当起了导游来。是啊，象棋大师当导游，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哪有这么年轻的象棋大师？估计是某个大师的弟子借用师傅的名头吧。一旁的小情侣也是面色古怪的看着复盘的大叔，忍不住发出赞叹：导游真厉害啊！这棋下的让我感觉跟电脑下一样，每一步都被计算的死死地。一旁的摊主大叔一愣，朝着小情侣问道：电脑？什么电脑？本丸第127步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小情侣中男的有些不解的看向大叔，有些不敢置信道：电脑啊，阿尔法狗大叔你知道吗？大叔摇了摇头，满脸的茫然。男人将从衣兜里掏出熟练的打开了一个象棋软件，调到地狱难度，随后递给了大叔。就这个，导游的下法很像电脑里的 AI 下法，你下一步，他能把你所有的步数都给算出来，一直被压着打憋屈的要死。我就从来没赢过这地狱难度的电脑。象棋摊大叔拿着手机仔细研究了半天，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大事不妙的感觉，立马又重新回忆了一下陆晨之前的路数，在手机上下起残局来。10分钟后，游乐园中传来了老板撕心裂肺的哀嚎声：这小逼崽之，别让我再遇见他，再遇见他，我肯定弄死他。另一边，陆晨已经带着旅行团走出了游乐园，大爷大妈们还沉浸在游乐园的喜悦当中。导游小伙子啊，我刚刚玩了你说的那生死有命，真好玩啊，就是把我假牙给弄掉了。我去坐了摩天轮，好家伙，从这儿都能看到西湖呢，老高了。我玩了水上飞车，我给你说，导游小伙子啊，你没来真是损失，里面有好多好看的妹子，穿的都可清凉了。大爷朝着陆晨挤了挤眉毛，说的眉飞色舞。人老心不老，哪怕他已经快80岁了，但依旧和少年时期一样喜欢18岁的姑娘。陆晨一听大爷这话，立马也是来了精神。我去，大爷你不早说，早知道我们再多玩会儿。禽兽赵小棠，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好像看到了陆晨老了之后的样子。玩了一上午，大爷大妈们倒是没觉得累。离开游乐园是陆晨提出来的，除了水上飞车外，陆晨觉得这游乐园的设施都不太适合这群朝气十足的大爷大妈们玩，各种极限运动，还有恐怖的过山车。以防万一，陆晨还是将这群迷恋极限运动的大爷大妈们带出了游乐园。万一他们其中有任何好歹，这个责任是谁都负责不起的。综上所述，陆晨还是觉得应该找一些适合大爷大妈们的运动，比如坐在一起唠唠嗑、品品茶之类的。在街上逛了半天，陆晨也没找到什么适合聊天喝茶的地方，只能够将大爷大妈们带进了路边的苍蝇小馆。虽然是苍蝇小馆，不像酒店商场中的饭馆那般奢华，但这种馆子一般都最有烟火气，而且弄出来的东西也会更加好吃。最重要的是，自己刚刚赢的1600块，完全够这接近50多个人吃了。陆晨率领着众人走进餐馆中，十分豪气道：老板，点菜。啪，一本厚重的菜单扔在陆晨面前。陆晨眉头一挑，刚想看看这哪个人居然敢用这种服务态度对待上帝，转过头去，就看见一脸幽怨的罗成穿着服务员制服，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心中顿时传来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陆晨顿时把之前到嘴边的脏话给咽了下去，讪讪地挠了挠头，看向罗成道：怎么是你啊？语气活脱脱的像渣男抛妻妻子后，走在街上又被妻子抓到，既无奈又尴尬，心中更是没有丝毫的愧疚。罗成也感受到陆晨语气中的尴尬，直接坐在了陆晨的对面，语气不由有些发酸道：你还记得我呀？这模样活脱脱的像深闺怨妇，让在座的大爷大妈们目光不由变得惊悚起来，瞪大了眼睛朝着陆晨望去。一旁的色批大爷忽然明白了什么，看着陆晨，语气不敢置信道：导游小伙子啊，难不成你不和我去玩水上飞车的看妹子的原因是……想到这里，大爷不由挪动了一下凳子，坐得离陆晨更远了。陆晨将目光移动到罗成身上，有些尴尬的打了个招呼：工作还挺好的吧？
一提工作，罗成顿时如同被踩住了尾巴的猫一般，差点跳了起来，拍桌怒道：“好，你管为阿拉斯加的工作叫好。”边上的旅游团的年轻人们有些不解，歪着头有些好奇地问道：“养狗的工作不好吗？”罗成面色幽怨，朝着提问的人转过头去：“谁告诉你阿拉斯加就一定是狗的？”提问的年轻人听到这话，顿时一愣，刚想出声反驳，就被罗成的摄影师按住了肩膀：“兄弟，还有一种动物学名叫做阿拉斯加巨蟒。”听到阿拉斯加巨蟒，周围人脸色更加惊悚地看向陆晨，这杀伤力远比之前抛妻弃子的渣男言语大多了。陆晨这般厚的脸皮，也被众人火辣辣的目光盯得受不了，咳嗽了一声，望着面前的罗成解释道：“那个，你现在不是没事吗？再说了，这那里的工资都可高了，谁说我没事儿？我都快被你搞出心理阴影来了。”罗成强忍着心中的怒意，额头上浮现出道道黑线，对着陆晨怒道：“自己还以为真的是什么好工作，结果真尼玛的是为阿拉斯加，而且就是字面上的为。古有佛祖割肉喂鹰，今有他罗成以身饲蟒，要不是那阿拉斯加巨蟒吃饱了，估计罗成自己连坚持2天都坚持不了。心理阴影？啥心理阴影？我认识一个心理医生，治得可好了，我二大爷的痔疮就是他治好的，要不我把他推荐给你。”罗成，陆晨的话满嘴跑火车，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暂且不说为什么心理医生会治痔疮，你陆晨一个锅儿，哪里来的二大爷？真当自己不看你直播吗？罗成心中有火，但又发不出来，脸上表情好像便秘一样难受。直播间内的观众们这时也是看到罗成脸上的如同便秘的表情，笑出了声来，拍桌大笑：“哈哈，笑死我了！陆哥和罗成是有什么羁绊吗？怎么每次遇到罗成都这么好笑？是啊，好奇怪啊，怎么每次罗成的刷新地点不是在保安室就是在餐厅？强烈建议陆哥给罗成发个奖金，这直播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我有预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本完第128治疗心理阴影的办法。罗成面色如同便秘一般，死死盯了陆晨良久，心中的千言万语最终化作了一口无奈的叹息：“唉，要吃什么？赶紧点菜吧。”他现在的心态已经被陆晨磨练得越来越好了，变成陆晨的形状了。养阿拉斯加巨蟒，要是搁在以前，那绝对免不了一篇10万字的脏话大全。现在的话，他只想好好的活着。至于比赛拿不拿第一，这种事情都可以往后稍微搁置一下了。陆晨倒也不客气，拿起菜单，看了看面前的罗成，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疑惑：心理阴影，应该不会跟蛇有关吧？陆晨不动声色地试探道：“给我来份爆炒牛舌。”听到这话，罗成顿时被吓得浑身一个激灵，身体猛然抖了抖，手中的点菜本和笔全都掉在了地上。禽兽有些不解地看向罗成，罗成身旁的摄影师急忙捂住罗成的耳朵：“陆哥，我哥他现在不能听到任何关于蛇的东西。”陆晨听到摄影师的话后，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神色兴奋道：“知道了，你快放开吧。星号、禽兽、赵小棠。”禽兽看着神色兴奋的陆晨，面色有些艰难道：“哥认谁看了你这种样子，都不会放开吧？”陆晨被禽兽拆穿，脸色有些不屑道：“你一小屁孩，你懂啥？这叫应激疗法，他听不了你就使劲说，说的多了他就能听这个字了。”直播间内观众们此时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笑哭啊！对对对，陆哥说的都对，陆哥只是想要治好罗成的心理阴影罢了，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滑稽，别人治心理阴影都是循序渐进，只有陆哥朝着别人的心理阴影区域猛攻，笑死了！陆哥这治疗方法还真奇葩，楼上的你们别笑，我学医的还真的有陆哥说的这种方法。一时间，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似乎都被这条弹幕给唬住了。禽兽望着直播间的弹幕，脸色有些疑惑地看向陆晨：“哥，还真有你说的这种方法？”陆晨听到这话，眼睛瞪得老大，一副你在逗我的样子。自己只不过是想要朝着罗成心理阴影区域猛攻，没想到还真的有这种治疗方法。一旁的赵小棠在趁着几人愣神，也是开口冷冷道：“我之前有学过这方面的相关知识，真的有这种治疗方法。”摄影师听到赵小棠的话，一旁的捂住罗成耳朵的摄影师有些懵了。他倒是在之前陆晨的直播当中见到过这位冷艳漂亮的警花，自然了解赵小棠。这位高傲冷艳的警花是不屑于和陆晨他们同流合污的。摄影师看了看面前的赵小棠，又望了望脸色有些痴呆的罗成，心中有些挣扎。现在要是把双手放开，罗成肯定会被他们给欺负。摄影师看向双眼放光，
如同找到了什么新玩具的陆晨和禽兽，脸色有些艰难，但转念一想，要是不放开，那或许这个心理阴影会伴随罗成一辈子了。思索了良久后，摄影师最终还是无奈地叹出一口气，将捂住罗成双耳的手给收了回来。罗成这时才缓缓回过神来，惊恐的眼神逐渐归于平淡，看着面前玩心大起的陆晨，再好的心理素质也会发生一点点的改变。陆晨，我警告你，在我面前，你可不要提那个字。陆晨一歪脑袋，装作一脸无辜道：哪个字？罗成顿时被噎住，没办法说出那个字来，捡起地上的点菜本和笔，对着陆晨继续道：接着点菜吧。陆晨思考了良久，从嘴里蹦出下一道菜名来：来个烤牛舌。罗成听到蛇的同音字，顿时浑身又打了个激灵，手中握住的笔掉在了地上。不过这次庆幸的是，手中的笔记本依旧没掉，紧握在手上。看到这一幕，一旁的摄影师心中的悬着的石头这下才算是彻底落了下来，朝着赵小棠投去感激的目。对此，赵小棠只是淡淡喝了一口茶，饶有兴趣地望着陆晨和禽兽。禽兽哥，你别老是点牛舌啊，换个口味看看。服务员，你们这里有蛇羹没有？就是那种像阿拉斯加巨蟒一样的蛇弄出来的蛇羹。一旁的罗成浑身上下又是一激灵，身体忍不住的发抖，脸色煞白，眼神逐渐变得呆滞起来。陆晨看到这一幕，也是顿时玩心大起。兽啊，要不我们点个泡椒鸡舌？那我想吃鸭舌。旅游团中的吃货大爷也一起加入了陆晨禽兽的朝罗成心理阴影区域猛攻的大军。我要吃卤鸭舌，我要吃泡椒鸭舌。众人纷纷加入陆晨的大军。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从人群中传出：我和大家不一样，我想吃漂亮小姐姐的人舌。咦！众人齐齐转过头去，看向一旁的说出这句话的色批大爷。真不愧是你啊！事实证明，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人老心不老。一旁的摄影师掩面无泪，听到这么多自己平时想都不敢想的禁忌词语从众人口中说出，宛如一柄柄利剑插入罗成的胸口。罗成此刻已经脸色惨白的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涌入心头。这感觉怎么说？莫名有点刺激，还有点暗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牛头人呢？想到这里，摄影师立马摇了摇头，心里自我安慰道：不，我这是在救罗哥，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欺负罗哥，我心里觉得恶高兴来着。想到这里，摄影师莫名其妙的振作起来，目光期待的看向众人，看看他们还会说出什么他平时想都不敢想的禁忌词语来对待罗成。一旁的陆晨看向目光期待摄影师，面色不由变得有些古怪起来。怎么罗成都被自己猛攻到躺倒在地了，这家伙反而更兴奋了？不对劲，这家伙不对劲！陆晨目光有些嫌弃的后退了几步，远离罗成的摄影师。摄影师此刻还沉浸在这是为了拯救罗成的自我安慰当中，无法自拔。如果他阅历稍微丰富一点的话，就应该知道某岛国只能在房间里面看的番剧动漫中里，有不少女孩子都是一开始为了拯救挚爱而被迫屈居人下，陷入无法自拔的堕落之路中。然而此刻的罗成已经口吐白沫，晕倒在了地上，身体微微发颤，看样子没个一时半会儿是醒不过来了。本完第129罗成，我有一个梦想。当罗成再度恢复意识的时候，陆晨点的菜肴已经上桌了。禽兽神色兴奋，看向陆晨道：哥，今天又赚了1000多块，咱们等下再去赢个几把吧。陆晨一听，顿时摇了摇头：赢个几把？不去了，再去恐怕赢得就不是钱，是医药费了。禽兽有些不解，目光疑惑地看向陆晨，不知道下棋赢钱和医药费有什么关系。一旁的赵小棠则是出声提醒：你不知道，他是用手机软件跟那大叔下棋的，要是再去的话，恐怕就被那大叔识破了。禽兽听到这话时，脑袋上顿时浮现出一个，当场就傻眼了，目光中不敢置信：哥，你说你是棋王？是骗我的？陆晨有些尴尬的咳嗽了一声：我这是给教直播间的观众们怎么赚零花钱。禽兽看着陆晨，嘴角抽了抽，过了良久，才缓缓意味深长道：哥呀，你这坑钱的本事确实是有一手啊。陆晨只是笑了笑，对着直播间内的观众们提醒道：这招好用是好用，但是切记不要在同一个摊位用2次，除非你想赚医药费。赵小棠也是微微点头，看着面前的禽兽和陆晨道：你们差不多就行了，别人挣钱也不容易。虽然那棋摊大叔在游乐园摆象棋摊有骗人的嫌疑，但毕竟你们也赚了这么多钱，估计那大叔也知道以后不会在那里摆了，你们可不要去祸害其他人。陆晨撇了撇嘴，
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下来。身价高达6位数的他，现在已经看不太上这三瓜两子了。要不是为了给直播间的观众们秀一手绝活和帮自己旅游团的人报仇，他都懒得搭理那摆摊大叔。一旁的罗成和摄影师相互对视一眼，随后十分默契地退到了角落。哥，你听到了吗？摄影师眼冒金光地看向罗成，罗成却一个暴力砸在了摄影师的头上。小声点儿，我又不聋，怎么可能听不到？罗成眯起了眼睛，看向不远处的陆晨和禽兽，语气有些鲜艳道：他们和游乐园的棋摊老板下棋，一个上午就挣到了1000多块，用的居然是手机软件。1000多块的收入，远比他在餐厅兼职来的高多了，甚至都能抵得上他们兼职小半个月的工资了。说不心动，那肯定是假的。摄影师捂着脑袋，听到罗成的话后，语气中也满是无奈。哥，你说的我知道，问题是我们不会下象棋啊，这钱咱们挣得到吗？人家用手机软件下棋，我们为啥要下象棋？罗成不以为然。随后摄影师便掏出手机，拿出了今天早上陆晨的直播录屏来。车4平3，炮2进5，吃兵，马3进4。听到陆晨口中的各种专业象棋术语，让罗成有些懵逼。摄影师有些委屈，双眸死死盯着罗成，悠悠道：你最起码要先知道这些，我们才能去骗别人钱呀，不然去的话真的就只能挣医药费了。罗成看了一眼屏幕中的陆晨，又看了一眼面前的摄影师，深吸一口气，神色认真道：这难吗？摄影师还从未见到过这般认真的罗成，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不难。陆晨说的这些东西当然不难，即便是他这种只知道象棋基本规则的人，也知道陆晨大致是在说些什么。只不过下得好跟会不会下完全是两回事，最起码对象棋完全一窍不通的罗成也要达到入门程度，那摄影师才放心和他一起去刷游乐园副本。否则要是万一露馅的话，他们估计会下半个月都要在医院里测试医院。 WiFi 快不快了？想到这里，摄影师似乎想起了什么来，有些疑惑地对着罗成问道：哥，你不是说你不做这种投机倒把、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吗？经历了之前的假赛事件，罗成可谓是痛改前非，把以前的陋习都给改了，甚至还听取观众的建议，对自己的好的那是不能再好。要不是两人岁数差不多大，摄影师都要回家里去偷老爸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了。罗成则是摇了摇头，一本正经道：我是说向陆晨学习，我现在不就是在学他吗？摄影师挠了挠头，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罗成学陆晨的优点他倒是没啥意见，但是这种不怎么道德的事情也要学吗？摄影师刚想开口，却被罗成伸手捂住嘴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干完这票我们就收手，我们2个工资都还没发，要是再这样下去，晚上连最便宜的旅馆都睡不起了。罗成神色艰难对着摄影师说道，之前帮别人在网上写代码挣到的钱都全部拿去做2次元卡片的生意，亏得血本无归了，甚至连他的笔记本电脑都已经卖了，现在才沦落到和摄影师在餐馆打工。干完这一票，他们不仅可以买个新的电脑，甚至还有富裕吃一顿大餐，这怎么能让罗成不心动呢？再说了，陆晨都已经实践过了，自己去试一试总可以吧？想到这里，罗成不由得心安理得起来。一旁被捂住嘴巴的摄影师也是微微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下来。他的工资卡里倒是还有不少钱，就是怕交给罗成他一有钱又飘了起来，所以摄影师才迟迟没有给他。否则就罗成现在这种一听到蛇就晕倒的家伙，哪个大慈善家会给他们发工资？这些可都是摄影师用自己的钱在贴补罗成。想到这里，摄影师又有些担忧起来，对着面前的罗成道：哥，咱们既然没钱了，就先别提辞职，等到赚到大钱了再提离职，以防万一。罗成看向远处陆晨的背影，思索了良久后，最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答应了下来。放心，我知道，给咱们留条退路。再说了，我现在没想跟陆晨攀比的意思，这玩意儿实在是太气人了，和他比，我怕把自己气出事儿来。现在他们身上拢共加起来也不过就1000块左右，陆晨身上最起码有20万，这还怎么比？罗成自知比不过，已经打算在陆晨面前彻底躺平了。本丸第130出发，去看阿拉斯加。不过陆晨可没有因此想要放过罗成。一行人酒足饭饱后，陆晨打了个响指，服务员买单。罗成和摄影师不得不从角落中走出来，一共1396，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陆晨十分豪气的兜里掏出一沓100元大钞，放在桌子上。罗成刚想伸手去拿，陆晨的手掌却直接按在了那一摞钱上，抬头朝着罗成问道：这个爆炒牛舌是多少来着？听到这话，
罗成顿时一激灵，浑身又是打了个寒战，不过这次倒是没有晕厥过去，甚至眼神都还保持着清明，就是脸上神色有些阴沉，表情如同便秘一般，回答道：这个49块，那这个泡椒鸭舌呢？说这话的不是陆晨，而是禽兽。禽兽听到陆晨的话后，顿时心领神会，明白了陆晨的意思，叼着牙签朝着罗成追问。罗成一听到这话，顿时又是一激灵，一旁的摄影师刚想制止陆晨和禽兽，但却猛然发现罗成没有晕厥过去，这是陆晨说的应激疗法起效果了，双手紧紧握住罗成的手臂，神色激动道：哥，起效果了，陆哥他们把你治好了。一旁被握住手臂的罗成刚想破口大骂陆晨和禽兽，听到摄影师的话后，也是猛然反应过来，好像还真的是，我好像听到那个字也不会晕了。罗成双眼瞪得老大，脸色瞬间转变为惊喜，嘴角勾勒着一抹笑容，目光再度朝着陆晨和禽兽望去。刚想开口感谢，看到陆晨和禽兽两人脸上的表情后，心中的感激顿时就烟消云散。陆晨眉头紧皱，右手小拇指掏着耳朵，十分不爽道：真没劲儿，这么一会儿就治好了，你能不能持久一点？一旁的禽兽也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有些遗憾道：怎么就好了呢？可惜，真是太可惜了，我还想把它卖去啥男子同好会来着呢。罗成，摄影师。罗成嘴角抽了抽，看着面前的两人，面色艰难道：你们两个真的有想过把我治好吗？当然了，那还用说，我们可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禽兽和陆晨满脸严肃认真的点了点头，一本正经道。罗成看着面前的两人，只觉得有些心累，自己上辈子是毁灭了世界吗？居然能遇到这么两个奇葩。陆晨并不着急离开，本是想好好和罗成叙叙旧的，但外面等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也不好意思让这群大爷大妈们一直在烈日的暴晒下等他，只等随意调侃了几句，祝罗成早日康复，便匆匆离开了餐馆。餐馆大门外，禽兽扛着摄影机，用手挡住阳光，面色艰难地对着陆晨问道：哥，接下来我们去哪？一行人目光齐齐朝着陆晨望去，神色殷切。陆晨低下头，思索了一阵，望着面前的众人，试探道：要不我带你们去看阿拉斯加？只见众人面色变得惊恐起来，双眼中满是不敢置信地看向陆晨。不了吧？旅行团中的小情侣面色艰难，摇摇头拒绝道：他们虽然不认识罗成，但好歹听了那么久陆晨和罗成的谈话，弄清楚了陆晨口中的阿拉斯加究竟是什么东西。陆晨感受到众人惊悚的目光，一时间也是明白了众人的意思，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我的意思是野生动物园去吗？里面我记得还有大熊猫来着，带大家一起去逛逛。听到这话，旅行团里的诸位瞬间就来了兴趣，眼冒金光。野生动物园？大熊猫？去啊！怎么不去？说起来，这还要多亏了罗成的恐蛇症，让陆晨想起了自己孤儿院附近有一个野生动物园，江南市野生动物园。江南市及其周围附近10余个城市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不仅有各种平日中极其罕见的动物，还有被称之为九州国宝的大熊猫。对比起其余的景区来说，陆晨觉得还是憨态可掬的国宝能让旅行团的各位满意些。就这样，陆晨随手拦下几辆出租车，朝着野生动物园出发。陆晨和之前一样，看着整个旅行团56人全部上车，才放心的坐上车。师傅，江南野生动物园。一旁的司机师傅看见陆晨，脸上顿时洋溢起兴奋的笑容，差点把陆晨吓得弃车而逃。你们是那个好心的小伙子是吧？显然之前的东环13郎师傅没有骗陆晨，他们做的这件好人好事，好像整个江南市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都知道了。陆晨虽然被认了出来，但心中根本没有一丝慌乱，反而是目光坚定地摇了摇头，神色认真道：不，是不是好心的小伙子？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众人，司机师傅根本就没理会陆晨的话，反而是一把抓住陆晨，掏出了手机：快，小伙儿，我们来合个影。没想到我老刘今天也能碰到你们。陆晨和禽兽面色古怪的对视一眼，纷纷有些疑惑，都不知道这司机师傅为什么这么兴奋。按理说不要钱的话，他们应该是白忙活才对啊。没等陆晨发问，一旁的司机师傅已经开口了：你们还不知道呢吧？你们的好人好事已经传开了，要是我们跑车的拉到你们，不仅公司会给我们钱，而且禽兽和陆晨纷纷好奇地朝着司机师傅望去。而且我这也算是做好事了啊，这可算得上给孩子们积德了。大叔，没想到您还挺迷信的。陆晨嘴角抽了抽，心中还是更在意大叔之前说的话，自己做的好人好事传开了，
传的有多开？陆晨只是打开手机，简单看了一眼江南市的本地新闻，目光瞬间就被第一个新闻标题给吸引住了。孤儿小伙和大妈的邂逅。陆晨，你这编辑不去震惊部上班，真的可惜了呀。陆晨想都没想，就点进了这篇报道。虽然标题算不上正经，但是内容那也绝对是非常正经的，基本上把这些老年人的遭遇和遇到的事情都给写了出来。报道的末尾还把自己狠狠地夸奖了一顿，附上了自己直播间的链接。本完第131，谁说动物就没有 SP？ 也正是因为多亏了这件事儿传播的如此之广，动物园贴心的给陆晨的旅行团直接免了门票和观光车之类的费用，每人都省了将近200块钱，加在一起已经抵得上陆晨目前身家的一半了。陆晨望着不远处的售票处，暗暗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来带着旅行团这些人来一次野生动物园，居然会这么贵。禽兽知道野生动物园的门票售价后，也是心有余悸的拍了拍胸口。哥，没想到咱们这些人光门票钱就要大5万了，还好人家给咱免了门票钱。赵小棠有些不解，朝着禽兽望去，黛眉微皱，轻声问道：钱是陆晨出，你怎么看着比他还紧张？锦花姐姐，你不懂，要是陆哥没钱的话，他肯定要把注意打在我身上了。再说了，要是他又没钱的话，估计就带着我跑去游乐园坑向奇滩大叔的钱了。赵小棠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陆晨要是没钱的话，恐怕又要想出啥不道德的赚钱办法了。陆晨看到两人齐齐沉默下来，嘴角抽了抽，用手指着自己，对着两人问道：我看上去就那么像坏人吗？两人没有丝毫思索，点了点头，异口同声道：是。陆晨，我问你们像不像？两人，我说是。几人闲聊期间，几辆观光旅行车已经整齐地停在了众人面前。陆晨没有理会面前搞怪的两人，而是转头朝着身后的旅行团成员望去。大家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我们就上车。第一站是猴山。大爷大妈们神色异常兴奋，如同即将准备春游的小学生，纷纷点头，准备好了。就这样，一行人坐上了观光旅行车，开往第一个目的地猴山。由于动物园区占地高达2800多亩，考虑到接下来的行程，自然是不可能那么慢吞吞的走过去。光是靠人力走完这段路程的话，走到一半就要天黑了。动物园官方也十分贴心的给陆晨的旅行团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在观光旅行车上给众人讲解。各位大爷大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鸵鸟的园区，观光车会在园区内暂停15分钟，各位可以自行下车与鸵鸟近距离接触。随着工作人员温馨的提示声，观光车齐齐停在路边，一只差不多有半个人高的鸵鸟闪烁着好奇的目光从不远处的树林中钻出，惹得旅行团内的大爷大妈们一阵惊呼。众人齐齐朝着鸵鸟围了过去。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鸵鸟，这我在电视上看过，你们小心点儿，小心它啄你们。吸溜，导游小伙子啊，这玩意儿好像能吃吧？吃货大爷擦了一下嘴角的口水，双眼中闪烁着金光，朝着陆晨望去。陆晨嘴角抽了抽，看向一旁的工作人员，一旁的小姐姐也是被吃货大爷这番话给雷得不轻，直接愣在原地，直到感受到陆晨的目光，这才回过神来，通红着脸对着吃货大爷讲解道：大爷，这玩意儿虽然能吃，但你可不要想抓它们吃，它们还是具备一定攻击性的，你们可千万不要有伤害它的动作。小姑娘有些担心的朝着如同好奇宝宝的大爷大妈们望去，生怕他们有什么举动激怒鸵鸟。其实鸵鸟虽然是现代最大体型的鸟类，但它本质上却是食草动物，个性温和，性情温顺，再加上动物园区的驯化，基本上对于人类不会有什么攻击意图。对于这种动物，大部分的野生动物园都是放养在园区，给游客提供近距离的接触机会，像是老虎、狮子或者是蟒蛇这类的凶猛肉食动物，这些都是关在专门的园区，禁止近距离接触了。妹子还在担忧这群大爷大妈们。一个身长约莫3米的鸵鸟径直走到了观光旅行车前，将脑袋伸进旅行车内，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妹子。妹子回过头，顿时就被吓了一跳。啊！顿时一道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云霄，立马出声制止：禽兽，放开那妹子，让我来。禽兽？哥，这个梗上次已经玩过了。陆晨看着面前这一幕，忍不住感慨，幸亏这不是乌龟，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赵小棠给了面前无动于衷的陆晨和禽兽一人一个暴力，叉腰忍不住怒道：你们还不快去帮他，没看见他脸都被吓白了吗？陆晨和禽兽有些委屈的捂住脑袋，朝着妹子走去，轻而易举的将鸵鸟的大脑袋给推出车外。妹子如释重负，
深深呼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衫，对着面前的两人道谢：“谢谢你们，这孩子是鸵鸟里最亲近我的一只，每次我都拿他没什么办法。”听妹子的口气，这样的事情似乎也不是第一次了。懂了。陆晨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看向不远处的色批大爷，急忙招呼大爷道：“大爷，你过来看看这只鸵鸟。”色批大爷急忙小跑着走过来，看到观光车旁的鸵鸟，脸色立马阴沉下来，眉头紧皱：“导游小伙子啊，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鸵鸟脸上表情也十分人性化的出现一丝愤怒，挥舞着翅膀就朝着大爷啄去。禽兽看着扭打在一起的大爷和鸵鸟，顿时一愣，转头朝着陆晨疑惑道：“哥，这只鸵鸟难不成听得懂人话？”从妹子说完话后，陆晨把大爷召唤过来，大爷啥都没做，只是说了一句鸵鸟的坏话，就被鸵鸟追着啄。陆晨则是双手抱胸，用无名指托举了一下鼻梁上不存在的眼睛，开始 cos 起了柯南，心机之蛙，一直摸你肚子。这时大爷和鸵鸟都感应到了身为色批的对方，所以两人开始掐架了。众人，妹子望着不远处扭打在一起的鸵鸟和大爷，面色艰难道：“你们不管他吗？”本完第132阿斌的爱情故事。陆晨则是摇了摇头：“不用，大爷在车上的时候没少偷瞄你，这点苦大爷承受得住。”陆晨在旅行团中最放心的人就是色批大爷了，毕竟七老八十了还有这种想法，那身体肯定不是一般的硬朗。可是妹子还想说什么，却被陆晨粗暴的给打断了。没啥可是的，他们俩这也算属于臭味相投了。遇见同好了，让他们好好交流交流。可是大爷好像快要咽气了。陆晨，Sigma。陆晨赶忙上去将鸵鸟和大爷分开。大爷虽然衣服上染了不少灰尘，但脸上神色却是异常开心，亲昵的搂住鸵鸟的脖子，哈哈大笑。没想到这玩意儿还挺有意思的。鸵鸟也没有再度发起攻击，反而是任由大爷搂着，眼睛不断往妹子那边瞄去。刚刚赶过来的妹子见到大爷和鸵鸟这副模样，有些琢磨不着头脑，刚才怎么还一副拼死拼活的样子，现在这一人一鸟怎么就相处得这么和谐了？还没等妹子琢磨过来，不远处去和鸵鸟玩耍的大爷大妈们都回来了。领头大妈手中挥舞着一把褐灰色羽毛，兴高采烈地朝着陆晨挥手问道：“导游小伙子啊，你看我这做的扇子好看吗？”妹子，动物专业出身的她一眼就认出了大妈手上的羽毛是鸵鸟翅膀上的羽毛。大妈，你这羽毛哪来的？不会是把鸵鸟身上的吧？导游小伙子啊，你看我捡了这么大的一个蛋，这要是吃起来肯定过瘾。吃货大爷怀中抱着一个硕大的鸵鸟蛋，神色兴奋道，身后还有一群鸵鸟跟着吃货大爷狂奔。妹子 Sigma， 大爷您快把鸵鸟蛋还给他们啊，鸵鸟群要发飙了。导游小伙子啊，你看。妹子望着这群精力充沛的大爷大妈们，心力憔悴。陆晨则是饶有兴趣地望着妹子，吃着小熊饼干，深表认同。赵小棠坐在陆晨身边，望着不远处的分身乏术的妹子，嘴角不由浮现一抹笑意，似乎看到了陆晨之前的样子。你不去帮他吗？陆晨摇了摇头，不用，我有预感，这事儿一路上少不了，我让他提前适应适应。15分钟的时间十分短暂，转瞬即逝。对于同行的妹子来说，这15分钟却如同过了几个世纪一般漫长。观光车上，妹子叉着腰，望着面前的大爷大妈们，奶凶奶凶道：“你们给我记住，不准去偷动物的蛋，也不准给我去拔他们的毛，谁要是不听话，到时候我给他扔去虎山。”大爷大妈们望着奶凶奶凶的妹子，点了点头。陆晨吃着小熊饼干，忽然背后有什么动静传来，有些诧异的回过头去，发现一只硕大的鸵鸟正十分轻松的跟着观光车，站起身来，朝着面前妹子疑惑道：“妹子，那鸵鸟怎么跟着我们？”妹子也是捂住小嘴，有些诧异道：“不对啊，他平时都不会出园区的啊。”色批大爷看着身后紧跟着的鸵鸟，立马明白了原因，急忙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册子，依依不舍地递给鸵鸟：“兄弟，这是哥这几年的珍藏，你可千万要收好。”陆晨嘴角微抽，依稀看到了册子的封面上写着什么阿斌几个字样。鸵鸟嘴里叼着册子，缓步停下，凝望着大爷的背影，竟然抬起翅膀敬了个礼。妹子有些诧异，看向一旁的大爷，忍不住好奇道：“大爷，您给了他什么东西？一般这种动物都是具有领地意识的，不会随意出现在其他动物的领地当中，但今天鸵鸟居然一反常态的跟着车子出了园区，他在这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也没有见到过。没啥，就一本书。”大爷咳嗽一声，有些尴尬的挠了挠脑袋。禽兽一时间也是有些好奇，小声的朝着陆晨问道：“
哥大爷给了鸵鸟啥书？陆晨咳嗽一声，正色道：讲的是一个叫做阿斌，高中成绩不理想的少年，读大学时在外面租房子，遇到了鼓励他积极向上生活的大姐姐的浪漫爱情故事。禽兽面色古怪地看向一旁的色批大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大爷居然还喜欢这种爱情故事。出了鸵鸟的园区，驶入的是一片更加茂盛的森林，一路上都见不到什么动物，这让大爷大妈们不由有些好奇，对着坐在车里的小姑娘问道：小姑娘，这里有啥动物？我都没看见过。妹子对于园区中的动物倒是了然于心。这呀，这里是驯鹿的园区，有圣诞老人骑的驯鹿哦。大爷大妈们对于圣诞老人这个词似乎有些陌生。啥是圣诞老人？那玩意儿可以吃吗？圣诞老人好像是洋鬼子那边的神仙吧？车内纷纷讨论起来。妹子一时间听到这个问题有些语塞，不知道该怎么给众人解释圣诞老人，只能先回答吃货大爷的问题。大爷，驯鹿可不能吃，这玩意儿在我们九州也算得上稀有物种了。这时陆晨听到这问题也是一阵愣神，随后站起身来解释，这圣诞老人就像是咱们国家的财神爷，每逢圣诞节都会骑上驯鹿挨家挨户的送礼，所以在外国比较受欢迎。大爷大妈们纷纷点头，恍然大悟，原来是洋鬼子那边的财神爷啊，这驯鹿是坐骑啊，他们那边神仙怎么骑这么个没法力的玩意儿？众人还在讨论中，观光车缓缓停下，不远处的森林中，一只只身形硕大、长有巴掌形状巨大犄角的驯鹿出现在众人面前，领头的驯鹿嘴里不停咀嚼着嫩草，缓步朝众人走来。随后一不留神，直接来了个平地摔，啪叽，一下子滑到了刚刚下车的大爷大妈们面前。大爷大妈们看着摔倒在面前的驯鹿，神色怪异，朝着一旁的小姑娘望去。小姑娘，你确定这玩意儿是驯鹿？我瞅着咋那么像傻狍子？妹子嘴角抽了抽，也没想到平地这玩意儿都能摔一跤，对着大爷大妈们解释道：大爷大妈，这驯鹿亲近人，不像狍子一样胆小好奇，就是可能刚刚只是意外吧。妹子强行给眼前的驯鹿群找补，话刚说话，啪叽，身后的一群驯鹿一只接一只，相互绊倒，都摔倒在平地上。妹子，好吧，我承认，这群玩意儿真不一定有傻狍子聪明。本完。第133罗城的假期。领头的憨憨驯鹿缓缓走到妹子身旁，不断用头蹭着妹子的手臂，似乎和妹子很是熟络的样子。妹子对此倒也习以为常，抚摸着驯鹿毛茸茸的脑袋。陆晨则是微微皱眉，目光朝着不远处的大爷大妈们望去。大爷大妈们在听到这玩意儿是保护动物后，也倒是收敛了许多，只是站在驯鹿身旁和他们合影。驯鹿群傻傻地站在大爷大妈身旁，似乎很是亲近人类。陆晨则是忍不住对着身旁的妹子疑惑道：这些动物平时都这么亲近人的吗？即便是这些动物性情温顺，没有什么攻击性，但一般也不会这样子亲近人类吧？妹子低头思索了一阵，也是发觉一丝怪异。是啊，好奇怪啊，我之前带其他旅行团的时候，很多动物都不会出来，现在遇到大爷大妈们，他们好像巴不得营业的样子。不过妹子看向不远处的大爷大妈们，话锋一转，传闻动物都是通人性的，知道人类的好坏。导游你做好人好事儿，大爷大妈们本性也不坏，所以他们才愿意出来。妹子望着远处的大爷大妈们，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欣慰，望着眼前这群朝气十足的老年人，她神情有些恍惚，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觉得这群老年人格外的可爱。正因为如此，她才会自告奋勇接下这个旅行团。不过还没等妹子欣慰多久，吃货大爷嘴里就塞着一团墨绿色的草，朝着妹子和陆晨走来。导游小伙子啊，你看这草吃了我舌头会变得好红。妹子，Sigma， 大爷快吐掉，那不是你舌头变红了，是舌头要出血了。妹子手忙脚乱的把吃货大爷嘴里的草给拔了出来，从兜里掏出一瓶止血喷雾，对着大爷的舌头猛喷。正当妹子手忙脚乱的处理好这些时，不远处的大妈又出现了意外。大妈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了一堆鹿角，正拿在手里把玩，结果身后的驯鹿群呆滞的眼神突然变得凶狠起来。大妈，快点把鹿角给扔掉，不然他们会以为你是盗猎者，来偷他们鹿角的。嫩说啥？妹子一个箭步朝着大妈飞奔过去，急忙打掉了大妈手上的鹿角。一旁的陆晨则是吃着小熊饼干，乐呵呵地看着眼前的这熟悉的一幕。妹子处理完这些事情，回到观光车上来时，看到陆晨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悠哉悠哉吃着小熊饼干，气就不打一处来，对着陆晨不忿道：你才是大爷大妈们的导游，你不管管他们吗？陆晨只是摇了摇头，看到妹子心里憔悴的模样，如同看到了之前的自己，出声安慰妹子道：
放心好了，大爷大妈只是有活力了一点，做事儿他们都有分寸的。陆晨递给面前的妹子一枚小熊饼干，目光盯着不远处的驯鹿群，有些好奇道：话说，驯鹿这种东西，不是没有什么攻击性吗？怎么他们看到大妈捡到鹿角，就好像变了一副模样？妹子顺着陆晨的目光，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驯鹿群，目光有些动容。你说这个啊？这群驯鹿之前是生活在保护区的，结果因为盗猎者泛滥，最后这群驯鹿年纪也大了，不适合继续在保护区生活，这才被我们动物园接纳过来的。听到这话，陆晨微微有些诧异，盗猎者不应该是去偷那些更加珍贵的动物吗？驯鹿身上有啥珍贵的东西不成？还没等陆晨继续发问，妹子又缓缓开口解释，鹿茸不止在梅花鹿和马鹿身上有，驯鹿也有，因为鹿茸的药用价值，所以也会有不少盗猎者打他们的主意，有不少驯鹿就是在和盗猎者搏斗时受伤的。妹子面色凄凄，语气有些低沉。陆晨这时才看到，不少驯鹿身上皮毛上都有子弹划过，火药灼烧的痕迹，顿时理解了为什么他们会对拿鹿角的大妈有这么大的恨意了。禽兽看着面前驯鹿身上触目惊心的旧伤，脸上也是罕见的流露出一丝不忿。这些盗猎者真可恶，对这么可爱的傻驯鹿都下得去手。其实动物园内大部分的动物都是从各地马戏团或者动物保护园区救下来的，尽量根据动物们之前的栖息地打造营区。这些年我们动物园也一直拒绝动物表演，观看的人数越来越少，现在已经快要入不敷出，开不下去了。妹子眉眼低垂，似乎在诉说什么伤心的事情一般。听到妹子的话后，一旁的赵小棠则是有些疑惑。按理来说，政府不是给动物园很多补助吗？动物园怎么会开不下去？这种体量的动物园，每年政府给的补助都在上千万，就算是不盈利，也绝对不会到开不下去的地步才对。妹子摇了摇头，每天动物园的开销光靠政府的补贴恐怕都维持不了2个月。她作为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清晰的知道动物园基本每天的开销在多少。多的不说，就光是大熊猫的新鲜竹子这一项，每天的花费都在5位数。园长又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为了动物们的健康，在饮食和栖息地上都力求最好，这也导致了动物园平日的开销直线上升。再加上园区内也不强制动物营业表演，大部分的观众们都被吸引到了新开的动物园内，收入直线下降，整个野生动物园已经出现入不敷出的状态了。妹子没有继续说话，反而是目光有些不舍地望着不远处的驼鹿群，缓缓回到车上。下一站，猴山。到达了这里，才算是整个野生动物园之旅的开始。这里不像是之前2个园区人迹罕见，反而可以用热闹非凡来形容。这里是整个动物园最为中心，同时人流量最为密集的地方。无论从哪个大门进入，到达猴山的路程都相差不大的。各式各样的摊贩吆喝声不绝于耳，甚至一旁还有专门的动物纪念勋，其中就有陆晨之前看到的驯鹿和鸵鸟的勋。人来人往的人群中，2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旅行团的后面。摄影师扛着摄影机，望着远处揉了揉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地对着身旁的罗成道：哥，我是不是眼睛花了？我刚好像看到了陆晨他们旅行团的人。本完。第134，陆晨，给你100，快去买你的鱼小丸子。罗成给了一旁的摄影师一个暴力，冷哼一声：别瞎说，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你别自己吓自己。他们刚刚才吃完午饭，哪有这么快到这里？今天自己好不容易有了半天休假，下班后特意带着摄影师坐了将近1个小时的车，来野生动物园度假。陆晨刚刚还在市区内，就算是用飞的，一下子也不可能跑这么远。再说了，这可是野生动物园，光是门票1人就要100。陆晨这么抠门的人，怎么可能舍得这么多钱带旅行团的众人来野生动物园玩呢？想到这里，自以为对陆晨十分了解的罗成不由得放心下来，拍着一旁摄影师的肩膀安慰道：放心，陆晨这么抠门的人，肯定是不会花钱买门票带着那群人来的。听到这里，摄影师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放下了心来。哥你这么说，那我就安心多了。这里虽说叫猴山，但其实人流远比猴子多得多，只有少部分猴子肚子饿了会过来营业，向人类讨要食物，大部分都是在远处的参天大树上静静观看着底下来往的人群。妹子看着望着不远处的小吃摊，嘴角流下一丝不争气的眼泪，不由得吞咽了一下唾沫，似乎有些异动。陆晨也看出妹子这是馋了，对着妹子拍拍胸脯道：妹子，刚刚多谢你帮我照顾大爷大妈了，你要吃啥尽管点，我请客。妹子大惊，小脸面色欣喜，朝着陆晨再次确认道：真的真的。陆晨掏出2张红色的100元大钞递给妹子，
在得到陆晨的确认后，妹子接过陆晨手中的钞票，一蹦一跳的朝着不远处的小吃摊跑去。一旁的禽兽也是有些异动。哥，我也想吃，吃，你就知道吃，中午没吃饭吗？禽兽。过了良久，禽兽眼神鲜艳的望着叼着冰糖葫芦的妹子，幽怨道：哥，你偏心。陆晨对此却摇了摇头，语重心长的将手掌搭在禽兽肩膀上。兽啊，你知道世界上啥东西最贵吗？禽兽略微思索了一阵，答道：钻石还是黄金？陆晨却摇了摇头，免费的东西才最贵。禽兽大惊：哥，你该不会……话还没说完，就被陆晨捂住了嘴巴。嘘，俗话说得好，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现在把妹子喂饱，等会儿，嘿嘿嘿。想到这里，陆晨嘴里就不由发出一阵阵瘆人的笑声。禽兽挠了挠头，有些不解：哥，你这说的喂饱正经不？陆晨给了面前的禽兽一个暴力，不由有些崩溃道：你是不是傻？等会儿万一那大爷大妈真的跑到傻虎园抱园区撸猫了，那妹子不得帮我救他们吗？凭借大爷大妈的搞事儿能力，陆晨觉得这一手不得不防。再说了，妹子虽然好像没来多久，但似乎对于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很熟悉的样子。真要出什么事了，他也觉得妹子能够扛得住。这200块花的绝对不冤。想到这里，陆晨不由得安心下来，拍了拍手，将旅行团的众人召集起来，挨个发放活动经费，每人100块的活动经费。大家有什么想要吃的，就在这里买吧。等到众人遣散后，禽兽才一脸委屈的样子看向陆晨：哥，我想吃鱼小丸子。陆晨白了一眼，无奈的从衣兜中摸出10块递给禽兽。禽兽接过陆晨递来的钞票，结果发现只有10块，大失所望道：哥，怎么才10块？鱼小丸子一份都20呢。陆晨白了一眼禽兽，没好气道：吃啥鱼小丸子？买个胃盒的面包随便吃一下不也一样？禽兽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禽兽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一旁的赵小棠看着面前的两人，嘴角不由涌现出一丝好看的弧度，随后走到陆晨面前，面色羞红，有些扭捏道：陆晨，我有事情和你说。陆晨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模样的赵小棠，一时间竟有些愣神，立马从兜里掏出一张100元大钞，扔给禽兽。禽兽，你了不起，你清高。禽兽接过陆晨递来的100块，但脚上却没有挪动半分，反而是一脸生气的看着面前的陆晨，双手抱胸，自己倒要看看你们2个究竟要谈什么生意。禽兽不愿离场，赵小棠也没有丝毫在意，面色有些通红，对着面前的陆晨问道：陆晨，你难不成愿意住在别人家里吗？显然赵小棠还对上次陆晨住在徐小丹家里的事情耿耿于怀，虽说这件事情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和陆晨相处了这么久，赵小棠一想到陆晨住在别的女孩家里，心中就堵得慌。趁着现在2人有独处的机会，赵小棠正好可以旁敲侧击的问问。陆晨挠了挠脑袋，脸上神色肉眼可见的失望下来。刚刚赵小棠那模样，活脱脱像极了高中毕业时跟自己表白女孩的神情。陆晨撇了撇嘴，无所谓道：其实也还好，住他那里又不用付房租。陆晨一开始也想过去外面租房住，但是自己的身份证都还在节目组手上，所以别说租房了，就连去外面开酒店都没有办法。上一次开酒店的身份证都是借用的旅行团里大爷大妈的。想到这里，陆晨有些意犹未尽的继续补充道：而且每天还有免费的早餐可以吃，每天还能看见。说到这里，陆晨明显顿了一下，耳边已经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赵小棠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即便是不用系统提醒，陆晨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身边赵小棠身上冰冷的气息。赵小棠面色阴沉的转过身来，眉目当中满是凶光，紧咬着银牙问道：而且什么？陆晨急忙摇头，不敢继续言语。没什么。本完第135。陆晨，我这辈子是与罪恶抗争到底。见到赵小棠这副模样，陆晨哪还敢继续搭话，只得沉默下来。赵小棠则是拍板直接帮陆晨接下来的住处定了下来。就这么决定了，我把我的身份证借给你们用来租房吧。陆晨则是面色有些为难道：这不合适吧？怎么不合适？难不成你舍不得那女房东啊？赵小棠双手叉腰，白了陆晨一眼，有些没好气道。陆晨刚想说些什么，就被远处一阵鬼鼓狼嚎般的喧哗声
吸引了注意力。大叔，别打了，大叔，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救命啊！一阵十分凄厉的哭喊声夹杂着救命的声音传出。陆晨循着声音的源头望去，只见到一群人挤成一堆，似乎在看什么热闹。陆晨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对着禽兽不由有些诧异道：“兽啊，我刚刚好像听到了罗成他们的声音了。”禽兽却摇了摇头，丝毫没有察觉。怎么可能？哥，这距离他们打工的地方有多远啊？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又传来了凄厉的叫喊声：“别动手，大叔，有话好好说，我们真的不是来骗钱的。”痛痛痛，我的手要断了，我们也过去看看热闹吧。陆晨眉头皱得更紧了些，朝着人群中央走去。动物园内，一个类似于广场的平台处，人山人海，一个散落着几枚棋子的象棋摊摆放在人群当中，棋摊周围聚集着上百号人。人群的最中间，两个年轻人鼻青脸肿的捂住脸庞，正在瑟瑟发抖。面前的是一个满脸胡茬的大叔，脸上满是凶恶，攥紧了拳头，还在不断殴打着两人。他喵的，上午就被人骗了，结果下午又遇到你们骗钱。大叔怒气冲天，不断殴打着罗成和摄影师，嘴里还碎碎念叨着什么。你们是一伙的是吧？都带个摄影师，我都跑到野生动物园来了，你们还不放过我，还想继续骗钱。今天我要是不告诉你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以后就没脸在江南混了。说着，棋摊大叔越想越气，觉得光是拳头还不过瘾，直接改用脚踢，对着面前的罗成和摄影师拳脚相加。此时此刻，罗成只能够捂住脑袋，想死的心都有了。今天好不容易带着摄影师来野生动物园玩一下午，还没开始逛动物园，他就听到了有人在摆摊下棋，想到陆晨今早上的那个办法，灵机一动，想到在这儿大赚一笔。他模仿着陆晨今早上的录播，装作象棋大师，让摄影师代替自己下棋，随后便找了个厕所蹲了进去，兴致冲冲地点开象棋软件，刚准备和老板对弈，手机荧幕中却倒映出厕所上方棋摊老板的面容。棋摊老板扒着隔间的木板，看到了罗成的作案过程。手机荧幕上显现的正是自己要和摄影师对弈的残局。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以至于罗成还没来及反应，老板就已经冲进他的那个蹲坑，将他给拽了出来，手机还摔了个粉碎。一想到自己价值高达将近3000的手机被摔了个稀巴烂，还有自己目前处境堪忧的经济状，罗成不禁心如死灰，眼神绝望起来。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陆晨，要不是因为陆晨，自己怎么可能会想着用手机来下象棋？罗成看着面前的棋摊大叔，咬牙切齿道：“大叔，我真的和今天上午坑你的那个人不是一伙的，你放了我，我肯定给你抓到他。”罗成此刻心中只有怨恨，想让陆晨也尝一尝这被人拳打脚踢的滋味。不认识？你们都带着摄影师，现在说不认识又说肯定给我抓到他，你糊弄鬼呢？还是你看我是像傻子是吧？棋摊大叔气不过，又给了罗成一拳。罗成被一拳打倒在地，委屈的眼泪当场就掉了下来。一时间，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只能悲愤地发出凄厉哭喊：“我他喵的，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罗成的直播间中，将近5万的观众们都看到了这一幕，一时间，弹幕密密麻麻，遮掩了直播间。震惊！我去，我真没想到事情能这样发展，这13号也太倒霉了一点吧！笑哭，我从早上就在直播间，我目睹了全过程，我觉得陆哥真的要负一半责任。噗嗤，哈哈，怎么会有人这么惨啊？这剧本也不敢这么写啊！每天心疼一次罗成，然后去陆哥直播间给兄弟们带路。滑稽，不用带路了，我刚从陆哥直播间过来的，陆哥也看到了。人群中，陆晨佝偻着身子，尽可能的弯下腰来，鬼鬼祟祟的穿梭在人群当中。当他看到棋摊大叔面前2个鼻青脸肿的罗成和摄影师时，身子猛然愣住了。他有些想不明白，怎么毫无联系的几个人会莫名其妙的聚在了一起。陆晨眼眸微凝，虽然心中已经猜出了个大概，但是还是朝着一旁围观的大爷问道：“大爷，这是怎么了？怎么这大叔好好的把人给打了？”“嗨，这俩小年轻下棋作弊呗。”大爷摇了摇头，神色有些无奈，继续说道：“他们俩呀，非要吹自己是啥象棋大师，跟老板下棋，结果一开始棋子就摆错了，然后又找借口跑厕所里，用手机作弊，还被人家老板给当场带住了。这老板早上才被骗了1000多，现在又遇到了骗子，你说这不把心里怒气都发泄在他们身上吗？”大爷语气当中满是鄙夷，摊了摊手，目光看向陆晨。陆晨感受到大爷的目光，
深以为意的点了点头，忍不住赞同道：“是啊，年纪轻轻的不学好，非要想着走歪门邪道去坑钱，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了，这就活该挨揍啊！大爷，我跟您说，这种缺德的事儿他们都干，搞不好背后还去啥男童俱乐部卖痔疮膏呢。唉，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行了，不像我可是江南市的三好市民，前不久江南警局还给我发了勋呢，我这辈子是与罪恶抗争到底。”陆晨双手叉腰，眉宇间流露出一丝严肃，一身正气，让一旁的大爷都不由得一愣，一时间都被陆晨给唬住了。本完第136大爷，你不懂，我这叫记录好人好事儿。大爷目光微凝，看向陆晨一旁面色古怪的禽兽，忍不住有些好奇道：“那你旁边怎么也和那人一样带着一个摄影师？”大爷，您不懂，他带摄影师叫做记录作案过程，我带摄影师那叫记录好人好事儿。大爷脸上神情有些懵逼，被陆晨给饶了进去。禽兽嘴角不停抽搐，要不是大爷在身边，他真的要好好问问陆晨，他到底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来的。陆晨直播间内的观众们早就笑得直不起腰来了，捂嘴笑，陆哥的脸皮是炮弹都打不穿的程度吧？他是怎么好意思冠冕堂皇的说出这种话来的？哈哈，22号那里我忍住了，现在我是真的忍不住了，请叫他陆与罪恶抗争到底，陈滑稽。趁着大爷愣神的这个机会，陆晨也是急忙退到了人群后面，观望着被大叔不停殴打的罗成，时不时还发出不忍的啧啧声。一旁的禽兽吞咽了一口唾沫，小心翼翼地拉扯了一下陆晨的衣袖，神色艰难道：“哥，我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万一被人抓住了，那可就糟了。”陆晨摇了摇头，心中根本没有丝毫畏惧，怕啥？锦花姐姐在这儿，难不成还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叔打我们不成？随后陆晨将目光移向一边，看向一旁的赵小棠。刚刚还跟在陆晨身旁的赵小棠此刻早已不见踪影，冲进了人群当中，制止了大叔的暴行。住手！警察！赵小棠从怀中掏出自己的证件，一把制服了还准备痛殴两人的奇滩大叔。奇滩大叔被赵小棠制止，脸上神色不悦，一下子就认出了赵小棠。是你？你是今天早上和那骗子一伙的？大叔双眸瞪得老大，目光死死地盯着赵小棠手中的证件，确认不了真假，大叔也不敢继续动手，只能够躺倒在地上耍起无赖来。哎呦喂，警察和这骗子是一伙的，他们合起伙来骗我的钱，你说我一个平头百姓赚这么三瓜两子的，一下子就让他们给骗去了，我容易吗？一时间，之前还凶神恶煞的奇滩大叔声泪俱下，演的那叫一个真切，神态动作直击人心。周围的群众们一听这话，纷纷倒戈站在了奇滩大叔这边。是啊，咱们老百姓好不容易挣点钱，结果全被这些骗子给骗了，你们这些人还护着骗子，这世道还有王法吗？是啊，你是哪里的警察啊？我要去举报你！群众们七嘴八舌地攻讦起赵小棠来。赵小棠冷艳的脸上罕见地出现一丝慌乱，尽管从警多年，但是他负责的也多半是刑事案件，没有和这种泼皮无赖打过什么交道，自然有些慌乱。不是，我们不是骗子，是你这象棋才是骗子！奇滩大叔仗着人多，理直气壮道：“我哪里骗子？赢了我给没给钱？今早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被你们骗了将近2000块。下午又想来骗我，被抓了个人赃并获。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奇滩大叔怒从心中起，朝着赵小棠不断靠近，不断给赵小棠施加压力。赵小棠求助的目光看向一旁的陆晨，陆晨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带着禽兽从人群中走了过来。什么骗子？赢了拿钱，这是你自己说的，我赢没赢你？陆晨双手叉腰，理直气壮道。奇滩大叔想到这里，气就不打一处来，指着陆晨，破口大骂道：“你放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躲在厕所里用电脑指挥他和我下棋。”周围人有些明悟的点了点头，纷纷指责起陆晨来。现在的这些小年轻啊，总想着不劳而获。就是啊，你看下个象棋还要作弊，我已经怀念起我年轻时候1块钱在超市里买2袋大米和8桶油的故事了。我咋不知道啥时候1块钱能买这么多东西？不是，是因为那会儿没按监控。陆晨面对周围人的目光丝毫不惧，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都说了，我是象棋大师，那个时候只是碰巧肚子疼。你要不信，我们再来一把。来就来，这次不准碰手机，不准去厕所，一把5000块。奇滩大叔丝毫不惧，根本不相信陆晨所说。再者说，
经过小情侣的提醒，他已经完全破解了陆晨的诡计。陆晨用的就是和罗成他们一样的套路，只要不让陆晨碰手机和去厕所，就算是真的象棋大师来了，自己解残局也未必会输。说罢，大叔就一把坐在了象棋摊上，开始摆放起棋子来。陆晨神态自若，坐在大叔对面，丝毫不惧。只有赵小棠和禽兽两人面色艰难，小心翼翼地凑近陆晨身边。哥实在不行，咱们跑吧。禽兽面色艰难，知道陆晨之前下棋用的是电脑，心中更是没底。赵小棠同样是如此，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将陆晨给暴露出来。望着陆晨，满脸歉意道：“要不你们跑，我帮你们拦住他。”一旁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罗成和摄影师连忙点头：“好啊，好啊。”陆晨却白了他们两个一眼，没好气道：“跑啥跑？要是我们真跑了，岂不是坐实了骗子的身份？他们若是真的跑了，坐实骗子身份还好，重要的是赵小棠，因为他职业的特殊性，在亮出警官证的那一瞬间，他就不能是和骗子站在一方的了。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他，陆晨这把无论如何都必须赢。”陆晨深吸了一口气，对面的棋摊大叔已经将残局给摆好，目光死死地盯着陆晨，双手抱胸，无比自信道：“你先，我看你这把还有什么花招。”陆晨看着面前的棋盘，只是冷哼一声，随后转过身去，语气不屑道：“哼，你什么档次？跟我下棋？禽兽，你来，我说你下，这次我不上厕所，看我爆杀他。”禽兽面色艰难地走上前去，望着陆晨，不由吞咽了一口唾沫，心中已经在想，这是不是陆晨要甩锅给自己了？一旁的陆晨根本没有注意到禽兽艰难的脸色，因为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系统面板，情绪值还有将近20万，换一个技能绰绰有余了。陆晨想也没想，直接兑换了象棋技能。叮！恭喜宿主陆晨消耗10万情绪值兑换技能象棋精通 LV1。本完第137。我真是象棋大师。象棋摊前，禽兽坐在大叔对面，看着面前的残局，面色艰难道：“哥，下一步该咋走？”陆晨仅仅只是瞥了一眼棋盘，10多种解局办法就已经了然于心。陆晨转过身去，背对着禽兽和棋摊大叔，沉声说道：“马2进3。”禽兽没有丝毫怀疑，按照陆晨指示去移动棋子。棋摊大叔见到这幕，脸色顿时大喜，手中拿着黑色的车，直接将禽兽刚刚跳的马给吃了。哈哈，吃马，你就这水平，还来冒充象棋大师啊？大叔不由得得意起来，对着陆晨就是一顿嘲讽。此刻，对面的禽兽和赵小棠脸上神色也变得无比艰难起来。这种残局本就没有几颗棋子，如今被大叔吃了一颗，陆晨接下来的对局只会更加的艰难。陆晨对此脸上神情倒是没有丝毫的变化，背对着禽兽，双手抱胸，站得笔挺，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继续指挥着禽兽。兵10平9，车6进9，炮2平3。几个来回后，棋摊大叔丝毫没有了之前脸上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惊恐和严肃，眉头紧皱，额头上已经开始渗出细密的汗滴了。鼻青脸肿的罗成和摄影师望着闭目养神的陆晨，神色震撼，一脸不敢置信道：“原来他真的会下象棋？”赵小棠同样也是一脸疑惑，自己之前明明看到陆晨是用手机在模拟和棋摊大叔对战啊，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满是不解，陆哥不会真的是啥象棋大师吧？看样子陆哥要赢了呀。不可能吧，我们当时不都看见陆哥在用手机作弊了吗？陆哥可能觉得大叔太菜了，所以才用手机。我觉得还真有这个可能。陆哥之前不是明明能轻而易举的解决那几个光头大汉，不也跑了吗？一时间，直播间内议论纷纷。3分钟后，棋摊大叔浑身瘫软的坐在地上，脸上神色满是不敢置信，嘴里不停念叨着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你明明是用手机作弊的，怎么可能赢我呢？”此时此刻，棋摊大叔已经怀疑起了人生，陆晨则是睁开眼睛，扬起双手，示意自己手上没有任何东西，转过身朝着棋摊大叔道：“大叔，这回我手里没有手机了吧？同样是下星期，你还是说了，愿赌服输，拿来吧。”陆晨伸出手来，对着棋摊大叔讨要奖金。棋摊大叔十分不情愿地从兜里掏出手机，直接给陆晨转账了5000块，语气十分不甘道：“再来一局，这次我用我最擅长的残局，我就不信这次还赢不了你。”10分钟后，棋摊大叔生无可恋地坐在地上，面色惨淡：“不应该啊，不应该，你怎么会用这种解法？”棋摊大叔背的滚瓜烂熟的残局，
棋谱上都只有8种解法，陆晨硬生生的下出了第9种。棋摊大叔现在相信陆晨是象棋大师了，因为他真的没钱了。棋摊大叔望着自己微信余额不到4位数的存款，心中不由得委屈起来，晶莹的泪珠好似不要钱一般的往下掉，双手杵在地上，好似娇弱的小姑娘被人欺凌了一般，目光幽怨地望向陆晨。你怎么不早说？要是早知道陆晨象棋水平造诣这么高，他打死都不会和陆晨下象棋的。对此，陆晨则是有些无奈地挠了挠头，叹了一口气道：我不是早和你说过吗？问题是你不信啊，还非要说锦花姐姐和我们是一伙的骗子。陆晨无奈地摊了摊手，此刻棋摊大叔想死的心情都有了。一旁被棋摊大叔揍得鼻青脸肿的罗成和摄影师看到陆晨赢得这般轻松，嘴角满是苦涩，两人相视一眼，不由抱在一起痛哭起来。同样是人，怎么差距会这么大啊？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罗成情绪值加2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陆晨有些不明所以的朝着抱在一起痛哭的罗成和摄影师望去，挠了挠头，看向一旁的禽兽，他们怎么了？禽兽同样一脸不解，我也不知道啊，怎么之前被打那么久没哭，现在好端端的就突然哭了。直播间内的观众们此刻已经笑得合不拢嘴来了，笑哭，哈哈哈，笑死了。每次罗成遇到陆哥就真的没有好事啊，之前被棋摊大叔打是物理暴击，现在看到陆哥轻松赚到了1万块是精神暴击、滑击。别瞎说哦，罗成受到的精神暴击还少吗？这肯定是物理伤害，忍不住了才哭的。楼上的，你37度的手是怎么打出这么冰冷的文字的？不同于直播间里的喧嚣，棋摊旁没了热闹看，大部分人群都已经走了，但还有少跃跃欲试的游客，目光兴奋地看向棋摊。陆晨就在刚刚才拿走了1万块的奖金，这1万块足以抵得上他们1个多月的工资了。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原则，其中一位对自己象棋水平颇有自信的年轻人爽快地给棋摊大叔交了钱。大叔，来一局。不过这次棋摊大叔可没有丝毫留手，仅仅2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对面输了钱的小年轻一下子脸都绿了，再度掏出一张100元大钞放在棋摊老板面前。老板，再来一局。禽兽扛着摄影机有些愣神，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分出了胜负。陆晨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对着面前的摄影机科普，这种游乐园里广场上摆的象棋摊其实都是书上的残局，要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解决方法都是比较单一的，而且摊主那一方有着天然的优势，基本上和骗钱没有什么区别。大家要是遇到了，可千万不要想着不劳而获。短短几句话的时间，棋摊前和大叔对弈的少年又输了，此刻的他宛如输红了眼的赌徒，正准备继续掏钱，却忽然被陆晨的一番话给点醒，直接愣住了，朝着陆晨疑惑道：小哥，你刚刚不就赢了老板1万吗？而且我之前也看见好几个人都赢了。陆晨面对眼前年轻人的提问，只是摇了摇头，解释道：我赢了那是因为我的象棋技术好，普通人要是没有个象棋大师的水平，是绝对不可能赢的。至于你之前看到的那些赢钱的人，恐怕是老板请的托儿吧。本完。第138禽兽长大了，被揍的还是我。江南市野生动物园猴山，2只猴子不2个人失魂落魄，鼻青脸肿的蹲在长椅上，正对着面前的禽兽和陆晨大声哭诉：陆哥，你是不知道啊，那黑心骗子把我和我哥打成啥样，你看我这里现在都还有淤青呢。罗成同样是委屈的点头，本来今天来野生动物园游玩的美好心情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陆晨挠了挠头，看着面前灰头土脸的2人，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安慰。2人跑来这里作弊，自己搞不好真的要负一小部分责任，反正现在有钱，自然也不在乎这么几百块钱。2人一直哭哭啼啼的，反而还影响他的心情。罗成和摄影师还在委屈巴巴的抹眼泪，却突然看到面前的红色大钞，双眼瞪得老大，不敢置信的朝着陆晨望去。陆晨从裤兜里摸出2张红彤彤的100元大钞，递给他们1人1张。给，你们估计也没多少钱吧，拿这点钱买点吃的去吧。陆哥 QAQ。 2人哭得更大声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做事就要朝着陆晨抱去。别过来啊，你们的鼻涕 Sigma。 陆晨急不停往后退去，但还是被2人抱了个满怀，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嘴里不停念叨着脏了，我真的脏了。陆晨十分嫌弃2人这副样子。2人接过陆晨递来的钞票，脸上阴霾顿时消散不见，一蹦一跳的拿着陆晨给的钱，一头扎进了动物园卖纪念勋的商店里。
陆晨望着罗成和摄影师钻进礼品店里，微微舒了一口气，彻底放心下来。转过身去，却发现禽兽正站在一旁打电话，神情有些暴躁，语气急切道：“爸，我都说了，你这手机不是这么用的，都教了您多少遍了，您还不知道？”见到禽兽罕见的有些生气，陆晨拍了拍禽兽的肩膀，示意禽兽冷静下来。兽啊，叫老年人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别那么不耐烦，你想想你小时候，你爸妈教你认字儿、用筷子，不也是十分耐心的吗？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见禽兽这副急躁的模样，也是纷纷赞同起陆晨来。就是啊，对待老年人多点耐心。我上次回家，看见我爷爷明明都说过了怎么接电话了，老是不会，我爸还一遍又一遍的教他。我就问我爸为什么不生气，我爸就告诉我，爷爷小时候教他认字，也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得到教他的。是啊，他们小时候这么耐心的教我们，我们长大了不也应该耐心的教他们吗？摄影师这说话态度也太不好了，陆哥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显然禽兽的态度让直播间里的大部分观众都不太满意。此时电话那头挂断了电话，禽兽握住手机，丝毫没有悔改之意，朝着一旁拍着自己肩膀的陆晨问道：“不一样，的哥，我小时候学不会用筷子的话，会被我爸狠狠揍一顿。”听到这话，一旁的赵小棠也是有些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朝着禽兽质问：“难不成就因为他揍你，所以你就这么没耐心，教他用智能手机了吗？”禽兽连忙摇头，顿时就明白面前的陆晨和赵小棠会错意了，急忙开口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要是这次我爸再学不会，他又要揍我了。”禽兽脸上表情十分委屈，面前的陆晨和赵小棠听到这话后，更是直接石化在原地。卧槽，这是他们两人此刻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过了许久，陆晨才缓缓地回过神来，开口缓解尴尬：“我就说嘛，禽兽怎么可能是白眼狼嘛？”禽兽这时也是彻底冷静了下来，无奈地吐出一口浊气。要是这次再不教会他的话，这次回去我估计要提前准备好住院费了。听到这话，两人嘴角不断抽搐，陆晨的直播间更是鸦雀无声。过了几分钟后，才有弹幕缓缓飘出：“笑哭，哈哈哈！合着挨打的一直都是摄影师啊！我现在明白他为啥这么急躁了，笑死我了！从家庭伦理剧一下子变成了亲情剧，合着摄影师一直都在挨打呀！禽兽，我能不急吗？我再不急挨打的可就是我了。摄影师真的不考虑去做个亲子鉴定吗？”滑稽，我受到过专业训练，一般不会笑，除非是忍不住。哈哈哈，笑死我了！摄影师怎么这么倒霉啊？一旁的赵小棠和陆晨也默默低下了头，为禽兽默哀起来。原来之前禽兽态度差，不是因为禽兽没有耐心，而是再教不会。估计名为父爱的大耳巴子就要抽到禽兽的脸上了。陆晨有些尴尬的点了根华子，目光怜悯的拍了拍禽兽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兽啊，有时间你还是去做个亲子鉴定吧。”另一边，礼品店捏罗成和摄影师脸上虽然满是淤青，但却丝毫遮掩不住他们眼中兴奋的目光。“哥，看我这个，我看到了大熊猫的纪念勋，只要20。”摄影师十分兴奋，胸口别着一个黑白配色、做工精巧、模样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徽。罗成定睛一看，也顿时被大熊猫勋给吸引。事实上，九州人民对着黑白相间、模样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一直有着滤镜，上至7、80岁的大爷大妈，下至3、4岁刚长牙的孩童，都无法抵抗大熊猫的可爱。也正是因为如此，罗成和摄影师直接把今天打算用来逛野生动物园的经费，全部都用来买大熊猫周边了。“哥，这儿有大熊猫布偶。”罗成：“买。”大熊猫主题的水杯，还有草稿纸，买，都买。罗成现在已经被大熊猫的模样给冲昏了脑袋，突出的就是一个野性消费，价格看都没看，直接把店里大熊猫的周边给买了一套，直接把身上的钱花了个精光。不过两人倒也是没有丝毫觉得不值，兴高采烈的抱着大熊猫周边往外走。忽然，微风吹动高处的树枝，沙沙作响，从高处的大树上猛然窜出一道灰褐色的声音，一把抢过罗成手中一袋子的大熊猫周边，再以一种极快的速度窜进花坛中，立马跳到了树上。本完第139，当年还有人被猴打了呢。罗成望着如同疾风般闪烁而过的黑影，脑袋上缓缓打出一个，双眼瞪得老大，茫然地朝着身后的摄影师望去，整个人都懵了。摄影师也是同样一脸懵逼，茫然地和罗成对视一眼。过了好一会儿，摄影师才缓缓开口：“
哥刚刚那是个啥玩意儿？你看清没？猴子吧？罗成到现在也没回过神来。他们俩手中提着的大熊猫周边都让抢了，他们花了将近2000块买的周边，让一只猴给抢了。虽说这里是猴山，但也不至于让一只猴给抢了吧？这也太离谱了。要不问问锦花姐姐，就说咱们被一只猴给抢了，他们管不管？罗成嘴角满是苦涩，今天好不容易来一次野生动物园，先是被奇滩大叔暴揍一顿，紧接着又被一只猴给抢了，这经历未免也太过奇幻了吧？罗成的直播间内，粉丝看清楚了抢东西的猴子背影，一个个笑得直不起腰来，笑哭，哈哈哈！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罗成被猴给抢了？不是说好建国之后不准成精的吗？让猴给抢了，笑死我了！为啥看到罗成吃瘪，我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有一丝想笑呢？能被猴给抢了，他这也要倒霉了吧？我想起来了，好像前几天就是有新闻说是峨眉山上的瘦子会抢人，听说那些猴子还会下山去拧人家的煤气罐做饭吃呢。卧槽，这猴子成精了吧？煤气罐都会开，还会做饭？这要是来我家，我点一根华子，那不妥妥吃席的节奏吗？哪有那么离谱？是猴子不小心拧开了，你们别老是听那些自媒体瞎说。不过我好像还没听到过野生动物园里的猴子会抢东西的新闻。一时间，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纷纷讨论起来。罗成和摄影师手忙脚乱地跑到赵小棠和陆晨身旁，不停比划着说道：“我们买大熊猫周边被抢了。”赵小棠一听这话，脸上神色顿时一凛，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还有人敢在动物园抢东西，急忙对着面前两人反问道：“犯人在哪？”罗成和摄影师齐齐指了指上方巨大的树枝：“在树上，在树上。”陆晨几人齐齐诧异，目光古怪地看向面前的罗成和摄影师。陆晨更是从怀中掏出了一本小册子，仔细翻找着什么。我看看精神病院的电话是多少来着？罗成和摄影师面色急躁，急忙摇头：“是猴子，猴子抢了我们的东西，我们没事儿。”听到罗成两人的辩解，陆晨目光更加古怪起来，看着面前两人，有些不敢置信道：“你们是说你们让猴给抢了？”罗成和摄影师嘴角抽了抽，无奈地点了下头。陆晨用手捂住嘴巴，用尽全身力气在憋笑。噗嗤，哈哈，你们两个人让猴给抢了，怎么会有人让猴给抢了呀？哈哈，陆晨笑得肚子生疼，直到看到两人逐渐阴沉下去的脸色，才停止了笑声，拍了拍面前的罗成，忍不住安慰道：“没事儿，当年玉皇大帝还被猴给揍过呢。”两人，罗成和摄影师原本就悲愤的心情，此刻变得更加沮丧了，抬头朝着头顶的参天巨木望去，一只灰褐色的猕猴正拎着2袋大熊猫周边，正在树上跳舞，神色讥讽地望着他们。就是他，抢我们东西的猴子！罗成双眼一凝，立马认出了抢走他们东西的猕猴。陆晨三人齐齐抬头望去，果真有一只猕猴提着2大袋东西在树上蹦跶，还真的被猴给抢了。陆晨望着树上耀武扬威的猴子，眼神中满是不敢置信。没想到罗成两人真的让猴子给抢了。之前的导游妹子见到这一幕，也是急忙跑到了陆晨身前，还没等他开口，陆晨便指着树上的猴子说道：“妹子，你家猴抢人了。”妹子手里还拿着一串冰糖葫芦，脸上满是诧异：“这不对啊，这好像是附近山上野生的猴子，我们动物园每只猴子都有名字的，我不认识它。野猴吗？”陆晨脸上面露难色，要是这玩意儿是野生的，那就更难把罗成两人的东西给抢回来了。罗成两人看着树枝上耀武扬威的猴子，心中气顿时不打一处来，抄起身边的石头就朝着猴子扔去。吱吱，树上的猴子身法灵活，轻而易举的就躲开了罗成两人的攻击，随后便消失在了树林的更深处。导游妹子脸上满是凝重，低头思索了一番，对着身边陆晨说道：“就算不是我们动物园的猴子，但是周围野生的猴子们性格也大都温和亲人，目前还没有发生过抢劫这类的案件，这件事应该是有什么隐情。总之，我们先跟上去看看吧。山顶上是大熊猫园，他朝着那个方向跑了。”说完，妹子立马就带领着众人朝着熊猫园的方向出发，只留下罗成和摄影师站在原地，面面相觑。摄影师听完导游妹子的话，面色古怪地朝着一旁的罗成问道：“哥，你刚听到他说什么了吗？”罗成面色艰难，点了点头，听到了。他说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抢劫案件，那岂不是代表着我们是头号大冤种？罗成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似乎自从遇到陆晨之后，他就霉运不断。今天好不容易来动物园放松一下，结果遇到了陆晨，
先是被奇滩大叔暴揍，又被猴子给抢了，而且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被猴子给抢过。罗成心态有些崩溃，无奈地叹了口气，朝着陆晨几人的背影望去，缓缓开口道：“总而言之，我们先追上他们吧。”另一边，演播室内，导演正在后台监视着两人直播间的后台数据，朝着一旁的工作人员问道：“怎么样？两人直播间现在人数如何了？”陆晨从遇到罗成后，直播间人数就开始暴涨，现在直播间人数现在已经突破了5万人，并且人数还在不断攀高。罗成这边也是一样，直播间人数已经到达了3万。另一位工作人员也同样汇报：“本完第140，你买热搜了。”导演神色大喜，随着《百元求生》这档节目热度慢慢攀升，现在总的收视率已经高达近100万了。这可是他的首秀，能够首次就创造一档日收视率高达100万的节目，成绩已然不俗。但一想到其中大部分的收视率是来自陆晨几次在某音上的爆火，导演又不禁担忧起来。要是真的让陆晨赢得最终的冠军，大家期待梦想中生活的第1名，导演不由得有些担忧起现在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来。还莫等导演担忧多久，身旁的小助理就给导演递过来一个平板：“导演，韩一娜工作团队找您。”导演一时间有些愣神：“韩一娜，那不是之前棒子国来的明星吗？找我干嘛？”导演作为半个娱乐圈的人，对于这些明星之类的团队谈不上多么了解，但也基本上知道名字。韩一娜在娱乐圈也算是老牌明星了，虽然一直不温不火，处在3线艺人的位置，但不少电视剧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由于之前被爆出九州人傻钱多，来九州赚钱，去棒子国花之类的言论，被其公司雪藏了许久，至今才又逐渐开始在九州娱乐圈中活跃。自己和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来找自己干什么？导演不由得有些疑惑，不过还是接通了视频。画面中是一位甜美可人的漂亮女子，眼睛盯着黑眼圈，似乎昨晚没怎么睡好。见到导演，双眸好似要喷出怒火来一般，强忍着怒气伸出了5根修长的手指：“300万，把你们热搜压一压，让我上榜。”不少的艺人明星，甚至是电视剧开播前，都会买热搜来推广热度。导演之前也想过这个法子，不过热搜实在是太贵，光是请这些嘉宾，还有支付摄影师的工资，他就已经把房子车子都给抵押了出去了。虽说最近拿到了不少投资，但他也都拿来提升员工福利和奖金的额度了，根本就没有闲钱买什么热搜。听到韩一娜的话后，导演一脸懵逼，朝着身旁的小助理诧异道：“你买热搜了？”小助理同样摇了摇头，面色古怪的反问道：“不是您买的吗？”导演立马掏出手机，打开某博，惊奇的发现江南野生动物园猴子抢人事件竟然在某博的热搜榜第10，和陆晨有关的话题，还有骗孤寡老人血汗钱的骗子，排在热搜榜的第5位。不少从陆晨直播间出去的观众们纷纷在网上悬赏这名骗子，金额已经在众人的众筹下加到了数十万之多。导演顿时明白了韩一娜为什么这般生气了。当今是流量时代，有多少流量就意味着能赚到多少钱，而热搜榜就代表着流量。热搜榜前10就意味着上了热搜榜，2个和陆晨有关的热搜挤掉了原本热搜榜末尾的2个话题，其中估计就有一个是韩一娜找来包装自己的，如今被陆晨挤掉了，他不生气才怪呢。时间来到今天中午，魔都明珠酒店总统套房内，一夜酣战的韩一娜从一名40-50岁的中年男人被窝中爬起，顺势拿起一旁的手机，见到某博热搜榜前10有自己和某位1线小鲜肉的绯闻后，嘴角洋溢出一抹微笑，又开始埋头吞吞吐吐起来。3、4线艺人借助高流量的艺人或者是小鲜肉增加曝光率，这件事在娱乐圈内并不罕见，只不过因为韩一娜之前某些不良言论，导致不少九州娱乐公司轮番抵制她，为此韩一娜只能委身于面前的这个秃头大叔，希望动用他的关系来好好洗白自己，给自己增加曝光率。也正是这个原因，韩一娜昨晚可谓是不留余力，几乎把会的招式都给用出来了，哪怕现在膝盖还有淤青，止不住的痛，但一想到只要能登上热搜，借用这次曝光率洗白自己，哪怕是再来2次，他也觉得十分的值得。但他今天下午从秃头大叔的房间中出来，还莫等他回到魔都的家时，热搜榜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他刚好在前10的热搜，直接被挤到了12的位置。韩一娜扫了一眼热搜榜，2条热搜直接窜进了前10，全网通缉骗孤寡老人钱的骗子，笑不活了，有人居然让猴儿给抢了。韩一娜有些崩溃了，什么鬼？这年头骗子和猴子也能上热搜吗？
还有被猴子抢了是怎么回事？这年头还有人能被猴子抢了的吗？这都什么跟什么啊？韩一娜脑袋有些混乱了，自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结果早上就被人给顶掉了。韩一娜说什么也不能接受，直接给昨晚上的光头大叔打去电话。光头大叔也是有些懵逼，没想到居然横空出现一个陆晨。不过玩腻了韩一娜，他又怎么可能会理会他？只是给了一个百元求生栏目组的联系方式，便将韩一娜的电话给挂断了。韩一娜怒火攻心，直接给节目组打来了电话。导演和助理这才知道，原来陆晨带着节目组上了热搜。看着面前懵逼的导演和助理，韩一娜气的是咬牙切齿，自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上一次热搜，结果怎么有个素人平白无故的就上了热搜，而且节目组对此都毫不知情的。到底自己是明星还是他是明星啊？想到这里，韩一娜就有些崩溃。视频中的导演也是无奈的挠了挠头，既然热搜不是买的，自己也无法操控，只能够给面前的韩一娜说一声对不起了，抱歉，这热搜确实不是买的，要不您再买回来。导演试探的朝着韩一娜望去，韩一娜脸色阴沉的足以滴出水来。要是真的那么好买的话，他又何必去陪那种大人物呢？他虽然许多年前在九州还算是火热，但经过那次事件后，就回到了棒子国发展。要不是现在钱用完了，他也不会再次回来九州。如今的他，要钱没钱，要人脉没人脉，就指望着热搜增加一下曝光率洗白了，然后卖惨捞金了。结果还被陆晨搞这么一出，他忍不住开始怀疑起了人生来，心中不停地怨恨着热搜中名叫陆晨的这个年轻人。本完第142被虐待的大熊猫。这个区域是为里面的大熊猫单独建造的，所以整体区域并不大，只有2-3千平方米。虽然一眼望不到头，但是搜寻起来也不算艰难。众人进入这个区域后，没过2分钟，他们就看到了之前的那只抢罗成他们东西的猴子，身旁还有2个空的塑料袋，里面的东西已经被猴子全部都给拿了出来。吱吱吱，猴子手舞足蹈的拿着大熊猫周边，在一只骨瘦如柴的大熊猫面前晃动着。不过现在陆晨几人的注意力却不猴子身上，而是在那只骨瘦如柴的大熊猫身上。这是一只远超出众人印象中大熊猫模样的熊猫，原本黑白相间的熊猫，此刻身上的白色容貌已经泛黄，如同一块用了许久的抹布一般，破旧不堪，甚至连肌肤都无法完全覆盖，时不时能够看到肚子上红肿的疮痍。它没有众人印象中那般圆滚滚的身体，反而可以说是披着熊猫皮毛的骨架，瘦骨嶙峋，宛如一位迟暮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铁丝网旁，半倚着铁丝网，眼神中满是暗淡，如同西沉的夕阳一般，即将迎接黑暗的到来。看到这触目惊心的一幕，罗成眼神中满是震撼，紧接着立马转变为愤怒，转过头来朝着身后的导游妹子质问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们动物园敢虐待我们的国宝！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看到这只瘦骨嶙峋的大熊猫，同样也是十分不满，愤怒拍桌：怎么回事？江南野生动物园就这么对待我们的国宝？是啊，动物园的负责人呢？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的国宝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到底发生了什么？面对罗成的质问，导游妹子没有回话，反而是目光死死地盯着在那只熊猫面前不断摆弄玩具，似乎想要逗它开心的猴子来。瞳孔猛然一缩，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他抢你们的东西是为了来逗他开心啊！妹子顿时明白了过来，随后立马转头朝着面色有些愤怒的罗成和摄影师两人开口解释道：这只大熊猫叫丫丫，是刚从灯塔国接回来的。妹子目光十分心疼地望向不远处的大熊猫，一向爱护动物的她，自然是不忍心见到任何动物这副模样的，更何况这还是九州的国宝大熊猫。大熊猫凭借着其憨态可掬的外表，还有高超的智商，赢得了九州人民的喜爱。每一只大熊猫都是九州人民的心头肉，他心疼大熊猫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会虐待它呢？眼前这只大熊猫受到的伤势，都是在灯塔国那边造成的。一是长时间的喂养不新鲜竹子水源污染，导致了眼前大熊猫身上皮毛暗淡，早已不像之前那般柔顺光滑。二是因为熊猫的食量很大，每天大概能吃12到20公斤左右的竹子，在那边它甚至连每日标准的一半都吃不到，自然就日渐消瘦下去。更重要的是身上的伤势，由于栖息的地狭窄脏乱的缘故，所以导致身上不少地方都已经化脓。接回到九州的时候，他已经处于生命危险当中了，要不是救治及时，恐怕他早就没命了。不过尽管小命保住了，眼前这只熊猫眼中早就没了生存的希望。他也尝试过帮助这只可怜的大熊猫，只可惜被丫丫已经被虐待的
实在是太惨了，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的信赖，现在身上还有不少病症难以根治。但要是有医生想要靠近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发起攻击，就连上面派来的兽医也没有办法。来到江南野生动物园这么半个月时间内，他甚至都很少进食，只是倚着铁丝网，静静地看着夕阳落幕。或许是察觉到丫丫的生命即将逝去，那小猴子才不顾一起地抢走了罗成和摄影师的熊猫礼包，让眼前目光暗淡的丫丫打起一丝精神来。他还在用尽全力不断摆弄着手中的大熊猫周边，想要博取眼前丫丫的一丝笑容。陆晨几人在听完导游妹子的解释后，手中拳头已经不由得握，由于力气太大的缘故，手臂都在隐隐发颤。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同样是怒火中烧，愤怒拍桌，他喵的，把我们国宝送去灯塔国干嘛？我们自己稀罕都来不及呢，下次送灯塔国东西只能是东风快递。就是啊，把我们国宝弄成这样，他们是怎么有脸的啊？一时间群情激愤，陆晨沉默不言，目光凝视着不远处的猴子与大熊猫。哪怕小猴子不停摆弄着玩具，但他面前的丫丫却丝毫提不起兴趣来，目光暗淡且涣散，已然一副油尽灯枯的样子。赵小棠和禽兽同样是神色急切朝着陆晨望去。哥，你有啥办法吗？能不能救救丫丫？虽然禽兽不像罗成和摄影师那般是熊猫的狂热粉丝，但大熊猫确实是每个九州人的心头肉。看着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变成眼前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禽兽和赵小棠心都狠狠地颤动了一下，将希望寄托在陆晨身上，目光希冀地朝着陆晨望去。陆晨嘴角抽了抽，挠了挠头，神色有些为难道：就算是你这么说，我也没。蓦然间，陆晨想到了什么，口中的话戛然而止，急忙在心中呼出了系统面板。虽然没有找到什么动物语言、动物亲和之类的 bug 及技能，但是找到了一个兽医技能，只要面前的大熊猫愿意配合治疗，陆晨绝对有把握能够治好它。可是眼前这只大熊猫真的愿意配合治疗吗？陆晨想到这里，顿时就停下了即将点在确认兑换技能上的手指，转头朝着一旁的导游妹子望去。就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配合治疗吗？导游妹子无奈地摇了摇头，微微叹了一口气道：之前的医生都有来过，也都放弃了。这个动物园里，他也就对我和园长比较亲近一些，可以走进他3米之内观察。之前的医生只要一靠近他10米，他就会发动攻击。我们也尝试过使用麻醉之类的强制措施来帮他处理身上的伤势，但是每次他醒来之后都会把纱布给拆了，伤口又会感染，如此反复，我们也不敢采取什么强制治疗措施了。本完第151，我哥真的没啥坏心思。陆晨望着自己面前粉红色的见色起意，浅浅的抿了一小口，入口酸酸甜甜的，还挺好喝。一旁的赵小棠颔首思索半晌，瞥了一眼陆晨，对着妹子道：今天心情还挺好的，跟着他们像是听相声一样，所以给我来一杯暴打渣男。陆晨，妹子听着赵小棠的话，微微一笑，一杯绿色的鸡尾酒立马调制好，放到了赵小棠的面前。几位专家都没怎么说话，但是其中一位长相有些老成，社会学专家脸色则是开始为难起来。一想到自己是收了钱的后，又不得不开口带起了节奏。你们看，陆晨这叫败坏社会风气，在直播的时候还这么口无遮拦的撩妹。和他一同在陆晨直播间的2位专家听到这话，也是纷纷反应过来，开始带起了节奏。就是啊，这就叫败坏社会风气，见色起意，能是什么好人？原本陆晨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就已经对这几位专家很是不满了，如今听到专家们这话，再也坐不住了。我陆哥怎么就见色起意了？再说，陆哥他连女朋友都没有，见色起意又怎么了？是啊，陆哥又不像你们都结婚了。没结婚，没谈恋爱，认识一下漂亮妹妹有错吗？我某度了一下，这几位专家的老婆现在都才刚毕业呢，到底是谁见色起意？一旦激起千层浪，直播间内原本陆晨的粉丝开始破口大骂起来。一时间，几位专家的粉丝们也是愣住了，没有任何还击，反而是纷纷倒戈，怀疑起专家们来。啥？他们看上去都40、50了，老婆找到20多的。我真查了一下，要说见色起意的，应该是你们吧？是啊，人家小年轻最起码不去年纪过得去，你们都快半截入土的人了，还去祸害人家小姑娘。直播间内群情激愤，不少专家们带来的粉丝都怒斥着几位专家。陆晨对此却是毫不知情。此时的陆晨正坐在吧台，摇晃着酒杯，不停寻找着什么，拉了拉一旁禽兽的衣角，询问道：兽啊，你不是说这家酒吧有一位寂寞漂亮腿还长的美女店主吗？我怎么没看见？
禽兽，哥，我只说了美女店主，其他的可不是我说的。禽兽急忙摇了摇头，生怕直播间里的黑粉们把节奏带到自己身上来。陆晨则是毫不在意，还在人群当中寻找禽兽所说的美女店主，却听到一道声音在大厅中响起：“老板，之前唱歌的那个小姑娘呢？”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趴在椅子上，朝着陆晨几人身后的吧台望去。酒馆内的众人先是一愣，随后也纷纷跟着喊了起来：“是啊，老板，我就说老是差了点什么，怎么之前那个唱歌的妹子不在了？我还挺喜欢听她唱歌的，来这儿就是为了听她唱歌。老板，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想听她唱几句。”眼看着酒馆内开始变得嘈杂起来，吧台后身穿汉服的妹子缓步走了出来，站在中间的一块木地板铺成的舞台上，给大家鞠了个躬，连声道歉：“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家的歌手这几天生病了，恐怕不能来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妹子对于歌手养好病后能不能来，心里也没底。这几天正值旅游旺季，又赶上假期，所以到酒吧里消遣的客人也不少。况且这家酒吧本就处于繁华地段，房租昂贵，又是清吧，生意远远比不上其他酒吧火热，能够勉强维持收支，完全就是靠着酒吧的歌手。旁边几家同行也正因为知道这点，给出了远高于这里的报酬。今天歌手给自己打了个电话说生病了，可能要晚点过来，他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了。那啥时候能有歌手啊？我还挺喜欢那个妹子的声音来着。一位男性顾客有些遗憾，说实话，他来这个酒吧完全就是冲着歌手的歌声来的。要是歌手不在了，他恐怕也不会继续在这里喝酒了。虽然是清吧，但好歹还是要有个歌手听听歌，舒缓一下心情的吧。要不老板，你上去整两首？是啊，我也算是老顾客了，还没听过老板唱歌呢。看老板你这模样，唱歌肯定也很好听。不少喝得醉醺醺的酒客，你一言我一语的起哄。妹子穿着汉服，默默低下了头，似乎正在犹豫。沉默了许久后，还是紧咬着银牙拒绝了：“不好意思，大家，我真的不会唱歌。”说罢，他便摆了摆手，回到了吧台，继续调酒。见到这一幕，酒吧内氛围顿时清冷下来，不少的酒客也都走出了大门。妹子只是盯着那些走出的背影，怅然若失。陆晨坐在吧台边，对着妹子笑了笑道：“妹子，给我来一杯蓝色忧郁吧。”妹子听到这话，点了点头，手上动作下意识地动了起来，随后才反应过来，呆愣愣地转过头去，看向陆晨，弱弱解释道：“你手里不是有一杯吗？我们店里是可以续杯的。”谁料陆晨只是摇了摇头，对着妹子道：“这杯是请你的，看你好像失魂落魄的样子，不想唱的话不唱就好了，有人走自然会有人来，人生嘛，不就是这样？”陆晨笑了笑，妹子却十分戒备地望了一眼陆晨手里粉红色的剑色起义，随后又低下头，有些失落地解释道：“其实也不是不想唱，我还挺想唱的，只是怕你们听完都被我吓跑了。”妹子静静地坐在吧台角落里，目光望着脚下的地面，精致脸上的忧心忡忡难以隐藏。陆晨听完妹子的话后，下意识地脱口出，忍不住好奇道：“那妹子你唱得有多难听啊，才会把人给吓跑？”话刚说完，妹子头埋得更低了。陆晨也是立马反应过来，急忙开口：“不是，人各有所长嘛，妹子你别往心里去，最起码你调的酒就很好喝嘛，我真的没啥坏心思啊。”“是啊，这酒确实是挺好喝的。”一旁的赵小棠也是走了过来，帮腔道。禽兽看着摄影机，看向吧台里的妹子：“老板，我哥真的没啥坏心思，就是容易见色起意，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陆晨，本完第152。禽兽，哥你为了泡妞不要命了？妹子看着面前陆晨和禽兽这副搞怪的模样，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心头的阴霾顿时也随之消散，缓缓走出吧台，握住麦克风，站上酒吧正中的舞台，冲着陆晨几人微微一笑：“先说好，要是我唱的不好听，你们可不准跑。”酒吧内的众人见状，立马欢呼鼓掌：“我肯定不跑，能看到老板唱歌，真不枉我这几天一直蹲这里。九州人不骗九州人，我真不跑。是啊，老板终于要唱歌了。”酒吧内的气氛再次被炒热。听到众人的保证，妹子意气风发地拿出了小吉他，坐在椅子上将麦克风支好。舞台上淡黄色昏暗的灯光倾泻下来，映照在妹子墨绿的汉服上，如同给妹子蒙上一份薄薄的细纱，增添了几分朦胧美感。随着修长之间拨动琴弦，
优雅而动听的吉他声通过麦克风响彻整个酒吧大厅。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妹子缓缓开口：“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霎时间，全场寂静，所有人目光满是不敢置信地望着舞台上的妹子，目光逐渐变得惊悚起来。这倒不是妹子唱的有多好听，而是唱的实在是太难听了，一句话根本就没有一个音在调上，声音如同恐怖电影里木门吱呀吱呀的声音一般。原本应该是一首婉转悠扬的民谣，却让她唱的令人毛骨悚然。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也是愣住了，卧槽，这妹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唱歌这么难听？是啊，我二舅老爷他外甥女家的哑巴唱歌都比她好听。笑哭，我感觉这妹子要不别开酒吧了，直接去鬼屋应聘吧。这说明妹子好歹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啊，不唱歌真的是为了你们好。至于直播间里不少的黑粉，直接被妹子的歌声给劝退了大半。三位专家此刻脸色也是如丧考妣，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他们真的现在就想退出陆晨的直播间。陆晨这里也是收获了许多黑粉的情绪值，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李大炮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王刚烈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获得来自秦20情绪值加100，检测到情绪值变化。这些都是之前在直播间里黑自己的人，陆晨都把他们的名字给记了下来。没想到妹子的歌声居然还有奇效，直接给自己收获了一大波情绪值。由于直播间人数的暴涨，陆晨收获的情绪值也是越来越多。妹子一曲终了，陆晨的情绪值直接从原本的3万暴涨至10万，又到了可以兑换技能的程度了。陆晨目光朝着唱完歌的妹子望去，妹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缓缓醒来，环顾周围，周围的客人脸色苍白，如同生了场大病一般，更有甚至直接一头栽倒在酒桌下，昏迷了过去。禽兽同样是面色惨白，嘴角抽搐，刚想开口，身后却传来一阵如同雷鸣般的响亮掌声。好，唱得太好了，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歌声，有这唱功，你这开啥酒吧呀？你应该去当歌手才对。陆晨望着舞台上有些不知所措的妹子，大为夸赞。一旁的禽兽和赵小棠则是目光惊恐地看向陆晨，两人表情一副你在逗我的模样。妹子眼前一亮，水灵灵的大眼睛中满是兴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夸她唱歌好听。真的？那我再唱一首。在座的客人们同样是面色惊恐地望向陆晨，面色为难，嘴角微微抽搐，声音忍不住的发颤，急忙阻止。妹子，你唱的挺不错的，可能是我们这种俗人没办法听懂你这高雅的艺术吧。是啊，还是别唱了吧，我看那小哥喜欢听你唱歌，要不你们回家唱。禽兽望着妹子，面色艰难，显然还没从刚才的死亡安魂曲中回过神来，轻轻拉扯了一下陆晨的衣袖，小声提醒道：哥，你为了泡妞不要命了？别人唱歌最多要钱，他唱歌是真的要命啊。陆晨看了一眼台上的妹子，发现妹子目光没有注意自己后，侧过头去，缓缓从耳朵中拿出2团棉花，对着禽兽道：你说啥？禽兽？赵小棠？合着陆晨根本就没有听到妹子唱的有多难听。两人目光震惊地望向陆晨，禽兽看到陆晨手中的棉花，顿时就急了：哥，你咋玩不起啊？还用棉花作弊？陆晨则是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望着面前的禽兽和赵小棠，语重心长地教育道：听人劝，吃饱饭，人家都说了唱的不好听，我肯定做点应急准备啊。准备什么？这时妹子也是缓缓走下台，听到了陆晨的话，有些好奇地望着陆晨。陆晨摇了摇头，不动声色地将棉花藏起，朝着妹子望去：没什么，你还要再来一首吗？妹子摇了摇头，我还是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的，真的要再唱，估计大家都要跑了吧。妹子捂嘴痴痴一笑，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温柔，抬头望着陆晨俊朗的面容，俏脸羞红：谢你，你还是第一个说我唱歌好听的。陆晨也是立马回答：不客气，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你唱歌还挺好听。话还没说完，却被妹子给打断了。妹子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浑身直冒冷汗。不过下次你可不准作弊了，要是真的觉得好听，要不要去我家，我专门唱给你听？陆晨听到这话顿时一愣，随后摇了摇头：不了吧，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影响不好。妹子一曲过后，酒吧内顿时就清静了不少，现在已经没有人敢起哄让妹子上台唱歌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酒吧内氛围也开始逐渐压抑起来，不少的客人纷纷离去，新来的客人也只是进来逛了一圈，随后摇了摇头走出大门，连唱歌的人都没有。
那还缓解个屁的压力！本来他们就是因为工作或者生活上的琐事，烦心想要缓解压力的年轻人。清吧这种地方，要是连歌手都没有，那光顾的人自然也不会太多。妹子望着店内仅剩不到5桌的客人，有些失落地低下了头。或许接下来酒吧里都不会有歌手，这个小店离关门也不远了。本完第155，事情不够大，再来一首。陆晨几人也是齐齐转过头来，朝着那背后背着吉他的妹子望去。这是我们酒吧内原本的歌手小洛，你今天不是说生病不来了吗？身穿汉服的老板朝着吉他妹子望去，给众人介绍。被称为小洛的妹子挠了挠脑袋，望着面前几人有些羞涩。我想着我要是在家休息的话，店里就没有歌手了。老板点了点头，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算是彻底放了下来。小洛真的只是生病，并没有被附近的酒吧用高薪给挖走。不过老板也只是庆幸了一会儿，随后脸色便有些不自然起来，朝着陆晨望去。听完了陆晨唱歌，恐怕酒吧里这些顾客以后都听不进小洛唱歌去了。虽然小洛是附近一所大学音乐专业的学生，唱歌自然也算得上是不错，但距离陆晨还有很大的差距。老板望着小洛，神色有些艰难，朝着小洛问道：那个小洛，你来的时候听到过他唱歌吗？小洛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看今天客人都坐满了，甚至外面还有不少站着的，应该很好听吧？小洛漆黑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金光，不断打量着陆晨。陆晨眯着眼睛往前一步，朝着面前的老板和赵小棠靠近了些，邀功道：怎么样，我唱的还可以吧？听到了众人的夸赞，他还没听到过眼前酒吧老板和赵小棠的夸赞呢。赵小棠白了陆晨一眼，自然知道陆晨是什么心思，点了点头道：不错，挺好听的，我之前都一直以为你不会唱歌呢。酒吧老板则是兴致冲冲地打开自己的汉服领子，从怀中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陆晨，神色兴奋道：我都觉得外面那些歌手都没你唱的好听，以后你来我这儿喝酒不要钱，上去帮我唱首歌就行了。听到了两位的夸赞声，陆晨心满意足，面色古怪地望了一眼老板递来的名片。名片倒是一张十分普通的名片，只不过老板到底是把名片色衣服哪了？感受到陆晨有些怪异的目光，老板脸色一红，急忙解释：我衣服里面自己缝了个兜，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哪样了？陆晨眯着眼反问。老板一时语塞，朝着陆晨望去，立马就反应过来陆晨是在调戏自己，白了陆晨一眼。陆晨拿着自己的剑色起意，双眼仔细地朝着名片望去，有些怀疑地念出了老板的名字：木桥。你咋叫这名字？是林桥。老板白了陆晨一眼，没好气道。之前的感动顿时被陆晨这几句话搞得烟消云散。听到这话，陆晨顿时拍了下桌子，神情有些激动：这妖巧，你也叫林桥啊？老板一脸懵逼，有些不解地望向陆晨：怎么，你难不成也叫林桥？陆晨摇了摇头，一本正经道：我爸妈之前给我请过算命的，说我以后老婆就叫林桥。赵小棠一脸无语，转头看向陆晨：你不是孤儿吗？林桥一时间也是反应过来，忍不住扶额，无奈道：你这人脑子里怎么就这些龌龊思想呢？这一会儿酒吧的生意火爆，林桥也没有什么时间和陆晨几人闲聊，专心致志的在把台前调酒。反而倒是禽兽听完陆晨的演唱之后，顿时化身小迷弟，一个劲儿的夸着陆晨：哥，你刚刚那首歌真的是你写的吗？这也太厉害了吧！禽兽神色有些兴奋地看向陆晨，自己跟着陆晨这么久，别说没听过陆晨唱歌了，就连陆晨哼哼几句歌词都没有听过。结果今天陆晨一开口就是王炸。一旁的背着吉他的小洛看向陆晨的双眸中多了些许期待，人长得帅，唱歌还好听，而且还是自己写的。既然今天来了那么多客人，搞不好他等一会儿还会再唱一首吧。不过等了十几分钟，小洛也没再见陆晨有想要登台演唱的迹象，陆晨反而是不停晃荡着酒杯中粉红色的液体，和逐渐空闲下来的林乔不断说着话：喜欢我唱歌何必等以后啊？把你家地址告诉我，我今晚就去你家给你唱。我觉得你要不还是不要开口说话吧，不开口倒是挺像男神的，一开口就感觉有些猥琐。你懂啥？我这是社恐。啥？一时间小洛和林乔都愣住了，看向说自己社恐的陆晨，上下打量了陆晨好一会儿。林乔才缓缓道：我真没看出来，你和社恐有什么关系？一旁扛着摄影机的禽兽缓缓解释：老板你不懂，我哥的社恐是路上遇到个好看的妹子，他都没勇气去亲人家一口，所以叫社恐。林乔、小洛，
一番短暂的交谈过后，几人也大致算是认识了，而酒吧里的客人也是愈发多了起来。老刘，你说的专业歌手在哪呢？老板，不是说有个唱歌贼好听的小哥吗？我可是从大老远跑过来的。是啊，我今晚可是推掉了和3个妹子的约会过来的。原本清冷的酒馆，此刻显得人声嘈杂。陆晨默默放下杯子，朝着面前的3位各有特色的美人问道：“你们想听我唱歌吗？”禽兽在一旁委屈巴巴地望着陆晨：“哥，你咋不问问我？那你想吗？”“当然了，哥。”在座几人齐齐点头。陆晨将杯中的见色起意一饮而尽，再次朝着舞台中央走去。酒馆内嘈杂的人声，此刻只剩下了寂静。嘘，安静！他要开始唱歌了。酒客们自发地安静下来，就连店外站着的客人们，此刻也是无比安静。直播间内，无论是不是陆晨的粉丝，在这一刻都停止了争吵，静静地望着画面中的陆晨。陆晨拿起之前摆放在舞台上的吉他，刚要弹奏，眉头却不禁皱了起来。吉他上的琴弦已经被他给弄坏了，现在已经无法弹奏了。正当陆晨犹豫是否要清唱时，眼前忽然浮现出一把精致的木吉他。小洛站在陆晨面前，将自己背后的吉他递给陆晨，微微一笑：“给，用我的吧，我很好奇你唱歌到底有多好听。”陆晨点了点头，没有半点犹豫接过吉他：“放心，马上你就能听到了。”手指缓缓拨动琴弦，一道不同于之前赤灵的悠扬曲调响起。本完第156，尘埃落定，全网爆火。在场的听众们听到这前奏后，皆是一愣。酒馆内顿时响起窸窸窣窣的讨论声。怎么回事？好像之前的前奏不是这个吧？这是又换了一首歌？不会吧？之前那首歌歌词都搜不到，肯定是原创的。难不成他写了2首？直播间内的观众们听到周围酒客的讨论声，宛如看到了之前的自己，不由得神气了起来。呵，井底之蛙，我陆哥当年从尖沙咀唱到铜锣湾，随便整2首原创过分吗？就是啊，如果你看过1000个小时陆哥的直播，你就会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陆哥做不到的事情。叉腰，哥们儿是专门搞音乐的，陆哥刚刚唱的真比不少专业歌手都要好。我已经把陆哥这段播放网上去。这一次，陆晨唱的不是之前的《赤灵》，而是另一首前世同样在网络上爆火的歌曲《南山南》。沙哑低沉的声音缓缓传出，配合上陆晨忧郁深沉的模样，顿时让酒馆内的观众们看呆了。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一曲缓缓落幕，趁着众人发呆的时间，陆晨带着禽兽和赵小棠2人快步从酒馆溜了出去。夏夜的冷风不停吹拂着3人的面庞，一旁的禽兽才缓缓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一把甩开陆晨的手，满脸不解道：“哥，你干嘛偷偷溜出来啊？我还想再听几首呢。”陆晨白了禽兽一眼，没好气道：“你听啥听？我就会这2首。看他们这个样子，我要是再不溜的话，估计今晚上就要在这儿唱一晚上了。”陆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酒吧大门外人群围得越来越多，要是再不跑的话，搞不好后来的人又会让自己上台唱，一晚上都在这折腾，明天可还有正事儿呢。陆晨抬头望着浩瀚夜空，回眸望了一眼此刻人群如潮的酒馆，不禁感慨道：“这地方酒还是很好喝的，下次我们有时间再来吧。”禽兽同样是点了点头：“是呀，老板娘长得也好看。那你觉得我像老板吗？”陆晨手指摩挲着下巴，朝着一旁禽兽问道。赵小棠没好气的白了2人一眼，破天荒的爆了个粗口：“我说你俩能要点 AC 脸吗？”回到酒店后，陆晨2人倒头就睡。赵小棠明天还需要值班，所以望着2人走进酒店就没再出来后，便驱车离开了酒店。某音上，陆晨2个字的热度直接进入了搜索栏的搜索提示中，伴随着陆晨之前的各项事迹，与之关联的标签更是数不胜数。最开始的捡钱、偷吃业主外卖，再到啥育儿宝典、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之类的视频，让陆晨的在网络上的名声直接来了个大逆转。从一开始被喷得体无完肤，到现在无论认不认识陆晨的观众们，见到陆晨的直播片段都会笑得合不拢嘴来。这些碎片化的录播片段直接在某音上掀起了一股风暴来，几乎每个视频都能够把路人转化成陆晨的粉丝。哎呦，太好笑了，这保安笑得我肚子疼，偷吃业主外卖，还怂恿业主老妈揍业主一顿，怎么会有这么缺德的人啊？我吐了。我刚刚看他视频，觉得他说的没错，人活着就是要享受生活。刚想辞职当保安，结果他和摄影师说保安也不是啥人都要，瞎人诛心啊！你们这儿算好的了，
我是从他那尖沙咀砍到铜锣湾那里进来的，他这操作直接就给我看晕了。怎么会有人这么喜欢卖队友啊？明明能打20个，结果就是要看着队友被揍，笑哭。我真的建议各位别在上班的时候看陆哥视频，他喵的差点给我笑死。话说，他参加的是啥节目啊？怎么会这么搞笑？百元求生，你直接搜陆晨都能出来。这真人秀里的嘉宾都挺不错的，我好久没看到过这么好看的真人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陆晨的各种视频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某音第一的榜单。这次和之前的突然爆火不同，这一次的爆火直接给陆晨带来了庞大流量。原本只有接近30万左右关注的陆晨，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100万粉丝博主了。这还不算完，随着陆晨占据某音热门榜的瞬间，陆晨在全网话题的讨论度已经突破1000万，这样的数据已经比1、2线明星差不了多少了。某博热搜榜上前10更是有8个和陆晨相关的话题，就连百元求生栏目组也跟着陆晨小火了一把。而陆晨演唱的了《赤灵》和《南山南》2首歌曲也在一夜之间爆火，几乎全网的音乐博主都在学习这2首歌的曲调，再蹭陆晨的热度。甚至经过此次事件后，陆晨直播间里忽然涌现了不少的铁粉，自发的组织团队去黑陆晨的微博下面留言抵抗。这件事情还惊动了某博的官方高层。凌晨3点时，刚刚睡下去没多久的某博高层就被董事长给吵醒。你知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是骂我们这里全是水军的人，给你1个小时把骂陆晨的水军全都给封了。就这样，盯着黑眼圈的某博高层被叫起来加班了。同样睡不着的还有之前信誓旦旦的韩一娜。韩一娜望着某博关于陆晨的热搜，脸色苍白的瘫倒在地上。怎么会这样？之前他的风评明明不是这样的。面前的男人望着瘫倒在地上的韩一娜，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蠢货，让你调查清楚，别什么人都得罪。现在官方的人都下场辟谣，公司高层听到了什么风声，在调查我了。我真是被你害死了。望着捂着脸躺在地上的韩一娜，男人心中怒火更甚，又补了2脚。韩一娜此时脸上表情生无可恋，根本就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嘴边一直喃喃着不可能，这不可能。滑落在地面的平板上是2条江南市警方和政府给出的联合声明。鉴于陆晨同志在抓捕逃犯黄大力以及拐卖儿童事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特此给陆晨同时发放江南好市民称号。鉴于陆晨同志及时救治国宝丫丫，经江南市野生动物园与市政府同意，认证陆晨为大熊猫丫丫荣誉领养员。特此江南市野生动物园无偿免费开放3天，欢迎广大市民、九州各地朋友游玩。本完。第171开门。送外卖。陆晨听完黑瘦妹子的话，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总之，先把借你钱的那些人叫出来，先聊一聊吧。在学校周边搞这些灰色产业的家伙，肯定不光盯上眼前的妹子一人，说不好还有不少其他的学生也正为这事儿苦恼。陆晨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不希望这些一时误入歧途的孩子们像新闻上的女孩一样跳楼身亡。能商量的话最好，要是商量不了的话，陆晨眉头微微皱了皱，眼神变得凛冽起来。要是商量不了的话，自己只能来硬的了。或许是察觉到了陆晨身上气质变得阴冷起来，禽兽有些后怕的拉了下陆晨的袖口，小声建议道：哥，要不我们找警花姐姐帮帮忙吧，反正这种事情他们应该也管吧。禽兽见识过陆晨的战力，也知道陆晨很能打，但毕竟对方做的可是这种灰色产业，搞不好都是些亡命之徒。禽兽自然担心起陆晨的安危来，先试试，要是不成的话再找他吧。陆晨点了点头，没有拒绝禽兽的提案，毕竟自己虽然有系统，但最多也就能对付那么10几人，他可没有蠢到想一个人单挑整个犯罪团伙。此时距离江南大学不远处的一座废弃仓库内，几个肌肉大汉正围坐在一起。为首的一个光头大汉脸色凝重，朝着面前的小弟们问道：今天早上江南大学的那个是死了的，是负责的。底下坐着的一个小弟眼神有些恐惧地站起身来，话音举起手打战道：老大，我也不知道会这样，我就想吓吓他，鬼知道他就跳楼了。话还没说完，光头大汉的巴掌已经呼到了那个小弟的脸上，直接给那看上去有些瘦弱的小弟扇飞出去好几米远，小弟当场就晕了过去。众人齐齐面露惊恐地凝视着光头大汉。光头大汉摸了摸自己圆润的光头，沉思了一阵道：最近条子估计盯我们盯得比较紧，就先别出去乱晃了，还有借钱也都停了。我最后强调一次，我不管你们是想睡谁，但是只有一条，那就是千万别把人弄死，要是人死了，借出去的钱可就收不回来了。
光头大汉刚说完，正发现一个身穿某团衣服的人站在仓库大门口，面带尴尬笑容看着自己。那个，你们谁叫的外卖？要是没有人认领的话，那我就走了。罗成有些尴尬的挠了挠脑袋，刚准备脚底抹油开溜，却被光头大汉一把给拉进了仓库中。快跑！罗成神色慌张，急忙推开身后不明所以的摄影师。还有个摄影师，快把他摄影机砸了绑进来！光头大汉看到摄影师后，急忙对着小弟们吩咐。摄影师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小弟们给按住了。直播间内的观众们一时间也是没有反应过来。卧槽，怎么突然黑屏了？这到底是怎么了？话说，罗成不是送外卖吗？怎么好像突然被绑架了啊？不至于吧？送个外卖都能遇到绑架，那这人该有多倒霉啊？我隐约觉得这会不会和陆哥有关系？不可能吧？我刚看了陆哥，他现在在学校里啊。兄弟们，我报警了，赶紧通知节目组和陆哥呀！一时间，罗成直播间的粉丝们纷纷涌入陆晨的直播间。不过，此时的陆晨注意力根本就没在直播间上，他目光朝着那黑瘦妹子望去。黑瘦妹子先愣了一下，随后立马反应过来，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喂，我不是说了吗？9出13归，没有3万块，我们可就把你的照片发学校论坛上去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有些低沉的男声，态度很是不客气。黑瘦妹子听到这话，顿时被吓了一跳，眼神有些怯懦的朝着陆晨望去，在得到陆晨肯定的眼神后，出声道：我有个朋友也想借钱，你能来一趟吗？借钱？借什么钱？最近查的严，你让他等过几天风头过了再说吧。电话那头二话没说就挂断了电话。三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之际，一旁的夏可则是站了出来。我来，我记得之前有个这种类似的见我好看，硬是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缺钱去找他。夏可翻找了一下手机，找到了联系方式，拨了过去。喂，有什么事情吗？这一次是一个略显猥琐的男生。夏可咳嗽2声，清了一下嗓子，尽可能甜美道：那个小哥哥，人家现在缺钱了，你不是说缺钱可以找你借吗？电话那头有些为难，这个最近几天借不了，要不你等几天？可是我就这几天需要，而且你上次不是说只要我陪你约会就不需要利息吗？夏可声音无比妩媚，俏脸微红，有些不好意思的望着眼前的三人。这副模样和他平时的作风相差甚远，但事出有因，为了帮助自己的舍友，他也只好做出一些小小的牺牲了。陆晨倒是饶有兴趣的抱着双手盯着夏可。夏可昂感受到陆晨的目光，急忙转过身去，脸色更加的通红起来。尽管如此，两人的对话依旧落入陆晨的耳中。陆晨双手抱胸，开始比起电话那头的人来。呵，你看，这人就是经不住诱惑，人家随便一说啥他就信了，这能叫男人吗？哥，你看，那里有个穿黑丝的小姐姐。禽兽指了指远处，陆晨立马顺着禽兽手指的方向张望去。哪呢？哪呢？穿黑丝的小姐姐在哪呢？禽兽看着陆晨这副不断张望的模样，嘴角抽了抽。哥，就你这样，有脸说别人吗？你懂啥？黑丝永远是男人的浪漫。陆晨撇了撇嘴，一脸认真道。当他们回来时，夏可已经打完了电话，俏脸通红的站在原地等着他们了。半小时后，学校的西门等他，夏可已经成功完成了陆晨交给他的任务。距离江南大学不远处的一座废弃仓库内，一个长相有些猥琐的小青年刚通完电话，脸上荡漾着猥琐笑容，正准备出门，却被一旁的伙伴给阻止。老大说最近不要出去，以免被条子盯上，你不知道吗？本完第172。悲催的罗成。小青年先是一愣，随后想起了刚刚开会时那个小弟的惨状，内心很是煎熬，一边是不可多得的大美人，一边是老大的叮嘱，这让他有些不好抉择。放心，我就是出去买包烟，几分钟就回来了。话说老大他们还在审之前来的那小子。同伴转头朝着仓库里的隔间望去，凄惨的嚎叫声在外面都能够听到。隔间内，光头大汉正在痛殴着罗成。说不说？你到底说不说？罗成捂住肚子，痛苦的瘫倒在地。你倒是问啊！自己被抓进来，还没说几句话，就先是被痛殴了一顿，还没搞清楚情况，对方就一直在殴打自己，什么都没有问，就先是揍了自己一顿。光头大汉望着捂住肚子的罗成，不由皱了皱眉头，这小子嘴还真硬啊，都被打成这样了还不说。一旁的小弟望着罗成身上的黄色制服，不由得有些怀疑，老大，你说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是送外卖的？光头大汉一口否决了小弟的提议，不可能，
哪个送外卖的身边带个摄影师？这小子肯定是条子的线人。他不肯开口，那我们就打到他开口就好了。光头大汉对着身后的小弟们使了个眼色，一群5大3粗的壮汉立马朝着罗成围去。罗成听到光头大汉的话后，立马就被吓得往后一缩，急忙开口道：“等等，我说还不行吗？”罗成深吸一口气，开口解释道：“我是百元求生的嘉宾，所以身边才带了个摄影师。我真没听到你们说话。”罗成说了一大堆，只希望对方能够放过自己。光头大汉身旁的小弟则是不由皱起了眉头，小声地对着身旁的光头大汉道：“老大，我们之前遇到的那小子，好像也带了个摄影师。那小子……”光头大汉脑海中忽然回忆起一个俊秀面庞，顿时浑身打了个冷战，不由咽了咽口水道：“不可能吧？”光头大汉摇了摇头，江南这座城市这么大，而且之前那个人可是格斗冠军，现在这个吗？不过是个送外卖，脸色十分苍白，看上去也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就算真的如同他所说，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但应该也和那种人物扯不上什么关系才对。想到这里，光头大汉不由得放心了下来，正打算指挥小弟给罗成扔出去时，一旁的摄影师却冷哼一声，望着眼前的光头大汉开口道：“你们死心吧，我哥是不会和你们同流合污的，出去我们就报警把你们给抓了。”罗成面色惊恐地看向一旁的摄影师：“不是，我不认识他，我们真不是一伙的。”罗成头摇得好似拨浪鼓，一旁的摄影师依旧在喋喋不休：“哥，你不是要教我要向陆哥学习打击犯罪吗？”一旁的摄影师对着罗成眨了眨眼睛，但此时的罗成注意力根本就不在摄影师身上。罗成望着脸色逐渐阴沉下去的光头大汉，听着摄影师在自己耳边得到喋喋不休，头上浮现出一个愤怒的井字符，不由爆了粗口：“我是让你学习陆晨打击犯罪，没让你和他学怎么坑我。呵，还打击犯罪？打他，给我朝死打！”随着光头大汉一声令下，一群壮汉围着罗成开始拳打脚踢起来。而摄影师望着鼻青脸肿的罗成，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小声道：“对不起了，哥。”摄影师闭上双眼，手指朝着自己衣角的扣子摸去，接连猛敲了3下，扣子如同回应摄影师一般，轻微震颤了一下。这是节目组为了避免遇到危险的时候能找到嘉宾，以防万一，在摄影师身上安装的专门定位器。不仅仅是一个定位器，同时也是一个专门的声音接收器。要是直播画面出现什么意外，声音接收器会将声音转到直播间中。罗成的惨烈的叫声响彻整个直播间，原本就不剩下多少人的直播间，人更加稀少了。好家伙，罗成咋被揍得这么惨？这听得我都浑身打颤。不行，我也退了，我去看看陆哥那边。节目组呢？赶紧报警呀！罗成不会被打死吧？放心，这种做的虽然是灰色产业，但是一般来说肯定是不敢杀人的。还是看看节目组那边怎么说吧。罗成好像一直在骂摄影师。此时，演播室内，漆黑的画面伴随着罗成的惨叫传遍了整个演播室。小助理被吓得俏脸煞白，朝着一旁面色凝重的导演望去。导演，罗成这样会不会太惨了？导演神色凝重，摇了摇头，没关系，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帮警察。真不知道是罗成倒霉，还是陆晨太好运。怎么陆晨刚和这种不正规贷款接触上了，罗成就跑那送外卖去了？导演无奈的摇了摇头，朝着身后的工作人员望去。罗成的定位还没好吗？赶紧把定位给警方那边发过去。身后的工作人员熟练地操纵着电脑，迅速掌握了罗成的位置，定上了位了。地址是江南市大学城南路128号。另一边，江南市警局，赵小棠和几位警察端坐在会议室内。会议室中传出的惨叫声，让众人都不由得皱紧了眉头。赵小棠将手中资料给面前几位警官挨个发了一份。这次的目标是江南大学城附近的一个非法放贷的黑恶团伙。本来我们已经盯上他们了，只是没怎么掌握证据。结果因为今天早上的新闻，可能害得他们警觉起来了。节目组那边已经给我们发来了定位，因为对方人数过多，所以这次的抓捕行动我们会联合其他部门的同志。大家进行抓捕的时候千万要看清楚，不要误伤了自己人。赵小棠想了一下，随后翻开了资料的最后一页，指着光头大汉的照片，提醒道：“这个团伙的首脑叫做赵力，手底下有不少热衷于格斗健身的手下。据说前不久赵力还专门组织过这些手下进行格斗训练，所以大家进行抓捕的时候，还请尽量小心。”赵小棠把话说完，看向一旁的林宇。林宇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有任何要补充的地方，大手一挥道：“
抓捕行动正式开始。本完第173禽兽，鄙人叫禽兽，禽兽的禽兽。江南大学西门，一个鬼鬼祟祟戴着墨镜口罩，将自己包裹得结结实实的小混混正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寻找着什么。忽然，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掌猛地拍在他的肩膀上，顿时吓得他一激灵，回首望去，小混混见到了陆晨几人。你要借多少？规矩懂吧？小混混点上一根华子，对着面前的夏可问道。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总算能够一饱眼福。要是数额再大的话，带他去隔壁的小旅馆也不成问题。想到这里，小混混脸上顿时流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感受到小混混炙热的视线，夏可往陆晨身后一缩，陆晨也是望着面前的混混，嘴角扬起一个和善的微笑，指了指自己说道：你在想啥呢？不是他借，是我借。还莫等他继续开口，周围无论是混混还是夏可几人，都面露震撼地望着他。过了半晌，小混混才终于反应过来，望着陆晨语气不善道：开什么玩笑，你一男的你借果贷？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男的找他借果贷的。小姐姐的照片倒是还有不少用，毕竟人家也不希望传出去。可是眼前这么一个大男人，照片传出去能对他有什么影响？小混混上下打量了陆晨一番，撇了撇嘴道：男的不能借，只要女的能借。这种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因为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因素，所以会有男朋友替女孩子借钱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以女孩子对身体的爱惜以及照片泄露出去的严重后果为约束，才能让他们按时还钱以及承受他们根本不合理的高利息。这种东西根本就不适用于男生，所以小混混直接言辞拒绝了陆晨。随后他便将目光再度朝着陆晨身旁的夏可望去。你借不借？不借我走了。一般借这种的学生都是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之前夏可也在电话中说了是因为家里人生病，小混混自然不觉得夏可会放任自己离开，直接来了一手欲擒故纵，正准备抬脚离开，背后突然伸出一张手掌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不过搭在他肩膀上的手掌却没有像他料想的那样软弱无骨，而是如同老虎钳一般，死死捏住了他的肩膀。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搞性别歧视，为啥女的可以，我们男的不行？我们男的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陆晨脸色阴沉，目光流露出一丝凶狠，盯着面前的小混混。小混混刚想转过头去呵斥几句，却被陆晨凶恶的眼神给吓得说不出话来，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刚要开口，却被一旁的禽兽给打断了。你想好再说，我大哥脾气不好，上次我哥遇到一个非说他是男的，不让他进女生宿舍的人，现在寿命都估计被我哥打得没剩几年了。直播间内听到禽兽这番话的观众们顿时也是乐出了声来，笑哭，哈哈哈，笑死我了。宿管大妈虽然年纪大，但是应该不至于只剩几年了吧？捂脸，楼上的看不出来摄影师是在胡说吗？打人还能把寿命打掉了呀？你们看这小混混的样子，好像还真的信了。不会吧？一看你就是新来的吧？陆哥巅峰时期的战绩可是一挑10几个壮汉，甚至最后还撂倒了2个警察呢。突出的就是一个敌我不分，近身者亡。估计是小混混被陆哥身上的气势吓到了，听到禽兽这番话，吓得小混混浑身一颤，眼神略带惊恐地朝着面前的陆晨望去，感受到陆晨身上恐怖的气势，顿时间汗毛都立了起来。虽然他暂时思考不出来究竟怎么打人才能减少对方的寿命而又不致死，但是毫无疑问，陆晨身上的恐怖威压，他只在老大身上感受过，这是9局上者的威压。小混混就算是脑子再迟钝，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了，脸色如同苦瓜一般，朝着陆晨身后的夏可哀求道：我真的没钱呀，这钱都是老大的，要是老大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小混混望了一眼自己腰间挎包里红灿灿的钞票，还莫等他下句话说出口，陆晨就已经一把将挎包抢了过来，拿出了一摞红灿灿的钞票，掂了掂，随后脸色转变成失望，撇了撇嘴不屑道：切，才2万块吗？小混混如丧考妣，正想着回去怎么该跟老大说这事情，却被陆晨一把给叫住了。我有说你可以走了吗？可是我真的没钱了啊！小混混抬起头来，望着眼前的陆晨，猛然想到了什么，脸色长得通红，急忙双手放在身后捂住屁股，一脸宁死不屈的表情。不行，绝对不行，我真的不喜欢男的。小混混的声音很大，吸引了不少站在门口的大学生们，不少女孩一脸兴奋地朝着陆晨望来，周围人的炙热的目光，就算是陆晨也有些驾驭不住。他望着小混混这副担惊受怕模样，不由一乐，拍了拍身旁的禽兽。巧了，他喜欢禽兽。
上！禽兽！周围人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你们看，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做这种事情，这人居然还叫禽兽！啧！据说学校附近有一个专门勾搭男大学生的团伙，该不会就是他们吧？学校周围不是有旅馆吗？这钱我来给他们出，只要他们肯让我在一旁看的话。一个女生一边喷着鼻血一边说着。小混混似乎也察觉到了周围人异样的眼光，低下头声，怕众人认出自己。禽兽感受到身后黑瘦妹子和夏可有些嫌弃的目光，急忙开口解释：不是，我真不是男童呀。哥，你在瞎说什么呢？禽兽气鼓鼓地朝着陆晨埋怨。陆晨则是一脸平淡道：我是让你问问他们老巢在哪，你想成啥了？陆晨朝着禽兽望去，禽兽这时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问他们老巢在哪呀。禽兽一时间只能把心中的羞愤转化为怒火，洒在了眼前的小混混身上，对着小混混不客气道：喂，你们的老巢在啊，给我实话实说。小混混刚想瞎编一个地址告诉禽兽，却看到了陆晨嘴角浮现的阴森笑意。如果我发现地址是假的话，他会告诉你他为啥叫禽兽的。笑。本完第174。仓库中的八戒听到陆晨的话后，小混混顺着陆晨的目光看向一旁5大3粗长相十分狂野的禽兽。禽兽也是十分配合的，从鼻孔中喷出2道白气，给小混混顿时吓得虎躯一震，急忙扒拉着陆晨道：我说哥，我带你去找他们，我真不想知道这哥为啥叫这名字。一旁的夏可和黑瘦妹子也想跟着陆晨一同前往，但却被陆晨直接给拒绝了。你们这些小孩就在学校里等着我们回来就行，放心，没事的，我们就是去找他们聊聊。陆晨似乎感受到夏可眼神中的担忧，揉了揉夏可的脑袋，带着小混混和禽兽径直走出校门。另一边，节目组的演播室内，导演望着屏幕当中的陆晨，无奈地捂住了额头。我就知道罗成倒霉肯定和这小子有关系，怎么哪都有这小子啊？我们都已经通知警方了，这小子也要去掺一脚。导演望着屏幕中的陆晨，气得牙痒痒。小助理给导演倒了杯茶，望着屏幕中的陆晨，则是回忆起了之前他一人横扫10几个壮汉的那一幕，安慰道：可是导演，有陆晨的话，说不定罗成能更早被救出来吧。而且怎么看陆晨也和这事儿没什么关系吧，他只是碰巧要去帮粉丝解决问题罢了。这一次小助理站在了陆晨这边，倒不是他不信任警察，而是像赵小棠这一类的警察，因为出于自身内心的正义感或者是某些原因，能用的手段都极其有限，对付恶人还是需要陆晨这种行为乖张的人才行。谈话间，大屏幕中的陆晨已经在小混混的带领下找到了他们的大本营。被陆晨捆得严严实实的小混混望着面前破旧的仓库铁门，不由吞咽了一口口水。哥，你们2个人该不会真的要进去吧？就算哥你身手再好，那一个也不能打10几个吧？而且我们老大肯定不是你这细胳膊细腿的能够打过的。小混混望着陆晨，有些后怕的说道。他倒不是担心陆晨他们的安危，而是要是自己这副模样被他们带去见老大，那即使用屁股想也能想知道是谁出卖的他们了。到时候老大肯定不会放过自己，一边是老大的铁拳，一边是自己的清白。小混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果然还是自己的清白重要吧。说完，小混混就被陆晨一把拉在前面。咚咚咚，陆晨用手轻轻敲打了3下仓库的大铁门，仓库内立马传出了一道男声，是陆晨之前听过和黑瘦妹子打电话男人的声音。谁啊？是我买完烟回来了。小混混无奈开口。仓库侧边的小门刚打开，陆晨就一脚踹了过去，砰，直接将门后把风的混混给踹到墙上，晕厥了过去。陆晨带着禽兽径直走进仓库。这个仓库很大，十分空旷，刚刚的声响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因为整个仓库中都回荡着无比凄惨的嚎叫声。说不说？你到底说不说？仓库的隔间内，光头大汉正不断殴打着罗成，鼻青脸肿的罗成精神有些恍惚，瘫倒在地。一旁的摄影师则是不断叫嚣着：有种你弄死我们啊，我们出去肯定带人来给你们端了。罗成嘴角微微抽搐，看向自己的摄影师：别说了，我真……话还没说话，光头大汉就一脚踩在了罗成的肚子上。罗成痛苦地叫出了声来，望着面前的光头大汉，好不容易逮住一个空档，急忙开口道：大哥，他说你揍他不就行了，你揍我干啥呀？身体上的伤痛还能够忍受，但最让罗成崩溃的是自己一直挨打，但是一旁说话的摄影师却半点事情没有。
甚至还在一旁叫嚣，让自己被揍得更惨。经过罗成这么一提醒，光头大汉似乎反应了过来。对啊，是应该揍这小子啊！光头大汉若有所思地朝着摄影师望去，但立马又摇了摇头，俯身朝着罗成狞笑道：“既然这样，两个都给我朝死里揍！”罗成，哎 ，Sigma， 不是，我什么都没说啊！罗成不由有些崩溃，迎接他的只有周围小弟们的拳头。一时间，杀猪似的嚎叫不绝于耳。禽兽扛着摄影机，和陆晨走在仓库中，听着这嚎叫声，不禁浑身打了个冷战。哥，我怎么听着这叫声这么熟悉？禽兽紧皱着眉头，不由朝陆晨问道。陆晨点了点头，对仓库隔间的事情浑然不知。是啊，我也感觉好熟悉，真奇怪啊！虽然不知道这杀猪一般的嚎叫声主人是谁，但陆晨还是带领着禽兽往隔间内走去。二话不说，一脚就踹开了仓库隔间的大门。住手！放开那个！陆晨望着站满壮汉的隔间内，被众人围在地上殴打脸已经肿成猪头的罗成，一时间有些语塞。陆晨犹豫了一阵，指着罗成，气势十足道：“放开那个猪头！”肿成猪头的罗成嘴角抽了抽，想要吐槽什么，但身体实在没有力气了，甚至连嘴都张不开。好在陆晨一旁的禽兽